大周皇朝，青云城。深秋的雨总是带着几分入骨的凄寒，雨水顺着灰败的瓦片汇聚成线，滴落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仿佛是这座破败院落苟延残喘的心跳。屋内，一炉在此刻显得格外珍贵的红泥小火炉正吞吐着微弱的火舌，炉上茶汤沸腾，氤氲出袅袅白雾。苏度尘慵懒地倚靠在斑驳的太师椅上，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粗糙的陶制茶杯。他身着一袭洗得有些发白的青衫，面容虽因久病而显得苍白，却难掩那眉宇间透出的清贵与出尘。那双眼眸深邃如渊，并未聚焦于眼前的茶水，而是穿透了这漫天雨幕，似乎在凝视着九天之上那遥不可及的仙宫。夜神音，苏度尘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冷笑，声音低沉沙哑：你废我万载修为，断我长生仙路，将我打落这浊世凡尘，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苏度尘像条野狗一样老死于此吗？哪怕此刻体内经脉寸断，丹田枯竭如荒漠，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灵气，但他眼底的野心与狂傲却比当年身为太乙仙君时更盛。因为就在坠落凡尘的前一刻，那个曾无数次躲在暗处偷看他的痴情女仙夏子宁，拼着神魂受损，将一门名为阴阳造化奴仙经的禁忌功法打入了他的识海。此法不修灵力，不求天道，唯修奴字。炼化天资绝世之女，修为奴，奴强则主强，奴静则主受。现在的我不需要灵力，我只需要听话的顶炉与利刃。苏度尘轻轻抿了一口热茶，目光忽然微微一凝，望向了院门的方向。那里雨幕被一股无形的气机排开，紧接着一阵极其轻微却带着特有韵律的脚步声传来。未见其人，先闻其香。那是一股混合着冰雪与寒梅的冷冽幽香，哪怕是这满院的雨腥味也无法遮盖分毫。这香味清冷刺骨，却又带着一种勾魂摄魄的吸引力，让人忍不住想要深吸一口，探寻那香味的源头。既然来了，何必站在雨中？苏度尘放下茶杯，淡淡开口：吱呀。腐朽的木门被推开，一道清丽绝伦的倩影迈步而入。来人正是苏度尘名义上的未婚妻，青云城第一世家陆家的大小姐陆清雪。看清女子的瞬间，饶是跃进仙界角色的苏度尘眼底也闪过一丝赞赏。她今日并未着盛装，只穿了一袭素白色的广袖流仙裙，那布料看似轻薄，却极具垂坠感，因外面的风雨有些大，裙摆处微微有些湿润，紧紧贴合在她修长的小腿上，隐约勾勒出那惊心动魄的腿部线条。她的发髻并未像寻常贵女那般繁复，满头如墨般的青丝仅仅用一根淡蓝色的丝带随意束起，几缕调皮的碎发垂落在她白皙如玉的耳畔和修长的脖颈处，随着她进门的动作微微晃动，平添了几分凌乱的美感。视线缓缓下移，苏度尘的目光毫不避讳地落在了她的身前，那是一抹令人呼吸停滞的风景。素白的衣裙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轻浮，又露出了精致深陷的锁骨和一片如羊脂白玉般的细腻肌肤。腰间竖着的一条宽边云纹锦带，将她的腰肢勒得盈盈一握，仿佛风一吹便会折断。然而正是这极细的腰肢，将胸前那抹起伏衬托得格外雄伟。那并非是累赘的硕大，而是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半圆弧度，随着她的呼吸轻轻颤动，仿佛随时都要裂衣而出。那种被衣物紧紧包裹的禁欲感，反而比直接的暴露更能激起男人心底最原始的破坏欲和征服欲。你看够了吗？一道冷若冰霜的声音响起，打断了苏度尘的审视。陆清雪站在门口，并未落座，她那双宛如寒星般的眸子里，此刻写满了厌恶与高傲。她微微扬起下巴，像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在俯视着泥潭里的癞蛤蟆。陆大小姐深夜造访，总不会是为了让我看几眼吧？苏度尘神色不变，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这种反客为主的淡然让陆清雪眉头微蹙。在她印象中，苏度尘这个苏家弃子自从被废之后便一直颓废酗酒，见到自己更是唯唯诺诺，眼神躲闪。可今日这男人的眼神太放肆了，那不是一种色欲熏心的猥琐，而是一种仿佛在评估一件货物，审视一件玩物的淡漠。这种目光让他感到极度的不适，甚至有一丝莫名的战栗。不必了，陆清雪冷冷拒绝，从袖中取出一封信函，甩在了沾满灰尘的桌案上。这是退婚书。他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感情。苏度尘，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如今我是陆家百年不遇的天才，已被上界宗门听雨阁选中，不日便将前往修行。而你经脉尽废，只能在这烂泥里度过残生。你我早已是云泥之别。苏度尘扫了一眼那封退婚书，连拿起来的兴趣都没有，只是轻笑一声。云泥之别，确实。他缓缓站起身，一步步走向陆清雪。陆清雪下意识想退，却发现自己竟被这个凡人身上的气势所摄，双脚如同灌铅般无法挪动。苏度尘走到他面前，两人相距不过半尺，这个距离
早已超过了男女之防。苏杜晨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她挺翘鼻尖上细密的汗珠，以及她那修长睫毛的颤动。那股冷冽的梅花体香愈发浓郁，混合着少女特有的幽香，直钻鼻腔。你要干什么？陆清雪羞愤交加，体内微薄的灵气运转，想要震开这个登徒子。然而苏杜晨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她如遭雷击，浑身僵硬。每逢月圆之夜，你的丹田气海便如坠冰窟，寒气顺着经脉逆流而上，直冲心脉，那种痛犹如万蚁噬心，让你生不如死。苏杜晨的声音很轻，却如同魔鬼的低语在他耳边缓缓响起。最近3个月，这股寒气已经开始侵蚀你的五脏六腑了吧，陆大小姐？你那引以为傲的修为是不是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倒退了？陆清雪瞳孔剧烈收缩，原本高傲冰冷的面容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惊恐。你怎么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连陆家家主都不知道，只以为他是修炼出了岔子。苏杜晨没有回答，而是突然伸出手，放肆！陆清雪本能的想要反抗，抬手一掌拍向苏杜晨。这一掌虽然只用了3成力，但对于凡人来说足以致命。可苏杜晨不闪不避，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惊慌，只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戏谑。就在手掌即将触碰到苏杜晨胸膛的瞬间，陆清雪突然感到体内寒气爆发，经脉一阵剧痛，动作硬生生僵住。也就是这一瞬间，苏杜晨的手指已经精准地扣住了他纤细皓腕上的脉门，触手微凉，肌肤滑腻如酥。放手！陆清雪刚想挣扎，却感觉一股奇异的热流顺着苏杜晨的手指瞬间冲入他的体内，直奔丹田。那股折磨了他数年的极寒之气，在这股热流面前竟然如老鼠见猫般瑟瑟发抖，瞬间被压制得无影无踪。那种久违的温暖感让陆清雪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嘤鸣，这声音妩媚至极，在这寂静的雨夜中显得格外清晰。陆清雪瞬间羞红了脸，那原本苍白的脸颊染上了2团红晕，一直蔓延到耳根，甚至连那修长的天鹅颈都透着诱人的粉色。苏杜晨松开手，退后一步，目光在他那因羞耻而剧烈起伏的胸口停留了片刻，淡淡道：太阴绝脉，若无大机缘，不出3月，你必死无疑，化作一具冰雕。到时候别说什么听雨阁的弟子，你连这一捧黄土都留不下。陆清雪娇躯轻颤，她知道苏杜晨说的是真的，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清晰。她咬着下唇，嫣红的唇瓣几乎被咬出血来。高傲如她，此刻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你既然能看出来，是不是有办法救我？她的声音颤抖，带着一丝希冀，再无之前的盛气凌人。苏杜晨坐回太师椅，重新端起茶杯，姿态慵懒至极。我自然能救，这天下间除了我，无人能救你。求你！陆清雪艰难地吐出这2个字，这对一向心高气傲的他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苏杜晨吹去茶沫，眼皮都没抬一下。而且救你的代价很大，我不缺钱，不缺权。陆家大小姐，你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出手的筹码？陆清雪愣住了。是啊，她是苏家弃子，可她一眼看穿了自己的绝症，还能随手压制寒气，她真的是废物吗？只要你能救我，陆家可以给你一切资源，我可以不退婚。陆清雪急切道。苏杜晨轻笑一声，笑声中充满了不屑。陆清雪，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正妻之位你还不配。这句话如同一记耳光，狠狠抽在陆清雪脸上。她瞪大了美眸，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不配？那你要什么？陆清雪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屈辱。苏杜晨缓缓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到陆清雪面前。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挑起陆清雪那光洁圆润的下巴，迫使她与自己对视。2人的呼吸交缠在一起。苏杜晨的目光极具侵略性，一寸寸扫过她的眉眼、红唇、锁骨，最后停留在她那双慌乱的眼眸上。我要你！简简单单3个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陆清雪心中一颤，下意识想要后退，却被苏杜晨的手指牢牢禁锢。不是那种所谓的道侣。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凑到他那精致的耳垂边，轻声低语，热气喷洒在他敏感的肌肤上，激起一阵阵战栗。我要你做我的奴，白天你是我的剑，为我扫平障碍；晚上你是我的炉，助我参悟大道。我要你身心皆臣服于我，你的每一寸肌肤，每一缕神魂，乃至你的生死，都只属于我一人。陆清雪，你愿意吗？轰！陆清雪脑海中一片空白。奴，她是陆家大小姐，是天之娇女，怎么可以做奴隶？这是何等的羞辱！你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陆清雪刚想怒骂，
却迎上了苏杜晨那双冰冷无情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的情欲，只有对生命的淡漠，仿佛在说：不愿意，那就去死吧。屋外的雨下得更大了，雷声滚滚，仿佛在为这场交易敲响丧钟。陆清雪想起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想起了家族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嘴脸，想起了死亡来临时的那种绝望冰冷。相比于死，尊严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刚刚那股热流进入体内时的舒适感，让他那颗常年冰封的道心竟产生了一丝诡异的渴望，渴望那种被填满、被温暖的感觉。沉默良久，若是做了你的奴，我能得到什么？陆清雪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哭腔，那是最后防线崩塌的声音。苏杜晨松开手，负手而立，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轰然爆发，尽管没有丝毫灵力波动，却让陆清雪产生了一种他在俯瞰苍生的错觉。做我的奴，我会赐你无上造化。别说是区区绝脉，就算是那9天之上的女帝，未来你也未必不能将其踩在脚下。这是本座给你的承诺。这番话若是别人说，陆清雪定会嗤之以鼻，但此刻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背影，他竟然信了。好。陆清雪缓缓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她双膝一软，在那冰冷的青石地面上缓缓跪了下去。那素白的裙摆铺散开来，宛如一朵在雨夜中凄美绽放的白莲。她低下高贵的头颅，露出了修长白皙的后颈，声音颤抖却坚定：陆清雪，愿奉苏君为主。苏杜晨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脚边的绝色佳人，看着她那因为屈辱而微微颤抖的肩膀，看着她那紧紧抓着裙摆的纤细手指，他满意的笑了。手掌一翻，掌心之中一道诡异的黑白印记若隐若现，那是阴阳造化奴仙经的奴印。既如此，那便开始吧。苏杜晨的大手缓缓覆盖在了陆清雪的天灵盖上。忍着点，第一次会很痛，也会很舒服。屋外雷声轰鸣，如天公震怒，屋内烛火摇曳，似欲语还休。苏杜晨的大手覆盖在陆清雪天灵盖的那一刻，一股源自远古洪荒的霸道气息顺着掌心轰然灌入他的识海。陆清雪原本紧闭的双眸猛地睁开，瞳孔涣散，口中发出一声难以抑制的悲鸣。她原本跪得笔直的身躯，此刻如同被抽去了脊梁，猛地向前一软，双手下意识地想要抓住什么支撑，最终只能死死扣住苏杜晨的小腿，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不是普通的灵力，而是一枚名为奴的种子。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运转下，这枚种子霸道地撕裂了他原本的精神防线，长驱直入，直抵神魂深处最柔软最隐秘的角落。痛，撕心裂肺的痛，仿佛有一根烧红的烙铁正在他的灵魂上强行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放松心神，莫要抵抗。苏杜晨的声音冷漠如冰，却又仿佛带着某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他耳畔炸响。若你神魂抗拒，这奴印便会化作业火，将你烧成灰烬。陆清雪娇躯剧烈颤抖，汗水瞬间如江般涌出。她那一袭素白色的广袖流仙裙，此刻彻底被汗水浸透。原本飘逸的布料，现在如同第二层肌肤般紧紧吸附在她身上。烛光下，那一幕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喷张。只见她那原本被束腰勒紧的盈盈纤腰，此刻正因为痛苦而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反弓状，如同一张拉满的进弓。而那胸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雄伟起伏，因这剧烈的动作被挤压出更加夸张的弧度，领口处的扣子似乎承受不住这股张力，嘣的一声弹飞了一颗。那一抹刺眼的雪白在昏黄的灯火下泛着细腻的瓷光，随着他急促的喘息上下剧烈起伏，仿佛两只受惊的小白兔试图冲破束缚。热，好热！陆清雪无意识地呢喃着，原本因寒毒而苍白的肌肤，此刻竟泛起了一层诡异而迷人的粉红。那是阴阳造化奴仙经开始引动他体内的太阴寒气了，即阴生极阳。苏杜晨站在他身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具正在经受洗礼的绝美躯体，他能清晰地闻到空气中那股冷冽的梅花香气变了。随着体温的升高，陆清雪身上的体香变得愈发浓郁醇厚，原本的清冷中混入了一丝因情动和痛苦而产生的甜腻，像是一坛被拍开泥封的冰镇烈酒，闻一口便觉微醺。你的太阴绝脉，乃是天地间至阴至寒的枷锁，今日本座便以身为炉，以你为药，炼化这枷锁，助你脱胎换骨。苏杜晨眼眸深处闪过一丝金芒，手掌猛地一震，轰！陆清雪体内积压了18年的寒毒彻底爆发，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反噬主人，而是被那枚奴印强行聚拢，化作滚滚洪流，冲刷着他那早已堵塞枯竭的经脉。这种感觉对于陆清雪来说，简直是地狱与天堂的交织。上一秒他仿佛置身万年冰窟，血液都要凝固，下一秒又仿佛坠入岩浆火海，浑身燥热难耐，
每一寸肌肤都渴望着触碰冰凉的东西来降温。而在他面前，苏度晨那常年体温偏低的手掌变成了唯一的救赎。主人，救我！陆清雪的神智已经开始模糊，高傲的自尊在极致的痛苦与快感交织下彻底崩塌。他本能地蹭着苏度晨的腿，脸颊贴在他冰凉的衣摆上，发出一声声如同幼猫般令人怜惜的呜咽。那一头如墨的青丝早已散乱，湿漉漉地贴在脸颊和脖颈上，几缕发丝滑入那深邃的沟壑之中，随着汗水蜿蜒向下，勾勒出一种凌乱凄艳的美感。苏度晨面无表情，但体内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陆清雪体内的寒毒被炼化转化为纯净的能量，一股磅礴的生命精气顺着奴印的连接反哺回他的体内。枯竭的丹田虽未恢复灵力，但他那原本因被废而亏空的寿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暴涨。1年、2年、10年、50年，原本苍白如纸的脸色逐渐红润，眼中那股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如星辰般璀璨的神光。这就是仙奴的反哺吗？果然霸道。苏度晨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重新焕发的生机，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此时脚下的陆清雪也到了关键时刻，她猛地仰起头，修长的天额紧绷紧成一条优美的直线，喉咙深处发出一声高亢而悠长的轻笑。破！苏度晨低喝一声，只听陆清雪体内传出一连串如同爆豆般的脆响。炼气9层，筑基初期，筑基中期，筑基巅峰。被太阴绝脉压制了整整3年的修为，在这一刻如同火山喷发般井喷式增长，竟是一口气冲破了那道困扰无数修士的天堑，直入筑基圆满，甚至隐隐触摸到了金丹大道的门槛。随着修为的突破，一股强横的气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屋内的桌椅被震得咔咔作响。若非苏度晨早有准备稳住身形，恐怕这破屋顶都要被掀翻良久，风平浪静。屋外的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一轮清冷的明月拨开云雾，将银辉洒入窗棂。陆清雪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那一身白裙已经变得半透明，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那足以让圣人破戒的魔鬼身材。尤其是那双修长笔直的玉腿，此刻正无力地蜷缩着，膝盖处透着淡淡的粉色。她缓缓睁开眼睛，原本清冷的眸子此刻水雾迷蒙，带着几分茫然，几分羞耻，还有深藏在眼底那一抹无法磨灭的敬畏与臣服。那是刻在灵魂深处的烙印。从今往后，苏度晨的一个念头就能让他生，让他死，让他做任何违背本心的事情，而他甚至连产生反抗的念头都会感到神魂剧痛。感觉如何？苏度晨坐回太师椅上，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慵懒。陆清雪身子一颤，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双腿发软，根本使不上力。但那骨刻在骨子里的奴性让她不敢怠慢，她咬着牙，强忍着身体的异样，调整姿势，改为双膝跪地，朝着苏度晨深深拜了下去。这一次不是被逼迫，而是发自灵魂的本能。奴婢感觉体内经脉通畅，修为已至筑基圆满。他的声音还在颤抖，带着一丝难以置信。困扰他性命的绝症不仅好了，还让他因祸得福。他抬起头，复杂的目光看向椅子上的男人。眼前的苏度晨似乎变了，他的容貌更加俊美妖异，皮肤隐隐流转着宝光，那股颓废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仿佛坐在那里的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尊蛰伏的真龙。起来吧，苏度晨淡淡道，既然成了我的奴，便要懂我的规矩。我不喜废话，也不喜无用之人。去烧水，我要沐浴。陆清雪愣了一下，她是陆家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平日里都是侍女伺候她沐浴，何曾有人敢指使她做这种粗活？若是以前，她定会一剑斩过去。可现在，那个不字刚到嘴边，就被一股强烈的恐惧赶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能为主人服务是莫大荣幸的诡异念头。是，奴婢遵命。陆清雪低下头，强忍着内心的羞耻与复杂的心理落差，撑着酸软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那一身湿透的白裙还在滴水，随着她的动作，胸前那抹血腻晃得人眼晕，若隐若现的肌肤更是诱惑至极。她下意识地想要遮挡，却发现苏度晨正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看，那目光并不猥琐，而像是在欣赏一件刚刚完工的艺术品。陆清雪脸颊再次变红，她不敢遮挡，只能咬着唇，迈着略显虚浮的步子，朝简陋的灶台走去。看着这位昔日高高在上的冰山女神，此刻却要在烟熏火燎的灶台前为自己烧水，苏度晨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征服感。这就是阴阳造化奴仙经的霸道之处，只要种下奴印，无论是9天神女还是魔界妖姬，最终都只能沦为奴隶。翌日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穿透破败的窗纸，院外便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喧哗声。砰砰砰，院门被拍得震天响，
木屑横飞。苏杜晨，你个废物，给我滚出来！一道尖锐刻薄的公鸭嗓在门外叫骂：陆家来人了！我就说你这种烂泥怎么配得上陆家大小姐？赶紧滚出来签字画押，把这宅子腾出来！这是苏家留给你的最后一点体面，别不识好歹。屋内正在闭目养神的苏杜晨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闪过一丝寒芒。那是苏家的管家王福，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当初苏杜晨还是天才时，这王福恨不得跪在地上给他舔鞋。如今他一招落魄，这老狗变成了咬得最凶的那一个。聒噪！苏杜晨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只是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吱呀！内室的门开了，换了一身干净素衣的陆清雪走了出来。经过一夜的休整，虽然只是简单的粗布麻衣，却难掩他那惊心动魄的美貌。不仅如此，他的肌肤变得更加晶莹剔透，仿佛有流光在皮下涌动，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清冷而圣洁的气息，比之昨日更是多了一分说不出的媚态与风情，那是初为人妇特有的韵味。他手中端着一盆温水，正准备伺候苏杜晨洗漱，听到外面的叫骂声，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那是对有人胆敢打扰主人清静的愤怒。主人，我去处理。陆清雪将水盆放下，轻声问道，态度恭顺至极。苏杜晨接过他递来的热毛巾，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随口道，一条乱叫的狗而已，既然他想进来，那就让他爬着进来。是。陆清雪应了一声，转身向院门走去。转身的瞬间，他眼中的恭顺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股令人胆寒的冰霜剑意，甚至比以前更冷更锋利。因为现在的他不仅是陆家的大小姐，更是苏杜晨手中的剑。轰！院门不堪重负，被人一脚踹开。管家王福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丁闯了进来，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苏杜晨，你个缩头乌龟，是不是死在里面？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一道白影如鬼魅般出现在面前，紧接着一股恐怖到让他窒息的威压如同大山般轰然落下。再敢对无主不敬，我要你的命！清冷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王福惊恐地抬起头，对上了一双毫无感情的冰冷美眸，那是陆家大小姐。怎么可能？她怎么会在这里？而且她叫那个废物什么？无主！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清晨的微风卷着几片枯黄的落叶，在王福和一众家丁脚边打着旋儿。原本嚣张跋扈的叫骂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以及牙齿打颤的咯咯声。王福瞪大了那双浑浊的绿豆眼，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拢，那模样活像是一只被人掐住了脖子的老鸭。他听到了什么？这位青云城公认的第一天骄，素来以高冷傲气著称的陆家大小姐陆清雪，竟然对着那个已经被废掉的废物苏杜晨自称奴婢，还称他为无主。陆大小姐，您是不是中邪了？王福咽了一口唾沫，试图挤出一丝谄媚的笑。这苏杜晨如今就是个废人，是被家族遗弃的垃圾，您何必为了羞辱他开这种玩笑？玩笑！陆清雪微微侧头，那双绝美的眸子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仿佛万年玄冰般的森寒。她今日虽身着粗布麻衣，未施粉黛，甚至发髻也只是随意挽起，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上位者气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尤其是经过昨夜阴阳造化奴仙经的洗礼，她周身隐隐缭绕着一层淡淡的寒雾，那是灵力满溢，即将化业结丹的征兆。如无主者，死！红唇轻启，吐出的字眼却冷酷得令人心颤。话音未落，陆清雪动了，没有花哨的动作，仅仅是向前踏出一步。咔嚓！以他落脚点为中心，一股恐怖的白色寒霜瞬间向四周蔓延，地面上的青苔瞬间冻结成冰渣，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成细小的冰晶，纷纷扬扬洒落。王福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膝盖处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啊！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声，王福双腿一软，竟然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并不是他想跪，而是那股恐怖的威压如同泰山压顶，直接压碎了他的膝盖骨。鲜血还没流出来，就被那凛冽的寒气瞬间冻结，红色的冰晶挂在伤口处，显得格外妖异恐怖。身后的几个家丁更是吓得肝胆俱裂，一个个瘫软在地，更有甚者，裤裆处已经湿了一片，散发出一股骚臭味。祝鸡期大圆满！不，这是半步金丹的威压。王福痛得满脸冷汗，整张肥脸扭曲成一团，眼中的恐惧简直要溢出来。怎么可能？传闻陆家大小姐不是身患怪病，修为倒退吗？怎么一夜之间不仅病好了，修为还暴涨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这种实力，放眼整个青云城，除了几大家族的族长，谁人能敌？而最让他恐惧的是，这样一个恐怖的强者，竟然只是那个废物的奴仆之呀！就在这时，身后的房门完全打开，
苏杜晨手里把玩着2枚温润的玉核桃，迈过门槛，闲庭信步般走了出来。他看都没看跪在地上的王福一眼，只是微微皱眉，鼻翼轻动。怎么有股尿骚味？清雪，你这处理事情的效率太慢了。他不紧不慢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明显的不悦。听到这声责备，原本如冰山女神般不可一世的陆清雪娇躯猛地一颤，她那冷若冰霜的脸上竟瞬间浮现出一抹惶恐与愧疚交织的神色。她转过身，在这个凡人面前没有丝毫迟疑的脸群下拜，动作优雅而卑微。奴婢知错，请主人责罚。这一幕比刚才那一击更让王福崩溃。他眼睁睁看着那个高傲的女神，此刻像个做错事的小丫鬟一样，低垂着眉眼，露出那一段白皙脆弱的脖颈，等待着那个废物的发落。苏杜晨走到廊下的藤椅旁坐下，目光淡漠地扫过王福。王管家，我记得我那个好二叔当初可是说过，只要我安分守己，这间破祖宅就留给我养老。怎么，这才过了3天就要赶尽杀绝了？王福浑身哆嗦，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此时的他就像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赖皮狗。少爷，不关我的事啊，是大长老。大长老说，您既然已经不是仙人，占着祖宅也是浪费，不如卖给城西的李家。大长老苏宏图。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那个老东西，当年我在上界给他送盐寿丹的时候，他一口一个贤侄叫的亲热，如今倒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虽然在笑，但眼底却没有一丝温度。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苏杜晨淡淡道：清雪，奴婢在。陆清雪立刻应声，起身后背极挺的笔直，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打断手脚，扔到苏府大门口。苏杜晨语气平淡，仿佛在说扔几袋垃圾，告诉苏宏图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样一样拿回来。是。陆清雪领命，转身看向王福的眼神再次变得冰冷无情。不要，大小姐饶命，少爷饶命啊！王福绝望地嘶吼着，试图向后爬去，但陆清雪怎会给他机会？只见他素手轻扬，数道晶莹剔透的冰棱凭空浮现，带着刺耳的破空声激射而出。噗噗噗噗，4声闷响，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裂声。王福的手腕和脚踝被冰棱精准洞穿，整个人如同死狗一般瘫在地上，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因为他的下巴也被一道寒气封住了。剩下的几个家丁早已吓破了胆，跪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撞击青石板，鲜血淋漓。滚，带上这条死狗！陆清雪冷哼一声，广袖一挥，一股劲风直接将这群人卷起，连带着那个半死不活的王福，如同丢沙袋一般轰出了院墙院子，终于清静了。陆清雪深吸一口气，平复体内激荡的灵力。他转过身走向苏杜晨，每走一步，他身上的那股凌厉杀意便消散一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顺与忐忑。他走到苏杜晨面前，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神色。主人处理的可还满意？他轻声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苏杜晨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不得不说，动起手来的陆清雪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刚才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冰冷煞气，与他此刻乖巧温顺的模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感最能激起男人的征服欲。他的胸口因为刚才的动手而微微起伏，那粗布麻衣根本遮不住他傲人的身段。因为出了些薄汗，几缕发丝粘在他修长的脖颈上，更显几分凌乱的诱惑。靠近时，那股独有的雪梅冷香混合着女子剧烈运动后的热气，直往苏杜晨鼻子里钻。尚可。苏杜晨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价，随后指了指桌上已经有些凉了的茶杯。陆清雪心领神会，她立刻上前伸出那双原本只用来握剑的纤纤玉手，端起茶壶。为了倒茶方便，她不得不微微弯下腰，这个姿势正对着坐在藤椅上的苏杜晨。领口微敞，那抹深邃的雪白沟壑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苏杜晨眼前，那肌肤细腻的仿佛吹弹可破，甚至能看清下面淡青色的血管。随着他的动作，那2团丰盈在重力的作用下更是摇摇欲坠，仿佛2颗熟透的水蜜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苏杜晨毫不避讳地欣赏着这一幕美景，甚至伸出手，指尖轻轻划过他那此时因为紧张而绷紧的手背。手抖什么？苏杜晨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陆清雪心中一慌，差点把茶水洒出来。那指尖划过肌肤的触感，就像是一道电流，瞬间击穿了他的防线。昨夜那种灵魂被支配，身体被填满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让他双腿一阵发软，脸上更是瞬间飞起2朵红霞。奴婢只是有些力竭。他慌乱地解释道，声音软糯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他其实并不力竭，相反，他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好。那困扰他多年的太阴绝脉，如今成了他最大的助力。
体内的灵力奔腾如海，那种充满力量的感觉让他沉醉。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人赐予的。虽然失去了自由，虽然失去了尊严，这种强大的感觉真的太迷人了。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那个奴印正在不断地向他灌输一个念头：能被苏杜晨驱使是他此生最大的荣耀。苏杜晨接过茶杯，并没有喝，而是突然问道：想不想变得更强？陆清雪一怔，猛地抬起头，美眸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更强，筑基圆满，不过是蝼蚁罢了。苏杜晨将茶杯放下，语气中带着从骨子里透出的轻蔑。在这下界，或许你能称霸一方，但在我眼中还不够看。我要的是一把能斩碎苍穹、刺穿先帝心脏的剑。提到先帝二字时，他眼中的恨意一闪而逝。他站起身，走到陆清雪身后，双手轻轻搭在她圆润的香肩上。陆清雪浑身僵硬，不敢动弹。太阴真解。苏杜晨在他耳边低语，声音充满了蛊惑：这是仙界广寒宫的不传之秘，比你陆家那破烂功法高明万倍。以此法配合你的太阴绝脉，1月之内可结金丹，1年之内可化元婴。什么？陆清雪彻底震惊了。广寒宫，那可是传说中仙界最顶级的宗门。金丹、元婴，那是多少修士穷极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境界。主人，您真的愿意传授给我？他难以置信地问道，声音都在发颤。在这个修仙世界，功法即是命根子，哪怕是父子师徒也未必会倾囊相授。可苏杜晨竟然要传给他仙界秘法。你是我的奴。苏杜晨的手只顺着他的肩膀滑落，轻轻挑起那一缕垂落在胸前的发丝，放在鼻尖嗅了嗅。既然是我的私有物，若是太弱，丢的可是我的脸。而且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暧昧，只有你变得更强，体质更好，才能承受得住我日后的索取，不是吗？陆清雪脸上的红晕瞬间蔓延到了耳根。他当然明白，那所谓的索取不仅仅是指受源，更包含了那令人羞耻的侍奉。但这一次他没有抗拒。扑通，他再次跪倒在地，额头重重磕在苏杜晨的脚背上，双手捧起他的衣摆，如是神明。奴婢陆清雪愿为主人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如果说昨天是因为恐惧和为了活命而臣服，那么此刻在绝对的力量诱惑和恩威并施之下，他的心房已经彻底沦陷了一半。苏杜晨看着脚下这个已经初具忠犬模样的绝世美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布局的第一步算是彻底稳了。起来吧，去换身衣服。苏杜晨嫌弃的看了一眼他身上的麻衣，虽然我现在落魄了，但我的女人不能穿得像个乞丐。把你陆家大小姐那一套最华贵的行头穿上。是要去哪里吗？陆清雪有些疑惑。苏杜晨望向苏府大宅的方向，目光深邃，如同猎人看向待宰的猎物。苏家今日召开家族大会，商讨新任少主的人选，还要瓜分我这一房的产业。他冷笑一声，那笑容中透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既然他们这么热闹，身为正统继承人，我怎么能不去给他们送一份大礼呢？顺便也让整个青云城的人看看，我苏杜晨的未婚妻究竟是不是他们口中的病秧子。陆清雪闻言，眼中瞬间爆发出凌厉的战意。他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今日便是他这把剑第一次真正出鞘饮血的时候。是，奴婢这就去准备。看着陆清雪离去的背影，那摇曳生姿的腰肢和充满力量感的步伐，苏杜晨摸了摸下巴。这阴阳造化奴仙经果然妙用无穷，仅仅一夜就能让一个清冷高傲的世家女变成这副模样。若是以后抓到了那位高高在上的叶女帝，想到那个将自己打落凡尘的身影，苏杜晨眼中的欲火与怒火交织燃烧。叶神音，你等着，终有一日我会让你跪在我的脚下，求我赐你一死，或是求我赐你一欢。半个时辰后，青云城苏府正门，今日的苏府张灯结彩，豪车云集。苏家作为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今日的家族大会可谓是万众瞩目。然而就在宾客迎门之时，两道身影却突兀地出现在了大门口。为首男子一袭胜雪白衣，虽面色微白，却气度不凡，正是那早已成为全城笑柄的苏家弃子苏杜晨。而在他身后半步，跟着一位身着淡蓝色流云锦裙的绝美女子。女子脸上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清冷如寒星的眸子。她怀中抱着一把造型古朴的长剑，虽未言语，但那股若有若无的冰冷气息却让周围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那是苏杜晨，他怎么赶来的？听说他修为尽失，回来找死吗？他身后那个女人是谁？身材好生火爆，光是看那身段，老子魂都要飞了。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大多是嘲讽与不屑。苏杜晨置若罔闻，抬起头看着那块金碧辉煌的苏府牌匾，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清雪，奴在。
身后传来清冷而恭敬的声音：“这块牌匾挂歪了。”苏度晨淡淡道：“我不喜欢。”话音刚落，枪！一道刺目的剑光如同惊鸿过隙，瞬间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眸。下一刻，轰隆！那块象征着苏家100年荣耀的金字牌匾，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中一分为二，轰然砸落在地，激起漫天烟尘。全场死寂。烟尘中，苏度晨负手而行，踩着那断裂的牌匾，一步步踏入苏府大门。苏家，我回来了。尘埃落定，那块代表着苏家100余年荣耀的金字牌匾，此刻静静地躺在碎石堆中，断口处平滑如镜，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刚才那一剑的锋利与恐怖。苏度晨神色淡漠，那双踏着云纹白靴的脚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踩在了苏府那2个鎏金大字之上。咔嚓，脚底用力，那昂贵的金箔木匾再次发出一声哀鸣，碎成了齑粉。这一脚不仅踩碎了牌匾，更像是踩在了在场所有苏家人的脸上。苏度晨，你疯了！一名反应过来的护卫头领拔出腰刀，虽然握刀的手在剧烈颤抖，但还是色厉内荏的吼道：“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牌匾，你一个被废弃的罪人，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来人，给我拿下！”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周围7、8名护卫硬着头皮围了上来。他们虽忌惮刚才那一剑，但看着那个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神秘女子，心中多少存了些侥幸。或许刚才只是偷袭，那个女人看着娇滴滴的，能有多大本事？苏度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负手前行，仿佛眼前这些亮着寒光的刀剑不过是路边的杂草。清雪，太吵了。他淡淡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嫌弃。是。身后那一抹淡蓝色的倩影瞬间动了。这一次，众人终于看清了他的动作，或者说根本看不清动作，只能看到一道残影如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种极致的优雅与暴力美学。陆清雪手中的长剑并未出鞘，她仅仅是用那裹着鲨鱼皮的剑鞘，在每个冲上来的护卫手腕处轻轻一点。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接连响起。啊，我的手！妖女，你用了什么妖法？几名护卫手中的兵器瞬间脱手飞出，与此同时，一股极寒之气顺着他们的手腕经脉疯狂窜入体内。他们的手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上了一层白霜，整个人如同坠入冰窟，牙齿打颤，连站都站不稳，一个个像被抽了骨头一样瘫软在地上哀嚎。从头到尾，苏度晨的脚步甚至没有丝毫停顿，他就像是一位巡视自家后花园的帝王，所过之处无人能力。陆清雪收回剑鞘，安静地跟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他那一身淡蓝色的流云锦裙在风中微微飘动，裙摆处甚至没有沾染上一粒灰尘。那一双被面纱遮住大半的面容上，唯有那双露在外面的美眸冷冽的不带一丝烟火气。若是仔细看，便能发现他看向苏度晨背影的眼神中藏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这就是他的主人，哪怕毫无修为，依然能是千军万马如无物。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苏府议事大厅，此刻厅内气氛热烈，推杯换盏之声不绝于耳。坐在主位之上的并非苏家现任家主，而是大长老苏宏图。他身穿一身暗红色的锦袍，满面红光，正举着酒杯，对着下方一位身着金丝滚边白袍的英俊青年大加赞赏。诸位，今日乃是我苏家双喜临门之日。苏宏图声如洪钟，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其一，那个给家族蒙羞的废人苏度晨已被逐出家门；其二，金家族长老会一致决定立苏天豪为新任少主。天豪天资聪颖，年仅20便已突破至炼气9层，未来筑基有望，定能带领我苏家更上一层楼。恭喜大长老，贺喜少主！天豪少爷果然是人中龙凤，比那个苏度晨强多了。就是那苏度晨以前仗着自己是仙人转世，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如今落魄了，也是报应。下方的宾客和家族旁系纷纷附和，各种阿谀奉承之词如潮水般涌来。被称为天豪少爷的青年站起身，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傲意。他手里摇着一把折扇，目光扫过全场，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快感。诸位谬赞了。苏天豪装模作样的拱了拱手，笑道：天豪不才，但也知道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不像某些人占着茅坑不拉屎，明明已经废了，还霸占着家族的祖宅不放。不过大家放心，我已经派王管家去处理了，相信很快。轰！一声巨响，硬生生打断了苏天豪的演讲。两扇厚重的楠木大门仿佛受到了万钧之力的撞击，瞬间四分五裂，木屑如同暗器般向厅内激射而去。啊！靠近门口的几个宾客躲闪不及，被木屑划破了脸颊，惨叫着向后退去。原本喧闹的大厅瞬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门口，只见漫天飞舞的木屑与尘土中，一道修长的白色身影缓缓走出，逆着光，众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感受到一股从骨子里透出的冷意。而在他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蓝衣女子，周身散发着的寒气，竟然让这原本暖意融融的大厅温度骤降，桌上的酒菜甚至开始凝结出一层薄薄的白霜。我的好堂弟，你说你要处理谁？苏杜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那声音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戏谑，就像是在逗弄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苏杜晨看清来人，苏天豪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紧接着化作一抹恼羞成怒的狰狞：你这个废物还敢回来？王府那个狗奴才呢？他是干什么吃的？苏杜晨没有理会他的叫嚣，而是径直走向大厅中央。他每走一步，周围的宾客便下意识地向后退开一步，竟然硬生生给他让出了一条宽敞的大道。清雪，苏杜晨停下脚步，目光落在那把原本属于家主，此刻却被苏宏图坐着的太师椅上。那把椅子脏了。是。陆清雪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高台之上。放肆！苏宏图大怒，他好歹也是筑基初期的修士，在青云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岂容一个小辈如此挑衅？哪来的野丫头，敢在老夫面前撒野？给我滚下去！苏宏图怒喝一声，浑身气势爆发，抬手一掌便朝着陆清雪拍去。掌风呼啸，带着灼热的火灵力，显然是动了真格。然而面对这足以开碑裂石的一掌，陆清雪却连剑都没拔他，只是微微抬起那如玉般的素手，在空中轻飘飘的一挥，看似柔弱无力，却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法则波动。啪！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声响彻整个大厅。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身为筑基期强者的苏宏图竟然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被这隔空一巴掌直接抽飞了出去。噗！苏宏图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屏风上，将那价值连城的屏风撞得粉碎，一口老血喷涌而出，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猪头，几颗带着血丝的牙齿叮叮当当地掉落在地。一招，仅仅一招，秒杀筑基初期。死！大厅内响起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所有人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瞪大了眼睛看着台上那个蓝衣女子。她到底是谁？青云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恐怖的女修？陆清雪看都没看一眼像死狗一样的苏宏图，她从袖中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动作轻柔而细致地将那把太师椅擦拭了一遍，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擦拭完毕，他将手帕随手丢弃，转身对着台下的苏杜陈盈盈一拜，声音恭敬而温顺：主人，请上座。这一声主人如同一道惊雷，在众人脑海中炸响。苏天豪更是吓得双腿发软，手中的折扇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这样恐怖的强者竟然叫那个废物主人，这个世界疯了吗？苏杜晨在无数道复杂的目光注视下，一步步走上高台。他衣摆轻扬，转身稳稳地坐在了那把太师椅上，姿态慵懒，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陆清雪自然而然地走到他身后，伸出那双刚才还杀伐果断的纤纤玉手，轻轻地替他捏着肩膀，力道适中，神态专注，仿佛这就是他此生唯一的使命。苏杜晨舒服地眯了眯眼，这才将目光投向早已呆若木鸡的苏天豪。刚才你说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那我问你，当年我带回来的资源，让苏家从一个小门小户变成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这份利益够不够大？苏天豪脸色惨白，结结巴巴道：那是以前，你现在已经废了。废了。苏杜晨轻笑一声，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谁告诉你我废了就杀不了人？话音刚落，一股无形的杀意瞬间笼罩住苏天豪。苏天豪只觉得浑身冰凉，仿佛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他下意识地看向苏杜晨身后的女子，那个女人的眼神太可怕了，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你想干什么？这里是苏家，我是少主。苏天豪色厉内荏地吼道，目光却忍不住在陆清雪身上流连。即便是在这种恐惧之下，他也无法忽视这个女人的美丽。那蓝裙包裹下的身段玲珑浮凸，腰肢纤细的仿佛一折就断，尤其是此刻他站在苏杜晨身后，那种低眉顺眼的顺从感更是让人心痒难耐。好极品的女人！苏天豪心中极度的发狂，凭什么这个废物能拥有这样的女人？这应该是属于我的。这种嫉妒让他暂时忘却了恐惧，他咬着牙道：苏杜晨，你别嚣张，你不过是仗着这个女人逞凶罢了，有本事你自己下来跟我打。而且他那双充满淫邪的眼睛死死盯着陆清雪，这位仙子，你跟着这个废物有什么前途？他甚至连男人的功能都没有了吧？不如跟着本少主找死。这一次没等苏杜晨开口，
陆清雪便怒了：“辱他可以，辱主人不行！”铮一声清越的剑鸣，陆清雪怀中的古剑终于出鞘半寸，仅仅是这半寸寒芒，便让整个大厅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啊！苏天豪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只见他的双眼突然流下2行血泪，那是被剑意刺伤了眼球。紧接着一道寒光闪过，他那只刚才指着陆清雪的手臂竟然齐肩而断，鲜血还没来得及喷洒，就被伤口处的寒冰瞬间封住。这一幕太快、太狠、太绝，快到在场的宾客甚至都没看清陆清雪是如何出手的。我的手，我的眼睛！苏天豪捂着断臂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哪里还有半点刚才人中龙凤的模样？太阴剑气，这是太阴剑气！角落里，一名见多识广的老修士突然惊呼出声，至阴至寒，冻结万物，这是传说中的太阴绝脉才能修炼出的剑气。难道他是？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那个蓝衣女子。陆清雪微微抬手，摘下了脸上的面纱，一张清丽绝伦、倾国倾城的容颜展现在众人面前。那是曾经被无数青云城青年才俊奉为梦中女神，后来却因怪病而被众人避之不及的脸。陆清雪，天哪，真的是陆家大小姐！她不是修行出岔子了吗？怎么会变得这么强？而且还成了苏渡尘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震惊、不解、嫉妒、恐惧，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陆清雪面无表情地扫视全场，随后将目光落在苏渡尘身上，瞬间变得柔情似水。主人，此人言语污秽，居然敢亵渎主人，奴婢擅作主张废了他，请主人责罚。苏渡尘看着地上哀嚎的苏天豪，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陆清雪那如绸缎般顺滑的青丝，动作亲昵而暧昧。罚什么？做得很好。他手指划过陆清雪的脸颊，最后停留在她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上，轻轻抹撒了一下。这种垃圾留着也没用，不过别急着杀。苏渡尘转过头，看向那些早已吓傻了的苏家旁系和宾客，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今日我苏渡尘回来，只办3件事。他竖起3根手指：第一，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第二，清理门户；第三。他的目光看向大厅之外，看向那遥远的天际，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意。我要向这青云城乃至整个下界宣布，听雨楼今日成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说着，他轻轻拍了拍陆清雪挺翘的臀部，虽然隔着几层衣物，但那极具弹性的触感依然让他心神一荡。清雪，去把家族宝库的钥匙拿来，从今天起你就是苏家的大管家。陆清雪娇躯一颤，脸上飞起一抹红霞，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主人如此对待，羞耻感简直爆棚。但她心中却升起一股异样的甜蜜，这代表着主人对她的绝对信任和占有。是，主人。他转过身，走向那个刚刚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惊恐的苏宏图。这一次他的眼神中不再有任何犹豫，只有绝对的执行。大长老，钥匙，或者命。看着眼前这个美艳如花却心狠手辣的女子，苏宏图颤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预制的钥匙。他知道苏家变天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那个坐在高台上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苏渡尘把玩着手中的玉核桃，看着台下众人敬畏恐惧的眼神，心中那口积压已久的恶气终于散去了一些。这仅仅是个开始。叶神英，你看到了吗？即便没有修为，我苏渡尘依然能只手遮天。忽然苏渡尘眉头微挑，他感觉到阴阳造化奴仙经又有了反应，在那群宾客之中似乎隐藏着一股极为特殊的媚骨气息。苏府大厅内，随着苏宏图交出宝库钥匙，这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原本那些抱着看笑话心态而来的宾客们，此刻一个个噤若寒蝉，看向苏渡尘的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与猜疑。他们虽然看不透苏渡尘的深浅，但那个站在他身后随手就能秒杀住机器的蓝衣女子却是实打实的恐怖存在。各位，好戏看完了，还不走吗？苏渡尘把玩着那串温润的玉钥匙，眼皮微抬，语气懒散却带着逐客的冷意。还是说各位想留下来尝尝我听雨楼的茶？不，苏少主，哦不，苏楼主客气了，我等这就告辞。众人如蒙大赦，纷纷作鸟兽散。谁敢喝这听雨楼的茶，怕不是要把命都喝进去。然而就在人群慌乱撤离之时，苏渡尘的目光却看似无意地掠过了角落里的一道身影。那是一个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少女，看起来不过16、17岁，混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宗门队伍里。她低着头，似乎是被刚才的血腥场面吓坏了，瑟瑟发抖，看起来楚楚可怜，如同路边不起眼的小白花，但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感应下，
苏杜晨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那层平平无奇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粉色气息。那气息甜腻躁动，带着一股源自骨子里的极致魅惑，仿佛一朵盛开在尸山血海中的彼岸花。天生媚骨，还是罕见的千幻魔躯。苏杜晨心中暗笑，舌尖轻轻顶了顶上颚。这种体质可是修炼采补之术的极品苗子，也是最佳的双修顶炉。若是能将其炼化，不仅能大幅增加寿元，更能获得一门极其厉害的幻术神通。合欢宗的人吗？有意思，居然混进来了。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一触即分。那少女似有所感，抬头看了苏杜晨一眼。那一瞬间，她原本怯懦的眼神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与贪婪，仿佛猎人在打量猎物。苏杜晨收回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猎人，究竟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今晚便知。入夜，苏府内院听雨楼，这里曾是苏家历代家主的书房，如今已被苏杜晨强行征用。楼阁高耸，四周种满了潇湘竹，风吹叶动，沙沙作响，颇有几分清幽雅致。屋内灯火通明，陆清雪已经换下了一身染血的蓝裙，沐浴更衣后穿上了一件更为轻薄的月白色丝绸睡袍。她跪坐在苏杜晨脚边的软榻上，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在身后，正拿着一瓶特制的药膏，小心翼翼地帮苏杜晨按摩着腿部穴位。虽然苏杜晨如今是凡人之躯，并无灵力淤积，但陆清雪依然按得极其认真。她的手指修长有力，因为常年练剑，指腹带着一层薄薄的茧，划过肌肤时带来一种酥麻的触感。她低垂着眉眼，神情专注，仿佛手中的这条腿是这世间最珍贵的易碎品。清雪，苏杜晨靠在椅背上，手里翻阅着苏家的账本，漫不经心地开口：“奴在。”陆清雪手上的动作不停，柔声应道：“今日那一剑太慢了。”苏杜晨合上账本，淡淡道：“若是你的剑气再凝练3分，刚才苏天豪那条胳膊断裂的时候，连血都不会流出一滴，伤口会直接被冻成冰渣。现在弄得满地是血，脏了我的眼。若是旁人听到这话，定会觉得苏杜晨是在吹毛求疵，一个凡人竟然指点筑基圆满的剑修。”但陆清雪却浑身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惶恐。她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直起腰身，露出睡袍领口处那一抹惊心动魄的血腻。奴婢知错，奴婢愚钝，未能领悟太医建议的精髓，请主人责罚。他并非做作，而是真心感到羞愧。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潜移默化下，苏杜晨的每一句话对他来说都是圣旨，是真理。主人的不满意就是他最大的失职。苏杜晨伸出手挑起他的下巴，灯光下刚沐浴过的陆清雪美的不可方物，皮肤白里透红，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如兰似麝的幽香。那双平日里冷若冰霜的眸子，此刻却水雾迷蒙，充满了顺从与渴望。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要罚。苏杜晨的手只顺着他修长的脖颈缓缓下滑，最后停留在他那精致的锁骨上，轻轻按压。今晚你去后山的寒潭领悟剑意，不到天亮不许回来。陆清雪一愣，后山寒潭，那里可是苏家的禁地，寒气逼人，就算是筑基修士也难以在那待上一整夜。但他惊讶的不是惩罚的严酷，而是主人，奴婢若走了，谁来侍奉您就寝？谁来保护您的安全？陆清雪急切道：“苏宏图那老贼虽然受伤，但苏家旁系众多，万一有人图谋不轨。如今苏杜晨虽然靠威势镇住了场面，但他毕竟没有修为，若是离了他这把剑，岂不是任人宰割？怎么，我的话你也要质疑？”苏杜晨眼神一冷，那股属于上位者的威压瞬间释放。陆清雪娇躯一颤，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奴印瞬间收紧，让他产生了一股窒息般的痛楚。奴婢不敢，奴婢这就去。他不敢再多言，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担忧与不舍，深深叩首，然后起身退出了房间。临走前，他一步3回头，那眼神中写满了眷恋。看着陆清雪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苏杜晨嘴角的笑意逐渐加深。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他当然不是真的要惩罚陆清雪，而是要支开他。只有最锋利的剑不在身边，那些躲在暗处的狐狸才敢露出尾巴，不是吗？苏杜晨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入，吹得烛火摇曳不定。既然来了，何必还要躲躲藏藏？苏杜晨对着空荡荡的庭院轻笑着开口：“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过了许久，一道娇媚入骨的笑声突兀地在院中响起。咯咯喽，苏公子果然好胆识，难怪能把那冰山一样的陆大小姐调教得服服帖帖。随着笑声，空气中突然弥漫起一股甜腻的异香，紧接着无数粉色的花瓣凭空飘落，洋洋洒洒，在这凄清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妖异。花瓣雨中，
一道曼妙的身影缓缓浮现，不再是白天那个唯唯诺诺的娥皇少女，此刻的她换上了一袭大胆火辣的赤红色薄纱长裙，那裙子薄如蝉翼，在月光下隐约可见内里那大片大片雪腻的肌肤。香肩半露，锁骨深陷，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在裙摆的高开叉下若隐若现，每走一步都像是踏在人的心尖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赤足的脚踝上系着一枚金色的铃铛，叮铃叮铃，清脆的铃声伴随着异香，具有一种强烈的催情效果。若是普通男子在此，恐怕早已气血翻涌，理智全失。来人正是白天那个少女，魔门和欢宗圣女花弄影。她身形一闪，便如鬼魅般穿过窗户，落在了苏杜晨面前。两人相距不过3寸，花弄影那双仿佛会说话的桃花眼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苏杜晨。他伸出一根涂着丹蔻的玉指，轻轻在苏杜晨的胸口画着圈，吐气如兰。啧啧，真是可惜了这一副好皮囊，经脉尽断，丹田破碎。苏公子，现在的你怕是连那种事情都有心无力了吧？他言语轻佻，充满挑逗，但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的杀机。他今晚来是为了苏杜晨身上的秘密。一个废人能让陆清雪修为暴涨，还能随手拿出仙界资源，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宝藏。苏杜晨没有躲闪，任由他的手指在自己胸口游走，甚至还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浓郁的麝香味。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致幻效果的毒香，有没有力，试过才知道。苏杜晨神色平静，仿佛丝毫没有受到毒香的影响。倒是姑娘深夜造访，穿得如此清凉，就不怕着凉。花弄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毒香名为醉仙迷梦，就算是筑基修士闻上一口也会浑身酥软，这凡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身上有一宝护体？花弄影心中猜测，随即娇笑一声，身子软弱无骨地靠在苏杜晨身上，那一对傲人的柔软紧紧贴着他的手臂，挤压出惊人的形状。奴家确实有些冷呢，不知苏公子愿不愿意借个怀抱暖一暖？他一边说着，一边暗中运转媚术，那双眸子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粉红色，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漩涡，要将人的灵魂吸进去。看着我的眼睛，他声音低柔，带着奇异的韵律。这是和欢宗的秘法千幻魔瞳，只要对视一眼，便能操控对方的心智，让他沦为听话的傀儡。苏杜晨一眼看去，四目相对，花弄影嘴角的笑容愈发得意。成了，只要控制住这小子，逼问出他身上的秘密，再吸干他的元阳，自己的天魔舞便能大成。然而就在下一秒，他嘴角的笑容突然僵住了，因为他在苏杜晨的眼中并没有看到意料之中的迷离与呆滞，看到的是一片深渊，一片无边无际，仿佛能吞噬天地万物的黑暗深渊。这就是你的媚术。苏杜晨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再是之前的慵懒，而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戏谑，如同神之在点评凡人的把戏，太低级了。比起9天之上的魅魔女帝，你这简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花弄影大惊失色，本能的想要后退，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动弹不得了，不是被灵力禁锢，而是一种源自灵魂层面的绝对压制。苏杜晨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仿佛有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神虚影，缓缓睁开双眼，仅仅是一个注视，就让他的神魂剧烈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碎。怎么可能？你明明没有修为！花弄影尖叫出声，冷汗瞬间浸透了那薄薄的纱裙。苏杜晨缓缓抬起手，一把扣住了他那纤细白皙的脖颈。他的动作不快，但在花弄影眼中却避无可避。我是没有修为。苏杜晨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压在身后的书桌上，两人身体紧密相贴，姿势暧昧至极，但气氛却肃杀到了极点。但对付你这种靠出卖色相的小妖女，还需要修为吗？苏杜晨俯下身，鼻尖几乎碰到他的鼻尖，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眼中倒映出的恐惧。原本我想着，若是你乖乖的不来惹我，我或许还能让你多活几天。可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我家那个小侍女太冷了些，缺个会暖床会跳舞的玩意儿。说完，苏杜晨掌心之中那道黑白交织的诡异奴印再次浮现。这一次的奴印比用在陆清雪身上的更加复杂，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邪气。不，我是合欢宗圣女，如果你敢动我，我师尊绝不会放过你啊！花弄影的威胁还没说完，就变成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苏杜晨的手掌毫不留情地按在了他光洁饱满的额头上。合欢宗圣女，很好，从今天起，你只是我苏杜晨的奴。轰！恐怖的神魂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房间。不同于陆清雪的冰冷，这一次整个听雨楼仿佛被一片粉色的欲火所包围。花弄影拼命挣扎，那一双修长的玉腿在空中乱蹬，脚踝上的铃铛疯狂作响，发出急促而凌乱的声音，仿佛在奏响一曲绝望的乐章。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原本坚固的道心防线在阴阳造化奴仙经面前脆弱的像张纸，各种羞耻的画面强行植入他的脑海。那是他跪在苏渡尘脚下，像狗一样摇尾乞怜的画面，那是他穿着暴露的舞衣，只为取悦这一个男人的画面。不要！花弄影的眼神开始涣散，原本的抗拒逐渐被一种诡异的狂热所取代。他感觉到体内那原本停滞不前的媚功瓶颈，竟然在这股奴印力量的冲刷下轰然破碎，痛苦正在转化为极致的快感。他的身体不再挣扎，反而开始主动迎合苏渡尘的手掌，口中发出了令人面红耳赤的呢喃。听雨楼内的空气粘稠的仿佛能滴出水来，那股原本属于合欢宗圣女的甜腻麝香，在经过阴阳造化奴仙经的一番霸道洗礼后，竟发生了一种奇异的蜕变，少了些许俗艳的脂粉气，多了一丝如曼陀罗般危险而迷人的幽香。花弄影瘫软在宽大的书桌上，原本那一袭惹火的赤红纱裙，此刻凌乱不堪，纱裙的领口大开，露出一大片因为剧烈挣扎而泛着潮红的雪腻肌肤，细密的汗珠顺着她精致的锁骨滑入那深不见底的沟壑之中，随着她急促的呼吸折射出暧昧的光泽。她那双原本充满算计与狡黠的桃花眼，此刻却是一片迷离。瞳孔深处一道复杂的黑白印记缓缓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热的痴迷与顺从。主人！花弄影艰难地撑起上半身，原本清脆如黄鹂的声音此刻变得沙哑而慵懒，带着一股子事后的厌足感。他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羞耻却又无比美妙的梦。在梦里，他的骄傲被撕碎，他的灵魂被贯穿，但与此同时，困扰他整整3年的天魔舞瓶颈竟然在那股神秘力量的冲刷下如冰雪消融般彻底贯通。体内的魔气比之前纯粹了数倍，修为更是直接从筑基初期跳跃到了筑基后期。这种力量暴涨的快感让他那颗原本就是慕强且贪婪的魔心彻底沦陷。奴婢花弄影，谢主人赐予造化。他不再顾及自己此刻衣不蔽体的羞耻模样，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般滑下书桌，赤着双足顺从地跪在苏渡尘的脚边。他伸出那双带着淡淡粉色的玉手，轻轻捧起苏渡尘的一只手，将脸颊贴了上去，贪婪地嗅着他掌心的气息。苏渡尘低头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魔门妖女，不得不说，花弄影是天生的尤物。如果说陆清雪是一朵高岭之花，只可远观，那么花弄影就是一株缠人的妖藤，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眼神都在勾引着男人去犯罪。此刻他跪在地上，那高开叉的裙摆根本遮不住那圆润挺翘的臀部曲线，反而因为姿势的原因显得更加诱人。苏渡尘伸出手，和谐删减100字符。苏渡尘收回手，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了一大截的寿元，心情大好。花弄影的天赋虽然比不上陆清雪的太阴绝脉，但胜在体质特殊，千幻魔躯带来的寿元反哺同样惊人。如今的他虽然看着还是个凡人，但寿命恐怕已经超过了寻常的金丹修士。你的天魔舞应该已经大成了吧？苏渡尘淡淡问道。是，托主人的福。花弄影娇笑道，手指在他腿上轻轻画着圈。以后奴婢就是主人的影子，不管是杀人还是暖床，奴婢都会比那个只会摆着一张死人脸的陆大小姐做得更好。提到陆清雪，花弄影眼中闪过一丝争宠的敌意。虽然同为仙奴，但身为魔门妖女，她天生就看不起正道那些假正经的女人，更何况那个女人还是排在她前面的。就在这时，轰！听雨楼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一股凛冽刺骨的寒风夹杂着夜露，瞬间灌入屋内，将原本那股旖旎暧昧的氛围冲得七零八落。谁允许你进来的？一道冷若冰霜的声音在门口响起。陆清雪站在门槛处，周身缭绕着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她刚刚从后山寒潭归来，发梢和眉毛上还挂着未融化的冰晶，那一身月白色的长裙也被寒气浸染得有些僵硬。然而比起身上的寒冷，她眼中的怒火简直要将空气点燃。就在刚才，她刚踏入内院，就闻到了那股令人作呕的狐狸精味道，那是属于合欢宗妖女特有的骚味。不仅如此，她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屋内残留的那种刚刚经历过某种剧烈运动后的气息。她视线一扫，立刻就看到了跪在苏渡尘脚边，衣衫不整，满脸潮红的花弄影。那一瞬间，陆清雪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虽然她知道自己只是个奴隶，没有资格干涉主人的私事，但那种属于前未婚妻的领地意识，以及作为第一仙奴的危机感，让她瞬间破防。哪来的野鸡也配跪在主人脚边？陆清雪迈步而入，每走一步，脚下的地板就结出一层白霜。铮！手中的长剑虽未出鞘，但那股恐怖的太阴剑意已经锁定了花弄影。面对这扑面而来的杀气，花弄影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咯咯一笑。他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完全不在意自己那大片走光的春光，反而故意挺了挺那饱满的胸脯，
对着陆清雪抛了个媚眼。哟，这不是陆姐姐吗？花弄影声音娇滴滴的，透着一股子茶味。姐姐身上的寒气好重啊，也不怕冻坏了主人。奶香妹妹我身子热乎乎的，最适合给主人暖身子了。说着，她还挑衅似的又往苏杜晨身上靠了靠，像是一条宣示主权的蛇。不知廉耻！陆清雪气得俏脸煞白。她是名门闺秀出身，哪里见过这等不知羞耻的阵仗？我要杀了你这妖女！陆清雪再也忍不住，手中长剑悍然出鞘，唰！一道凄厉的寒光划破空气，直取花弄影的咽喉。这一剑，她动了真格，筑基圆满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哎呀，姐姐好凶！花弄影娇呼一声，身形却如鬼魅般一阵扭曲。那是合欢宗的身法绝学幻影迷踪，长剑刺穿了她的残影，而她的真身已经出现在了苏杜晨的另一侧。主人，你看姐姐，她要杀我！花弄影躲在苏杜晨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脖子，一副受了惊吓的小白兔模样，但那双眼睛里却满是戏谑。你给我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主人！陆清雪见状更怒，手中剑势一变，瞬间化作漫天剑影，将整个房间笼罩。一时间，屋内剑气纵横，魔气翻涌，冰与火，清冷与妖媚，正道与魔门。两个同样绝色倾城却又截然不同的女子，为了同一个男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剑拔弩张。苏杜晨坐在椅子上，纹丝未动，甚至他还有闲心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轻轻抿了一口。他看着眼前这一幕，眼中不仅没有丝毫烦躁，反而透着一丝欣赏。这就是他要的效果。若是后宫一片祥和，那是凡俗皇帝的追求。对于他这种要逆天伐仙的魔头来说，手下的棋子必须要有竞争，要有野心，要有想把对方踩在脚下的欲望。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拼命的变强，拼命的讨好唯一的裁决者，也就是他。够了！就在两人的招式即将把这听雨楼拆了的时候，苏杜晨终于放下了茶杯。这两个字很轻，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但听在陆清雪和花弄影的耳中，却如同9天雷霆炸响，直接轰击在他们的神魂深处。那是奴印的绝对压制。叮！陆清雪手中的剑印生生停在了半空，剑尖距离花弄影的鼻尖只有半寸。花弄影手中凝聚的粉色魔雷也瞬间消散。两人同时闷哼一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剧痛让他们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扑通扑通，两声闷响，刚才还打生打死的两位绝世美人，此刻齐齐跪倒在地。陆清雪手中的剑掉落在地，双手撑着地面，冷汗瞬间打湿了后背。花弄影更是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我让你们听不懂吗？苏杜晨缓缓站起身，走到两人面前，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两个匍匐在脚下的尤物，眼神漠然。主人息怒，奴婢知错。两人异口同声的求饶，声音中充满了恐惧，那种灵魂被撕裂的感觉太可怕了。苏杜晨伸出脚，用足尖挑起陆清雪的下巴。清雪，你是我的剑。苏杜晨淡淡道，剑是对外饮血的，不是对着自己人挥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陆清雪眼眶通红，强忍着泪水和委屈，颤声道：是，奴婢记住了。随后苏杜晨又转向花弄影，目光在他那暴露的春光上扫了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警告。还有你，弄影，收起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媚术心思。在这个家里，清雪是先入门的，按规矩，她是大，你是小，以后见到她要叫姐姐。懂。花弄影心中一凛，她本想凭借自己的手段压过那个冰块脸一头，没想到主人竟然如此维护那个女人。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立刻明白了苏杜晨的意思，这是在立规矩。是，奴婢明白了。花弄影立刻收敛了媚态，恭恭敬敬地对着旁边的陆清雪磕了一个头，声音甜糯却规矩。弄影见过清雪姐姐，刚才多有冒犯，还请姐姐责罚。陆清雪愣住了，她没想到苏杜晨竟然会如此维护她的地位，原本心中的那股委屈和酸涩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暖流和感动。主人心里还是有我的，既然是一家人，以后便算了。陆清雪别过头，有些生硬地说道，虽然语气依旧冷淡，但那股杀气已经消散无踪。苏杜晨看着这一幕，满意的点了点头。好了，都起来吧。他坐回椅子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开始布置正事。既然你们两个都在，那就重新分配一下任务。苏杜晨的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仿佛一头正在谋划猎杀的孤狼。清雪，奴在。从明日起，你全面接管苏家所有产业，把那些长老、执事全部清洗一遍，不听话的杀了，听话但没用的赶走。我要在3天之内把整个苏家变成一块铁板。
另外，把你陆家的资源也调动起来。我要你在青云城建立一座奴仙阁，专门搜集各种特殊体质的女修情报以及上界的消息。陆清雪神色一凛，这可是大动作，这是要彻底掌控青云城的节奏。奴婢遵命。只是陆家那边恐怕那群老顽固不会轻易答应。不答应。苏杜晨冷笑一声，看了一眼旁边的花弄影，这就需要你的好妹妹出场了。花弄影闻言，眼睛一亮，立刻凑了上来。主人有什么吩咐？杀人放火，还是下毒魅惑？奴婢最擅长了。苏杜晨伸手捏了捏他那滑腻的脸蛋，触感极佳。你不需要杀人，我要你发挥你的特长。今晚回去，你就回你的合欢宗驻地，告诉你的那些同门，就说你在苏家发现了一处上古遗迹的线索，需要人手，把合欢宗在这个分部的高手都引过来，尤其是那些……苏杜晨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邪光，长得漂亮、体质特殊的长老和真传弟子。花弄影一愣，随即瞬间明白了苏杜晨的意图，这是要一锅端啊！咯咯喽，主人好话啊！花弄影掩嘴娇笑，眼中满是兴奋的光芒。这是要把我们合欢宗变成您的后花园吗？不过奴婢喜欢，只要能讨主人欢心，别说出卖同门，就是让他亲手把师尊绑来，他也不会眨一下眼睛。好了，夜深了。苏杜晨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他看了一眼窗外的月色，又看了看屋内这一冷一热、一白一红两位绝色佳人。此时的陆清雪一身清冷白裙，如月中仙子，气质高洁，却带着几分刚被驯服的温顺。此时的花弄影一袭火辣红纱，似暗夜妖姬，浑身散发着勾魂摄魄的肉欲气息。为了惩罚你们刚才的打闹，也为了庆祝听雨楼今日正式成立，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转身走向内室那张宽大的云榻。今晚你们两个都留下。听到这话，两女同时一僵，陆清雪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羞耻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两个人一起，这也太荒唐了。而花弄影则是舔了舔红唇，眼中闪过一丝挑衅的光芒，在陆清雪耳边低声道：姐姐，待会儿可别求饶哦，若是伺候不好主人，妹妹我可是要笑话你的。说完，她扭着水蛇般的腰肢，率先跟了进去。陆清雪咬着下唇，看着那道背影，心中那股好胜心瞬间被激起。谁怕谁？她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也跟了进去。这一夜，听雨楼内的烛火，直至天明未熄，而青云城的天也要随着这一夜的荒唐与布局彻底变了。晨曦微露，东方的天际泛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听雨楼内那盏燃烧了一整夜的焦油长明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灯油，发出一声轻微的噼啪声，熄灭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迷你气息，那是一种混合了少女幽香、魔女甜香以及强烈雄性荷尔蒙的复杂味道，如同暴风雨过后的花园，凌乱却充满了生机。宽大的云榻之上，苏杜晨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眸比之昨日更加深邃，瞳孔深处仿佛有一轮隐晦的日轮在流转。那种常年缠绕在凡体上的沉重感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与充沛。呼，他吐出一口浊气，气息竟在空中凝成一条白线，经久不散。50年，苏杜晨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生机，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仅仅是一夜，这一冰一火两位极品仙奴就为他反哺了整整50年的寿元，而且这还只是初次炼化的红利，日后随着他们修为的精进，这种反哺将源源不断。他微微侧头，目光落在了身侧，左侧是冰霜剑士陆清雪，这位平日里高不可攀的陆家大小姐，此刻正像一只精疲力竭的白天鹅蜷缩在他的臂弯里。她那一头如墨的青丝凌乱地铺散在枕头上，遮住了半边绝美的容颜。露在外面的香肩和锁骨上隐约可见几处淡淡的红痕，那是昨夜疯狂的证明。她睡得很沉，长长的睫毛偶尔轻颤，呼吸绵长而平稳。那张总是冷若冰霜的脸上，此刻却挂着一抹极其罕见的恬静与柔弱，仿佛卸下了所有的铠甲，只剩下一个需要依附强者生存的小女人。右侧是魅惑魔奴花弄影，与陆清雪的含蓄不同，这妖女即便是在睡梦中，也透着一股子不安分的魅意。她像是一只八爪鱼般紧紧缠在苏杜晨身上，一条修长白皙的大腿毫不客气地横压在苏杜晨的小腹处，似乎生怕主人跑了。她那薄如蝉翼的红纱早已不知去向，大片雪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尤其是那胸前的一抹嫣红，在晨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主人。似乎是感受到了苏杜晨的动静，花弄影发出一声慵懒的呢喃，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那双桃花眼里还带着尚未褪去的情潮。看到苏杜晨正看着自己，他非但没有遮掩，反而像只讨好主人的猫咪一样，用脸颊在苏杜晨的胸膛上蹭了蹭，声音沙哑而甜腻。主人醒了，奴婢这就伺候您更衣。说着，
他便要起身。然而这一动却牵扯到了昨夜过度使用的身体。嘶！花弄影秀眉微蹙，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娇嗔地瞪了苏杜晨一眼：“主人昨晚真是太狠心了，差点把奴婢这把骨头都拆散了。”这话虽是抱怨，却听不出半点责怪，反而透着一股子炫耀的意味。旁边的陆清雪也被这动静吵醒了，她睁开眼的瞬间，眼神还有些迷茫，但当她看清眼前的景象以及自己此刻那一丝不挂的状态时，昨夜那些羞耻到极点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那种三人同他在主人面前争宠献媚的画面。呀！陆清雪惊呼一声，本能地扯过颈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整个人像只受惊的鹌鹑一样缩到了床角，那一向清冷的脸庞瞬间红得仿佛能滴出血来。醒了。苏杜晨看着他这副模样，觉得甚是有趣，他伸出手一把抓住裹着他的颈背角，微微用力一扯。啊！陆清雪惊慌失措，想要抓紧，却根本抵不过那股不容置疑的力量，颈背滑落，露出了他那经过一夜滋润后愈发晶莹剔透的娇躯。躲什么？苏杜晨坐起身，靠在床头，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巡视。昨晚求我赐予太阴贞姐的时候，你可没这么害羞。听到太阴贞姐4个字，陆清雪身子一僵，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的光芒。她下意识地运转灵力，轰！一股磅礴而精纯的寒气瞬间在她经脉中奔腾。原本只是筑基大圆满的瓶颈，此刻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出现了一丝裂痕，那是结丹的征兆。不仅如此，她原本因太阴绝脉而常年冰冷的丹田，此刻竟然暖洋洋的，那是一种阴阳调和后的圆满感。我要结丹了。陆清雪瞪大了美眸，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困扰了他18年的绝脉诅咒不仅解了，还成了他修行的无上助力。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昨晚的一场侍奉。不仅是你，旁边的花弄影也盘膝坐起，身上粉色魔气缭绕。我的天魔舞突破到了第7层，幻术造诣至少提升了3成。现在的我，就算对上金丹初期的修士，也能让他陷入幻境3息。两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如果说之前他们臣服是因为恐惧和保命，那么现在这种臣服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乎信仰的崇拜。跟在这个男人身边，真的能得到长生大道，多谢主人恩赐。这一次没有任何强迫，两具绝美的娇躯同时跪伏在床上，朝着那个凡人男子深深拜了下去。他们那光洁的额头贴在柔软的云背上，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却又虔诚的如同朝圣。苏杜晨坦然受了这一礼，他掀开被子，赤足踏在温热的地板上，张开双臂。更衣，今日还要去收账。半个时辰后，苏家议事大殿。此时的大殿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苏家尚存的7位长老、12位执事以及各房的主事全部到齐，甚至连昨日被陆清雪一巴掌扇飞的大长老苏宏图也被人抬着担架过来了。他半张脸缠着厚厚的纱布，眼神阴毒而畏惧地盯着主座的方向。没人敢说话，甚至没人敢大声喘气，因为在大殿的四周站着20名身穿黑衣、面戴面具的暗卫。这些人原本是苏家培养的死士，只听家主号令，而现在苏家家主令就在苏杜晨手中。哒哒哒，清脆的脚步声从殿后传来，所有人的心脏都随着这脚步声猛地收缩了一下。珠帘挑起，苏杜晨换上了一袭崭新的玄色锦袍，腰间束着那枚象征家主权力的墨玉麒麟带。他并未束冠，黑发随意披散，却更显几分邪魅狂狷。在他左侧是恢复了一身清冷蓝裙的陆清雪，他怀抱古剑，面若寒霜，那股半步金丹的恐怖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如同一座大山压在众人心头。在他右侧则是一身鹅黄长裙，看似清纯无害的花弄影，他手里把玩着一只玉箫，嘴角挂着甜甜的笑，但被他目光扫过的人却都感觉后背发凉，仿佛被毒蛇盯上。苏杜晨走到主位前，大马金刀地坐下。都到了。他目光淡漠地扫视全场，看来各位还是很惜命的。苏家主，一名身穿灰袍的老者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是苏家的3长老，主管家族财务。您昨日说要查账，老朽连夜整理了这些年的账目，都在这里了。说着，他指了指面前堆积如山的账本。苏杜晨看都没看那些账本一眼，只是淡淡道：清雪，念。陆清雪上前一步，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那是昨晚他连夜利用苏家暗网搜集到的真实情报。苏宏图私吞家族灵石矿脉3成收益，暗中勾结赵家，意图出卖家族方士地契，贪墨灵石共计8万枚。3长老苏远山做假账亏空家族公款，用家族资源供养私生子修行，贪墨灵石3万枚。苏，随着陆清雪冰冷的声音念出一个个名字和数字，
台下众人的脸色越来越白，冷汗如雨下。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苏度晨的手伸得这么长，这么快，仅仅一夜之间就把他们的老底扒了得干干净净。污蔑，这是污蔑！躺在担架上的苏宏图突然挣扎着吼道：“苏度晨，你这是要排除异己？你一个废人，凭什么审判我们？我们是家族长老，是你的长辈。”长辈。苏度晨笑了，他缓缓起身，一步步走下台阶，来到了苏宏图的担架前。当初我从仙界带回无尽资源，让你们从炼气期突破到筑基期的时候，你们叫我麒麟儿。后来我修为尽失，你们夺我资源，废我少主之位，甚至想把我卖给别人做赘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们的晚辈？苏度晨的声音很轻，却字字诛心。他蹲下身，看着苏宏图那只剩下的一只眼睛，眼神中没有恨，只有一种看待死物的漠然。苏宏图，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不是在审判你们，我是在清理垃圾。话音刚落，苏度晨微微偏头，弄影，动手。哥哥了，遵命，主人。一直在旁边看戏的花弄影娇笑一声，手中的玉箫骤然一转，化作一道残影。噗！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响，苏宏图的吼叫声戛然而止，他的眉心处多了一个红点，紧接着那个红点迅速扩大，无数粉色的诡异花纹顺着他的血管蔓延至全身。他在担架上剧烈抽搐了几下，然后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仿佛体内的精血瞬间被某种东西吸干了。仅仅3息时间，这位曾经在青云城呼风唤雨的筑基强者就化作了一具干尸。全场骇然，这种杀人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太邪恶，太恐怖了。魔修，这是魔修手段。三长老吓得瘫软在地，指着花弄影颤声道：“苏度晨，你竟然勾结魔修，聒噪！”苏度晨站起身，接过陆清雪递来的洁白丝帕，擦了擦手，仿佛刚才靠近苏宏图都脏了他。清雪，唰，又是一道剑光闪过，三长老的人头咕噜噜滚落在地，那双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死了。血腥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大殿，剩下的长老和执事们彻底崩溃了。他们原本还存着的一点侥幸心理和反抗念头，在这雷霆般的杀戮面前被碾压得粉碎。扑通扑通扑通，一时间大殿内跪倒了一片。家主饶命，我等愿降，我等愿意交出所有家产，只求家主饶我一命。看着这一地磕头求饶的长辈，苏度晨眼中闪过一丝无趣。这就是人性，畏威而不怀德。我不杀你们。苏度晨走回高台，重新坐下，如同掌握生死的阎罗。因为你们活着还能当条看门狗，每人服下一颗噬心丹，交出所有私产。从今往后，苏家更名为听雨楼青云分舵。你们不再是长老，只是执事。做好了有赏，做不好苏宏图就是下场。花弄影笑嘻嘻地走上前，从袖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瓷瓶，像喂狗一样给每人分发了一颗漆黑腥臭的丹药，没人敢不吃。看着众人吞下毒丹，苏度晨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至此，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的苏家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受他一人意志操控的恐怖势力。接下来说正事。苏度晨手指敲击着桌面，目光变得深远。清雪，去库房取那株千年养魂草。弄影，消息散播出去了吗？花弄影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回主人，消息已经传回宗门了，就说苏家发现了一处上古女修的洞府，里面疑似有驻颜丹和天阶媚功传承。那帮老妖婆听到这2个词，估计连鞋都顾不上穿，就会跑过来。很好。苏度晨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合欢宗，那是他补充仙奴军团的第一个血库。那些魔门女修个个身怀绝技，体质特殊且没有道德底线，只要种下奴印就是最好用的工具。今晚把苏家大阵全开，我们要来一场瓮中捉鳖。就在这时，陆清雪突然眉头微皱，上前一步低声道：“主人，还有一事。刚才暗卫来报，那个退婚后一直没有露面的听雨阁特使，似乎正在往这边赶来，听说是为了给陆家撑腰，找您的麻烦。”听雨阁特使，苏度晨微微一怔，随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记忆，好像也是个女人，而且据说还是个拥有剑心通明体质的天才剑修。苏度晨笑了，笑得更加灿烂。既然来了，那就别让他走了。正好我的仙奴军团里还缺一个能给你当陪练的剑士，今晚这里会很热闹。夜色如墨，将整个青云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听雨楼内院却是一片岁月静好。苏度晨慵懒地倚靠在葡萄架下的躺椅上，身上盖着一张不知是什么妖兽皮毛制成的毯子。在他身侧，
花弄影正剥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紫玉葡萄，它剥得很细致，修长的手指灵活地撕开那层薄薄的果皮，露出里面汁水饱满的果肉，然后用那涂着丹蔻的指尖捏着，送入苏杜晨口中。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苏杜晨的唇瓣，带着一丝挑逗。主人，甜吗？花弄影媚眼如丝，声音软糯。尚可。苏杜晨咽下果肉，目光却并未在他身上停留，而是看向了头顶那片漆黑的夜空。另一侧，陆清雪正盘膝坐在一块青石之上，膝上横放着那把古剑。他在擦拭剑身，用的不是普通的布，而是极为珍贵的养剑灵。他擦得很慢，神情专注而虔诚，仿佛在对待自己的爱人。随着他的动作，一股森寒的太阴之气缓缓注入剑身，让那原本古朴的长剑发出轻微的嗡鸣。来了。苏杜晨忽然开口，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说起风了。陆清雪手中的动作猛地一顿，豁然抬头，美眸中寒芒炸裂。花弄影也收起了嬉皮笑脸，手中的葡萄皮随手一弹，化作一道粉色流光，定入不远处的假山石中，整个人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如同一只炸毛的灵猫。几乎是在话音落下的瞬间，轰！一股恐怖绝伦的剑气如同天外陨石般撕裂了青云城上空的云层，带着刺耳的音爆声直坠苏家听雨楼。这股剑气之强，甚至让周围空气中的灵气都发出了被灼烧的滋滋声。苏家弃子苏杜晨，滚出来受死！一道清越却充满杀意的娇喝声响彻方圆10里，那声音中夹杂着浓浓的浩然正气，震得院中的潇湘竹瑟瑟发抖，无数竹叶如雨般落下。听雨阁的人排场果然大。苏杜晨依旧躺在椅子上，连姿势都没变一下，只是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打坏了我家的门，是要赔的。清雪，奴在，去教教这位来自上界的特使什么叫礼貌。遵命。陆清雪身形瞬间消失，下一刻，一道半月形的凄美剑光冲天而起，正面迎上了那道坠落的青色剑红。当，两剑相交，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狂暴的灵力波动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将院中的花草瞬间夷为平地。若非听雨楼有大阵守护，恐怕这一下就能将半个苏府震塌。烟尘散去，半空中两道倩影遥遥对峙。陆清雪脚踏虚空，衣袂飘飘，宛如广寒仙子，而在她对面悬浮着一名身着青白两色道袍的年轻女子。苏杜晨的目光透过夜色，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这女子与陆清雪、花弄影截然不同，她生得极高，身材修长挺拔，虽不如花弄影那般波涛汹涌，却有着一种如同标枪般的锋利美感。她并没有像寻常女修那样梳着复杂的发髻，而是将一头乌黑的长发高高竖起，用一顶碧玉冠固定，显得英气逼人。她的五官轮廓分明，眉如远山，目似朗星，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透亮，仿佛没有任何杂质，却又凌厉的让人不敢直视。这正是传说中的剑心通明之相。她背负着一把青色长剑，剑鞘上缠绕着雷光，显然是一把不可多得的上品灵器。此刻，这位特使正用一种震惊且愤怒的目光盯着陆清雪。陆师妹。江离看着眼前挡住自己一击的女子，眉头紧锁。怎么是你？你为何会在这个废物的院子里？而且你的修为……他分明记得宗门情报上说陆清雪身患绝症，修为倒退至炼气期，命不久矣。可刚才那一剑寒气逼人，灵力凝练，分明是筑基大圆满，甚至隐隐处碰到了金丹的门槛，其实力之强，竟然震得他虎口发麻。江离师姐。陆清雪神色平淡，并没有称呼对方为特使，而是叫了一声就称好久不见。真的是你？江离眼中怒火中烧，他指着下方的苏杜晨厉声道，是不是这个魔头用什么邪法控制了你？师妹别怕，师姐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斩妖除魔，顺便接你回宗门治疗，待我杀了这个废物就带你走。在他看来，陆清雪一定是受了胁迫，毕竟哪个天之娇女会心甘情愿地守在一个被废掉的凡人身边。争！江离背后的青色长剑自行出鞘，化作一道青色闪电，被他握在手中。青雷剑诀，斩邪。他不想废话，直接动用了杀招。剑身之上雷光暴涨，化作一条狰狞的雷龙，咆哮着冲向苏杜晨。他自信这一剑足以将那个凡人轰成渣。然而陆清雪动了，想要动无主，先过我这一关。陆清雪的声音比手中的剑更冷，他并没有用花哨的招式，只是简简单单的挥剑。但在太阴真解的加持下，这一剑挥出，周围的空间仿佛瞬间冻结。原本狂暴的雷龙在撞上这股寒气的瞬间，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迟缓，最后被一层厚厚的冰晶覆盖，凝固在半空中。咔嚓，雷龙崩碎，化作漫天冰屑。江离瞳孔骤缩，太阴剑意。
这怎么可能？你陆家何时有这种级别的传承？这就不劳师姐费心了。陆清雪横剑当胸，挡在苏杜晨身前，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冰山。还有，请师姐嘴巴放干净点，若是再敢辱没无主半个字，休怪师妹剑下无情。无主？江离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或者是不可理喻的疯话。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昔日那个骄傲的陆家大小姐陆清雪。你疯了吗？你是天灵根，是未来的金丹真人，你竟然叫一个被废了仙骨的男人主人？你的尊严呢？你的道心呢？这种强烈的认知冲击让江离感到一阵恶心和荒谬。在他的世界观里，正邪不两立，尊卑有别。陆清雪的行为简直是在践踏修仙者的尊严。道心？陆清雪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那是昨夜苏杜晨教给他的道理，连命都保不住，谈何道心？况且他回头看了一眼躺椅上的男人，眼中闪过一丝狂热。能侍奉主人便是我的道，冥顽不灵，自甘堕落。江离彻底怒了，他觉得陆清雪已经无可救药，甚至可能已经入魔。既然如此，那我今日便替陆家清理门户，先斩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再杀那个魔头。轰！江离不再留手，他身上爆发出一股属于特有的锋锐气息，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把出鞘的利剑。剑心领域开！随着他一声低喝，周围10丈范围内的灵气瞬间变得狂暴起来，无数无形的剑气在空气中穿梭，将地面切割得支离破碎。这便是特殊体质的恐怖之处，在领域之内，他的剑招威力倍增。不好！陆清雪脸色微变，他在境界上虽然不输江离，但在体质觉醒程度上，出狱的太阴绝脉显然还比不上已经大成的剑心通明。两人瞬间战作一团，青色的雷光与白色的寒霜在空中疯狂碰撞，每一次撞击都引得空气震荡。苏杜晨依旧躺在椅子上，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杯葡萄酿，他一边品酒，一边欣赏着空中的战斗，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舞剑表演。啧啧，这江离的腿倒是挺长，若是用来……苏杜晨的目光极具侵略性的在江离那修长的双腿和紧致的腰身上扫过，评头论足。可惜剑法太直，不懂变通，这样的性格最容易折断。他转头看向一旁蓄势待发的花弄影，弄影看出什么了吗？花弄影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狡黠。回主人，这女人的剑心虽然纯粹，但太傲了。傲就是破绽，而且她似乎很急躁。没错。苏杜晨放下酒杯，眼中闪过一丝冷芒。所谓剑心通明，不过是心无杂念罢了。但若是心里有了杂念，有了恐惧，这剑心也就破了。既然他这么喜欢领域，那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领域。苏杜晨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面前的虚空处，起阵。嗡！随着这2个字吐出，整个听雨楼的地面突然亮起了无数繁复的阵纹。这不是防御阵法，也不是攻击阵法，而是阴阳锁灵困仙阵。这是苏杜晨利用苏家宝库里的材料，专门为今晚准备的大餐。刹那间，一股诡异的重力场从天而降，半空中的江离正准备施展绝杀一剑，突然感觉身体一沉，仿佛背负了一座大山。不仅如此，他体内的灵力运转速度瞬间凝滞了5成。什么东西？江离大惊失色，他引以为傲的剑心领域，在这个大阵面前，竟然瞬间被压缩到了身前3尺。就是现在，一直在暗中窥视的花弄影动了。天魔幻音，靡靡之音。他将手中的玉箫放到唇边，吹奏出一段诡异的旋律。这旋律并非入耳，而是直接作用于神魂。在灵力被压制、心神大乱的瞬间，江离的眼神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在他的视线里，眼前的陆清雪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衣着暴露、姿态撩人的花弄影，正在对着他喷吐着粉色的雾气。滚开！邪魔外道！江离怒喝，挥剑乱砍，但砍中的全是幻影。噗！就在他就力已去、心力未生之际，真正的陆清雪从他背后的阴影中杀出，并未用剑刃，而是用剑柄重重地击打在江离的后心大穴上。可江离一口鲜血喷出，护体灵光瞬间破碎，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半空中坠落，重重地砸在苏杜晨面前的草地上，砸出一个深坑。嗨嗨 ，baby！ 江离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那个粉色的妖女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侧，几枚风灵锭毫不留情地刺入了他周身几处大穴，彻底封死了他的灵力。baby！ 苏杜晨缓缓站起身，走到江离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此刻的江离发髻散乱，那顶碧玉冠不知去向，青丝披散下来，遮住了半边染血的脸庞。那身原本一尘不染的道袍也沾满了泥土和草屑，显得狼狈不堪。但即便如此，
他那双眼睛依然死死盯着苏杜晨，充满了不屈与愤怒。苏杜晨，你敢对听雨阁特使动手？你这是在向整个正道宣战。只要我魂灯一灭，宗门长老立刻就会杀过来，将你碎尸万段。啪！苏杜晨没有任何废话，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那张英气逼人的脸上。这一巴掌并没有用灵力，只是单纯的肉体力量，但侮辱性极强。江离被打懵了，他从小到大一直是众星捧月的天才，何曾被人扇过耳光？而且还是被一个凡人。你，嘘！苏杜晨蹲下身，伸出一根手指，按住了他想要咒骂的嘴唇。他的手指冰凉，带着一股让江离心悸的气息。江离，你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这里是听雨楼，不是你的听雨阁。在这里，正道，那是个什么东西？苏杜晨凑近他的耳边，深深吸了一口他身上那股独特的竹叶清香。果然，和花弄影的甜腻不同，这种带着凛冽剑气的味道更让人有征服欲。而且，谁说我要杀你了？苏杜晨嘴角的笑意逐渐变得邪恶。杀了你，魂灯确实会灭，但如果你并没有死，只是失踪了呢？或者说，如果你自愿留下来，成了我的贱奴呢？听到贱奴两个字，江离浑身一震，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他看着旁边像哈巴狗一样讨好苏杜晨的花弄影，又看了一眼眼神狂热的陆清雪，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难道他们都是？不可能！我江离修的是无上剑道，剑心通明，绝不可能被你这种魔头控制。江离咬破舌尖，试图用精血强行冲破封印。剑心通明，苏杜晨笑了，笑得无比轻蔑。在我看来，你的心根本不通，你只知道练剑，却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你以为你的剑很强？不，在绝对的权力与欲望面前，你的剑脆弱的像根牙签。苏杜晨站起身，大手一挥，把他带进暗室。我要亲自帮江特使打磨一下他的剑心。还有，弄影去准备那个东西。花弄影一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主人是用那套锁心链吗？奴婢这就去拿。那个东西若是穿过琵琶骨，可是会很疼很疼的哦。你们要干什么？江离惊恐地挣扎着，但此时灵力尽失的他哪里是陆清雪和花弄影的对手？他被两女一左一右架了起来，朝着听雨楼深处那间最隐秘的暗室拖去。地面上留下了2道深深的拖痕。苏杜晨，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江离绝望的骂声在夜空中回荡。苏杜晨背负双手，看着他被拖走的背影，眼中没有丝毫波澜。做鬼？放心，进了我的门，你想做鬼都难。你会发现，做我的奴比做那劳什子的特使要快乐得多。夜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苏府的大门重新关上。听雨楼地下暗室，这里原本是苏家用来囚禁犯错族人的水牢，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但此刻，这里却被改造成了一处充满旖旎与恐怖气息的调教场。四周的墙壁上镶嵌着数颗幽蓝色的夜明珠，散发着冷冽的光芒。地面上铭刻着繁复的阵纹，正在缓缓运转，压制着一切灵力的流动。哗啦，一阵金属碰撞的脆响打破了死寂。暗室中央，那个曾在云端之上高高在上的听雨阁特使江离，此刻正呈现出一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屈辱姿态。他双手被2根不知材质的黑色锁链吊起，高悬于头顶，整个人被迫踮起脚尖才能勉强着地。那锁链名为锁心链，不仅坚不可摧，更能直接锁住修士的琵琶骨，封印一身修为，甚至能放大感官的敏锐度。他那一身代表着正道荣耀的青白道袍早已变得破破烂烂，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冷空气中，尤其是腰腹处被撕裂的口子，露出了那紧致的没有一丝赘肉的马甲线，上面还沾染着些许泥土与血迹，透着一种凄惨的美感。苏杜晨，你这个魔头，有种你就杀了我！江离披头散发，那张英气逼人的脸上满是汗水与愤怒。他死死盯着坐在面前太师以上的男人，眼中的怒火仿佛要将其焚烧殆尽。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属于剑修的傲骨。杀你！苏杜晨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轻轻吹去浮沫，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说了，那样太浪费。他放下茶杯，起身走到江离面前。随着他的靠近，江离本能的想要后退，但锁链发出一阵哗啦声，将他牢牢固定在原地。苏杜晨伸出手，冰凉的指尖沿着他那因为愤怒而剧烈起伏的胸口缓缓下滑，最后停留在他心脏的位置。那里即便被封印了灵力，依然能感受到一股锋锐的跳动。那是他的剑心，多完美的一颗心啊！苏杜晨感叹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澄澈、通明、无垢，只可惜里面装的东西太杂了。正义、宗门、苍生，呵。
此时，花弄影像只妖媚的猫一样从阴影中走出，他手里拿着一条沾了盐水的皮鞭，却并没有抽下去，而是用鞭梢轻轻挑起江离破碎的衣摆，露出了那修长笔直的大腿。主人说的对呢，花弄影娇笑着，在江离耳边吹气。江姐姐，你这颗心装了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难道不累吗？不如腾空它，只装主人一个人，如何？滚开！你这不知廉耻的妖女！江离感到一阵恶心，猛地扭过头想咬花弄影，却被苏杜晨一把捏住了下巴。苏杜晨的手劲很大，捏得他生疼，被迫仰起头与他对视。看来江特使还是没认清现实。苏杜晨眼眸深邃，瞳孔中那道黑白的奴印开始缓缓旋转，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既然你的剑心如此坚固，那我就碎了它，再重铸。话音落下，苏杜晨的手掌猛地按在了江离的心口处。江离瞬间瞪大了双眼，瞳孔剧烈收缩。这一次不是简单的灵力入侵，而是阴阳造化奴仙经中最霸道的仪式——碎心炼魂。一股恐怖的黑色能量顺着苏杜晨的掌心蛮横地冲入他的心脏，如同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他那颗引以为傲的通明剑心上。咔嚓！江离仿佛听到了自己体内传来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那是他坚持了20年的道，是他分辨善恶的尺，是他作为正道修士的所有骄傲，在绝对的力量与恐惧面前，这一切碎了。江离仰起头，发出了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他的身体剧烈痉挛，每一寸肌肉都在颤抖，锁链被扯得绷直。那种信仰崩塌的痛苦，远比肉体上的折磨要强烈万倍。痛吗？苏杜晨的声音在他脑海中炸响，如同神灵的审判。这就是你所谓的道。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他脆弱的不堪一击。现在看着我，既然你的道碎了，那我就赐给你一个新的道。随着苏杜晨的话语，那股黑色的能量并未消散，而是迅速转化为一种温暖、霸道且充满占有欲的金色暖流，包裹住了他那颗破碎的剑心。那是奴鹰的种子，它在破碎的废墟上生根发芽，将每一块碎片重新粘合。只不过这一次粘合剂不再是正义，而是苏杜晨。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席卷了江离的全身，原本的痛苦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与渴望。他那颗破碎的心急需一个支柱来填补，而眼前这个男人成了唯一的选择。求你停下！江离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的愤怒咒骂，而是带着一丝哭腔的哀求。他的眼神开始涣散，原本清澈的眼底，苏杜晨的身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为什么要停？苏杜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被冷汗浸湿的脸颊，动作温柔的像是在安抚受惊的情人。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抛弃那些虚伪的道义，臣服于本能，臣服于强者。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谁。江离拼命摇着头，想要守住最后的一丝清明。我是听雨阁特使，我是剑修江离。错。苏杜晨眼神一冷，加大了奴印的输出力度。轰！那股快感与痛楚交织的洪流瞬间冲垮了他最后的堤坝。江离浑身一软，若不是有锁链吊着，他早已瘫软在地。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眼神中的抵抗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迷离的顺从。那是属于奴觉醒的眼神。我是。江离无意识地呢喃着，他的身体本能地想要靠近苏杜晨，想要那种被填满、被掌控的安全感。我是主人的剑。终于，这5个字从他口中吐出，虽然声音很轻，却如同誓言般沉重。在他那颗重新凝聚的心脏上，一道繁复的金色剑纹缓缓浮现，剑纹的中心赫然刻着一个古老的苏字：剑心通明。不，从此以后只有剑心通主。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他松开手，转身坐回太师椅上，打了个响指。啪！那2根吊着江离的锁链瞬间松开，扑通！江离重重地摔在地上，但他没有丝毫怨言，甚至顾不上身体的疼痛，他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手脚并用地爬到苏杜晨脚边。他那双曾经只用来握剑的手，此刻正颤抖着解开苏杜晨的靴带，然后将自己那张高傲的脸庞轻轻贴在苏杜晨的靴面上。这一刻，听雨阁的首席天才陨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听雨楼最锋利的第3把刀——剑奴江离。奴婢江离，拜见无主。他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与狂热。看着这一幕，旁边一直看戏的花弄影忍不住啧啧称奇，真是一场好戏啊！花弄影走过来，伸出脚尖，有些挑衅地勾起江离的下巴。这不是刚才还要斩妖除魔的江大特使吗？怎么现在跪得比我还快？若是以前，江离一定会抱起杀人，但此刻他只是淡淡地看了花弄影一眼，眼神中虽然依旧有着剑修的冷冽，但对同为仙奴的身份已经全盘接受。
大家都是主人的奴，你又高贵到哪里去？江离冷冷回了一句。你……花弄影气结，刚想发作。好了，苏杜晨淡淡开口，打断了两女的争锋。他伸出手按在江离的天灵盖上，既然成了我的奴，自然要有好处。你的剑心虽颇而厚利，但以前的功法太过刚直，容易折断。今日我传你一门仙界剑典，大罗灭生剑。此剑法不修仁义，只修杀戮，正好适合现在的你。随着话音落下，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江离的识海。那是一套比听雨阁阵派绝学高深无数倍的恐怖剑法，每一招每一式都是为了杀戮而生，为了毁灭而存。江离身体一震，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对于剑痴来说，没有什么比绝世剑法更能让他死心塌地的了。多谢主人赐法，江离愿为主人杀尽天下祖道之人。这一刻，他对苏杜晨的忠诚度彻底锁死。翌日正午，听雨楼顶层，视野开阔，可俯瞰整个青云城。苏杜晨坐在主位，身后站着陆清雪，左侧坐着花弄影，右侧则站着刚刚换上一身崭新黑白剑士服的江离。这套衣服是苏杜晨特意让陆清雪准备的，贴身的黑色劲装勾勒出她修长的身形，白色的裙摆开叉极高，方便行动，同时也露出那双笔直的长腿。原本的高马尾依旧保留，只是那顶碧玉冠换成了一根刻有奴字的黑玉簪。虽然只是过了一夜，但江离的气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他像是一把出鞘的宝剑，锋芒毕露，让人不敢直视。现在的他更像是一把藏在鞘中的毒刃，内敛阴冷，却更加致命。主人，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花弄影手里把玩着一枚传讯玉简，笑得像只偷腥的狐狸。和欢宗那个分舵的舵主，也就是我的师叔红粉夫人，已经带人往青云城赶来了。听说有好几位拥有特殊体质的师妹也一起来了呢。很好，苏杜晨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江离。江离，奴在。江离立刻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动作标准的仿佛演练了无数遍。你的身份特殊，暂时还不能暴露。苏杜晨从怀中掏出一枚特制的玉简，扔给他，这是你的任务。江离接过玉简，神识一扫，身体微微一颤。任务内容很简单，给听雨阁传回假消息，就说他在青云城发现了一处上古魔窟，疑似有魔界大能复苏，他正在潜伏调查，需要宗门静观其变，切勿打草惊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也是他对宗门的第一次背叛。但江离只是犹豫了一瞬，眼中便闪过一丝决绝。奴婢明白。他抬起头，眼神狂热，为了主人的大业，就算是欺师灭祖，江离也绝不皱眉。苏杜晨满意的笑了，这就是奴印的恐怖之处，他不会抹去人的智慧，只会扭曲人的立场。在江离的认知里，宗门依然重要，但比起主人的命令，宗门就是可以牺牲的筹码。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苏杜晨站起身，走到栏杆前，看着下方繁华的街道。我要办一场拍卖会，把苏家库房里那些用不上的垃圾，还有你们这次从宗门带出来的土特产都拿出来卖，尤其是那所谓的上古女修洞府线索，给我炒作起来。三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主人这是要把整个青云城的修仙势力都卷进来啊！主人这么做会不会太招摇了？陆清雪有些担忧，毕竟我们现在的实力，虽然他们三个都是筑基后期甚至圆满的高手，再加上江离这个半步金丹战力，但在真正的强者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招摇？苏杜晨转过身，背靠着栏杆，阳光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就是要招摇，不把水搅浑，怎么摸鱼？而且他目光扫过三位风格各异的绝色女奴，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你们三个的修为也该提升一下了。今晚我会开启9阴聚灵阵，你们三个一起来。听到一起来这三个字，陆清雪和江离的脸瞬间红透了，只有花弄影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似乎已经迫不及待。苏杜晨看着他们的反应，心中冷笑，什么正道魔道，什么天才神女，只要进了这听雨楼，最后都只会变成一种人，那就是助他长生的新柴。听雨楼顶层，云踏锦被，春色无边。昨夜苏杜晨开启了9阴聚灵阵，这阵法本是用来聚集天地灵气辅助修行的，但被他稍微改良了一番，变成了以他为阵眼，三女为阵脚的特殊双修大阵。灵气在四人之间流转，阴阳交汇，循环往复。当第一缕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入屋内时，空气中那股浓郁的化不开的旖旎气息才稍稍沉淀下来。宽大的云榻上，一幅足以让圣人破戒，让佛陀还俗的绝美画卷正静静铺展。苏杜晨仰面而卧，神情惬意。经过昨夜那堪称豪奢的滋补，他原本凡胎肉体的肌肤竟然隐隐透出一层宝玉般的光泽，呼吸之间仿佛有龙吟虎啸之音在体内回荡。
那是寿元暴涨，生命本质跃迁的征兆。在他的左臂弯里依偎着陆清雪，他睡得很沉，一头如墨青丝散乱地铺在苏杜晨的胸膛上。那张清冷绝俗的脸庞此刻带着一抹极其罕见的红晕，像是冰雪初融后的桃花。他的一只玉手紧紧抓着苏杜晨的中衣衣襟，即便是在睡梦中也呈现出一种极强的占有欲与守护姿态。颈背滑落至腰间，露出了他那如羊脂白玉般细腻的背部线条，以及那几枚昨夜情动时留下的淡淡红痕，在这份清冷圣洁中平添了几分凌虐的美感。而在苏杜晨的右侧，则是那条不知疲倦的花弄影。这魔门妖女的睡姿最为豪放，她整个人几乎是趴在苏杜晨身上的，一条修长白皙、充满肉感的大腿毫不客气地横跨在苏杜晨的小腹处。她那傲人的胸脯被挤压变形，贴着苏杜晨的手臂，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似乎在梦里还在回味着某种极乐。至于昨晚刚被收服的听雨阁特使江离，他并没有睡在苏杜晨身边，而是蜷缩在床尾的一角。这位昔日高傲的女剑修，此刻就像是一只被彻底驯服的小兽。她那一身象征着骄傲的黑色劲装早已不知去向，身上只随意裹着一件苏杜晨的外袍。那宽大的男士长袍穿在她身上显得格外空荡，反而衬托的她身形愈发修长纤细。晨光照在她那张英气逼人的脸上，眉头微蹙，似乎在做着什么挣扎的梦。她那双修长笔直、常年练剑而显得格外紧致的美腿，此刻正无意识地并拢着，膝盖处透着一层淡淡的粉色，那是长时间跪姿留下的痕迹。苏杜晨动了动身子，这一动，三女几乎同时惊醒。这就是修仙者的敏锐，哪怕是沉沦在温柔乡里，警觉性也刻在骨子里。主人，陆清雪第一时间睁开眼，眼中的迷离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刻入灵魂的顺从。她顾不上自己春光乍泄，连忙起身想要服侍苏杜晨。别动，再躺会儿。苏杜晨伸手按住她圆润的香肩，手指滑腻的触感让她心情大好。另一边，花弄影也醒了，她像只慵懒的猫一样伸了个懒腰，那夸张的曲线在晨光下一览无余。主人早安。花弄影凑过来，在苏杜晨脸颊上亲了一口，然后挑衅地看了一眼缩在床尾的江离。哎呀，江姐姐怎么睡在那么远的地方？昨晚姐姐叫得那么大声，妹妹还以为你要把主人吃了呢。听到这话，江离原本苍白的脸瞬间涨红，羞愤欲死。昨夜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在锁心链和奴印的双重作用下，一点点抛弃尊严，从一开始的抗拒咒骂，到后来的哀求，再到最后的主动索取。那种灵魂被填满、剑心被重塑的感觉，让他感到恐惧，却又食髓知味。闭嘴，妖女！江离咬着牙，下意识想去摸剑，却摸了个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特使了，只是主人的一个贱奴。他慌乱地拉紧身上的外袍，遮住那一双长腿，低着头不敢看苏杜晨的眼睛，声音颤抖着唤了一声：“主人。”这声呼唤带着几分干涩，却比任何誓言都要动听。苏杜晨坐起身，目光扫过这三位风格迥异的绝色尤物，冰山的清冷，妖女的妩媚，剑修的英气，这就是权力的味道。江离，苏杜晨淡淡开口：“奴在。”江离身子一颤，本能地跪直了身体。感觉如何？江离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的情况，随即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震惊。我的剑心不仅修复了，而且更加纯粹了。以前他的剑心通明，虽然锋利，但总有一层隔膜，那是对宗门规矩的顾虑，对世俗道德的束缚。而现在那层隔膜消失了，他的心中只有一把剑，一个人，那就是苏杜晨。为了这个人，他可以挥剑斩向任何人，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这种纯粹的杀意让他的大罗灭生剑直接入门。多谢主人再造之恩。江离这一次拜得心悦诚服，他双手扶地，额头重重磕在床沿上，那原本挺直如剑的脊梁终于彻底为这个男人弯了下去。很好。苏杜晨满意地点点头，随后下床。三女立刻忙活起来，陆清雪负责为他穿衣，花弄影负责为他梳头，江离则跪在一旁为他穿靴，一切显得那么自然，仿佛他们天生就是为了伺候这个男人而生。收拾一下。苏杜晨看着铜镜中那个神采奕奕的自己，眼中闪过一丝精芒。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贵客。弄影，你的那位好师叔应该到了吧？花弄影正帮苏杜晨整理着衣领，闻言娇笑一声，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回主人，那个老妖婆昨晚就到了，现在正躲在城南的醉花阴客栈里，等着奴婢去给她送好消息呢。听说这次她为了独吞宝藏，可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不仅如此，花弄影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她还把她那引以为傲的红粉味都带来了。
那可是12个筑基初期的男宠哦，啧啧，真是老当益壮。苏度沉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男宠，垃圾罢了。走吧，别让红粉夫人等急了，毕竟她可是我们拍卖会上最重要的拍品之一。青云城南醉花阴客栈，这里是城中最为奢华的销金窟，平日里往来的都是些达官显贵和修士。此刻天字号上房内，一名身着绛紫色宫装的美妇人正慵懒地侧卧在软榻上，她看起来约莫30许岁，正是女人最有韵味的年纪。她的容貌极美，不是陆清雪那种清冷的出尘，也不是花弄影那种少女的娇媚，而是一种熟透了的水蜜桃般的风情。眉目含春，眼波流转间仿佛能勾人魂魄。那宫装的领口开得极低，露出大半个雪白丰盈的半球，上面还绘着一朵妖艳的牡丹花。腰肢虽然不如少女那般纤细，却丰润柔软，透着一股成熟妇人特有的肉感。她便是合欢宗分舵舵主，人称红粉夫人，一名筑基后期的大修，也是赫赫有名的独寡妇。弄影那丫头怎么还没来？红粉夫人有些不耐烦地把玩着手中一根赤金烟斗，吐出一口粉色的烟圈。在她脚边跪着2名面容俊美的年轻男子，正在小心翼翼地为她捶腿，那力道不轻不重，显然是经过严格调教的。夫人莫急，其中一名男宠讨好地说道，圣女既然传讯说发现了上古洞府，自然是要探查清楚才赶来向您汇报，那可是天大的机缘，小心些总是没错的。哼，那丫头鬼精鬼精的，最好别跟老娘耍花样。红粉夫人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若真是上古女修洞府，里面定有驻颜之宝，若是能得到，哼，就算是总宗的那位长老也要给我几分面子。就在这时，咚咚咚，房门被轻轻敲响，3长2短，这是合欢宗特有的暗号。进来。红粉夫人立刻坐直了身子，那慵懒的神态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压。房门推开，花弄影走了进来。今日的她依旧是一身鹅黄色的长裙，看起来似乎和平日没什么两样，但红粉夫人何等眼力，几乎是一眼就看出了花弄影的变化。眉眼含春，眼角带着未退的风情，那一身原本有些虚浮的魔气，此刻竟然凝练无比，甚至修为似乎精进了不少。弄影见过师叔。花弄影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恭敬。免礼。红粉夫人挥退了2名男宠，目光如鹰隼般盯着花弄影。丫头，看你这红光满面的样子，是采补了哪个极品炉鼎？修为竟然突破到了筑基后期。花弄影心中暗笑，极品炉鼎，那是我的主人，而且是被主人反向采补才对。但他面上却露出一副羞涩又得意的神情，低声道：师叔慧眼如炬，侄女确实是在那苏家尝到了些甜头。哦，红粉夫人来了兴趣。苏家，你是说那个被废了的苏度尘？正是。花弄影走上前，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师叔，您有所不知，那苏度尘虽然是个废人，但他从仙界带回来的东西可都在那苏家祖宅里藏着呢。侄女这次潜入苏家，不仅发现了他私藏的宝库钥匙，更重要的是，他顿了顿，从怀中掏出一块看似古朴的玉佩。我在他的密室里发现了这个。红粉夫人伸手一吸，那玉佩落入手中，仅仅是用神识一探，她便浑身一震。那玉佩上竟然散发着一股极其纯正、古老且高级的仙灵之气，那种气息绝不是下界凡物所能拥有的。这是仙气碎片。红粉夫人的声音都颤抖了。不仅如此，花弄影继续加码，那苏度尘虽然废了，但他身边那个陆清雪不知为何修为暴涨，侄女怀疑他们就是靠着这玉佩背后的秘密洞府才得以翻身。如今苏家正在筹备拍卖会，名为拍卖，实则是想把这烫手山芋扔出去引人耳目，但实际上真正的开启钥匙就在苏度尘身上。那个废物现在身边只有陆清雪一个帮手。师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只要我们今晚……花弄影做了一个杀的手势。红粉夫人握着玉佩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眼中的贪婪已经彻底压倒了理智。仙气，这可是传说中能让人飞升的仙气，一个废人何德何能拥有此等至宝？好，好，好！红粉夫人连说3个好字，激动地站了起来，胸前那2团软肉随之剧烈颤动。弄影，这次你立了大功，待师叔拿到宝物，定少不了你的好处。不过，红粉夫人突然话锋一转，眼神变得狐疑。既然有这么好的事，你为何不自己独吞，反而要告诉我？魔修多疑，这是天性。花弄影早已料到这一问，他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苦笑和畏惧。师叔，你也知道，那陆清雪如今实力恐怖，侄女虽然突破，但也没把握拿下她。而且听说听雨阁的特使也在附近徘徊，侄女怕吞不下这块肥肉，反而崩了牙。
不如献给师叔，侄女只求能分一杯羹，得些驻颜丹药便满足了。这个理由合情合理。红粉夫人最后的疑虑打消了，算你识相。她得意地笑了，重新躺回软榻上。放心，既然你叫我一声师叔，我也不会亏待你。今晚你就带路，我要亲自去会会那个曾经的仙界天骄。顺便，红粉夫人舔了舔红唇，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听说那苏度尘生的一副好皮囊，虽然废了，但用来做个玩物倒也不错。花弄影低着头，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玩物？师叔啊师叔，你可真敢想。只是不知道今晚过后到底谁是谁的玩物。与此同时，醉花阴客栈对面的茶楼里，苏度尘正坐在2楼的雅座上，手里端着一杯清茶，目光透过半开的窗户，淡淡的注视着对面那扇紧闭的房门。在他的神识通过奴印链接中，屋内的一切对话都清晰可闻。想拿我做玩物？苏度尘轻笑一声，将杯子里的茶水一饮而尽。胃口倒是不小，就怕你这副身子骨承受不住本座的恩泽。他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江离，奴在。身后阴影处，一身黑白剑饰装的江离悄然浮现，如同一柄藏锋的利剑。今晚的迎客宴准备的怎么样了？回主人，听雨楼内外108处阵脚已全部激活，陆姐姐正带着暗卫埋伏在四周，只要那红粉妖妇踏入大门一步，便是插翅也难逃。江离的声音冰冷而坚定，透着一股肃杀之气。很好。苏度尘站起身，理了理衣袍。走吧，回府。今晚我们要给这位远道而来的红粉夫人上一课。阳光下，苏度尘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宛如一只张开巨口的饕餮，正静静等待着猎物的自投罗网。拍卖会的钟声即将敲响。月黑风高，杀人夜。今夜的苏府安静得有些诡异。往日里巡逻的护卫不见踪影，唯有听雨楼四周挂着的几盏猩红灯笼在夜风中摇曳，散发出朦胧而暧昧的光晕。那光晕映照在地面上，像是一滩滩未干的血迹。吱呀，苏府那厚重的朱红大门仿佛无人自开般裂开了一道缝隙。一阵香风袭来，这香气浓烈成熟，带着一股令人晕眩的甜腻，与之前花弄影身上的少女甜香截然不同。它更具侵略性，像是一颗熟透到快要腐烂的水蜜桃，勾引着路人去采摘，却又暗藏剧毒。10几道身影如鬼魅般掠入府中，为首者正是和欢宗分舵舵主红粉夫人。她今夜并未穿那身显眼的宫装，而是换了一袭便于行动的紫黑色紧身夜行衣，但这紧身的布料反而更是勾勒出了她那夸张到违规的身材曲线，尤其是胸前那一抹惊心动魄的弧度，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仿佛随时会裂衣而出。在她身后跟着12名面容阴柔俊美的男子，正是她精心培养的红粉卫。这就是苏家。红粉夫人停在听雨楼前的广场上，美眸流转，扫视四周，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果然是落魄了，连个像样的护山大阵都没有，守卫更是如同虚设。真不知道那个曾经的仙君转世，如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师叔，小心有诈。跟在他身侧的花弄影低声提醒道，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紧张。诈！红粉夫人嗤笑一声，伸出戴着黑纱手套的手指，轻轻弹了弹并不存在的灰尘。在这青云城，除了那几个老不死闭关的老家伙，还有谁能奈何得了老娘？更何况，他目光贪婪地望向听雨楼顶层那亮着的灯火，为了那仙气碎片和驻颜至宝，就算是龙潭虎穴，老娘也要闯一闯。走，去会会咱们那位苏大少爷。红粉夫人腰肢款摆，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的傲慢，径直推开了听雨楼的大门。听雨楼一层大厅，这里并没有红粉夫人想象中的埋伏，也没有机关陷阱，只有一张巨大的梨花木圆桌，桌上摆着几碟精致的小菜，一壶温好的酒。苏度尘正坐在主位上，手里把玩着一只玉杯，神色慵懒。他今日穿了一身暗金色的锦袍，长发并未竖起，随意披散在肩头，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慌乱，反而带着一种等待老友造访的闲适。在他身后站着2名脸上戴着面具的侍女，一人身着白衣，清冷如雪；一人身着黑衣，肃杀如剑。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红粉夫人进来，苏度尘并未起身，只是举了举手中的酒杯，微微一笑。红粉夫人深夜造访，苏某有失远迎，还望海涵。红粉夫人停下脚步，目光如钩子般在苏度尘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不得不说，这男人的皮囊确实极品，即便没了修为，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贵气和从容，也远非他养的那些男宠可比。啧，果然是一副好相貌。红粉夫人娇笑一声，扭着腰肢走到桌前，竟是一屁股坐在了苏度尘旁边的椅子上。一股浓郁的熟女幽香瞬间扑面而来。苏少主客气了。红粉夫人伸出那涂着丹蔻的玉手，
想要去摸苏杜晨的手背，听弄影那丫头说苏少主手里有些好东西，想找人鉴赏鉴赏。奴家不才，对宝物倒是颇有研究。苏杜晨手腕微微一转，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触碰，顺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夫人莫急。苏杜晨淡淡道，宝物自然是有，不过苏某这听雨楼有个规矩。什么规矩？红粉夫人收回手，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一个废人还敢跟他拿桥？入我听雨楼者，若想见宝，需先交门票。苏杜晨抿了一口酒，眼神玩味。门票？红粉夫人气笑了。他堂堂筑基后期的大修，来抢劫还要交门票？苏杜晨，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红粉夫人脸上的媚笑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森然的杀意。他猛地一拍桌子，筑基后期的威压轰然爆发，直接将桌上的碗碟震得粉碎。老娘肯坐下来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识相的就把仙气碎片和开启洞府的钥匙交出来，否则……他眼神阴毒地扫过苏杜晨的下半身，老娘就先把你阉了，再当着你的面把这2个藏头露尾的小侍女扔给我那些手下享用。大厅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那12名红粉卫纷纷拔出兵刃，将苏杜晨3人团团围住，脸上露出了淫邪残忍的笑容。面对这剑拔弩张的局面，苏杜晨却笑了。他放下酒杯，无奈地摇了摇头。弄影，他轻唤了一声。一直站在红粉夫人身后的花弄影，嘴角突然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奴在。下一刻，异变突生。原本应该作为合欢宗内应的花弄影，身形如鬼魅般一闪。他并没有攻击苏杜晨，反而出现在了苏杜晨的身后，伸出双手，动作轻柔地替他捏起了肩膀。师叔，您这火气也太大了。花弄影笑盈盈地看着一脸错愕的红粉夫人，要是吓坏了我家主人，弄影可是会心疼的。全场死寂。红粉夫人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花弄影。你叫他什么？主人啊。花弄影理所当然地说道，顺便还弯下腰，用脸颊在苏杜晨的头顶蹭了蹭，一副乖巧宠物的模样。师叔不是想知道侄女为何修为大进吗？那是因为主人赏赐的雨露实在太滋补了呢。孽徒，你竟敢背叛宗门！红粉夫人勃然大怒，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自家世侄给耍了。给我杀，把这对狗男女都杀了！红粉夫人厉声尖叫。那12名红粉卫得到命令，立刻怒吼着冲了上来。哼，找死！就在这时，站在苏杜晨身后那名一直沉默的黑衣侍女动了。枪！一声清越激昂的剑鸣瞬间盖过了所有的喊杀声。一道漆黑如墨的剑光宛如死神的镰刀，在狭窄的大厅内划过一道完美的圆弧。快！太快了，快到连红粉夫人这个筑基后期的修士都只看到了一道残影。噗噗噗噗，一连串沉闷的响声传来。那12名刚刚还气势汹汹的红粉卫动作瞬间定格，紧接着他们的脖颈处同时浮现出一条细细的红线，鲜血狂飙，12颗头颅整整齐齐地滚落在地。一剑12杀。黑衣侍女收剑归鞘，动作干脆利落，没有沾染一滴鲜血。她冷冷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如同看着一群蝼蚁。这剑法莫不是传说中大罗灭生剑？红粉夫人瞳孔骤缩，心脏猛地一颤。这股恐怖的杀伐剑意让她感到一阵来自灵魂的战栗。你是谁？黑衣侍女缓缓摘下面具，露出了一张英气逼人却又带着几分阴冷的熟悉面孔。听雨阁，江离。江离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仿佛那个曾经的正道特使已经死了。不过现在的我只是主人的贱奴。江离。红粉夫人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那个号称正道100年第一天才、嫉恶如仇的江离，他不是来杀苏杜晨的吗？怎么也成了苏杜晨的奴隶？这世界疯了吗？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另一边的白衣侍女也摘下了面具，一张清冷绝俗、宛如广寒仙子的容颜展现在他面前。陆清雪。红粉夫人失声尖叫。合欢宗圣女、听雨阁特使、陆家天骄，这3个原本应该势不两立，代表着青云城最顶尖势力的3个女人，此刻竟然齐聚一堂，而且都以一种极为卑微恭顺的姿态侍奉在那个废人身边。恐惧，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吞噬了红粉夫人的理智。这哪里是什么落魄少主，这分明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绝世魔头。逃！红粉夫人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想逃跑。什么仙气，什么面子，在性命面前统统不值一提。她猛地一拍储物袋，祭出一件粉红色的飞梭，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大门。既来之则安之。苏杜晨坐在椅子上依旧没有动，他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嗡！整个听雨楼突然震动起来，无数道繁复的震纹在地面、墙壁、天花板上同时亮起。
一层淡金色的结界瞬间封锁了整个空间。砰！红粉夫人的飞梭重重地撞在结界上，发出一声巨响。那足以撞碎山岳的飞梭，竟然在结界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反而被巨大的反震之力弹了回来。红粉夫人狼狈地摔在地上，披头散发，嘴角溢出一丝鲜血。9天10地，锁仙阵。她惊恐地看着四周的阵纹，绝望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正在被这大阵疯狂抽取、压制。短短几息之间，她的修为就被压制到了炼气期。不可能！你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布置出这种大阵？红粉夫人歇斯底里地吼道，手脚并用地向后爬去，直到退无可退，背靠着冰冷的墙壁。苏杜晨缓缓起身，一步步走向他。陆清雪、江离、花弄影三女如同3尊护法魔神紧随其后。凡人！苏杜晨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毒寡妇。此时的红粉夫人哪里还有半点舵主的威风？她那一身紧身衣因为刚才的摔打而有些破损，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惊恐，就像是一只落入狼群的肥羊。夫人刚才不是说要把我阉了吗？苏杜晨蹲下身，伸出手挑起她那圆润的下巴。红粉夫人浑身颤抖，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那不是修为的压迫，而是生命层次的碾压。误会，都是误会。红粉夫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媚笑，试图用自己最擅长的手段求生。苏少主，哦不，苏公子，奴家是有眼不识泰山，奴家愿意赔偿，愿意把和欢宗分舵的所有宝物都献给您。他一边说着，一边故意挺了挺胸脯，让那条深邃的事业线更加显眼，声音变得甜腻哀婉。只要苏公子肯放奴家一马，奴家愿意做牛做马伺候公子。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虽然年纪比那3个丫头大，但胜在风韵犹存，技术娴熟。然而苏杜晨的眼神却依旧冷漠如冰。做牛做马？他轻笑一声，手指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停留在他的脖颈处，那里的大动脉正在剧烈跳动。可惜我不缺牛马，我缺的是一条听话的狗，而且是一条能在接下来的拍卖会上帮我咬人的疯狗。红粉夫人脸色一僵，眼中的屈辱一闪而逝，但随即被求生欲淹没。愿意，奴家愿意，只要能活命，奴家什么都愿意做。很好。苏杜晨站起身，掌心之中那道令人绝望的黑白奴印再次浮现。不过你的心机太深，普通的奴印我不放心。弄影，奴在。花弄影笑嘻嘻地凑了上来，手里多了一颗猩红色的丹药，这是噬魂合欢丹，是我改良过的。苏杜晨淡淡道，为他吃下去。配合我的奴印，只要他敢有一丝背叛的念头，就会感受到万重噬心，欲火焚身却无法发泄的痛苦。红粉夫人看着那颗散发着诡异气息的丹药，眼中满是绝望。她知道一旦吃下去，自己就真的完了，不仅仅是身体，连灵魂都将不再属于自己。怎么不想吃？江离冷冷地上前一步，手中的长剑直接架在了红粉夫人的脖子上，剑锋划破皮肤，鲜血流出。吃，我吃。红粉夫人再也不敢犹豫，一把抓过丹药吞了下去。下一刻，苏杜晨的手掌重重地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轰！恐怖的神魂力量瞬间冲垮了他的识海。半个时辰后，听雨楼的大门再次打开，夜风吹散了血腥味。苏杜晨负手而立，看着门外的月色。在他身后，红粉夫人像只温顺的宠物一样跪在地上，她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原本的狡诈与阴毒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的痴迷与绝对的服从。而在她的眉心处多了一朵妖艳的粉色莲花印记，那是属于苏杜晨的高级奴印。主人，红粉夫人恭敬地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讨好。奴婢的分舵里还有几位特殊体质的弟子，明日奴婢就把他们都带来献给主人。苏杜晨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毒寡妇果然上道。不急。苏杜晨转过身，看着自己这一屋子绝色仙奴，冰山剑士、幻魔妖女、忠犬剑奴，再加上现在这个风韵毒妇，他的仙奴军团雏形已成。明日的拍卖会才是重头戏，我要借这次机会将整个青云城的资源全部吞下，到时候你们4个一起上台，让那些自诩高贵的修士们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绝代风华。与此同时，万里之外，上剑，仙庭，一座悬浮在9天之上的辉煌地宫内，一名身着地袍、头戴地冕的绝世女子正端坐在龙椅之上闭目养神。突然，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睁开双眼，那双眸子中仿佛有星辰陨落，威严无双。下界有人动了那一族的气运。叶神医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苏杜晨，
那个废物应该已经死了才对，为何朕的心会有一丝莫名的不安？他沉默片刻，缓缓抬手：“来人，传朕旨意，派巡天镜监察下界，若发现异常，杀无赦。”青云城正午，今日的阳光格外刺眼，仿佛连老天爷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场好戏。苏府如今已更名为听雨楼的大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整个青云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全都到了，甚至连周边几个卫星城的修仙家族也闻风而动，派出了家族长老前来一探虚实。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那个所谓的上古女修洞府线索，更多的是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猎奇心理。谁都想看看那个曾经的天之娇女陆清雪是不是真的疯了，那个传说中已经变成废人的苏家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听说了吗？昨晚苏家可是血流成河啊！苏宏图那一脉的人好像全都人间蒸发了。哼，我看是那苏渡尘垂死挣扎，没了筑基长老坐镇，光靠一个陆清雪能撑得起这偌大的家业。嘿嘿，我倒是对那个合欢宗的红粉夫人感兴趣，听说她昨晚带人闯进去了，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该不会……议论声中，赵家家主赵无极带着一群护卫浩浩荡荡的来了。他身穿锦袍，面容英质。作为曾经苏宏图的盟友，他今天是来收尸的，也是来瓜分苏家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的。苏渡尘那个小畜生既然敢搞拍卖会，老夫就让他这场拍卖会变成灵堂。赵无极冷哼一声，大步迈入听雨楼。听雨楼顶层后台，与前台的喧嚣不同，这里弥漫着一股令人心跳加速的奢靡香气。巨大的落地铜镜前，苏渡尘张开双臂，神情慵懒地享受着4位绝世佳人的服饰。今日为了这场盛大的亮相，他特意命人连夜赶制了4套风格迥异，却又能完美衬托出他们各自风情的礼服。主人，这领口会不会太低了些？花弄影看着镜中的自己，娇媚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故作的羞涩。她今日身着一袭火红色的高开叉流苏裙，那布料仿佛是流动的火焰，紧紧包裹着她那魔鬼般的身材。领口呈深 V 状开到了胸部下方，那深邃的沟壑中甚至点缀了一颗闪烁的红宝石，随着呼吸起伏，晃得人眼晕。低吗？苏渡尘伸手在那红宝石上轻轻一弹，指尖划过那细腻如酥的肌肤。你是今日的拍卖师，若是不露点真本事，怎么让台下那些男人掏空储物袋？咯咯喽，主人说的是。花弄影顺势靠在他怀里，眼中媚意横生。只要是为了主人，弄影哪怕不穿也是愿意的。不知廉耻。旁边传来一声冷哼。陆清雪正半跪在地上，为苏渡尘整理腰间的玉佩。她今日穿的是一套冰蓝色的宫廷长裙，设计极为端庄，领口高束，袖口紧束，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这种禁欲系的装扮，配合那贴身的剪裁，反而将她那傲人的上围和纤细的腰肢勾勒得更加惊心动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足以激起任何男人的征服欲。清雪，你这裙摆有点长，待会儿杀人的时候记得提着点。苏渡尘摸了摸她的头，淡淡道：“是，主人。”陆清雪乖顺地蹭了蹭他的掌心，眼中的冰冷瞬间化作绕指柔。而在另一侧，江离正抱着一把新换的黑色重剑，像个忠诚的卫士般站立。他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紧身战衣，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是在那修长笔直的大腿外侧勒着2个皮质的腿环，上面插着几把飞刀。这种充满力量感与野性的装扮，配上他那英气逼人的五官，简直是制服控的终极梦想。至于最后一位，红粉夫人正跪伏在苏渡尘脚边，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着本就一尘不染的长靴。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毒寡妇，今日穿的最为特殊，那是一件改良过的紫色旗袍，布料极少，且有些透明。在她那丰腴成熟的娇躯上，还挂着几串金色的铃铛。这是苏渡尘给她的惩罚，也是给她的定位，侍女兼宠物。夫人，准备好了吗？苏渡尘低头看着她，红粉夫人浑身一颤，抬起头，那双原本充满算计的眼睛，此刻只有深深的敬畏与讨好。回主人，奴婢准备好了。很好。苏渡尘转身看着铜镜中那个被4位角色围绕的自己，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弧度。吉时已到，走吧，去告诉这青云城，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拍卖大厅人头攒动，近1000个座位座无虚席，2楼的贵宾包厢更是早早就被各大家族占据。这苏渡尘架子也太大了，都53刻了还不出来？赵无极坐在最显眼的包厢里，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若是没东西拍，就趁早关门大吉，别浪费大家的时间。”有人带头，台下顿时起哄声一片。就是一个废人搞什么拍卖会，让陆清雪出来，我们要看第一美人。听说合欢宗的红粉夫人昨晚进去了，怎么也没动静，该不会是被苏渡尘这小子藏起来了吧？就在群情激愤，
场面即将失控之时。叮！一声清脆悦耳的玉磬声，仿佛从9天之上垂落，瞬间压下了全场的喧嚣。紧接着，整个大厅的光线骤然一暗，唯有中央的高台上亮起了一束耀眼的聚光阵法。让各位久等了。一道慵懒、磁性却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从2楼那扇最为神秘的听雨阁包厢中传出。随后，在数千道目光的注视下，一行人缓缓从幕后走出。当看清来人的瞬间，原本嘈杂的大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走在最前面的正是苏杜晨，他步履从容，面带微笑，宛如一位巡视领地的君王。但在他身后，全场难修的呼吸都停滞了。左侧，陆清雪白衣胜雪，怀抱古剑，面若寒霜，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质，让她宛如9天玄女下凡。右侧，江离黑衣劲装，英姿飒爽，眼神凌厉如刀，那双大长腿在灯光下散发着致命的诱惑。而在苏杜晨身旁，挽着他手臂的是一个身穿火红流苏裙的妖娆尤物。花弄影每走一步，那开叉的裙摆便随之摆动，露出大片雪腻，媚眼如丝的扫视全场，勾得无数人心火直冒。这还没完，最让众人眼珠子都要掉出来的是走在最后面那个捧着茶盘的女人。那丰腴的身段，那熟悉的眉眼，那虽然穿着仕女服却依然掩盖不住的风韵。红粉夫人。赵无极豁然起身，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看到了什么？那个杀人不眨眼，视男人为玩物的毒寡妇红粉夫人，此刻竟然像个卑微的小丫鬟一样，低眉顺眼的跟在苏杜晨屁股后面端茶递水。而且看他那样子，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情愿，反而还有些享受。幻觉，这一定是幻觉。不少人使劲揉着眼睛，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苏杜晨走到高台中央的太师椅前坐下，红粉夫人立刻上前，双膝跪地，将茶盘举过头顶，声音恭敬的让人头皮发麻：“主人，请用茶。”这一声主人通过扩音阵法清晰的传遍了每一个角落。轰！全场炸锅了。我是不是听错了？红粉夫人叫他主人。天哪！陆清雪、江离、花弄影，这正魔2道的圣女怎么都围着他转？这苏杜晨不是废了吗？难道他其实是隐藏的大能？看着台下众人那震惊、嫉妒、恐惧交织的表情，苏杜晨慢条斯理地接过茶盏，抿了一口。这就对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各位，苏杜晨放下茶盏，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停留在脸色铁青的赵无极身上。今日拍卖会只拍3件东西。第一件，他轻轻拍了拍手，花弄影立刻扭着水蛇腰走到台前，手中托着一个精致的玉盘，红布掀开，露出了里面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黑色铁片，这是从苏家宝库角落里扫出来的一块废铁。苏杜晨淡淡道：“起拍价1万灵石。”什么？一块废铁要1万灵石？苏杜晨，你想钱想疯了吧？台下顿时有人怒骂。废铁？苏杜晨笑了，他偏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江离。江离，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江离上前一步，拔出身后的重剑，猛地一剑斩在那铁片上。当！火星4剑，那把上品灵气级别的重剑竟然崩开了一个缺口，而那黑色铁片毫发无损，甚至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此乃玄天星云铁的残片，虽无灵气，却坚不可摧。江离冷冷道：“若是炼入法宝之中，可挡金丹一击。”全场哗然。挡金丹一击，这可是保命的神物啊！1万灵石，我要了！2万，谁都别跟我抢！价格瞬间飙升。苏杜晨看着疯狂竞价的人群，心中冷笑。那确实是星云铁，但里面的精华早就被他用阴阳造化奴仙经吸干了，现在就是一块比较硬的凡铁罢了。但谁在乎呢？现在这听雨楼里，他说他是神物，他就是神物。慢着！就在价格喊到5万灵石的时候，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赵无极阴沉着脸，带着几名赵家高手走到了台下。苏杜晨，别在这里装神弄鬼了。赵无极指着台上的红粉夫人，冷笑道：“你以为找个会意榕树的戏子，演一出红粉夫人的戏码，就能吓住老夫？这青云城谁不知道？红粉夫人乃是筑基后期的大高手，怎么可能给你这个废物当奴才？诸位，别被他骗了，这苏家早就空了，这几个人肯定都是他找来的托。”此言一出，不少原本狂热的人冷静了下来。是啊，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红粉夫人那种人物，怎么可能屈服？戏子！苏杜晨看着赵无极，就像看着一个跳梁小丑。他转过头看向跪在地上的红粉夫人。红粉，有人说你是假的，你去告诉赵家主，你是不是戏子？红粉夫人闻言，
缓缓站起身。他转过身的瞬间，原本面对苏度尘时的那种卑微温顺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股令人闻风丧胆的狠辣与毒气。赵无极，红粉夫人扭着腰肢，一步步走下高台。她身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每响一声都像是敲在赵无极的心头。你刚才说我是戏子？赵无极看着逼近的女人，那种熟悉的压迫感让他额头冒出了冷汗。你，啪！没有任何废话，红粉夫人抬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抽在赵无极的脸上。这一巴掌蕴含着筑基后期的恐怖灵力，直接将赵无极抽得凌空转了3圈，满嘴牙齿混着血水喷了一地。你这老狗，当初求着老娘买你赵家矿脉的时候，你可是跪在地上叫我姑奶奶的。红粉夫人一脚踩在赵无极的胸口，高跟鞋的鞋跟深深刺入他的肉里。现在居然敢质疑老娘的身份，还敢对无主不敬，你是想死吗？轰！那股独属于红粉夫人的粉色毒煞之气爆发开来，瞬间笼罩全场。真的是红粉夫人！全场死寂，所有人的腿都软了。一个能把筑基中期的赵家主像打狗一样暴打的女人，除了红粉夫人还能有谁？而更让人恐惧的是，打完人之后，红粉夫人立刻收敛了煞气，转过身对着台上的苏度尘盈盈一拜，脸上露出了那种近乎谄媚的笑容。主人，奴婢手重了些，没脏了您的眼吧？苏度尘摆了摆手，仿佛只是赶走了一只苍蝇。无妨，既然赵家主这么喜欢这块废铁，那就10万灵石卖给他吧。若是拿不出钱，苏度尘眼中寒芒一闪，那就用赵家的地契来抵。赵无极躺在地上，听着这话，两眼一黑，直接气晕了过去。完了，赵家完了。而这仅仅是这场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苏度尘站起身，目光变得深邃。接下来拍卖第2件物品，关于一处上古合欢宗女修洞府的地图。话音刚落，全场的呼吸声都粗重了起来。拍卖大厅内，空气燥热的仿佛能点燃火星。赵无极那如死狗般昏厥的身躯还躺在台下无人问津，甚至连赵家的护卫都不敢上前收尸。这一幕血淋淋的教训像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提醒着在场的所有人，现在的听雨楼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凶兽。但即便如此，当第2件拍品被呈上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神中恐惧依然被浓烈的贪婪所压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亘古不变。高台上，花弄影换了一个姿势，他单手托着那个被红绸覆盖的托盘，另一只手轻轻撩拨着耳畔的碎发。那流苏红裙随着他的动作荡漾出层层波浪，露出大片雪白的背部肌肤。诸位，花弄影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娇媚，而是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神秘与诱惑。接下来的这件宝贝，可是奴家拼了性命，甚至不惜背叛师门，才为主人带回来的。他轻轻揭开红绸，一张泛黄的、边缘有些烧焦痕迹的兽皮地图，静静地躺在玉盘之中。看似平平无奇，但在场的神识敏锐之辈都能感受到那兽皮上残留的一丝古老且纯净的灵韵，那是苏度尘特意用一丝仙气做就出来的效果。上古合欢宗曾有一位名为凌波仙子的大能，专修阴阳调和之道，容颜万年不老，飞升之时留下一座洞府，以此待有缘人。花弄影美眸流转，似笑非笑地扫过台下那些呼吸急促的男修。听说那洞府之中不仅有早已失传的素女驻颜丹丹方，更有合欢宗至高无上的双修秘典龙凤合鸣册。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故意顿了顿，伸出舌尖舔了舔红唇，声音变得极低，却通过扩音阵法钻入每个人的耳孔。那是上古女修的闺房，谁知道里面有没有留下那位仙子当年的贴身法宝，或者是某种流影传承呢？轰！这句话简直是绝杀。对于修仙界的男修来说，功法丹药固然重要，但这种带着香艳色彩的上古女修遗迹更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地图我要了，5万灵石。5万？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出8万。10万？我出10万灵石。谁敢跟我抢，就是跟我铁剑门过不去。竞价声此起彼伏，瞬间突破了10万大关。苏度尘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2枚温润的玉核桃，神色淡漠地看着台下这群陷入狂热的修士。在他眼中，这些人不再是人，而是一只只养肥了的猪，正争先恐后地跳进他早已烧开的滚水中。主人，您这招空手套白狼真是绝了。跪在他脚边的红粉夫人一边为他捏腿，一边低声谄媚道。作为曾经的魔门舵主，他自然知道这地图指向的是哪里，那是苏家城外的一处荒废矿脉，只不过被苏度尘连夜布置成了绝杀大阵。空手套白狼。苏度尘低头看了他一眼，手指勾起他的一缕发丝。不，这不是空手，我可是搭上了你这么一位活招牌呢。
红粉夫人闻言，脸上露出一丝受宠若惊的红晕，身子伏得更低了。能为主人作饵，是奴婢的荣幸。就在价格一路飙升至15万灵石，即将尘埃落定之时，结！一道阴冷刺耳的怪笑声突然从2楼的一间包厢内传出，这笑声极为难听，如同夜宵啼哭，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紧接着，一股磅礴的灵压轰然降临，竟然直接压过了在场所有的筑基修士。20万灵石，这地图老夫要了。话音刚落，一名身披枯黄麻衣、手持骷髅拐杖的老者如鬼魅般直接从2楼包厢跃下，落在了高台之上。他面容干枯如树皮，眼窝深陷，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湿气。枯木老人！台下有人惊呼出声，声音都在颤抖。他不是在乱葬岗壁死关吗？怎么出来了？这可是半步金丹的邪修啊！听说他为了修炼枯木逢春功，屠了好几个凡人村落。枯木老人的出现，让原本火热的现场瞬间如坠冰窟。这就是修仙界的残酷，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公平竞价就是个笑话。枯木老人根本没理会台下的蝼蚁，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花弄影手中的地图，贪婪之色溢于言表。小女娃娃，把地图给老夫。他伸出那只如鸡爪般枯瘦的手，根本没有掏钱的意思。老夫寿元将近，正缺着驻颜延寿的宝物，若是里面真有东西，老夫记你听雨楼一个人情。明抢，赤裸裸的明抢，甚至连20万灵石都不想出，只想用一个虚无缥缈的人情来抵债。花弄影吓得后退了一步，本能地看向苏杜晨。苏杜晨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核桃，他抬起眼皮看了一眼枯木老人，目光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人情？苏杜晨轻笑一声，你的人情值几个钱？枯木老人脸色一沉，周身湿气翻涌。小子，别给脸不要脸！老夫纵横青云地界60载，就算是城主见了我也要给3分薄面。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就算有点手段，莫非还想跟老夫动手？他虽然忌惮刚才江离那一剑，但他自是半步金丹的修为，加上一身诡异毒功，根本不认为这几个小辈能留得住他。动手！苏杜晨摇了摇头，你也配让我动手？江离，奴在。一直如同雕塑般站在阴影中的江离缓缓走出，他手中的黑色重剑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那一身黑白劲装包裹下的修长身躯，此刻爆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杀意。这股杀意不再是正道的浩然之气，而是一种纯粹到了极致的毁灭与死亡。我不喜欢他看我的眼神。苏杜晨指了指枯木老人，还有他弄脏了我的台子。明白。江离惜字如金。下一刻他动了，没有丝毫花哨的起手式，也没有任何废话。大罗灭生剑，断罪。轰！一道漆黑的剑柱冲天而起，直接撕裂了枯木老人周身的湿气领域。枯木老人大惊失色，这是什么剑意？他本能地举起手中的骷髅拐杖，想要抵挡。那拐杖乃是用99个童男童女的头骨炼制而成的上品银器，坚硬无比。然而，咔嚓，在江离那把重剑面前，这件邪恶的法宝就像是酥脆的饼干一样，瞬间崩碎。黑色的剑光去势不减，带着一往无前的霸道，直接从枯木老人的头顶劈下。不，我是半步金丹，我有护体尸钢。噗！枯木老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一条血线从他的额头一直蔓延到胯下，整个人连同那具枯瘦的身体直接被一分为二，鲜血喷洒而出，却在半空中就被那恐怖的剑气蒸发成了虚无。只有2片残尸重重地倒在台上，发出一声闷响。一剑，半步金丹陨落。全场几千名修士此时连心跳都快吓停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个手持重剑站在血泊旁却一脸冷漠的黑衣女子。这就是听雨楼的实力吗？这就是苏杜晨的一条狗的实力吗？连半步金丹都如杀鸡屠狗一般，那苏杜晨本人该有多恐怖？江离看都没看脚下的尸体一眼，他熟练地挑起枯木老人腰间的储物袋，然后转身走到苏杜晨面前，单膝跪地，双手呈上。主人，垃圾已清理，这是战利品。苏杜晨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里面竟然有足足30万灵石。看来这老怪物这些年没少杀人越货。不错。苏杜晨随手扔给江离一颗丹药，赏你的。谢主人。江离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当着众人的面吞下丹药，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了1分。苏杜晨站起身走到台前，目光扫视全场。此时再也没有人敢直视他的眼睛，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充满了敬畏。还有人要出价吗？苏杜晨淡淡问道。全场鸦雀无声。既然没人出价，那这张地图就归这位。这位已经死了的枯木前辈所有。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不过既然枯木前辈已经用不上了，
本楼主决定将这张地图的内容免费公开。什么？台下众人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杜晨。20万灵石的宝贝，免费公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苏杜晨一挥手，花弄影手中的地图瞬间飞起，在空中化作一道巨大的光幕投影，上面清晰地标注着青云城外30里处的一座隐秘山谷。这就是洞府所在。苏杜晨的声音充满了蛊惑，机缘就在那里，谁能得到各凭本事。这一招可谓是毒辣至极，如果只是卖给一个人，那只是死一个人，但如果公开了，那就是一场千人参与的大乱斗，那是无数修士为了争夺宝物而自相残杀的修罗场。而这正是苏杜晨想要的，因为只有死的人足够多，那个巨婴大阵才能吸收到足够的血气和怨气，为他的下一次突破做准备。多谢苏楼主大义。苏楼主高义。台下的修士们疯狂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催命符，只觉得天上掉馅饼了，一个个红着眼睛记下地图的位置，恨不得现在就飞过去。好了，最后一件拍品。苏杜晨坐回椅子上，神色恢复了慵懒。这件拍品很简单，他指了指台下那个刚刚转醒正一脸茫然的赵无极。赵家名下位于城西的3座金铁矿脉以及2座灵药园的地契，起拍价1灵石。刚醒过来的赵无极听到这话，两眼一翻，又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苏杜晨，你不得好死！那是我的家产，你凭什么卖？赵无极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身后的红粉卫死死按住。凭什么？苏杜晨笑了，笑得无比灿烂。就凭我现在坐着，而你跪着；就凭我手里有剑，而你连狗都不如。诸位，出价吧！谁出的价高，这赵家的半壁江山就是谁的。这一下，全场彻底疯狂了。之前的地图还要去拼命，但这赵家的产业可是实打实的肥肉啊！而且起拍价只要1灵石，1万灵石，5万，10万，我李家要了。墙倒众人推，哪怕是平日里跟赵家交好的势力，此刻也红了眼，加入了瓜分赵家的盛宴中。赵无极绝望地看着这一幕，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打拼100年的基业，就在这谈笑间被人像分猪肉一样分了个干净。他怨毒地盯着台上的那个青年，那个曾经被他视为废物的青年，如今却像是一尊高高在上的神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日落西山，拍卖会结束了。听雨楼今日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不仅入账了近100万灵石，更是彻底打响了名号，确立了青云城第一霸主的地位。夜幕降临，青云城外30里，那座被地图标注的山谷中，此刻已经聚集了数百名修士，火光冲天，杀声震天。为了争夺那个所谓的入口，各大势力已经杀红了眼，鲜血染红了山谷的溪流，尸体堆积如山。而在一处隐秘的山巅之上，苏杜晨迎风而立，身后站着陆清雪、江离、花弄影和红粉夫人4位绝色佳人。他手中握着一枚血红色的阵盘，看着下方那如同炼狱般的场景，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多么美妙的颜色啊！苏杜晨深吸一口气，空气中那浓郁的血腥味，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转化下，变成了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涌入他的体内。差不多了，苏杜晨手指轻在阵盘上一点，起阵。嗡！下方山谷之中，原本厮杀正酣的修士们突然惊恐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变了。原本的山谷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血海。无数冤魂厉鬼从地下爬出，将他们拖入深渊。啊！这是什么？陷阱！这是陷阱！苏杜晨，你骗我们！绝望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在大阵的封锁下，连一丝声音都传不出去。苏杜晨看着这一幕，转身搂过身边的陆清雪和花弄影。今晚的月色真美，走吧，回府。有了这批血石，你们的修为应该又能提升一大截了。接下来该考虑那个龙族公主的事情了。在他的计划中，青云城只是个新手村，当这批肥料耗尽之时，便是他苏杜晨正式向灵界宣战之日。夜色深沉，万籁俱寂。然而对于青云城外的那个无名山谷而言，今夜注定是一个无眠的修罗之夜。听雨楼顶层，苏杜晨盘膝坐在巨大的聚灵阵中央。此时的大阵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灵气白光，而是被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猩红血气所浸染。那是1000多名贪婪修士的精血与怨魂，通过之前布置在山谷中的万灵血祭大阵远程传输而来。如果是正道修士看到这一幕，定会吓得魂飞魄散，大呼魔头出世。但在苏杜晨眼中，这些猩红的血线不仅不恐怖，反而美得惊心动魄。呼吸，苏杜晨每一次呼吸，周围的空气都会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那些肉眼可见的血色能量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入他的体内。阴阳造化奴仙经疯狂运转，
将这些驳杂的血气提纯、炼化，最后转化为最为纯粹的生命本源。他的肌肤开始泛起一种诡异的玉质光泽，皮下的血管隐隐透出金色。原本因为凡人肉胎而略显单薄的身躯，此刻正在发生着本质的蜕变。虽然依旧没有丹田灵力，但他的肉身强度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炼体，既然经脉寸断无法修法，那便以寿元为心，以众生为食，修成那万劫不灭的无上魔躯。在他四周，4位绝色佳人分居四方，为他护法。陆清雪盘膝闭目，周身寒气森森，正在借着苏度沉意散出的能量淬炼剑意。江离手持重剑，如同一尊黑色的雕塑，警惕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花弄影则是贪婪地吸收着空气中弥漫的怨气，这对修魔的他来说是大补之物。唯有红粉夫人，这位刚刚加入大家庭的新人，此刻正跪伏在地上，身体因为恐惧和敬畏而微微颤抖。他亲眼看到了那些平日里与他同境界，甚至比他还强的修士是如何在那座大阵中化为血水的，而始作俑者就是眼前这个闭着眼睛神情享受的俊美男子。太可怕了，这哪里是废人，这分明是披着人皮的上古凶兽。红粉夫人心中最后的侥幸心理彻底粉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身有些暴露的紫色旗袍和身上挂着的金铃铛，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庆幸，庆幸自己还有几分姿色，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否则现在的她恐怕也成了那血雾中的一部分了。呼，不知过了多久，苏度晨缓缓睁开了双眼，2道实质般的血光从他眼中射出，竟直接洞穿了前方的空间，发出一声刺耳的爆鸣。痛快！苏度晨站起身，浑身骨骼发出一阵如爆豆般的脆响。他又增加了200年的寿元，而且肉身力量已经堪比金丹初期的体修，单手便可捏碎下品灵气。恭喜主人神功大成！4女见状齐齐跪拜。苏度晨心情大好，目光扫过4人，最后停留在跪得最低、屁股撅得最高的红粉夫人身上。红粉，奴婢在。红粉夫人身子一颤，连忙西行上前，身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次的收获清点出来了吗？苏度晨走到他面前，伸出脚尖，轻轻挑起他下巴上挂着的一颗铃铛。回主人。红粉夫人强忍着羞耻和内心的异样感，从怀中掏出一个高级储物袋，双手高举过头顶。奴婢已经带着红粉卫将山谷打扫干净了。此次共斩杀修士1321人，其中筑基期108人，炼气期1200余人，缴获下品灵石380万，中品灵石5万，法器、丹药、符箓不计其数。另外，红粉夫人顿了顿，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的兴奋，还在那赵无极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块升仙令。升仙令！苏度晨眉头微挑，伸手一抓，那储物袋便落入手中。他神识探入，果然在一堆杂物中发现了一块非金非玉的令牌，上面刻着一个古朴的灵字，有点意思。苏度晨把玩着令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看来这赵家背后也不简单啊，居然藏着通往灵界的门票。在下界想要飞升灵界，除了修炼到化神期破碎虚空外，还可以通过特定的升仙大会选拔，而这块令牌就是参加选拔的资格证。主人，有了这块令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灵界了？花弄影凑了上来，美眸发亮。这青云城虽然安逸，但对于已经筑基后期的他来说，资源实在太贫瘠了。不急。苏度晨收起令牌，目光深邃。现在的我虽然肉身尚可，但还没到无敌的地步。灵界那种地方，金丹不如狗，元婴遍地走。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上去也是送死。而且，他看了一眼江离，我们的江特使似乎有话要说。一直沉默的江离上前一步，神色凝重。主人圣明。江离沉声道：奴婢刚刚收到宗门那边的传讯，因为奴婢长时间未归，且魂灯虽然未灭，但波动异常，宗门已经起了疑心。听雨阁那边也就罢了，可以用假消息拖延，但麻烦的是……江离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上界有一位大人物，似乎要下来了。哦，大人物。苏度晨来了兴趣，坐回太师椅上，示意花弄影给他倒酒。是龙族。江离吐出这2个字的时候，屋内的温度似乎都降了几分。龙族。红粉夫人惊呼出声，是那传说中盘踞在坠龙渊的真龙一族。他们不是素来高傲，不屑与人族来往吗？没错。江离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在下山前曾听阁主提起过，听雨阁之所以能成为上界大宗，是因为背后有龙族的支持。而我这次下界，表面上是巡查，实则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龙魂草。据说那位大人物乃是灵界东海龙王的掌上明珠三公主敖里，她身负返祖的真龙血脉，却因为血脉太过霸道，导致神魂不稳，只有下界的龙魂草方能压制。算算日子，
若是找不到龙魂草，那位三公主恐怕会亲自压制修为，降临下界寻找。听到这里，苏杜晨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起来。龙族公主，真龙血脉。他的眼神逐渐变得炽热，就像是饿狼嗅到了最鲜美的肉味。龙族，那可是天地间得天独厚的种族，肉身强横，寿元无尽。若是能将一条真龙公主炼化为仙奴，那种画面光是想想就让苏杜晨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兴奋地颤抖起来。这龙魂草哪里有？苏杜晨问道。据宗门古籍记载，就在青云城以北800里的黑沼泽深处。江离回答道，那里常年毒雾弥漫，且有一头即将化蛟的巨蟒守护，极难采摘。即将化蛟的巨蟒？苏杜晨轻笑一声，站起身来。区区一条长虫也敢称骄？他大手一挥，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油然而生。传令下去，整理资源，明日一早出发黑沼泽。这猪龙魂草我要了。至于那位龙族公主，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弧度。既然她缺药，那我就亲自把药送到她手上。当然，枕巾嘛，就要她自己来抵了。次日清晨，经过一夜的休整，整个听雨楼焕然一新。原来的苏家匾额已经被彻底换掉，门口2座石狮子也被换成了2尊狰狞的麒麟兽。原本松散的护卫全部被换成了被红粉夫人用药物控制的死士，防御等级提升了数倍。而在苏家库房内，苏杜晨正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灵石和法宝，神色淡然。红粉奴在。红粉夫人依旧穿着那身带着铃铛的紫色旗袍，恭敬地跪在身后。经过昨夜的调教和苏杜晨展示出的恐怖实力，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2心，甚至开始享受这种依附强者的感觉。这些灵石你拿去一半。苏杜晨指了指那座灵石山，我要你在半个月内将青云城所有的青楼、赌坊、商会全部买下来，把听雨楼的眼线铺满整个青云地界。红粉夫人浑身一震，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一半？那可是将近200万灵石啊！主人竟然如此信任他。主人，您就不怕奴婢卷款潜逃吗？他下意识地问道。逃？苏杜晨转过身，伸手捏住他那张风韵犹存的脸蛋，指尖在他眉心的粉色莲花印记上轻轻一点。啊！一股源自灵魂的酥麻与刺痛瞬间席卷全身。红粉夫人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苏杜晨怀里，浑身无力，眼神迷离。你的命都是我的，你能逃到哪去？苏杜晨凑在他耳边轻声低语。而且离开了我，你那种蚀骨的空虚感，谁能帮你填满？红粉夫人闻言，脸上露出一抹病态的潮红。是啊，自从中了这高级奴印，她发现自己对男人的需求变了，其他的男人在她眼里就像是垃圾，只有眼前这个男人，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都能让她浑身战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奴婢该死！奴婢永远不会背叛主人。她紧紧抱着苏杜晨的大腿，像条忠诚的母狗一样蹭着。行了，别发骚了。苏杜晨拍了拍他的脸，办好你的事。青云城是大本营，不能乱。是。红粉夫人连忙整理好衣衫，眼中闪烁着干练的光芒。她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个玩物，更是主人手下最有用的管家。安排好大后方后，苏杜晨带着陆清雪、江离和花弄影3人登上了那艘从红粉夫人那里缴获来的飞花舟。目标：北方黑沼泽。飞舟之上，风声呼啸，云层在脚下飞速掠过。苏杜晨站在船头，迎风而立。陆清雪在一旁为他煮茶，江离在擦拭重剑，花弄影则趴在船舷边看着下方的风景。主人，那黑沼泽可是出了名的兄弟。花弄影有些担忧地说道，听说那里的毒物连筑基修士的护体灵光都能腐蚀，我们真的要直接冲进去吗？毒物。苏杜晨接过陆清雪递来的茶，抿了一口。你的千幻魔躯最不怕的就是毒，至于清雪的太阴寒气可冻结万物，江离的剑气可斩破虚妄，区区一个沼泽算得了什么？而且苏杜晨从怀中掏出那块升仙令，目光变得幽深。我总觉得这黑沼泽里藏着的东西不仅仅是龙魂草那么简单，或许那里是某个上古大能留下的养殖场。就在这时，吼！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声突然从远处的云层下方传来，那声音如雷霆炸响，震得非洲的防护罩都在剧烈颤抖。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妖气冲天而起，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墨绿色。到了。苏杜晨放下茶杯，眼中金芒爆闪，看来这头畜生已经感应到我们要来了，准备动手。不管是蛇是蛟，今晚都要变成我的下酒菜。3女闻言齐齐起身，陆清雪拔剑出鞘，寒霜漫天，江离重剑横陈，杀意凛然。
花弄影玉箫在手，魔音缭绕，一场针对半步化交妖兽的围猎在黑沼泽上空正式拉开帷幕。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就在9天之上的云端，一双金色的树瞳正透过层层云雾，冷冷地注视着这艘闯入禁地的非洲。卑贱的人族竟敢染指本宫的药源！一道充满了高傲与威严的女声在云端轻轻回荡。有点意思。黑沼泽顾名思义是一片被死亡与腐朽浸泡的黑色天地，这里没有阳光，终年被一层厚重的墨绿色毒瘴所笼罩。脚下是如同烂泥般的黑色沼泽，时不时冒出几个巨大的气泡，咕嘟一声炸裂，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硫磺与尸臭味，四周枯树林立，枝桠扭曲如鬼手，仿佛无数冤魂在向苍天申冤。然而就在这片生命的禁区之中，一艘粉雕玉琢、流光溢彩的飞花舟正顶着淡金色的防御护罩，强行破开迷雾，缓缓前行。非洲之上，香风阵阵，与外界的恶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恶心的地方！花弄影用袖帕掩着口鼻，另一只手轻轻挥动，几道粉色的灵力匹练飞出，将几只试图靠近非洲的吸血毒蚊搅成粉碎。她那一袭火红的长裙，在这灰暗的世界里显得格外耀眼，像是盛开在地狱彼岸的曼珠沙花。若是那龙魂草真长在这种鬼地方，恐怕也沾染了不少晦气。越是至阴至晦之地，越能孕育出至阳至纯的宝物。江离站在船头，手中重剑斜指下方，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他那一身黑白劲装将身形勾勒得宛如猎豹，即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身上的剑意依然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而且他来了。江离话音未落，轰！原本平静的沼泽泥潭突然炸开，无数黑色的淤泥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狠狠地砸在非洲的护盾上，激起一阵剧烈的涟漪。紧接着，一个庞大如山的黑色阴影带着令人窒息的腥风从泥潭深处猛然探出。那是一条长达100丈的巨蟒，它通体覆盖着脸盆大小的黑色鳞片，每一片鳞片上都流转着诡异的墨绿光泽。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头顶竟然生出了2根半尺长的肉角，腹部也隐隐隆起了4个鼓包，那是即将化蛟化爪的征兆。黑鳞蛟蟒，半部金丹境的妖兽。吼！蛟蟒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排如同利剑般的獠牙，对着非洲喷出一口浓郁的墨绿色毒息。那毒息所过之处，连空间都发出了滋滋的腐蚀声。非洲那足以抵挡筑基后期攻击的护盾，竟然在接触的一瞬间就开始迅速暗淡消融。孽畜，找死！苏杜晨站在甲板上，负手而立，连衣角都未曾动摇分毫。他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杀。这一声令下，如同解开了3头凶兽的项圈。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江离首当其冲，他脚踏船舷，整个人如同一颗黑色的流星，迎着那漫天毒息直冲而下。大罗灭生剑，破煞！手中重剑高高举起，在那一瞬间，江离的瞳孔变成了纯粹的黑色，一股恐怖的杀戮剑意爆发开来，竟然硬生生将那口毒息从中劈开。剑光如瀑，狠狠斩在蛟蟒的7寸之处。当！火星四溅，那坚硬无比的黑鳞竟然被这一剑斩裂，露出里面鲜红的血肉。嗷呜！蛟蟒吃痛，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那巨大的尾巴猛地一甩，带着万钧之力横扫而来，试图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蝼蚁拍成肉泥，想伤江姐姐。问过我了吗？一阵清脆悦耳却又带着靡靡之音的箫声响起。花弄影悬浮在半空，玉箫横陈唇边，随着他的吹奏，无数粉色的音波化作实质般的锁链，层层叠叠地缠绕在蛟蟒那巨大的尾巴上。天魔幻音，缚龙锁。虽然他的力量远不如蛟蟒，但这音波攻击直指神魂。蛟蟒那原本凶狠的树瞳中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甩尾的动作也随之一致。就是这一致，给了陆清雪绝佳的机会。太阴真解，冰封万里。陆清雪最后出手，他并未直接攻击蛟蟒，而是将手中的古剑插入了脚下的虚空。刹那间，一股极致的寒流以他为中心，向着下方的沼泽疯狂蔓延。咔嚓，咔嚓！原本翻滚涌动的黑色泥浆，在这一刻竟然被瞬间冻结。那蛟蟒原本想借着泥遁逃窜或卸力，此刻却发现自己仿佛被住进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琥珀之中，下半身动弹不得。三女配合，天衣无缝，这就是仙奴军团的恐怖之处。他们不仅单体战力极强，更因为同受一人奴役，心意相通，配合起来简直如臂使指。然而半步金丹终究是半步金丹。吼！蛟蟒彻底被激怒了，他头顶的那2个肉角突然亮起刺目的血光，浑身妖力燃烧。咔嚓！冻住他的坚冰开始出现裂痕，他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竟是硬生生崩碎了冰层和音波锁链。紧接着他张开大口，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恐怖威压的墨绿色妖丹竟然被他吐了出来。
妖丹攻击，这是妖兽拼命的手段。那妖丹带着毁灭性的力量，速度快到了极致，直奔空中的江离而去。不好！江离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看着那轰然而至的妖丹，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想也不想，直接横剑当胸，准备硬抗这一击。但他知道，这一击之下，自己不死也要重伤。退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平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紧接着，一只修长、白皙、看起来毫无灵力波动的大手从他身后探出。那只手轻轻地却又不容置疑地按住了那颗狂暴的妖丹，就像是按住了一颗旋转的弹珠。轰！恐怖的能量波动在掌心爆发，江离甚至闭上了眼睛，做好了被余波震飞的准备。然而预想中的冲击并没有到来，他睁开眼，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苏杜晨单手虚握，那颗足以轰杀筑基圆满修士的墨绿色妖丹，竟然在他的掌心疯狂颤抖，悲鸣却始终无法寸进分毫。他那只手上没有任何灵力护盾，只有一层淡淡的如同宝玉般的肉身光泽，那是纯粹的肉体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半步妖王。苏杜晨看着下方眼神惊恐的焦莽，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力道太轻，若是用来按摩倒是勉强凑合。话音刚落，苏杜晨武直猛的一合，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彻沼泽。那颗焦莽修炼了数百年，坚硬程度堪比极品灵气的妖丹，竟然被苏杜晨单手捏出了裂纹。哦！妖丹受损，心神相连之下，焦莽发出一声痛彻心扉的哀嚎。他巨大的身躯疯狂翻滚，砸断了无数枯树，掀起漫天泥浆。既然你这么喜欢土东西，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苏杜晨眼神一冷，反手一挥，那颗布满裂纹的妖丹以比来时快10倍的速度轰然倒飞回去。噗！妖丹如同一颗流星，精准地射入焦莽张开的大口之中，然后直接贯穿了他的头颅，从后脑勺射出，带起一大盆红白相间的脑浆。轰隆！100丈长的巨大蛇躯重重地砸在冰面上，抽搐了几下，便彻底不动了。一击秒杀！江离、陆清雪、花弄影3女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眼中的崇拜简直要溢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主人，没有灵力又如何？单凭肉身便可镇压半步金丹。这种暴力美学比任何法术都更让人心潮澎湃，尤其是对于已经身心臣服的他们来说，主人的强大就是最强的催情剂。主人神威！3女齐齐跪拜在非洲之上。苏杜晨收回手，从怀中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嫌弃地擦了擦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去吧，把龙魂草取来。苏杜晨指了指沼泽中央，那株生长在一块黑色巨石上，形如游龙，通体金黄的小草，那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龙魂草。江离领命，身形一闪，便要落下去采摘。然而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龙魂草的那一瞬间，一股浩瀚、古老、尊贵到了极致的恐怖威压突然毫无征兆地从9天之上的云层中降临。嗡！这股威压之强，远超刚才那条焦芒100倍、1000倍。江离的身形瞬间被压得凝固在半空，连动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整个人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按住。不仅是他，非洲上的陆清雪和花弄影也同时闷哼一声，脸色苍白，膝盖发软，竟是被这股威压逼得差点跪下。那是来自血脉源头的压制，那是龙威，何方蝼蚁竟敢染指本宫的要源？一道清冷、高傲、充满了无上威严的女声在天地间轰然炸响，紧接着漫天乌云被一只金色的巨爪撕裂，一道金光大道从云端扑下，直抵沼泽上方。光芒散去，一名身着金色战甲的绝世女子缓缓浮现。她并没有遇见，而是脚踏虚空，如履平地。她极美，这种美不同于陆清雪的清冷，不同于花弄影的妖媚，也不同于江离的英气，那是一种极致的华贵与霸道。她有着一头如瀑布般的金色长发，随风狂舞，额头两侧生着一对晶莹剔透的小巧龙角，不仅没有破坏她的美感，反而增添了几分异域的神秘与尊贵。她的五官立体而深邃，那一双眸子并非人类的圆形瞳孔，而是如黄金浇铸般的树瞳，被那双眼睛盯着，仿佛灵魂都在被灼烧。她身穿一身贴身的金色龙鳞战甲，将那凹凸有致、充满爆发力的身材完美包裹。战甲之下露出一截如牛奶般白皙紧致的小腹，以及一双修长有力的大腿。她就那样悬浮在半空，双手抱胸，眼神淡漠地俯视着下方的苏杜晨等人，就像是在看几只不知死活的臭虫。龙族3公主敖离，真正的灵界真龙。死龙，真龙。花弄影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在发颤。这种传说中的生物怎么会真的出现在下界？而且这股气势哪怕压制了修为，也至少是金丹大圆满，
甚至是元婴期的战力。苏杜晨抬头看着空中那个金光闪闪的女人，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淡然，而是充满了一种猎人发现绝世珍馐时的炽热与贪婪。这就是真龙吗？苏杜晨舔了舔嘴唇，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开始疯狂运转，发出渴望的咆哮。若是能骑，哦不，若是能炼化这样一条母龙，那滋味该是何等美妙。你刚才说这是你的药源？苏杜晨顶着那漫天龙威缓缓开口，他的腰杆挺得笔直，没有丝毫弯曲。空中的鳌离微微一怔，他没想到区区一个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人族凡人，竟然能在他的龙威下开口说话，而且还敢用这种令人讨厌的充满侵略性的眼神看着他。放肆！鳌离美眸一瞪，树瞳中金光爆射，见本宫不贵，还敢直视本宫真容？挖去双眼，断去四肢，本宫可留你全尸。他习惯了高高在上，在灵界多少人族天骄为了见他一面而不得，如今一个下界蝼蚁竟敢如此无礼。贵！苏杜晨笑了，他脚尖一点，身形竟然腾空而起，虽然没有灵力，但他凭借恐怖的肉身弹跳力，直接跃上了100米高空，与鳌离平视。这世间还没人受得起我的一跪，倒是你，小龙女。苏杜晨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那战甲包裹的胸口和龙角上扫过，我看你气血虚浮，神魂不稳，应该是血脉反噬之症吧？这猪龙魂草，你想要？鳌离心中一惊，这凡人怎么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虚实？但龙族的骄傲让他不屑解释。是又如何？本就是本宫种下的，怎么，你想用它来换命？鳌离冷笑道。可惜晚了，本宫现在不仅要草，还要你的命。说着，他伸出一只覆盖着金色鳞片的手爪，对着苏杜晨虚空一抓。龙禽手！一只巨大的金色龙爪虚影凭空出现，带着禁锢空间的力量，狠狠抓向苏杜晨。面对这足以捏碎山岳的一击，苏杜晨不退反进。换命？不，我是想跟你做个交易。苏杜晨在空中强行扭腰，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避开了龙爪的核心，然后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欺身而上。他的目标竟然是鳌离本人。我治好你的病，作为报酬，你要给我当坐骑。话音未落，苏杜晨已经冲到了鳌离面前3尺之处。找死！鳌离大怒，这蝼蚁竟敢近身！他乃真龙之躯，肉身无双，近战岂会怕人族？他抬腿便是一记鞭腿，带着金色的残影抽向苏杜晨的头颅。然而下一秒，他的脸色变了，因为苏杜晨竟然单手接住了他这一记是大力沉的鞭腿。啪！手掌与小腿护甲相撞，发出一声闷响。苏杜晨的手指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扣住了他的脚踝。腿不错，挺有劲。苏杜晨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惊人弹性，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不过作为坐骑，这脾气的改。现在给老子下来！轰！苏杜晨手臂发力，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竟然连真龙之躯都无法抗衡。在下方3女震惊欲绝的目光中，那个高高在上的龙族公主，竟然真的被苏杜晨拽着脚踝，像抡大锤一样，从半空中硬生生拽了下来。啊！你这混蛋！鳌离惊怒交加的尖叫声划破长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堂堂龙族公主下界首战，竟然是以这种屈辱的姿态开始的。而苏杜晨眼中的奴印光芒已经亮到了极致。屠龙？不，这是驯龙的开始。轰隆！黑沼泽那终年不化的冻土层，今日迎来了一场毁灭性的撞击。一道金色的流星被一只凡人的手硬生生拽着，以一种极其屈辱的姿态，头朝下，脚朝上，重重地砸进了那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烂泥潭中。泥浆炸裂，如同黑色的海啸向四周席卷，整座沼泽都在颤抖。那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将周围数百米内的枯树连根拔起，震成了齑粉。疯了，主人简直是神人！非洲之上，花弄影瞪大了美眸，小嘴微张，足以塞下一颗鸡蛋。江离握着重剑的手也在微微颤抖，那是激动的颤抖。他虽然知道主人肉身强横，但那可是真龙啊，是上界最顶级的生物，竟然像摔一条死蛇一样被摔了下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泥潭深处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轰！金光爆发，漫天泥浆被蒸发，鳌离狼狈不堪地冲天而起。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刚才从云端降临时的尊贵模样？那一头原本柔顺耀眼的金色长发，此刻沾满了黑色的污泥，纠结成一团。那身华丽的金色龙鳞战甲上全是斑驳的泥点，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那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上竟然也糊了一块散发着腥臭味的腐肉，这大概是某种沼泽妖兽的残尸。奇耻大辱！这是龙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她堂堂东海龙宫三公主，拥有返祖血脉的天之娇女，竟然被一个下界没有修为的凡人扔进了粪坑里，不可饶恕，绝对不可饶恕！敖离的双眼彻底变成了赤金色，树瞳中燃烧着实质般的怒火。龙化裂天爪，他不再保留实力，体内那被压制的封印瞬间解开了一角，咔咔咔，他的双手瞬间膨胀，皮肤表面覆盖上了一层厚重的金色龙鳞，指甲暴长3寸，化作足以撕裂空间的恐怖利刃。唰，他身形一闪，速度快到连残影都看不见，直接出现在苏杜晨面前，一爪挥向他的咽喉。这一爪带着金丹大圆满级别的恐怖力量，连空气都被抓出了5道黑色的裂痕。比起刚才那条长虫，你倒是稍微够看一点。面对这绝杀一击，苏杜晨不闪不避，他只是微微侧头，那利爪贴着他的脖颈划过，劲风割断了他几缕发丝，在他皮肤上留下了一道白印，但也仅此而已了。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炼化了数千修士血气后的魔躯面前，这种程度的攻击破不了防。什么？敖离瞳孔骤缩，他这一爪就算是极品防御灵气也能抓碎，竟然连这凡人的皮都没抓破。打完了，那轮到我了。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他猛地探出手，一把抓住了敖离那覆盖着龙鳞的手腕。给我跪下！苏杜晨双臂肌肉隆起，如同一条条囚龙盘踞，那是纯粹的蛮横的肉体力量。不，我不跪！敖离拼命挣扎，体内龙力疯狂运转，想要挣脱这只铁钳般的大手，但他惊恐地发现，这个凡人的力量大得简直不讲道理，就像是一座太古神山压了下来，根本无法撼动分毫。咔嚓，骨骼呻吟的声音响起，在苏杜晨的怪力下，敖离的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弯曲。我乃真龙，我乃王族！敖离咬碎了银牙，嘴角溢出一丝金色的龙血，还在死死支撑着最后的尊严。王族！苏杜晨冷笑一声，另一只手猛地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在我的地盘，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给我趴下！轰！这一次苏杜晨没有留手，巨大的力量轰然爆发，直接压垮了敖离最后的坚持。扑通！这位高傲的龙族公主双膝重重地砸进了泥水里，泥浆溅起，打湿了她那昂贵的战裙。啊！敖离发出一声屈辱的悲鸣，他想要站起来，却被苏杜晨一只手死死按住肩膀，动弹不得。紧接着更让他崩溃的一幕发生了，苏杜晨竟然抬起脚，直接踩在了他那原本挺得笔直的脊梁上，那是龙骨，是龙族一身傲骨的所在，此刻却被一只凡人的靴子无情地践踏。放开我，你这个卑贱的！啪！苏杜晨反手就是一巴掌，狠狠扇在他那沾满泥污的翘臀上，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沼泽上空回荡。敖离整个人僵住了，他被打了，而且是打在那种难以启齿的地方。一股前所未有的电流顺着尾椎骨直冲天灵盖，那是一种混合了极致的羞耻、愤怒以及一丝莫名其妙的异样感。嘴巴放干净点！苏杜晨脚下用力，将他整个人踩得贴在地面上，那张绝美的脸不得不再次与那些腐烂的泥土亲密接触。现在你不是什么公主，你只是我的俘虏，我的战利品。既是战利品，就要有被使用的觉悟。苏杜晨蹲下身，一把抓住他那一头沾满泥浆的金发，强迫他抬起头。四目相对，敖离看到了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深邃、黑暗、邪恶，却又带着一种吞噬天地的霸道。在那双眼睛里，他看不到对皇权的敬畏，只看到了赤裸裸的占有欲。你想干什么？敖离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颤抖。他怕了，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人，是个疯子。干什么？苏杜晨伸出拇指，粗暴地擦去他嘴角的血迹，然后将那根沾着龙血的手指放进自己嘴里，细细品尝。好烫的血，不愧是真龙血脉，这味道我很喜欢。苏杜晨眼中的黑白光芒大盛，奴印开始运转。既然你的肉身不服，那我就先征服你的灵魂。看着我！一声暴喝，如同暮鼓晨钟，直接震散了敖离刚刚凝聚的神魂防御。阴阳造化，锁龙入渊。轰！一股霸道无匹的精神洪流顺着两人的视线强行冲入了敖离的识海。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入侵。敖离的识海之中原本盘踞着一条巨大的五爪金龙虚影，那是他的本命龙魂，威严不可侵犯。但此刻在那金龙的头顶，天空裂开了，一尊巨大无比、面容模糊的魔神虚影从裂缝中探出头来。那魔神长着苏杜晨的脸，浑身散发着镇压诸天的恐怖气息。吼！滚出去！金龙咆哮，试图驱逐这个入侵者。安静，小泥鳅！魔神虚影伸出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一把捏住了金龙的脖子。
就像现实中苏杜晨捏住敖离一样，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你都赢不了我。魔神的声音在识海中回荡，随着大手收紧，金龙发出痛苦的哀鸣，原本耀眼的金光开始迅速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黑色的枷锁。那些枷锁深深地勒入金龙的血肉之中，上面刻满了奴、臣、符等古老的符文。不，我是敖离，我是父王的骄傲，我不能做奴隶。敖离的潜意识在疯狂挣扎，他是高贵的龙族，怎么能给一个凡人当坐骑？这是死罪。骄傲。现实中，苏杜晨看着敖离那双因为痛苦而涣散的树瞳，冷笑道：你的骄傲能救你吗？你的父王现在能来救你吗？没人能救你，除了我。苏杜晨从怀中取出那株刚刚采摘的龙魂草，这株形如游龙的灵草散发着诱人的异香。对于现在的敖离来说，这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是最致命的毒药。吃了它。苏杜晨将龙魂草递到他嘴边，吃了它，你的血脉反噬就会消失，吃了它，你就不用再忍受痛苦。但代价是，从此以后，这具身体、这条命、这颗心都归我。敖离看着那株龙魂草，本能的渴望让他咽了一口唾沫。体内的血脉反噬正好发作，那种万蚁噬心的痛苦让他机遇发狂，一边是尊严，一边是解脱。他挣扎着，犹豫着，还在犹豫。苏杜晨眼神一冷，突然将龙魂草收了回来。既然不想当听话的狗，那就当死狗吧。说着，他身上杀意爆发，做事就要一掌拍碎他的天灵盖。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在那一刻，敖离终于崩溃了。求生欲战胜了尊严。不，给我，给我。他像是一个瘾君子一样，不顾一切地扑向苏杜晨，双手死死抓住他的手腕，张开嘴，一口咬住了那株龙魂草，连嚼都没嚼，直接吞了下去。轰！龙魂草入腹，瞬间化作一股清凉而霸道的药力，冲入他的四肢百骸。那折磨他许久的血脉反噬瞬间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爽与依恋。因为那龙魂草上早已被苏杜晨种下了最高级别的奴印种子，随着药力的化开，奴印也彻底融入了他的血脉、骨髓、灵魂。识海之中，那条被锁住的金龙终于停止了挣扎，他缓缓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发出一声温顺的低吟，然后盘绕在那个魔神虚影的脚下，用头蹭着魔神的脚背。现实中，敖离眼中的赤金色褪去，树瞳重新变得清澈，但那份高傲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迷恋与顺从。他感觉眼前的苏杜晨不再是那个卑贱的凡人，而是这天地间唯一的主宰，是他血脉源头的父神，是他必须要用生命去侍奉的主人。呼！敖离吐出一口浊气，那口气息中带着淡淡的龙涎香。他缓缓松开了抓着苏杜晨的手，然后在非洲上三女震惊的目光中，这位龙族公主并没有站起来，而是依然保持着跪在泥潭里的姿势，双手撑地，慢慢地爬到了苏杜晨的脚边。他不顾那满脸的泥污，不顾那战甲的破损，伸出那条带着倒刺的粉嫩舌头，轻轻地虔诚地舔舐着苏杜晨靴子上的泥点。主人。他的声音变得软糯而沙哑，带着一丝龙族特有的磁性。离儿，知错了，求主人宽恕离儿刚才的无礼，离儿愿做主人的坐骑，任由主人驰骋。苏杜晨看着脚下这条彻底被驯服的母龙，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的兽源，终于露出了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伸出手按在敖离那对敏感的龙角上，轻轻摩挲。很好，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该洗洗了。苏杜晨抬头看向天空，大手一挥，江离，开非洲，回府。今晚我要试驾。是。江离、陆清雪、花弄影三人齐齐应声，看向苏杜晨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崇拜，而是近乎神明的狂热。连龙都能驯服，这世间还有什么是主人做不到的？随着非洲破空而去，黑沼泽重新恢复了平静。只是谁也不知道，就在这片死寂的沼泽之下，因为刚才真龙之血的滴落，一颗沉睡了万年的黑色巨蛋表面裂开了一道缝隙，一股比真龙还要古老还要邪恶的气息悄然苏醒。苏家血脉，那声音断断续续，仿佛来自地狱的低语。但此刻的苏杜晨并不知道，他驯服了一条龙，却也唤醒了一个真正的劫。不过那又如何？现在的他只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这龙骑士的滋味。听雨楼顶层，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巨大的空中寝宫，四面皆是落地琉璃窗，可俯瞰整个青云城的夜景，亦可仰望漫天星河。寝宫中央是一座由整块暖玉金珀雕琢而成的巨大浴池，池中流淌的并非凡水，而是引自地底灵脉，混合了百种灵花的百花灵泉。水面上雾气氤氲，散发着令人沉醉的异香。此刻，这方灵池之中
正在进行一场足以让灵界众生疯狂的洗礼。哗啦，水声响起，一具足以令天地失色的完美娇躯缓缓破水而出，正是刚刚被带回府的龙族公主敖离。经过一番清洗，她身上那层黑沼泽的污泥与血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如剥壳鸡蛋般白皙，甚至隐隐透着圣洁金光的肌肤。那一头原本纠结的金发，此刻如绸缎般柔顺地披散在脑后，一直垂落至挺翘的臀际，在水面上漂浮荡漾，宛如金色的海藻。她并未穿衣，只是在关键部位裹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金色轻纱，这反而比全裸更具诱惑力。那湿透的轻纱紧紧贴合在身上，将那身为龙族特有的充满爆发力与肉感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她额头那对晶莹剔透的粉色龙角，以及身后那条不自觉摆动的覆盖着细密精灵的修长龙尾，更是为她增添了一种异样的竞技美感。然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公主，此刻却低垂着头颅，双手交叠在胸前，以一种极为卑微的姿态跪在浴池的边缘。在她的面前，苏度晨正靠在池边的软榻上，手里端着一杯由红粉夫人亲自酿制的灵酒，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巡视。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匹刚刚捕获、正在评估成色的烈马。洗干净了。苏度晨晃了晃酒杯，声音慵懒：“回主人。”敖离身子微微一颤，那对敏感的龙角也随之抖动了一下。他咬了咬下唇，努力克服着内心残存的羞耻感，声音软糯地说道：“离儿，洗干净了。”苏度晨满意地挑了挑眉，果然，奴印加上龙魂草的药力，再配合那一顿暴打，效果拔群。既已洗净，那便过来让我验验货。苏度晨放下酒杯，伸出一根手指勾了勾。敖离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那股因为血脉高贵而本能产生的抗拒。他双手撑地，保持着跪姿，缓缓爬向苏度晨。随着他的动作，身后的金色龙尾在地面上拖曳，发出沙沙的细响，那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爬到苏度晨脚边，他乖顺地俯下身子，将那张绝美却又带着一丝委屈的脸庞轻轻贴在苏度晨的膝盖上。抬起头来，苏度晨命令道。敖离一言抬头，灯光下，他那双标志性的树瞳中倒映着苏度晨的影子，那是一种混合了恐惧、崇拜以及深深依恋的眼神。苏度晨伸出手，并没有去触碰他的脸，而是直接握住了他额头那一对龙角。敖离浑身剧烈一颤，口中发出一声难以抑制的娇吟。龙角乃是真龙一族汇聚精气神之所在，也是最为敏感的部位。平日里若是被人触碰，那是不死不休的冒犯。可现在被苏度晨那只温热的大手握住，轻轻摩挲把玩，敖离只觉得一股酥麻的电流顺着天灵盖直冲尾椎骨，整个人瞬间软成了一滩泥。主人，轻点。敖离眼若迷离，脸颊绯红，那条龙尾不受控制地缠上了苏度晨的小腿，轻轻磨蹭着，像是在讨好。这就是所谓的真龙之角。苏度晨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润触感，以及那源源不断涌入体内的精纯龙气，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听闻龙性本淫，最是耐不住寂寞。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才摸了两下，就这般模样了。这番羞辱的话语，若是放在以前，敖离定会抱起杀人。但现在，在奴印的扭曲下，这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的夸奖。是，离儿天生贱骨头，喜欢主人的抚摸。敖离羞耻得快要哭出来了，但身体却诚实地迎合着苏度晨的手掌。很好。苏度晨松开龙角，手掌顺着他修长的脖颈下滑，经过那精致的锁骨，在那惊心动魄的弧度上停留片刻，最后落在了他的小腹处那里，是他的丹田，也是龙珠所在。听说你们龙族的龙元乃是世间至阳至补之物。苏度晨眼神变得幽深，尤其是初次，效果最佳。今晚我要借你的龙元，助我冲击铜皮铁骨的极境。敖离闻言，身子猛地一僵。取龙元，对于龙族女子来说，交出龙元便意味着彻底交出了贞洁与修为，那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但他看着苏度晨那双不容置疑的眼睛，心中的防线瞬间崩塌。离儿，遵命。他颤抖着伸出手，解开了身上最后那一层碍事的轻纱，金光乍现，那是一具足以让神明堕落的完美肉体，肌肤如玉，却又覆盖着一层极淡的金色纹路，透着一股野性与力量的美感。请主人怜惜。敖离闭上双眼，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怜惜。苏度晨站起身，一把将他抱起，大步走向那张足以容纳10人的云榻。做骑的就要有被骑的觉悟，你是龙，耐性高，不需要怜惜。不知过了多久，苏度晨盘膝坐在敖离那光洁如玉的背上。此时的敖离已经维持不住人形，半人半龙化，他的下半身化做了巨大的金色龙尾，盘踞在整张大床上，而上半身依旧是人形，双手撑在床上，承受着苏度晨的重量与索取。
一股股磅礴的金色龙气顺着两人接触的地方疯狂涌入苏杜晨的体内，那是真龙公主积攒了300年的纯阴龙源。轰隆隆，苏杜晨体内发出了雷鸣般的巨响，他的皮肤开始皲裂，然后脱落，露出下面更加晶莹、更加坚韧的心肌。他的骨骼在重组，血液在沸腾，原本凡人的红色血液中竟然多出了一丝淡淡的金线。龙血洗礼，破！随着苏杜晨一声低喝，他体内的凡人桎梏再次被打破一道，单臂一挥，竟有10万斤巨力，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堪比金丹中期妖兽。呼！苏杜晨长吐一口浊气，从敖离背上下来。此时的敖离早已瘫软如泥，他恢复了人形，蜷缩在被子里，身上满是汗水与欢爱后的痕迹。那原本高傲的龙角此刻耷拉着，眼神涣散，显然是被彻底榨干了。但当他看到苏杜晨看来时，依然强撑着身子，伸出舌头舔了舔苏杜晨的手指，乖巧地唤了一声主人。这一声彻底宣告了这位龙族公主的沦陷，从此世间再无敖离，只有苏杜晨胯下的坐骑。翌日，青云城外黑沼泽深处，那片曾经发生过屠龙大战的泥潭，此刻已经被重新涌出的黑色毒水覆盖。然而在这片死寂之下，一颗深埋在地底万丈之处的黑色巨蛋，因为吸收了昨日滴落的一滴真龙之血，表面的裂纹终于彻底贯通，咔嚓，蛋壳碎裂，一股古老腐朽却又带着极致邪恶的气息悄然弥漫开来。这股气息并未惊动任何人，甚至连天地规则都未曾察觉，因为它本就不属于这个纪元。一只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的手从蛋壳中伸出，紧接着一名看似只有7、8岁的男童缓缓爬了出来。他浑身赤裸，皮肤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青白色，没有头发，光秃秃的脑袋上刻满了诡异的黑色符文。最让人心悸的是他的眼睛，没有眼白，也没有瞳孔，只有2团缓缓旋转的灰白色的漩涡。男童站在黑暗的地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久违的味道。他的声音沙哑稚嫩，却透着一股沧桑的死气。真龙的血虽然不纯，但也勉强能用来润润喉了。他缓缓抬起头，那双灰白色的眼睛似乎穿透了万丈土层，直接看向了听雨楼的方向。苏家，当初那个背叛了无主，窃取了天命的家族，无名皇府彼岸，奉无主太出魔帝之命来收回当年的债。男童嘴角勾起一抹极其残忍的笑容，露出满口如锯齿般的尖牙。他伸出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嗡！整个黑沼泽的毒雾瞬间沸腾，无数毒虫猛兽在这一刻齐齐爆体而亡，化作漫天血雾汇聚到他小小的身躯之中。他的修为开始以一种违背常理的速度暴涨，炼气、筑基、金丹，仅仅1炷香的时间，这具刚刚诞生的躯体就已经拥有了堪比金丹后期的恐怖气息。先从谁开始吃起呢？皇甫彼岸歪了歪头，似乎在思考一个有趣的游戏。那个有着太阴之体的女人味道不错，那个剑心通明的也不错，不过还是那条小母龙最香。苏杜晨是吧？好好养着我的食物，等我玩够了再去收割。皇甫彼岸轻笑一声，身形一阵扭曲，竟是直接融入了周围的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地干瘪的妖兽尸体，昭示着一个恐怖存在的苏醒。听雨楼顶层，正在闭目养神的苏杜晨突然眉头微微一皱。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竟然自行运转了一下，发出一丝极其微弱却又尖锐的示警。苏杜晨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有东西在窥视我。他神识瞬间覆盖整个青云城，却一无所获。奇怪，苏杜晨摸了摸下巴，现在的他在下界几乎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哪怕是元婴老怪来了，他也有把握凭借仙奴军团周旋1、2，能让他产生这种心悸感的。看来这下界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苏杜晨非但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也好，无敌太寂寞，若是没有几个像样的对手，这长生之路岂不是太过无趣。此时身旁的被窝里一只藕臂伸了出来，搂住了他的腰，是刚刚醒来的敖离。主人，怎么？敖离睡眼惺忪，声音娇憨，像只没睡醒的小猫。苏杜晨收回思绪，反手将他搂入怀中，在那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没事，只是突然觉得家里的笼子可能还要再加固一下，毕竟似乎有只野狗闻着味儿过来了。离儿，今天感觉如何？还能飞吗？离儿闻言脸蛋一红，将头埋进苏杜晨怀里，小声说道：只要主人想骑，离儿随时都能飞。哈哈哈哈！好！苏杜晨大笑一声，笑声中充满了不可一世的狂傲。那就起来，今日我们去一趟万宝阁，我要为你
还有清雪他们，打造一套专属的战甲，迎接接下来的战斗。青云城的清晨原本是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然而今日这喧闹却被一阵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所取代。长街之上，原本拥挤的人潮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拨开，行人纷纷退避两侧，贴着墙根站立，眼神敬畏，甚至带着几分颤抖地望向街道尽头。那里，一辆极尽奢华的暗金色辇车正在缓缓驶来。这辇车通体由万年沉香木打造，散发着凝神的幽香，车身镶嵌着数百颗深海夜明珠，四角垂挂着刻有防御阵纹的紫金铃铛，每行一步铃声清越，摄人心魄。但真正让路人感到双腿发软，不敢直视的，并非这辇车的豪奢，而是那位充当马夫角色的绝世女子。那女子身着一袭紧身的金色鳞甲战裙，将那一身充满爆发力与肉感的完美曲线包裹得淋漓尽致。一头璀璨的金发如瀑布般垂落，额头两侧生着一对晶莹剔透、象征着至高血脉的粉色龙角。她并没有手持缰绳，因为拉车的并非凡马，而是9条由纯粹灵力凝聚而成的金色蛟龙须翼。她只需端坐在车辕之上，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上位者龙威，便足以让方圆100里内的所有妖兽做其匍匐颤抖，屎尿齐流。此女正是龙族3公主敖离，曾经高傲不可一世的真龙，如今却心甘情愿地为苏度尘充当车夫。这是龙角，那是传说中的龙族。天呐，让龙族当车夫，这苏度尘到底是什么来头？嘘，小声点，没看那红粉夫人和陆大小姐都跟在车旁吗？现在的听雨楼可是青云城的天。听着周围蝼蚁般的议论声，敖离微微扬起下巴，那一双熔金般的树瞳冷冷扫过人群，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漠然与高傲。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凡俗蝼蚁，也配指使主人的座驾。敖离轻哼一声，手中金色的长鞭凌空一甩，啪！一声脆响，空气爆裂，9条灵力蛟龙齐声咆哮，拉着辇车平稳而快速地驶向城中心的万宝阁。万宝阁，青云分阁。作为横跨数个修仙国度的庞然大物，万宝阁的建筑气势恢宏，高达9层，通体由白玉堆砌，门口2尊巨大的白玉貔貅更是散发着阵阵宝光，彰显着其雄厚的财力。此刻，万宝阁门前已是车水马龙。让开让开！玉兽宗少主驾到，闲杂人等退避。一阵嚣张至极的喝骂声传来，只见一队身穿兽皮甲胄、骑着各式凶猛妖兽的修士蛮横地冲散了人群。为首一名青年，身披赤虎皮，骑着一头体型如象、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烈焰魔狮，神情倨傲，目中无人。此人名为厉天行，乃是灵城玉兽宗的少宗主，一身修为已至筑基圆满，仗着宗门势力和胯下这头半步金丹的魔狮，在周边地界横行霸道惯了。哟，今天这青云城倒是热闹。厉天行勒住缰绳，目光贪婪地扫过四周的女修，最后却如同被磁石吸住一般，定格在了刚刚驶来的那辆暗金辇车上。准确地说，是定格在了负责驾车的敖离身上。极品，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厉天行眼睛都直了，喉结上下滚动。作为玉兽宗的人，他对妖兽的气息最为敏感。他一眼就看出，那个驾车的金发女子并非人类，而是一头化形的大妖。而且那股气息高贵神圣，虽然被某种力量压制着，但依然让他胯下的烈焰魔狮瑟瑟发抖。若非他强行控制，恐怕早就跪下了。若是能把这头母妖兽抓回去，驯服成坐骑，再与其双修，本少主在宗门内的地位岂不是要上天？想到这里，厉天行精虫上脑，贪念大起。他一拍魔狮的脑袋，强行催动坐骑，挡住了辇车的去路。前面的，给本少主停下！厉天行手中马鞭指着敖离，淫笑道：“小美人，你这拉车的手艺不错啊。这年头，跟这个缩在车里的废物有什么前途？不如跟了本少主，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如何？”空气瞬间凝固，敖离那原本淡漠的金色树瞳，在听到废物2字时，瞬间收缩成真芒状。她是龙族公主，她的主人便是这天地间唯一能征服真龙的存在。辱没主人，便是辱没他敖离的信仰。你在跟我说话？敖离缓缓站起身，他那一身金色龙鳞战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双被战裙包裹的修长玉腿微微紧绷，每一步踏出，脚下的虚空都隐隐震颤。当然是你！厉天行不知死活的继续调戏，啧，这身段，这龙角，原来是条龙种。正好，本少主最擅长的就是驯龙，尤其是母龙，本少主有100种方法让你找死。敖离红唇轻启，吐出2个字，没有任何废话。吼！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毫无征兆地从他口中爆发。这不是法术，而是纯粹的真龙之威，是属于龙族3公主敖离的暴怒。轰！以辇车为中心，一股肉眼可见的金色声波涟漪横扫而出，
首当其冲的便是厉天行胯下的那头烈焰魔狮。这头平日里凶威赫赫的半步金丹妖兽，在听到这声龙吟的瞬间，直接吓得肝胆俱裂。来自血脉源头的绝对压制，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反抗意识。嗷呜！烈焰魔狮发出一声哀鸣，四腿一软，竟然像条死狗一样直接瘫软在地，屎尿齐流。啊！厉天行猝不及防，直接被甩飞了出去，重重的摔了个狗吃屎，脸着地，蹭掉了一层皮，满嘴是泥。混账！谁给你的胆子？厉天行狼狈爬起，恼羞成怒，给我上！把这贱婢抓起来，我要当众扒了他的皮。他身后的10几名御兽宗弟子刚要动手召唤灵兽，我看谁敢！辇车的帘子被一只白皙的手缓缓掀开，苏度晨一身玄衣，神色慵懒地走了出来。在他身后，陆清雪、江离、花弄影、红粉夫人四每依次走出，如众星拱月般将他围在中间。这一阵容一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苏度晨看都没看厉天行一眼，只是走到敖离身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那对因愤怒而发红的龙角。离儿怎么这么大火气？苏度晨语气温柔，像是在安抚一只炸毛的宠物。感受到主人手掌的温度，敖离身上那股毁天灭地的杀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转过身，原本高傲冰冷的龙族公主在这一刻瞬间切换成了那个温顺卑微的奴隶。他抱着苏度晨的手臂蹭了蹭，眼眶微红，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主人，那只蝼蚁辱骂您，还想骑离儿？离儿是主人的专属坐骑，这世间除了主人，谁要是敢碰离儿一下，离儿就咬死他。看着这条在别人面前凶神恶煞，在自己面前却乖巧如猫的母龙，苏度晨满意的笑了。这种反差才是最迷人的。乖，既然是只乱叫的狗，那就让它闭嘴。苏度晨转过头，看向地上的厉天行，眼神淡漠。江离，奴在。一道黑色的残影瞬间掠出，啪啪啪啪，一连串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动作。还没等厉天行反应过来，江离已经回到了原位，重剑甚至未曾出鞘。而厉天行整张脸已经肿成了猪头，满嘴牙齿碎了一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呜呜的惨叫。这里是青云城，是听雨楼的地盘。苏度晨淡淡留下一句，便不再理会这群跳梁小丑，带着众女径直走入了万宝阁的大门。万宝阁顶层贵宾室，这里极尽奢华，地面铺着厚厚的雪绒地毯，墙壁上挂着数件珍贵的法宝，作为装饰。万宝阁青云分阁的阁主名为金三爷，是一个穿着金钱鼠尾衫、精明强干的中年人。此时，这位平日里眼高于顶的阁主正满头大汗地站在一旁，亲自为苏度晨侦查。尤其是当他的目光不小心扫过苏度晨身后的敖离时，更是吓得手抖。那可是真龙啊，活的！苏楼主大驾光临，真是令小店蓬荜生辉啊！金三爷陪着笑脸，将一杯极品灵茶递到苏度晨手中。不知苏楼主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只要万宝阁有的，您尽管开口。苏度晨抿了一口茶，随手扔出一枚储物戒指，啪嗒，戒指落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金三爷拿起戒指，神识一扫，浑身猛地一颤，差点没拿稳。里面竟然是堆积如山的妖兽材料、灵草以及数不清的法宝碎片。这都是苏度晨这几天清理青云城和黑沼泽的战利品，价值连城。这些破烂全卖了。苏度晨语气平淡，另外我要定制几套东西。您说。金三爷两眼放光，这可是一笔天大的生意。苏度晨目光扫过身边的5位绝色佳人，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我要为我的几位侍女量身打造几套战甲。第一套给清雪。苏度晨指了指陆清雪，用万年玄冰晶为主料，辅以天蚕丝。我要那种半透明的，既能防御金丹气攻击，又要能透出肤色的质感。样式吗？他在空中比划了一下，高领、露背、紧身，把他的寒气锁在体内，形成冰肌玉骨的效果。陆清雪闻言，俏脸微红，但还是乖巧的点头。全凭主人做主。第二套给弄影。苏度晨看向花弄影，用幻灵纱和魅魔皮，要那种若隐若现、似穿非穿的效果。裙摆开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要有流光溢彩的幻觉。花弄影咯咯一笑，抛了个媚眼。主人真懂奴婢的心思。第三套给江离，用黑曜石和深渊魔铁打造一套束缚式的轻甲，要有皮带、扣环的元素，突出线条感和力量感，最好能在关键部位加装暗气槽。江离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双大长腿，想象着那种充满竞技感的战甲，耳根发烫，却大声应道：奴婢遵命。第四套给红粉，用紫金软藤
我要那种旗袍款式，但在侧面镂空。另外，苏度晨顿了顿，在战甲的内部镶嵌微型的巨灵阵，位置嘛，就在胸口和丹田处，时刻刺激他的灵力运转。红粉夫人身子一软，差点跪在地上。那种时刻被刺激的感觉，光是想想就让他浑身燥热。最后给敖离，苏度晨的目光落在敖离身上，变得有些深邃。他直接叫了他的本名，这代表着一种对他龙族身份的审视。龙族的肉身本就是最强的防御，所以他的战甲不需要太厚，用锁龙筋打造，样式就做成鞍的形状，背部要留出齐成的凹槽，四肢加上金色的镣铐装饰，既是战甲也是马具。此言一出，连见多识广的金三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也太会玩了吧，把真龙当马骑，还要专门打造马具，这简直是在把龙族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啊。他下意识地看向敖离，生怕这位龙族公主暴起杀人。然而敖离的反应却让他大跌眼镜。听到马具二字，敖离非但没有发怒，反而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与狂热的光芒。他走到苏度晨面前，单膝跪地，仰起头，用那种只有面对苏度晨时才会露出的卑微神态说道：马具，那是主人的专属标记，离儿喜欢，离儿想时刻感受主人的存在，求主人赐予。金三爷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疯了，都疯了，这苏度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把一条龙条叫成这样？好，好，好。金三爷连连点头，苏楼主的设计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老夫这就安排最好的炼器师连夜赶工，保证3日内交货。除此之外，苏楼主还有什么吩咐？苏度晨手指敲击着桌面，突然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种子或者谷物，特别是那种来历不明带着邪气的东西？金三爷一愣，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有些古怪。别说，还真有一件。他犹豫了一下，转身走到密室深处，取出了一个被重重符箓封印的黑色木盒。这是半个月前一个浑身裹着黑袍的怪人寄卖的，那人身上没有一点活气，怪得很。金三爷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一股阴冷刺骨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盒子里躺着的是一颗干瘪的灰白色的眼球，那眼球虽然离开了躯体，但瞳孔却依然在缓缓转动，仿佛是活的，正死死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看到这东西的瞬间，苏度晨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猛地一震，发出前所未有的渴望信号。而一旁的敖离更是脸色大变，本能地发出一声低吼，浑身龙鳞乍起，护在苏度晨身前。主人小心，这东西上有古魔的气息，而且是很高级的古魔，比莲儿的血脉还要古老。苏度晨眯起眼睛看着那颗眼球，古魔之眼吗？他伸手并未触碰，而是隔空感受着那股力量。不仅仅是古魔，这上面有轮回的味道。苏度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看来黑沼泽里的那只老鼠已经开始布局了。金阁主，这东西我要了，不管多少钱。因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件宝物，更是一封来自那个名为黄府彼岸的强敌的战书，拿回去喂给我的魔星，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上古余孽的邪术厉害，还是我的奴仙经霸道。3日后，当听雨楼的5位绝色佳人换上了全新的专属战甲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整个青云城的男修都疯狂了。陆清雪的冰晶透视甲，花弄影的幻灵魅魔裙，江离的束缚重甲，红粉夫人的镂空旗袍，以及敖丽娜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金色马具战甲，每一套都是对视觉的极致挑逗，也是对苏度晨权势的无声宣扬。但还没等众人欣赏够这绝美的风景，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突然从北方的黑沼泽冲天而起，直接染黑了半边苍穹。紧接着，无数干尸般的妖兽大军如同黑色的潮水向着青云城涌来。兽潮？不，那是尸潮。城墙之上，苏度晨身披暗金战袍，看着远方那如同末日般的景象，脸上没有丝毫恐惧。他翻身骑上敖离化作的百丈金龙，那新打造的金色鞍具完美的卡在龙背之上，让他坐得稳如泰山。手中多出了一把由万宝阁镇阁之宝改造成的斩魔刀。小的们，苏度晨俯视着身后的4位绝色战机，试穿新衣服的时候到了，去把那个敢打扰我雅兴的小鬼抓回来当肥料。青云城外，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不是普通的乌云，而是由无数腐烂妖兽尸体散发出的滔天死气所凝聚成的尸云。城墙之上，青云城现任城主正满头大汗，双腿打颤地看着下方那令人绝望的景象，视线所及之处大地变成了黑色，数以万计的妖兽尸体，有的只剩下骨架，有的流淌着绿色的脓水，有的甚至只是拼凑起来的残肢断臂，正迈着僵硬而整齐的步伐，如黑色的海啸般向着青云城涌来。
他们没有痛觉，没有恐惧，只有对生者血肉最原始的渴望。完了，全完了！钱多多擦了一把流进眼睛里的冷汗，绝望的喃喃自语：这是传说中的亡灵天灾啊！就算是金丹修士来了，也会被活活耗死。苏楼主怎么还不来？周围的守城修士们更是面如死灰，手中的法器都在颤抖。面对这种不死不灭的怪物，他们的道心正在崩塌。就在那黑色的尸潮即将撞上护城大阵，发出第一声死亡撞击的前一刻，铮！一道清越激昂的琴音，仿佛划破长夜的利刃，瞬间响彻天地。紧接着，一道慵懒却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在每个人耳边响起：钱胖子，慌什么？本座的后花园刚修整好，正缺些肥料，这些东西来的正是时候。话音未落，5道流光从听雨楼方向冲天而起，如神兵天降，直接落在了城墙的最前端。光芒散去，露出了5道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身影。当看清他们装束的那一刻，原本充满恐惧的战场竟然出现了一瞬间的死寂。紧接着，无数难修的呼吸变得粗重，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走秀的？最左侧是陆清雪，他身着那套万年玄冰晶打造的半透明战甲，那战甲如同第2层肌肤般紧紧贴合在他身上，将他那完美的身体曲线勾勒无遗。冰晶的材质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让他那白皙如玉的肌肤若隐若现，高耸的胸脯被坚硬的冰甲托起，纤细的腰肢盈盈一握。他怀抱古剑，面若寒霜，宛如一尊在此刻降临凡尘的女武神，圣洁中透着致命的诱惑。右侧是花弄影，她身上的幻灵魅魔裙简直是在挑战众人的底线，裙摆高开至大腿根部，随着微风轻轻摆动，修长的大腿在幻灵纱的遮掩下流光溢彩。她手持玉箫，媚眼如丝，那骨子从骨子里透出的骚媚劲儿，连下方的尸兽似乎都顿了一顿。中间靠前位置是江离，黑曜石打造的重型束缚甲，用粗犷的皮带和金属扣环勒住他那充满爆发力的身躯，尤其是胸口和关节处的设计充满了暴力美学。他单手托着那把巨大的黑色重剑，眼神凌厉，如同一头蓄势待发的黑豹。而在最后方则是红粉夫人，紫金软藤编织的镂空旗袍完美地展现了他那熟透了的风韵，每一个镂空处都镶嵌着微型巨灵阵，正闪烁着淡淡的灵光，刺激着他的灵力时刻保持巅峰。他手中托着一个紫金香炉，脸上挂着温柔却致命的微笑。这就是听雨楼的实力。钱多多看得目瞪口呆，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苏楼主真乃神人也，这种战甲妙，太妙了。然而真正的震撼才刚刚开始。小的们，天空中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吼！云层撕裂，一条100丈长的金色巨龙破空而出，那是完全龙化的鳌脸。此时的他威严神圣，浑身精灵闪烁着坚不可摧的光泽，但在他那宽阔的龙背之上，却赫然安置着一套金色的、造型极其羞耻却又充满征服感的马具鞍座，四肢被金色的镣铐装饰环绕，背部的鞍座完美契合，甚至还有专门用来抓握的扶手。而苏杜晨正一身暗金战袍，大马金刀地坐在那龙背之上，手里提着那把斩魔刀，如同一位巡视疆土的魔帝。开饭了！苏杜晨手中长刀一指下方的无尽尸潮，杀光他们，一个不留。遵命，主人。城墙之上，4女齐声交喝。下一刻，4朵绝美的死亡之花在黑色的尸潮中悍然绽放。太阴真解，冰封陵墓。陆清雪率先出手，她并未拔剑，只是双手按在城墙之上，咔嚓咔嚓，一股恐怖的寒流以光速蔓延，瞬间冲入尸潮前锋那些正在奔跑的腐烂尸兽，动作瞬间僵硬，随后体表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坚冰。一夕之间，城墙外1000米范围化作了一片晶莹剔透的冰原，数千头尸兽被冻成了冰雕，保持着狰狞的姿势，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那套半透明的冰晶战甲此刻与它的寒气完美融合，让它看起来就像是冰雪的主宰。破！陆清雪红唇轻启，砰砰砰砰，数千座冰雕同时炸裂，化作漫天冰屑。第一波攻势瞬灭。哥，陆姐姐好大的杀气，给妹妹留点呀。花弄影娇笑一声，身形如穿花蝴蝶般飞出。她并未直接攻击，而是吹响了手中的玉箫。天魔幻音，乱魂曲。粉色的音波肉眼可见地扩散开来。那些没有神智的尸兽在听到这箫声后，竟然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紧接着，花弄影身上的魅魔裙光芒大盛，幻化出无数个妖娆的分身在尸群中起舞。那些被黄符彼岸控制的尸兽虽然没有痛觉，但他们体内残留的本能被这幻术彻底激发，他们竟然开始疯狂地攻击身边的同类。
自相残杀，大罗灭生，绞肉机。如果说前2位的攻击还算优雅，那么江离的战斗方式就是纯粹的暴力。他直接跳进了尸潮最密集的地方，手中的黑色重剑早已不见了剑招的精妙，只剩下最原始的劈、砍、砸。他就像是一台人形推土机，所过之处肢体横飞，黑血四溅。那套黑曜石束缚甲上沾满了污秽，却让他看起来更加狂野。杀！杀！杀！江离双眼通红，每一剑挥出都带着恐怖的剑罡，硬生生在尸潮中杀出了一条真空地带。至于红粉夫人，她站在城墙上，不断地向下方挥洒着紫色的毒物。那些毒物具有极强的腐蚀性，沾染上的尸兽瞬间化为一滩血水。她就像是一个勤劳的园丁，正在给这些杂草施肥。这一幕看得城墙上的守军们热血沸腾，头皮发麻。太强了，这哪里是弱女子，这分明是4尊女修罗。而就在这时，吼！天空中的苏杜臣终于动了，他拍了拍身下的金色龙背，离儿，冲下去，碾碎他们。是，主人。敖离发出兴奋的咆哮，身为龙族，骨子里的破坏欲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他那庞大的龙躯从天而降，带着毁天灭地的动能，狠狠地砸进了尸潮的中心。轰隆，大地剧烈震颤，仿佛发生了10级地震。以落点为中心，方圆3000米内的地面瞬间塌陷，数万头尸兽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这股恐怖的冲击力直接震成了肉泥。烟尘散去，敖离盘踞在深坑之中，金色的龙鳞上纤尘不染，而苏杜臣依旧稳稳地坐在龙背的鞍座上，连发型都没乱。他手中的斩魔刀还在滴着黑血出来吧。苏杜臣看着前方那片翻涌的黑色毒雾，眼神冷漠。黄甫彼岸，躲在死人堆里，你也配称魔？结结结！一阵令人牙酸的怪笑声从毒雾深处传来，紧接着那些原本还在疯狂进攻的尸兽突然停了下来，纷纷向两侧退开，让出了一条道路。一个看起来只有7、8岁，浑身赤裸，皮肤清白的男童踩着无数尸骨缓缓走了出来。他没有眼白的灰瞳死死盯着龙背上的苏杜臣，嘴角咧开一个夸张的弧度，露出了满口尖牙。大哥哥，你的玩具好像很不错呢。黄甫彼岸贪婪地看着敖离那庞大的龙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真龙啊，要是吃了它，我就能长大了。想吃我的坐骑？苏杜臣笑了，笑得比这个魔童还要邪恶。他从龙背上缓缓站起，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黄甫彼岸。正好，我的魔心也饿了。你这一身古魔血脉，闻起来很香。离儿，苏杜臣轻轻跺了跺脚下的龙背。在敖离的声音中透着无比的恭敬。给我按住他，我要活剥了他。遵命，我的主人。轰！敖离动了，这一次不是简单的冲撞，他张开大口，一颗金灿灿的龙珠在喉咙深处凝聚。真龙吐息，焚天惊焰，一道金色的火柱带着焚烧万物的恐怖高温，直奔黄甫彼岸而去。雕虫小技！黄甫彼岸冷哼一声，小手一挥，无数尸体在他面前迅速堆积，瞬间化作一面巨大的白骨盾牌。轰！金焰与骨盾相撞，爆发出刺目的光芒。然而就在黄甫彼岸以为挡住了这一击的时候，一道人影毫无征兆地穿过了火海。那是苏杜臣，他竟然凭借着肉身硬生生抗住了真龙吐息的高温，瞬间出现在了黄甫彼岸的头顶。什么？黄甫彼岸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一个没有灵力的凡人怎么可能有这种速度和防御力？抓到你了，小老鼠！苏杜臣手中的斩魔刀早已收起，取而代之的是他那只泛着玉质光泽的拳头。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哨，只有纯粹的积攒了数千年寿元炼化而来的1000万斤巨力。给我趴下！砰！拳头重重的砸在黄甫彼岸那小小的脑袋上，没有想象中的凌厉护盾破碎声，只有一声沉闷的如同击打败嗝的闷响。啊！黄甫彼岸发出一声惨叫，他那引以为傲的古魔之躯竟然被这一拳直接砸得变形，整个人如同炮弹般被砸进地底数10米深。但这还没完，苏杜臣紧随其后跳进深坑，骑在黄甫彼岸的身上，双拳如雨点般落下。想吃我的龙？砰！想毁我的城？砰！长得这么丑还敢出来吓人？砰砰砰！每一拳落下，整个大地都会颤抖一下。远处城墙上的众人都看傻了，这是修士斗法，这分明是流氓打架啊！而且是一边倒的虐杀。那个让全城绝望的魔童，此刻就像是个被抢了糖果的小屁孩，被苏杜臣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啊！混蛋，放开我！
我是古魔，我是不死的。黄甫彼岸在坑底疯狂挣扎，他试图用魔气腐蚀苏杜晨，却发现苏杜晨的身体就像是个无底洞，无论多少魔气钻进去，都会被瞬间吞噬。阴阳造化奴仙经，天克一切邪魔，不死。苏杜晨停下动作，吹了吹拳头上的魔血，他从怀中掏出了那颗在万宝阁买来的古魔之眼。此时那颗眼球正散发着兴奋的红光，既然不死，那就刚好。苏杜晨捏开黄甫彼岸的嘴巴，将那颗眼球硬生生塞了进去。那就尝尝你自己祖宗的味道吧。咕嘟，黄甫彼岸被迫吞下了那颗眼球。下一刻，他的身体猛地僵住了，紧接着一股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云霄。不，这是什么？不要吃我！只见黄甫彼岸的肚子突然鼓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疯狂生长，无数黑色的触手从他的七窍中钻出，开始反向吞噬他的身体。那是古魔之眼的反噬，也是苏杜晨早已布好的局。苏杜晨从深坑中跳出，重新落回龙背之上。他拿出一块洁白的丝帕，优雅地擦拭着双手。离儿，回城，这小东西还要消化一会儿，等它变成了茧，再来收获。敖离看着深坑中那个正在自我吞噬的怪物，眼中闪过一丝畏惧，但更多的是对背上这个男人的崇拜。太强了，太狠了。是，主人。敖离发出一声温顺的龙吟，载着苏杜晨腾空而起。下方失去了操控者的尸潮瞬间变成了无头苍蝇，被随后杀到的听雨楼四妹如同砍瓜切菜般收割殆尽。这一日，青云城外血流成河，但苏杜晨的名字却如同一轮血色的太阳，彻底照亮了整个下界修仙界。风停了，那股笼罩在青云城上空整整半日的黑色湿云，终于在最后一抹残阳的余晖中消散殆尽。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与焦臭味，但此时此刻，这味道在青云城的幸存修士鼻中，却是这世间最令人安心的香气，那是劫后余生的味道。城墙之下，那个曾让所有人绝望的深坑之中，古魔黄甫彼岸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个表面布满诡异黑色血管，正在缓缓搏动的巨大肉茧。呼！天空中，那条长达100丈的金色真龙缓缓盘旋落下，金色的鳞片在夕阳下折射出令人目眩神秘的光辉。当巨大的龙爪触碰到听雨楼顶层露台的那一刻，整座高楼都微微一震，仿佛在迎接他的君王归来。恭迎楼主凯旋，听雨楼万岁，苏楼主万岁。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紧接着城内数十万修士与凡人齐齐跪倒在地，声浪如潮，震动九霄。这一刻，苏杜晨在他们心中不再是那个所谓的废人弃子，而是唯一的救世主，是行走在人间的神明。听雨楼顶层结界升起，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苏杜晨从龙背上的金色鞍座上跃下，战靴踩在玉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身上的暗金战袍一尘不染，唯有袖口处沾染了几滴魔血，那是刚才暴揍黄甫彼岸时留下的。变回来吧。苏杜晨轻轻拍了拍龙首。吼！一声温顺的低吟，金光收敛，庞大的龙躯迅速缩小，化作了一道曼妙的人形。敖离依旧穿着那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马具战甲，只是此刻他浑身香汗淋漓，金色的发丝粘在脸颊上，那双修长的玉腿因为长时间维持龙形承载苏杜晨而有些微微发颤。主人，离儿表现得好吗？敖离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跪在苏杜晨脚边，扬起那张绝美的小脸，金色的树瞳中满是期待，就像是一个刚刚完成了高难度任务，急切等待夸奖的孩子。在他身后，陆清雪、江离、花弄影、红粉夫人四女也纷纷落下，他们身上的专属战甲在刚才的激战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磨损。陆清雪的玄冰战甲裂了几道缝隙，露出了下面白皙的肌肤。江离的黑曜石束缚甲上满是黑色的血污，显得更加狂野。花弄影的幻灵裙摆被撕裂了一角，那若隐若现的大腿根部更是春光乍泄。红粉夫人的旗袍更是有些凌乱，那一身风韵在战斗的余韵下显得格外撩人。五位风格各异的角色此刻都以一种极为恭顺的姿态围绕在苏杜晨身边，这画面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奋张，立地成魔。表现。苏杜晨目光扫过众人，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很好，尤其是离儿。苏杜晨伸手握住他的一只龙角，轻轻抹撒，那一记真龙吐息，火候掌握得不错，没把那颗魔茧烧坏。听到主人的夸奖，还有那敏感部位传来的酥麻感，敖离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谢主人夸奖，只要主人骑得舒服，离儿就开心。苏杜晨笑了笑，随后看向那个被江离提回来的黑色肉茧，那是自我封印后的黄甫彼岸，把他扔进地底灵脉的阵眼里。苏杜晨淡淡吩咐道，用听雨楼的大阵镇压，再用我的血每7日浇灌一次，等他破茧而出的那天，
就是我练成第二魔躯之时。是。江离领命，提着肉茧转身离去。处理完正事，苏杜晨的目光再次落回了这几位功臣身上。战斗结束了，但也弄脏了我的新衣服。苏杜晨指了指他们身上那些沾染了污秽的战甲。走吧，去灵池，本座亲自帮你们洗洗。听到亲自洗3个字，众女的呼吸瞬间急促了几分，脸上飞起2朵红霞。他们自然知道，这所谓的清洗，洗的可不仅仅是战甲。顶层百花灵池，水雾缭绕，遮掩着那一世的荒唐与春色。五具完美的娇躯浸泡在温热的灵泉之中，战甲并未完全褪去，这种半遮半掩的湿身诱惑，反而比赤裸更具冲击力。苏杜晨靠在池边，享受着花弄影和红粉夫人的按摩。陆清雪正在为他擦拭后背，而敖里则潜入水中，不知在做些什么，只能看到水面偶尔泛起一阵阵急促的涟漪，以及苏杜晨那微微皱起的眉头和享受的神情。清雪，苏杜晨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奴在。陆清雪手上的动作一顿，柔声应道：今日那一招冰封灵木，你用了陆家的禁术吧？苏杜晨转过身，捏起他的下巴。只见陆清雪原本红润的脸色，此刻却隐隐透着一丝不正常的苍白，那是透支本源的征兆。奴婢只想快点帮主人解决那些脏东西。陆清雪有些心虚的低下头，奴婢没事的，休养几日便好。傻瓜。苏杜晨轻叹一声，手指点在他的小腹处，一股精纯至极的阳气顺着指尖渡入他的体内。陆清雪娇躯一颤，那股暖流瞬间驱散了他体内的寒意与虚弱，那种阴阳调和的快感让他忍不住轻吟出声。以后不许再做这种蠢事。苏杜晨霸道地说道：你是我的私有财产，弄坏了我可是会心疼的。是，奴婢知错了。陆清雪心中一暖，眼眶微红，主动献上了香吻。就在这满是旖旎，气氛即将到达顶点的时刻，嗡，一股浩瀚威严带着无尽愤怒的恐怖波动，突然毫无征兆地穿透了听雨楼的层层结界，直接降临在顶层空间。这股气息之强，远超之前的黑爪则真龙之威，它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位面压制力。轰！灵池的水面瞬间炸开，正在水中忙碌的敖里被这股气息惊得猛地钻出水面，那张绝美的小脸上满是惊恐。这是父王！只见半空之中，空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一只巨大的仿佛由星辰凝聚而成的金色龙目透过那道缝隙，冷冷地注视着下方的景象。虽然只是一只眼睛，但那股恐怖的龙威却让在场除了苏杜晨之外的所有人瞬间动弹不得。灵界东海龙王，那是真正的渡劫期大能，甚至是半步真仙的存在。敖里，一道如同雷霆般的咆哮声跨越界壁而来，震得众女耳膜一血。你乃我龙族最尊贵的公主，身负返祖血脉，如今竟在一个下界蝼蚁的身下做这等不知廉耻之事，你的尊严呢？你的傲骨呢？龙王的愤怒简直能焚烧9重天，他原本只是感应到女儿的魂牌有异，便耗费巨大代价投影下界查看，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自己那个高傲的不可一世的女儿，正像个卑微的侍女一样再给一个凡人。那种画面让他这个做父亲的简直要气炸了肺。面对父王的质问，敖离浑身颤抖，脸色惨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对父亲的畏惧。父王，他下意识的想要从水里站起来，想要解释，或者是想要跪下请罪。然而，一只大手稳稳地按在了他的肩膀上，那只手并不大，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灵力波动，却带着一股如山岳般的沉稳，瞬间压住了他所有的恐惧。怕什么？苏杜晨的声音依旧慵懒，仿佛头顶那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龙王投影根本不存在。继续，我还没好呢。这句话一出，天上的龙目瞬间瞪大，血丝密布。狂妄，放肆，不知死活！龙王怒极反笑，好一个下界蝼蚁，竟敢如此羞辱我龙族！敖里，给本王杀了他！立刻，马上！只要你杀了他，本王可以既往不咎，接你回上界。这是来自血脉源头的命令，也是给敖离最后的机会。敖离身子剧烈一颤，一边是生养他的父王，是龙族的无上荣耀，一边是给他种下奴印，彻底征服了他身心的主人。这种极致的拉扯让他痛苦万分。然而仅仅是一瞬间，敖离抬起头，那双金色的树瞳中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坚定。他并没有动手杀苏杜晨，反而转过身，重新伏在苏杜晨的腿上，将那对尊贵的龙角轻轻抵在苏杜晨的掌心。然后他抬头看向空中的龙目，声音虽然颤抖，却清晰无比。父王，对不起，敖离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只有主人的坐骑。若是父王要杀主人，那就先杀了离儿吧。轰！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龙王的心口。他引以为傲的女儿，那个甚至有望继承龙皇之位的女儿，竟然为了一个下界凡人背叛了龙族。逆子，逆子啊！龙王咆哮着，那只巨大的龙目中金光爆射，似乎想要强行降下雷罚，毁灭这里的一切。够了！一直沉默的苏杜晨终于站了起来，他赤着上身，露出精壮完美的肌肉线条。他抬头看着那只巨大的龙目，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只有一种平视甚至俯视的淡漠。老泥鳅，吵死了！苏杜晨淡淡开口，这里是下界，不是你的东海龙宫。你的女儿现在是我的私有财产，她过得很开心，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还有，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冷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天上的龙目，别急着发火，好好在那上面洗干净脖子等着，用不了多久，我会骑着你的女儿杀上9天，到时候我会把你那座龙宫拆了，给我家里儿修个新马厩。静！死一般的寂静，连空中的龙王都被这番狂悖之语惊呆了。一个凡人竟敢威胁渡劫期大能，还要把龙宫拆了当马厩，哈哈哈哈！好，好得很。龙王怒极而笑，笑声震得空间寸寸崩裂。本王在9天之上等着你，本王倒要看看你这只蝼蚁究竟能翻起多大的浪，到时候本王要将你的灵魂抽出，在炼龙狱中焚烧万年。轰！空间裂缝缓缓闭合，那股恐怖的威压终于消散，但龙王最后留下的那句诅咒却依然在众人耳边回荡。呼！花弄影和红粉夫人早就吓得瘫软在池子里，大气都不敢出。江离和陆清雪也是脸色苍白，握着剑的手都在发抖。那可是龙王啊，主人竟然真的跟他正面对刚了。唯有敖离此刻趴在苏杜晨怀里，哭得梨花带雨。主人，为了离儿，您得罪了整个龙族。他既感动又愧疚，离儿不值得主人这么做。傻瓜！苏杜晨伸手擦去他的眼泪，眼中的狂傲收敛，化作一抹温柔。你是我的龙，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至于龙族……苏杜晨轻蔑一笑，重新坐回池中，将敖离搂入怀中。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人能审判你，哪怕是你的父亲。好了，别哭了，气氛都坏了。苏杜晨拍了拍他那挺翘的臀部，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我要让你知道，现在的你到底属于谁。敖离身子一颤，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痴迷光芒。是，主人。离儿永远只属于主人。水花再次似箭，这一次没有了犹豫，没有了恐惧，只有最彻底的臣服与奉献。而窗外夜色正浓，虽然得罪了上界龙族，但这对于苏杜晨来说不过是长生路上的一段小插曲。真正的强者从不畏惧挑战，更何况他刚刚感应到，随着黄府彼岸的肉茧被镇压，地底深处似乎有一股更加庞大的机缘正在悄然苏醒。时光飞逝，转眼便是7日之后。自从那场惊天动地的屠魔御龙之战后，青云城的天彻底变了。曾经的4大家族、各大商会、散修联盟，如今只剩下一个声音听雨楼。那座原本偏安一隅的苏家府邸，经过这几日的疯狂扩建，已经吞并了周围数条街区，变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城中之城。高耸入云的阁楼之上，那面绣着苏字的黑金大旗迎风招展，如同君临天下的图腾。此时听雨楼地下密室，这里原本是苏家的一条废弃灵脉，如今却被改造成了一座森严的地下宫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与奇异的药香，地面上铭刻着无数繁复的阵纹，正散发着幽幽红光，如同呼吸般明暗交替。在大阵的中央，那个包裹着古魔黄府彼岸的巨大肉茧正悬浮在半空，肉茧表面布满了黑色的血管，正在有节奏的搏动，发出咚咚的心跳声。每一次搏动都会贪婪地抽取下方灵脉中的灵气，以及苏杜晨滴落在上面的精血。主人，这东西长得好快！一道娇媚入骨的声音在空旷的密室中响起。只见红粉夫人正跪在苏杜晨脚边，手里捧着一个玉盘，盘中盛放着刚从数百种毒虫体内提炼出的万毒血精。今日的她换上了一袭暗紫色的贴身长裙，这裙子的材质极为特殊，仿佛是一层紫色的液体涂抹在身上，在那丰腴成熟的娇躯上流动。裙摆处依旧是标志性的高开叉，露出穿着黑纱丝袜的修长美腿。她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血精浇灌在肉茧上，一边抬头看向身旁的男人，眼神中满是痴迷。苏杜晨负手而立，一身宽松的白袍，长发随意披散，却难掩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邪魅狂狷。长得快是好事，苏杜晨淡淡道，这可是上古魔童的胚子，若是养成了，
便是我手中的第2尊魔神，到时候就算不动用你们，我也能硬汉元婴老怪。他说着，伸出手在那肉茧上轻轻一拍，咚！肉茧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抚摸，发出了一声愉悦的颤鸣，表面的黑色血管瞬间变成了鲜红色。但苏杜晨的注意力并没有完全放在肉茧上，他的目光穿透了肉茧，看向了这灵脉的最深处，那个被肉茧根系所缠绕的地方。那里有一块不起眼的锈迹斑斑的青铜碎片，正静静地躺在碎石之中。之前大战时，苏杜晨便感应到了它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东西的气息泄露，才唤醒了沉睡的黄甫彼岸。离儿，苏杜晨轻唤一声，离儿在。阴影处金光一闪，原本盘踞在石柱上的一条金色迷你小龙瞬间飞下，落地化作了一位身着金色鳞甲比基尼，四肢带着金色镣铐的绝世尤物，正是龙族公主敖离。经过这7日的调教与滋润，此时的她身上的龙威更加内敛深沉，但那股子属于坐骑的温顺与奴性却已经深入骨髓。她熟练地爬到苏杜晨身旁，用那对晶莹剔透的龙角蹭了蹭苏杜晨的手掌，无需吩咐便主动俯下身子，做好了随时被骑乘的准备。去，把下面那个东西挖出来。苏杜晨指了指灵脉深处。是，主人。敖离没有丝毫犹豫，他那双原本用来撕裂苍穹的龙爪，此刻直接插入了坚硬的岩层之中。咔嚓咔嚓，坚硬的花岗岩在他手中如同豆腐般碎裂。片刻后，敖离双手捧着那块青铜碎片，像献宝一样高举过头顶，跪行至苏杜晨面前。主人，东西拿到了，只是这东西好像很烫，连离儿的龙鳞都有些承受不住。苏杜晨低头看去，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青铜残片，形状极不规则，边缘锋利，上面刻满了如同蝌蚪般扭曲的古老符文，即便被尘封了万年，依然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苍凉气息。当苏杜晨的手指触碰到它的瞬间，嗡！他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突然自行运转，速度瞬间飙升了10倍，一股浩瀚的信息流顺着指尖冲入他的识海。太初有道，神魔乱舞，万界崩塌，以持为引，万界战场开启。苏杜晨瞳孔骤缩，万界战场这4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他脑海中炸响。前世身为太乙仙君，他自然听过这个传说，那是位于诸天万界夹缝中的一片古老战场，那里埋葬着无数神魔的尸骨，也遗落着无数通往至高大道的机缘。最重要的是，那里不属于任何一界管辖，也就是说，那里是唯一一个可以避开仙界规则，快速积攒力量反攻天庭的捷径。原来如此，苏杜晨握紧了青铜残片，嘴角勾起一抹狂热的笑意。这就是钥匙，只要集齐了剩下的碎片，就能打开通往万界战场的大门。叶神医，你以为把通往仙界的路断了，我就上不去了吗？这一世，我要带着100万魔神、亿万仙奴从地狱杀上来。就在苏杜晨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中时，爆！一道急速的传音符火光突然穿透了密室的静止，悬浮在红粉夫人面前。那是留在地面负责情报的花弄影传来的。红粉夫人接住传音符，神识一扫，脸色微变。主人，出事了！红粉夫人连忙起身，那丰腴的胸口因为紧张而剧烈起伏，带起一阵乳波臀浪。说，苏杜晨收起青铜残片，心情并未受到影响。是大周皇朝的人来了。红粉夫人沉声道，而且不是普通的官员，是皇朝最精锐的神策军，领头的是大周唯一的异性女王，号称镇国女武神的姬无双。姬无双，苏杜晨眉头微挑，他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在这个下界凡俗皇朝中，此女是个传奇。据说她天生神力，不修道法，专修肉身武道，年仅20岁便已是武道通神，曾在战场上单枪匹马冲杀3天3夜，斩首敌军10万，硬生生杀出了一个女武神的威名。她来做什么？招安？苏杜晨轻笑一声，恐怕是来兴师问罪的。红粉夫人苦笑道，我们在青云城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不仅杀了原城主，还屠了数千修士。大周皇朝虽然管不了修仙界的事，但青云城名义上还是大周的疆土。姬无双这次带了3000神策军，还有2艘破神弩战舰，已经封锁了青云城空域。破神弩，苏杜晨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那是凡人皇朝为了对抗修士研发的武器，虽然能威胁筑基期，但在他眼里就是一堆废铜烂铁。走吧。苏杜晨挥了挥衣袖，转身向出口走去。既然有客人来了，哪怕是恶客也要去见见。而且他回头看了一眼敖离，目光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龙尾上扫过，离儿变成原形。今日我要骑着真龙去会会这位女武神。青云城外30里铺，原本湛蓝的天空此刻被一股肃杀的铁血之气所笼罩。
3000名身披重甲、手持长戈的神策军，如同一片黑色的钢铁森林，静静地伫立在平原之上。他们身上没有一丝灵力波动，但那股汇聚在一起的冲天煞气，竟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凝重无比。在军阵的最前方，悬浮着2艘巨大的青铜战舰，战舰两侧数架巨大的破神弩已经上弦，闪烁着森冷的寒光，直指青云城头。而在两军阵前，一匹通体赤红、四蹄踏火的龙血宝马之上，端坐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她并未像寻常女修那样穿着飘逸的裙装，而是身着一身猩红色的连环锁子甲。那沉重的铠甲穿在她身上，非但这没有掩盖她的身材，反而将她那常年习武练就的高挑身形衬托得愈发挺拔。一头乌黑的长发被一根红绳高高竖起，随风狂舞。她的五官并不像陆清雪那般精致柔美，而是带着一种刀削斧凿般的立体感。剑眉斜飞入鬓，双目亮若寒星，透着一股视千军万马如无物的霸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中的兵器，那是一杆长达1丈2尺的凤翅鎏金镗，重达800斤，通体赤红，散发着浓郁的血腥气。这便是大周镇国女武神姬无双。将军，一名副将策马上前抱拳道：“已按照您的吩咐，给了青云城半个时辰的期限。如今时辰已到，那苏度臣还是没有出来投降，是否攻城？”姬无双冷冷地看着远处的城池，嘴角勾起一抹冷硬的弧度。投降？若是这么容易就投降，他也弄不出这么大的乱子。这苏度臣，本将倒是对他有点兴趣。传令！姬无双举起手中的凤翅鎏金镗，直指苍穹。破神弩，预备，放！嗡！空气震颤，12根长达3丈、刻满了破甲符文的巨型弩箭，如同一条条黑色的毒龙，带着刺耳的音爆声，轰然射向青云城的护城大阵。这破神弩威力巨大，哪怕是筑基后期的护盾也能一击洞穿。眼看那弩箭就要撞上城墙，吼！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突然从城内炸响，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光幕冲天而起，砰砰砰砰。那12根势不可挡的破神弩箭在撞上金光的瞬间，竟然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瞬间崩碎成漫天木屑。什么？姬无双瞳孔骤缩，只见那漫天金光之中，一条长达100丈的五爪金龙盘旋而上，那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将下方的3000神策军笼罩在阴影之中。而在那威严的龙首之上，一名身穿白袍、面容俊美的青年正盘膝而坐，手里提着一壶酒，神态悠闲的仿佛是在郊游。在他身后，4位绝色佳人侍立左右，或是捧剑，或是持箫，风华绝代。这就是苏度臣。姬无双握着兵器的手紧了紧，眼中的战意瞬间燃烧起来。真龙坐骑，好大的排场！苏度臣居高临下，目光穿过千军万马，落在了姬无双的身上。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很特别，她身上没有灵力，只有纯粹到了极致的气血之力。那种如烈火般炙热的生命力，在苏度臣的感知中，简直就是一颗行走的大补丹。尤其是她那双被战甲包裹的长腿，有力、紧致，充满了野性的爆发力。你就是那个要在本座家门口放鞭炮的疯婆娘？苏度臣喝了一口酒，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放肆！副将大怒，此乃我大周镇国公无双大将军，反贼苏度臣，还不快快下马受降？下马！苏度臣笑了，他拍了拍身下的敖离，离儿，告诉他们该怎么跟本座说话。吼！敖离很懂事地发出一声怒吼，龙威全开，直接压向地面。淅沥沥，神策军的战马瞬间受惊，一片人仰马翻。唯有姬无双胯下的龙血宝马，虽然四蹄打战，但在主人的安抚下勉强站立。好一条恶龙！姬无双冷哼一声，身上爆发出一股红色的血气狼烟，竟然硬生生顶住了龙威的压制。他双腿一夹马腹，龙血宝马长嘶一声，竟然踏空而起。苏度臣！姬无双挥舞着手中的重兵器，遥指空中的龙头：“你厮杀朝廷命官，屠戮无辜，已犯大周律法。今日本将便要将你擒拿归案。想抓我？”苏度臣放下酒壶，缓缓站起身。就凭你这身蛮力。不过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姬无双身上游走，最后停留在他那随着呼吸起伏的胸甲上。本座正好缺一个看家护院的女侍卫，你这身板倒是挺结实，应该很耐用。找死！姬无双何时受过这种言语羞辱？他怒喝一声，手中800斤重的凤翅鎏金躺化作一道红色的闪电，带着开山裂石之势，狠狠砸向苏度臣。这一击没有灵力，只有纯粹的力量和武道意志，但其威力竟然不输给金丹初期修士的一击。来得好！苏度臣眼中金芒一闪，他不退反进，竟然直接从龙背上跳了下来。没有用刀，
也没有让身后的四女出手，他只是伸出了一只白皙如玉的手掌。当一声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响彻天地，所有人惊骇欲绝地看到，那杆足以砸碎城墙的重兵器竟然被苏度晨单手接住了，而且是接在了兵器的锋刃之上。怎么可能？姬无双脸色大变，他这一击可是用了全力，足足有5万斤巨力啊！这个看起来文弱的小白脸怎么可能接得住？力气不错。苏度晨抓着兵器的锋刃纹丝不动，他看着近在咫尺的姬无双，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可惜技巧太差，而且你是个女人，女人打架不该用这么粗鲁的东西。话音未落，苏度晨手腕猛地一抖，一股无法抗拒的震荡之力顺着兵器杆传导过去。啊！姬无双虎口震裂，兵器脱手而飞。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苏度晨已经欺身而上，一只手揽住了他那纤细却充满力量感的腰肢，另一只手直接扣住了他的喉咙。现在两人的身体在空中急速下坠。苏度晨看着他那双充满不甘与愤怒的眼睛，轻声低语：你是想做大周的烈士，还是做我的女武神？放开我！姬无双拼命挣扎，双腿如剪刀般绞向苏度晨的腰，但这正中苏度晨下怀。这么主动，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轰！两人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烟尘。烟尘中隐约可见一个身影被死死按在地上，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那如山岳般的压制。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青云城外30里铺，那片原本平整的草地，此刻多出了一个直径数十米的巨大深坑。深坑周围的泥土呈现出放射状的皲裂，仿佛刚刚遭受了一颗陨石的撞击。死寂！无论是天上悬浮的听雨楼众女，还是远处列阵的3000神策军，此刻都屏住了呼吸，死死盯着那烟尘弥漫的中心。那是凡人与武神的碰撞，那是听雨楼与大周皇朝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一阵痛苦的咳嗽声从坑底传来，烟尘渐渐散去，露出了里面的景象。这一幕让远处的3000神策军将士瞳孔地震，信仰崩塌。只见他们心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女武神姬无双，此刻正以一种极为屈辱的姿态被按在地上。他那一身猩红色的连环锁子甲已经多处破损，露出了里面紧致的小麦色肌肤和被鲜血染红的内衬。原本高高竖起的马尾便散乱开来，沾满了泥土，遮住了半边脸颊。而苏度晨正骑在他的腰间，一只手如铁钳般死死扣住他的双手手腕，将其按在头顶上方的泥土里，另一只手则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想要反抗的头颅狠狠压向地面。这哪里是两军对垒，这分明是野兽在捕食猎物后的绝对压制。放开我！姬无双双眼通红，像是一头暴怒的雌狮。他拼命扭动着腰肢，那一双修长有力的大腿试图再次发力，将身上的男人掀翻。他引以为傲的神力在这一刻爆发到了极致，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被他体内沸腾的气血震得嗡嗡作响。然而没用，完全没用。压在他身上的苏度晨就像是一座巍峨的泰山，纹丝不动。力气不小，可惜用的地方不对。苏度晨低头看着身下剧烈挣扎的女人，不得不说，这位女将军有着一种别样的野性美。不同于陆清雪的清冷和花弄影的妖媚，姬无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紧绷的、充满爆发力的肉感。尤其是此刻，因为剧烈挣扎，她那被破损战甲包裹的胸口剧烈起伏，每一次撞击都带着惊人的弹性。汗水顺着她那倔强的下巴滑落，滴在苏度晨的手背上，滚烫灼人。作为武夫，你的身体很诚实。苏度晨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掐着他脖子的手微微松开，指尖顺着他那被汗水浸湿的锁骨向下滑动，粗暴地扯开了他胸前的一块护心镜。嘣！护心镜碎裂，露出了大片紧致细腻、泛着健康光泽的肌肤。你混蛋，士可杀不可辱，有种你就杀了我！姬无双感受到胸前的凉意，羞愤欲死。他想咬舌自尽，却被苏度晨眼疾手快地卸掉了下巴。他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怒吼，眼神若是能杀人，苏度晨早已被千刀万剐。杀你！苏度晨轻笑一声，凑到他耳边，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我说了，我缺个看家护院的，这么好的身板，杀了多可惜。而且你的神策军还在看着呢。苏度晨抬起头，目光扫过远处那些呆若木鸡的士兵。如果你不想让他们全部死在这里，变成那黑沼泽里的肥料，就给我乖乖听话。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姬无双大半的怒火。他虽然不怕死，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们白白送死。眼前这个男人的恐怖，他已经亲身体会到了，那是纯粹的碾压级别的力量。若是他动手，那3000神策军真的不够他杀的。
看到姬无双眼中的挣扎，苏杜晨知道火候到了。既然不想他们死，那就跪下做我的狗。话音落下的瞬间，苏杜晨双目之中黑白二气疯狂流转，阴阳造化奴仙经，武魂崩解。这是专门针对武道修士的手段，不像修仙者修神魂，武者修的是一口心中气，一股不屈意。只要打碎这股意，武者就会沦为废人或者最忠诚的奴隶。轰！一股霸道无匹的精神冲击直接轰入了姬无双的脑海。啊！姬无双的身体猛地弓起，如同离水的虾米。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尊顶天立地的金色魔神从天而降，一脚踩碎了他心中那座代表着大周军魂的丰碑簿。我是大周的将军，我不能跪。他在精神世界里疯狂咆哮，挥舞着手中的战戟冲向魔神。大周！魔神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大周能给你什么？让你在这个年纪还要在沙场上流血拼命，让你为了那昏庸的皇帝卖命，臣服于我。我赐你无上武道，赐你肉身成圣。不，那是背叛。这不是背叛，这是进化。现实中，苏杜晨的手掌重重地按在了姬无双的小腹丹田处，一股精纯至极的龙元顺着他的手掌强行灌入姬无双的体内。对于专修肉身的武者来说，龙元简直是世间最顶级的补药，也是最猛烈的毒药。姬无双的身体瞬间变得滚烫通红，仿佛一只煮熟的大虾。那原本已经达到瓶颈的武道修为，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破碎。武道通神，半步先天，先天之境堪比金丹。那种力量暴涨的快感，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而在这种快感的巅峰，那枚名为奴的印记悄然融入了他的武道意志之中。他眼中的愤怒与不屈开始一点点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源自本能的顺从与渴望。他感觉到眼前这个骑在自己身上的男人不再是敌人，而是赐予他新生的神明，是他必须要用生命去守护的主人。终于，姬无双停止了挣扎，他那紧绷的身体软了下来，双手不再试图推开苏杜晨，而是缓缓的颤抖着抱住了苏杜晨的腰。咔嗒，苏杜晨随手将他的下巴接了回去。现在告诉我。苏杜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淡漠。你是谁？姬无双喘着粗气，眼神迷离中透着狂热。他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声音，声音沙哑却坚定无比。我是大周镇国公。不，他摇了摇头，似乎在甩掉过去的身份。我是主人的看门犬。我是姬无双。很好。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他松开手，从姬无双身上站了起来。起来。姬无双立刻翻身而起。他不顾身上的泥土和狼狈，也不顾胸前大片走光的春色，直接跪在苏杜晨脚边，用脸颊贴着苏杜晨沾满泥土的战靴，深深一吻。这一幕彻底击碎了远处3000神策军的世界观。将军，这不可能，这不是我们的将军，妖术，一定是妖术。副将目眦欲裂，拔剑怒吼：兄弟们，杀！救回将军！杀！3000神策军虽然恐惧，但军令如山，加上主将被辱，他们爆发出了最后的血性，如潮水般冲向深坑。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出100米，放肆！一声充满威严与杀气的怒喝从深坑中传出，一道红色的身影如炮弹般冲天而起，重重地落在两军阵前。轰！大地龟裂。姬无双单手持着那杆800斤重的凤翅鎏金镗，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先天武者气息。他此刻虽然衣衫褴褛，春光乍现，但那股凶煞之气却比之前强盛了10倍不止。谁敢对吾主不敬？姬无双长躺一横，目光冰冷地扫过曾经的部下，上前一步者死。3000大军硬生生刹住了脚步。副将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将军，颤声道：将军，您怎么了？那是反贼苏杜晨啊，您忘了吗？您是大周的。住口！姬无双冷冷打断，大周已是过去，从今日起，青云城只有听雨楼，没有大周皇朝。念在往日情分上，我不杀你们。放下兵器，跪下臣服，吾主或许会大发慈悲，收编你们做外门杂役，否则……他眼中红光一闪，手中长镗猛地砸向地面。轰隆！一道长达100米的裂缝瞬间蔓延至大军脚下。这便是下场，死寂，死一般的寂静。连最强的将军都投降了，甚至变成了对方的走狗，他们这些普通士兵还能做什么？当啷！不知是谁先扔下了手中的兵器，紧接着兵器落地的声音连成一片。我等愿降。3000铁甲齐齐跪倒在地。天空中，主人的手段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花弄影趴在非洲边缘，看着下方那一幕，
眼中满是崇拜，连那种硬骨头的女武神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教成这样，看来以后我们的压力要大了呢。哼！一旁的江离冷哼一声，手中擦拭重剑的动作却快了几分，不过是个只会用蛮力的粗人。看门倒是不错，想跟我们争宠，他还不够格。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江离眼中也闪过一丝危机感。这个新来的身材确实很劲爆，那种充满力量感的肌肉线条是他们这些修仙者所不具备的。主人刚才骑在他身上的时候似乎很享受。好了，别酸了。红粉夫人娇笑一声，多个人伺候主人也是好事，毕竟主人的胃口最近可是越来越大了，光靠我们几个有时候还真有些招架不住呢。说到这里，几女的脸都红了红，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不远处正化作人形，一脸乖巧等待主人归来的敖里。昨晚那动静确实太大了。片刻后，苏杜晨带着新收的姬无双回到了听雨楼。姬无双虽然修为暴涨，但身上的伤势和污垢还没处理。去吧。苏杜晨指了指后殿，红粉会教你规矩，洗干净了换身衣服再来见我。是，主人。姬无双恭敬行礼，转身离去。他的背影虽然依旧挺拔，但走路的姿势却多了一分女人的妩媚，那是被征服后特有的韵味。处理完琐事，苏杜晨独自一人来到了顶层的密室。他从怀中掏出了那块从地底挖出来的青铜残片。大周皇朝，姬无双。苏杜晨抹擦着残片上的纹路，若有所思。这块残片上的气息似乎和姬无双修炼的功法有一丝共鸣，难怪大周皇朝能以凡人之躯对抗修士，原来是得到了上古五祖的传承。看来这大周皇城我是非去不可了。苏杜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芒，不过在此之前得先让这块残片吃饱。他将残片放在桌上，然后又取出那枚升仙令。嗡！两者刚一靠近，竟然产生了剧烈的反应。青铜残片竟然像活了一样，一口咬住了升仙令，开始疯狂吞噬其中的空间之力。果然，苏杜晨笑了。万界战场的钥匙需要吞噬空间法则来修复。既然如此，苏杜晨站起身，走到窗前，遥望北方，那是玉寿宗的方向，也是他下一个目标。厉天行那个废物少主虽然死了，但玉寿宗的底蕴还在。听说玉寿宗有一处万寿秘境，里面空间法则浓郁。江离，苏杜晨轻唤一声，一道黑影瞬间出现在身后。奴在，传令下去，整军备战。3日后灭玉寿宗，我要把他们的秘境搬空。江离浑身一震，眼中爆发出强烈的战意。遵命。对了，苏杜晨叫住他，让姬无双做先锋。我想看看这位曾经的大周女武神在面对昔日的盟友时，手中的躺还立不立。是。3日后，玉寿宗山门外，当姬无双身穿苏杜晨特意为他定制的赤血荆棘战甲，手持凤翅鎏金躺，一马当先的轰碎玉寿宗山门大阵时，整个修仙界再次震动。而苏杜晨正坐在敖离宽阔的龙背上，怀里搂着陆清雪，手里把玩着那块正在发热的青铜残片，笑得肆意而张狂。长生路漫漫，但只要手里有剑，胯下有龙，身侧有美，这路便不寂寞。玉寿宗的老狗们本作来收租了。玉寿山脉连绵千里，这里山势险峻，古木参天，猿啼虎啸之声不绝于耳。作为方圆千里内仅次于青云城的大势力，玉寿宗的山门依山而建，气势恢宏。护宗大阵万寿朝仓阵时刻运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然而今日，这片平日里只有妖兽咆哮的山脉，却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压抑之中。宗门大殿内，玉寿宗宗主力破天正满脸狰狞地坐在虎皮大椅上，手中捏着一枚破碎的魂牌，那是他独子厉天行的本命魂牌。苏杜晨，好一个苏杜晨！厉破天咬牙切齿，半步金丹的修为随着怒火爆发，震得大殿瑟瑟发抖。杀我爱子，辱我宗门，真以为靠着几个女人就能无法无天了吗？下方10几位长老面面相觑，脸色难看。宗主，那苏杜晨深不可测啊！一名长老颤声道：“听说连大周的女武神姬无双都被他镇压了，3000神策军尽数投降，就连黑沼泽那边的真龙都成了他的坐骑。我们是不是该……”闭嘴！厉破天怒喝一声：“那是谣言！真龙何等高贵，岂会给凡人当坐骑？定是那苏杜晨使的障眼法。况且我玉寿宗还有老祖留下的底蕴万寿秘境，只要退守秘境，依托空间之力，就算是金丹老怪来了，也奈何不得我们。传我命令，全宗戒备，开启万寿大阵，把所有饲养的妖兽都放出来，我倒要看看他苏杜晨敢不敢来送死。”话音未落，轰隆隆，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一股恐怖到让灵魂战栗的威压
如同9天银河倾泻而下，瞬间笼罩了整个玉兽山脉。大殿内的长老们只觉得膝盖一软，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了护宗大阵发出的不堪重负的哀鸣声。来了，他来了！众人惊恐地冲出大殿，只见苍穹之上，一条长达100丈、通体流转着璀璨金光的五爪真龙，正盘踞在云端，遮天蔽日。那双如融金般的巨大树瞳，冷漠地俯视着下方的蝼蚁。而在那威严的龙首之上，一个身穿暗金战袍的青年正慵懒地靠在金色的鞍座上，手里把玩着一块青铜残片。玉兽宗。青年的声音并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狂风与阵法，在每个人耳边炸响。本座说过，3日后灭你满门。苏某人一向言而有信。厉破天看着那条散发着纯正龙威的巨龙，整个人都傻了，真的是真龙，而且是血脉极其纯正的皇族真龙。他胯下的那头本命灵兽黑风魔虎，此刻早已吓得趴在地上，脑袋埋进土里，瑟瑟发抖，屎尿齐流。在真龙面前，所有的妖兽都是孙子。苏楼主，厉破天强压下心头的恐惧，色厉内荏地吼道：“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令郎之事我也深表遗憾，但那是误会。”误会？苏杜晨笑了，笑得无比轻蔑。是不是误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上了你们家的地盘。还有，苏杜晨拍了拍手，既然你们是玉兽宗，那应该很懂怎么驯兽。正好我刚收了一条新犬，想借贵宗的山门来试一试它的牙口。随着苏杜晨的话语落下，一道红色的流光从龙背之后猛然跃下，轰！流光重重地砸在玉兽宗的山门广场上，激起漫天烟尘。待烟尘散去，一道充满野性与暴力的身影缓缓站直了身体。看到这道身影的瞬间，厉破天和所有玉兽宗弟子的瞳孔都剧烈收缩。那是姬无双。天哪，他穿的是什么？只见曾经那个一身银甲、英姿飒爽的大周女武神，此刻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他身上穿着一套苏杜晨亲自设计的赤血金级战甲，这套战甲通体由赤红色的深渊魔铁打造，造型极其大胆狂野。他并没有包裹全身，仅仅遮住了胸口、下阴等关键部位，大片健康的小麦色肌肤暴露在空气中。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这战甲的内侧布满了细小的倒刺，如同荆棘一般。只要他一用力或者情绪激动，那些倒刺就会刺入他的皮肤，带来刺痛的同时，也会刺激他的气血更加狂暴。在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黑色的金属项圈，项圈上连着一条断裂的锁链，象征着他是被释放出来的猛兽。他手中提着那杆沉重的凤翅鎏金镗，长发披散，双眼赤红，嘴角挂着一丝嗜血的笑意。这就是女武神。厉破天感到一阵恶寒。此时的姬无双哪里还有半点将军的威严？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奴性与疯狂，就像是一条只为了讨好主人而存在的疯狗。主人的命令是？姬无双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声音沙哑而兴奋：“灭宗！”杀！一声暴喝，姬无双动了，他脚下的青石地板瞬间粉碎，整个人如同一枚红色的炮弹，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冲玉兽宗的护山大阵。疯子，快拦住他！厉破天大惊失色，所有长老操控大阵，所有弟子召唤妖兽。吼吼吼！无数妖兽从玉兽宗各处涌出，试图阻挡这个红色的身影。然而在已经突破到先天之境，堪比金丹肉身的姬无双面前，这些低阶妖兽脆弱的像纸一样滚开。姬无双手中800斤重的长镗横扫千军，砰砰砰砰，挡在他面前的几十头妖兽直接被砸成了肉泥，鲜血飞溅洒在他那赤裸的肌肤上，顺着荆棘战甲的纹路流淌，让他看起来更加妖艳恐怖。痛快，好痛快！战甲内的倒刺随着他的发力深深刺入皮肉，那种疼痛感在奴印的作用下转化为了极致的快感。姬无双的眼神越来越亮，身上的气血狼烟冲天而起，竟然在头顶凝聚成了一头咆哮的血色狂狮。给我破！他冲到了护山大阵的光幕前，没有丝毫花哨，仅仅是举起长镗，汇聚全身之力，狠狠一砸。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号称能抵挡金丹修士攻击的万兽朝仓阵，在姬无双这包含了肉身蛮力与武道意志的恐怖一击下，竟然剧烈颤抖。随后，咔嚓，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在光幕上，紧接着裂缝如蛛网般蔓延，哗啦，大阵崩碎。噗！大殿内操控阵法的10几位长老齐齐喷出一口鲜血，神色萎靡。一人破阵，这就是先天武者的恐怖，这就是苏杜晨调教出来的战争兵器。做得好！天空中，苏杜晨看着下方如入无人之境的姬无双，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这套荆棘战甲很适合他，不仅能激发潜力，还能时刻提醒他的身份。既然大门开了，
那就尽情享用吧。苏度晨挥了挥手，听雨楼所属，杀！遵命。龙背之上早已按捺不住的江离、陆清雪、花弄影三女瞬间飞出。与此同时，山脚下早已埋伏好的3000人马，在副将的带领下，如潮水般涌入玉兽宗。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玉兽宗引以为傲的兽潮战术，在真龙敖离的威压下彻底失效。所有的妖兽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任由听雨楼的人宰割。失去了妖兽的御兽师战力直接减半。啊！别杀我！我投降！我是长老，我有钱，我愿意当奴隶。惨叫声、求饶声响彻云霄，但苏度晨没有丝毫怜悯。他需要的是精血，是冤魂，用来浇灌那枚青铜残片和地底的骨魔肉茧。力破天！姬无双一路杀穿了外门，浑身浴血地站在了大殿前。他身上的荆棘战甲已经深深嵌入肉里，鲜血染红了全身，但他的气势却达到了巅峰。他长躺一指大殿内的力破天，跪下，向无主请罪。力破天看着这个如同魔神般的女人，心中充满了绝望。但他毕竟是一宗之主，也是半步金丹的强者，欺人太甚。真以为我玉兽宗好欺负吗？力破天双眼赤红，猛地一拍胸口，吐出一口精血，喷在手中的一枚黑色令牌上，请老祖法身开秘境。嗡！随着他的动作，玉兽宗后山禁地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空间缝隙，一股古老狂暴的气息从缝隙中涌出。紧接着，一只长满黑毛的巨大手掌从缝隙中探出，狠狠拍向姬无双。那是玉兽宗第1代老祖留在秘境中的一具炼尸傀儡。金丹中期，姬无双瞳孔一缩。他虽然肉身堪比金丹，但毕竟刚刚突破，面对这种老牌怪物的全力一击，还是有些吃力。但他没有退，因为主人在看着。看门犬的职责就是死也要咬下敌人一块肉。姬无双怒吼一声，不退反进，竟然燃烧气血，准备硬抗这一掌。就在这时，吼！一道金色的龙息后发先至，轰！那只巨大的黑毛手掌被龙息正面击中，瞬间燃烧起来，发出刺鼻的焦臭味。啊！缝隙中传来一声非人的惨叫，那是炼尸受损后的反应。天空中，苏度晨骑着敖离缓缓降临。想动我的狗！苏度晨眼神冰冷，手中斩魔刀出鞘。离儿，封锁空间。是，主人。敖离张口吐出一枚金色的龙珠，龙珠悬浮在半空，散发出强大的空间波动，瞬间将那道秘境缝隙定住，让它无法闭合。清雪，冰封。陆清雪紧随其后，太阴剑气挥洒，将那只受伤的炼尸手臂直接冻结。江离，斩首。江离化作一道黑影，顺着被冻结的手臂冲入缝隙。片刻后，一颗巨大的炼尸头颅被扔了出来。玉兽宗最后的底牌破，力破天彻底崩溃了。他双腿一软，瘫坐在虎皮大椅上。完了，全完了。苏度晨从龙背上跃下，一步步走进大殿。他没有理会那些瑟瑟发抖的长老，径直走到力破天面前。这就是你们的万寿秘境。苏度晨看着大殿后方那个被定住的空间缝隙，感应着怀中那块青铜残片传来的剧烈震动，那种渴望简直要将他的胸口烫穿。是的，是的，力破天颤抖着说道，求苏楼主饶命，我愿意交出秘境控制权，愿意举宗投降。投降？苏度晨摇了摇头，这秘境里的空间之力我很喜欢，但你们这些人……他转过身看向身后浑身是血却依然站得笔直的姬无双。无双，奴在。姬无双单膝跪地，声音虽然虚弱，却充满了狂热。这里的血石赏你了，用他们的血来祭炼你的武道杀权。谢主人恩赐。姬无双眼中红光大盛。对于修习杀戮武道的人来说，这种高阶修士的精血是大补。惨叫声再次在大殿内响起，而苏度晨则带着敖离和其余3女走向了那个神秘的万寿秘境入口。空间法则，万界战场的钥匙。苏度晨站在入口处，深吸了一口气。只要吞噬了这个秘境，我的青铜残片应该就能激活第1层功能了。离儿，护法，我们进去。随着苏度晨踏入秘境，身后的玉兽宗彻底化为人间炼狱，而这仅仅是他通往诸天万界的第1步。光影流转，斗转星移。当苏度晨一步跨入那道空间裂缝时，外界的血腥与厮杀声瞬间被隔绝，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而苍凉的灰色天地。这就是玉兽宗赖以生存的底蕴——万寿秘境。但这并非什么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反而更像是一座巨大漂浮在虚空中的囚笼。天空是破碎的，无数灰色的空间乱流如蟒蛇般游走，大地是干裂的赤土，随处可见巨大的妖兽骸骨半埋在土中，散发着古老而腐朽的气息。
空气中并没有灵气，反而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好荒凉的地方！花弄影紧了紧身上的幻灵魅魔裙，秀眉微蹙。这里真的是秘境吗？怎么感觉像是一座坟墓？这里原本是一处上古战场的一角，后来被御兽仙宗的大能劫取，炼化成了圈养妖兽的小世界。敖离化作人形，恭顺地跟在苏度尘身旁。身为龙族，他对空间法则的感知远超常人。主人，这里的空间法则已经濒临崩溃了，若是再过几百年，恐怕就会彻底湮灭。崩溃！苏度尘看着手中那块正在疯狂发热、颤抖的青铜残片，嘴角勾起一抹贪婪的弧度。不，他是在等待新生。去吧，尽情的吃。苏度尘松开手，嗡！青铜残片瞬间飞上半空。下一刻，异变陡生，只见那原本并不起眼的残片突然爆发出一股令天地变色的吸力，就像是一个微型的黑洞，开始疯狂吞噬这方小世界中残存的空间法则。咔嚓，咔嚓，天空中的裂缝开始迅速扩大，大地开始崩塌，无数银色的空间碎片化作流光，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入那块小小的青铜片中。随着吞噬的进行，残片上的锈迹开始脱落，露出了下面古朴玄奥的暗金色纹路。主人，这秘境要塌了。江离手持重剑护在苏度尘身侧，神色凝重地看着四周不断掉落的虚空碎片。无妨。苏度尘负手而立，神色淡然，有我在，他不了。就在这时，随着秘境核心的空间法则被抽离，大地的中央突然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峡谷，一股粉红色的带着极致魅惑与古老妖气的冲天光柱从那峡谷深处喷薄而出。这股气息之强，竟然丝毫不弱于真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那种直击灵魂的诱惑力比龙威更加可怕。这种令人讨厌的骚味。敖离原本温顺的表情瞬间变了，他那对粉色的龙角微微发光，金色的树瞳中闪过一丝厌恶与警惕，喉咙里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声。狐狸，而且是天狐。狐狸。苏度尘眼中金芒一闪，走，下去看看。他身形一动，带着四女直接跳入了那道裂开的峡谷之中。峡谷深处别有洞天，这里并没有外界的荒凉，反而生长着无数粉色的发光灵草。而在那花海的中央，悬浮着一口巨大的由整块万载玄冰魄雕琢而成的透明水晶棺。水晶棺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金色符箓，每一张符箓上都散发着镇压封印的气息。而在棺材的四周还锁着9条粗大的锁链，深入地底，仿佛在汲取着大地最后的力量来维持封印。透过晶莹剔透的棺壁，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躺着的一个女子，那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女子。她身着一袭如雪般纯白的宫装长裙，那布料不知是何材质，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裙摆极长，铺散在棺底，如同盛开的白莲。她拥有一头银白色的长发，柔顺地披散在身下，五官精致的仿佛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眉心处有一点朱红色的火焰印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身后那9条毛茸茸的洁白无瑕的巨大尾巴，它们即使在沉睡中也仿佛有生命一般，轻轻拥着她的娇躯，像是在守护着这位沉睡的睡美人。九尾天狐，妖族中的皇者，魅惑之道的极致，果然是九尾狐。苏度沉落在水晶棺前，隔着冰层，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这位绝世妖后。这种级别的存在怎么会被封印在这里？江离疑惑道。因为他是御兽仙宗当年的祸根。敖离冷冷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幸灾乐祸。据龙族古籍记载，万年前御兽仙宗的一位太上长老迷恋上了一只九尾天狐，试图将其强行契约，结果没想到这狐狸媚术通天，反而控制了那位长老，差点让御兽仙宗灭门。最后是御兽仙宗举全宗之力才将其镇压封印在此。说到这里，敖离看向苏度尘，小声道：主人，这狐狸是出了名的祸水，心机深沉，最擅长蛊惑人心，要不还是趁他没醒，一刀宰了取妖丹吧。同为妖族顶尖血脉，龙族主力量，狐族主魅惑，两者天生就互相看不顺眼。敖离本能地感觉到了威胁，这个狐狸要是醒了，绝对会跟他争宠。宰了。苏度尘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冰凉的水晶棺壁。那多可惜，九尾天狐天生媚骨，乃是世间极品炉鼎。而且苏度尘看着棺中女子那紧闭的双眼，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她的毛看起来很软，正好缺个暖手的。话音未落，那块正在吞噬空间的青铜残片突然飞了回来，悬浮在水晶棺上方，似乎是感应到了同源的气息，残片猛地一震，直接切断了那9条锁链。嘣嘣嘣，锁链断裂，贴满符箓的水晶棺盖在这一刻轰然炸开，一股粉色的香风
瞬间席卷了整个峡谷。一声慵懒、酥软，仿佛刚从春梦中醒来的那男声从关中传出。仅仅是这一声轻哼，就让在场的花弄影和红粉夫人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好强的媚术！花弄影震惊不已。他自诩修魔魅惑众生，但跟这位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关中的女子缓缓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瞳孔呈现出诡异的淡紫色，流转着琉璃般的光泽，眼波流转间，仿佛能看穿世间一切情欲，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为他去死。他并没有急着起身，而是伸了个懒腰。这一伸，那一身原本端庄的白色宫装瞬间紧绷，勾勒出那是何等夸张的魔鬼曲线。胸前那抹惊心动魄的起伏，随着呼吸颤颤巍巍，仿佛在向世人宣告他的苏醒。这一觉睡得好久。女子坐起身，银发如瀑布般滑落。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目光迷离地扫过四周，最后定格在了苏度晨以及他身边的敖离身上。哟，这不是那群只会有蛮力的长虫吗？女子掩嘴轻笑，声音如珠落玉盘。怎么，玉寿宗那帮老不死的死绝了，居然让一条小母龙闯进本宫的寝宫？骚狐狸，你说谁是长虫？敖离大怒，龙威爆发，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哎呀，好凶！女子拍了拍胸口，那波涛汹涌的画面让人目眩神迷。她根本无视了敖离的威胁，目光落在了站在最前面的苏度晨身上。他那紫色的眸子微微一眯，似乎看出了些什么。奇怪，一个没有任何灵力的人族凡人，而且他的视线扫过敖离身上的金色鞍具，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这条高傲的小母龙竟然给你当坐骑，小哥哥，你很有趣呢。女子身形一闪，竟然直接从棺材里消失。下一刻，她已经出现在了苏度晨面前3寸之处，一股浓郁的蓝麝幽香扑面而来。她赤着一双如玉般的小脚，悬浮在空中，那9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在身后轻轻摇曳，如同盛开的孔雀屏。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想要去勾苏度晨的下巴。告诉姐姐，你是怎么驯服这条长虫的？要是说的好听，姐姐可以奖励你。奖励我？苏度晨没有躲闪，任由他的手指靠近。但在接触的那一瞬间，苏度晨出手了。他的手快如闪电，一把抓住了他那只作乱的手腕，猛地一拉。啊！女子没想到这个凡人力量如此之大，惊呼一声，整个人失去了平衡，直接撞进了苏度晨的怀里。苏度晨顺势一只手搂住了他那纤细的仿佛一折就断的腰肢，另一只手毫不客气的一把抓住了他身后的一条大尾巴。哼！女子身子剧烈一颤，原本高傲戏谑的表情瞬间崩塌，脸上飞起2朵红霞，眼中泛起水雾狐狸的尾巴，尤其是根部，那是绝对的禁区。放开！她浑身发软，想要挣扎，却发现体内的妖力在接触到这个男人身体的瞬间，竟然被一股诡异的力量死死压制住了。那是阴阳造化奴仙经对异族妖修的天然克制，这就是九尾天狐。苏度晨手里捏着那毛茸茸、手感极佳的尾巴，轻轻揉搓着，嘴角挂着玩味的笑。毛确实很顺，叫什么名字？女子咬着红唇，试图用媚术反击。她紫眸中光芒大盛，直视苏度晨的双眼，看着我的眼睛，爱上我，放开我。她在心中默念咒语。然而1秒、2秒，苏度晨的眼神依旧清澈，甚至带着一丝嘲弄。媚术！苏度晨低头凑近他的耳边，热气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廓上。在祖师爷面前玩媚术，你还嫩了点。轰！苏度晨眼中黑白光芒爆发，一股比他强大无数倍的精神风暴顺着2人的视线强行冲入了他的识海。啊！女子发出一声惨叫，她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感让她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抵抗力。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苏度晨再次问道，声音中带上了不容置疑的威严。涂山妖。女子终于崩溃了，她颤抖着吐出了自己的名字。涂山妖是上古青丘狐族的公主，也是曾经差点颠覆玉兽仙宗的妖后。涂山妖，好名字。苏度晨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并没有放开她，反而搂得更紧了。从今天起，你不用回那个棺材了，外面的世界很大，正好缺个宠物。宠物？涂山妖瞪大了眼睛，身为九尾天狐的骄傲让他想要反驳，本宫乃是青丘。啪！苏度晨没惯着他，抬手就是一巴掌，拍在他那挺翘的臀部上。隔着那层轻薄的白色宫装，手感惊人的好。涂山妖被打懵了，万年来谁敢这么对他？现在你是我的宠物。苏度晨眼神冷漠，要么乖乖听话做我的狐狸，要么他指了指头顶正在崩塌的空间，我就把你扔在这里，让你随着这方世界一起化为灰烬。
涂山妖抬头看去，只见头顶的天空已经彻底碎裂，无尽的虚空风暴正在吞噬一切。如果不跟着这个男人走，他必死无疑。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好狐不吃眼前亏。涂山妖咬了咬牙，眼中的高傲迅速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楚楚可怜、媚意横生的神态。他身子一软，彻底瘫在苏杜城怀里，9条尾巴顺从地缠绕在苏杜城的腰间和腿上。主人，你好坏哦。他声音甜腻，用脸颊蹭着苏杜城的胸膛。人家才刚醒，你就这么凶，做宠物就做宠物吗？只要主人肯疼妖，妖什么都愿意做。这变脸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一旁的敖离看得咬牙切齿，狐狸精，不要脸！哥哥喽，长虫姐姐这是吃错了吗？涂山妖在苏杜城怀里探出头，对着敖离做了个鬼脸。没办法，谁让妖的毛比你的鳞片软呢？主人肯定是更喜欢摸妖的。我要杀了你！敖离气得就要动手。好了，苏杜城淡淡开口，制止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后宫大战。他一手搂着涂山妖，一手招过还在疯狂吞噬空间法则的青铜残片。此时的残片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它不再是废铁，而是化作了一枚悬浮的青铜古符，上面流转着银色的空间神光。第一层封印解开了，苏杜城感应着其中的信息，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万界战场的第一层坐标修罗血域，那里有能够让我的肉身磨躯大成的修罗血。走吧。苏杜城一挥衣袖，敖离不情不愿地化作百丈金龙。苏杜城抱着新收的狐狸宠物涂山妖，带着众女跃上龙背。轰隆隆，在他们冲出裂缝的那一刻，身后的万兽秘境彻底崩塌，化作了虚空中的尘埃。而随着御兽宗的覆灭和秘境的消失，苏杜城在下界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资源、军队、仙奴、功法、魔身，万事俱备。接下来该回青云城，好好消化一下这次的收获了。苏杜城坐在龙背上，手里撸着怀里的九尾狐，身下骑着真龙。妖儿，主人。涂山妖乖巧地仰起头，眼神拉丝。你的媚术能不能让人在梦中经历百世轮回？当然可以，这是妖儿的拿手好戏，大梦3000。很好。苏杜城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今晚我要借你的梦境去会一会那位大周的女皇陛下。既然女将军我已经收了，那这大周的江山也是时候改姓苏了。PS， 兄弟们，免费的礼物可以点一点，支持一下作者，这样作者更新也更有动力。谢谢兄弟们了。青云城听雨楼，当那巨大的金龙身影重新降落在顶层露台时，夜色已深，月光如水洒在敖离那巨大的龙躯上，折射出冷冽而高贵的金芒。他缓缓俯下身子，让背上的主人和那个令他讨厌的狐狸惊下来。终于到了。涂山妖慵懒地从苏杜城怀里跳下来，光着的脚丫踩在玉石地面上。他伸了个懒腰，那一身雪白的宫装随着动作紧绷，9条蓬松的大尾巴在身后如扇形般张开，几乎遮住了半边月色。长虫姐姐背上硬邦邦的，硌得妖屁股疼。涂山妖揉了揉自己挺翘的臀部，紫色的眸子里满是嫌弃，还是主人的怀里舒服，软软的，暖暖的。死狐狸，你说什么？光芒一闪，敖离化作人形。他穿着那套羞耻却又威风凛凛的金色马具战甲，气得俏脸通红，头顶的龙角都在滋滋冒电。主人的坐骑是用来骑的，不是给你当软垫的。再敢废话，信不信我把你这几条尾巴拔了做围脖？哎呀，好可怕！涂山妖躲到苏杜城身后，探出一个小脑袋，吐了吐舌头。主人，你看他这么凶，以后肯定会把主人甩下来的，不像妖儿，只会心疼主人。看着这一龙一狐的日常争宠，苏杜城有些头疼，但更多的是一种掌控一切的快感。行了，苏杜城淡淡开口。两女瞬间安静下来，齐齐看向他，眼神温顺。梨儿，去灵池把自己洗干净，那股沼泽的土腥味还在。妖儿，跟我进屋，今晚该干正事了。听到这话，敖离委屈地撇了撇嘴，狠狠瞪了涂山妖一眼，转身去了灵池。而涂山妖则是得意地扬起下巴，9条尾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屁颠屁颠地跟着苏杜城进了内寝。内寝之中，烛火摇曳，苏杜城盘膝坐在云榻之上，涂山妖则跪坐在他对面。大周皇朝的女皇名为赫连未央。苏杜城从怀中取出一份情报，那是红粉夫人接手青云城情报网后搜集的。此女不简单，18岁登基，以铁血手段镇压了3位反叛的皇叔，稳坐江山10年。据说她修炼了一门名为黄极金世录的帝王功法，心智坚定如铁，寻常幻术根本进不了身。哥，心智坚定。涂山妖掩嘴轻笑，眼中闪烁着诡异的紫芒。主人，这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心防，只有不完美的梦境。
越是高高在上，看似坚不可摧的女人，内心深处往往越是空虚压抑。只要在梦里轻轻推她一把，涂山妖说着，身体缓缓前倾，双手捧起苏杜晨的脸颊，额头抵住了他的额头。主人，请放松心神，妖儿这就带您去皇宫里转转，大梦3000，入梦。嗡，一股粉红色的异香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涂山妖身后的9条尾巴暴涨，化作一个巨大的粉色光茧，将两人紧紧包裹在内。苏杜晨只觉得眼前一黑，随即一阵天旋地转。大周皇都未央宫，此时已是3更天，偌大的皇宫寂静无声，只有巡逻禁军整齐的脚步声偶尔响起。御书房内灯火通明，一位身着玄金色龙袍的女子正端坐在御案之后批阅奏折，她便是大周女皇赫连未央。她看起来约莫27、8岁，正是女子最成熟、最有威仪的年纪。她的容貌并非那种惊艳世俗的美，而是一种极其端庄大气的威严之美。凤眼狭长，不怒自威，鼻梁高挺，透着一股倔强。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被一顶沉重的12流地冕竖起，遮住了她的额头，也似乎遮住了她所有的情绪。姬无双败了。赫连未央看着手中的密奏，握着朱笔的手指微微发白，连神策军都全军覆没，这苏杜晨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放下朱笔，揉了揉眉心，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疲惫。10年了，自从坐上这把龙椅，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权臣弄权，修仙界更是视皇权如无物，他必须时刻绷紧神经，做一个没有任何弱点的孤家寡人。好累，一阵莫名的困意突然袭来。赫连未央有些恍惚，平日里修炼黄极经世录的他精力极其旺盛，哪怕3天3夜不睡也不会困。可今晚这股困意来得如此汹涌，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的意识。他身子一软，伏在御案上沉沉睡去。滴答，一滴水声在赫连未央耳边响起。他猛地睁开眼，却发现自己并不在御书房，而是站在一座巨大、空旷且极其奢华的宫殿之中。这宫殿比他的未央宫还要大上10倍，地面铺着厚厚的金砖，墙壁上镶嵌着无数夜明珠。但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太监，没有宫女，没有禁军，只有无尽的冷清和孤独。来人！赵高，王翦！赫连未央大声呼喊，但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没有任何回应。这是哪里？朕怎么会在这里？赫连未央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慌。他低头看去，发现自己身上那件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龙袍，此刻竟然变得极其沉重，仿佛压着一座大山，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你是在找他们吗？一道戏谑的声音突然从那至高无上的龙椅方向传来。赫连未央豁然抬头，只见那把象征着大周皇权的纯金龙椅上，此刻正坐着一个男人。那是一个俊美的近乎妖异的男人，他身穿一袭宽松的月白色长袍，衣襟微敞，露出精壮的胸膛。他并没有戴皇冠，长发随意披散，一手撑着头，一手把玩着一枚玉玺，那是他的传国玉玺。在他脚边还趴着一只通体雪白、长着9条尾巴的小狐狸，正眯着眼睛享受着他的抚摸。大胆！赫连未央勃然大怒，帝王威仪瞬间爆发。你是何人？竟敢擅闯进宫，亵渎龙椅，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诛九族？那男人笑了，他缓缓站起身，手里抛着那枚玉玺，一步步走下台阶。赫连未央，你还没醒吗？这里是朕的皇宫，而你……男人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随着他的靠近，赫连未央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黄极经世录竟然完全失效了。不仅如此，他身上那件沉重的龙袍竟然在对方的目光下开始一点点消融。你想干什么？赫连未央想要后退，却发现双脚像是生了根一样动弹不得。我想干什么？苏杜晨伸出手，手指轻轻划过他惊慌失措的脸颊。这10年来，你把自己裹在这层厚厚的壳子里，装作坚不可摧的样子，不累吗？每天对着那些虚伪的大臣批阅那些永远批不完的奏折，守着这空荡荡的皇宫，你的心里难道就不渴望有一个人能让你依靠，能让你卸下防备，做回一个真正的女人？苏杜晨的声音带着一股诡异的魔力，每一个字都直击赫连未央内心最深处的软肋。涂山妖的大梦3000，最可怕的不是制造恐怖，而是挖掘欲望。不，朕不需要，朕是天子，朕富有四海。赫连未央咬着牙拼命摇头，试图驱散那种软弱的情绪。富有四海？苏杜晨冷笑一声，那你为什么在哭？赫连未央一愣，他伸手摸了摸脸颊，指尖一片冰凉。眼泪？朕哭了吗？
就在他心神失守的那一瞬间，苏杜晨出手了，他一把拦住了赫连未央的腰肢，将他狠狠地按在怀里。从现在起，这大周的天换了，你不再是女皇。撕拉，伴随着一声裂帛的脆响，赫连未央身上那件象征着皇权的玄金色龙袍被苏杜晨毫不留情地撕碎，大片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在梦境里，他是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他就像是一只被剥去了硬壳的寄居蟹，颤抖着暴露在苏杜晨的视线之下。你放肆！赫连未央羞愤欲死，他想要推开苏杜晨，却发现自己的力气小得可怜。在这梦里，我就是天。苏杜晨霸道地抬起他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黑白二色的奴印正在疯狂旋转，如同两个吞噬灵魂的漩涡。赫连未央，记住这个眼神，记住这种无力感，记住这种被征服的滋味。苏杜晨低下头，吻上了那张从未被男人触碰过的朱唇。轰！赫连未央的大脑一片空白，在梦境中，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了无数倍。那个吻带着霸道、侵略以及一股让他浑身酥软的热流，瞬间冲垮了他坚持了28年的理智。那只一直趴在一旁看戏的小狐狸，此刻也化作了一道粉色的烟雾，钻入了赫连未央的体内。哥哥，女皇姐姐，别反抗了，在梦里，时间是无限的哦。你可以试着在这个梦里给主人生100个皇子。随着涂山妖的媚术发动，梦境开始变得更加荒诞而旖旎。原本空旷的大殿变成了一张巨大的云榻，高高在上的女皇变成了一个卑微求欢的宠妃。一次又一次，她在梦中沉沦，在梦中哭泣，在梦中求饶那个名为苏杜晨的男人，在这个梦里成了她唯一的神，唯一的依靠，也是唯一的主人。啊！现实世界，大周皇宫御书房，伏在岸上的赫连未央猛地惊醒，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陛下，陛下怎么了？门外的侍卫太监听到动静，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滚！都给朕滚出去！赫连未央抓起桌上的奏折，疯了一样砸向门口，声音颤抖而尖锐。侍卫们吓得魂飞魄散，连忙退了出去，关上大门。御书房内再次恢复了死寂。赫连未央瘫坐在龙椅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全身已经被冷汗湿透，那件厚重的龙袍紧紧贴在身上，让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难受和空虚。是梦，只是个梦。他喃喃自语，试图安慰自己。但当他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心口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在那里，在他心脏最深处，一颗金色的如同种子般的印记正在缓缓搏动。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如同梦魇般在他脑海中悠悠响起。未央，梦醒了，我在听雨楼等你，带着你的玉玺，带着你的江山来见我。啪嗒，赫连未央手中的朱笔掉落在地，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那不是梦，那个夺走了他梦中一切的男人已经在现实中给他的灵魂套上了枷锁。大周亡了，青云城听雨楼。呼！苏杜晨缓缓睁开双眼，长吐一口浊气。怀里的涂山妖早已累得变回了本体，一只巴掌大小，有着9条尾巴的雪白小狐狸。他蜷缩在苏杜晨腿上，疲惫地睡着了。施展大梦3000潜入一国之君的梦境，对刚刚苏醒的他来说消耗巨大。辛苦了，妖。苏杜晨怜惜地抚摸着小狐狸柔顺的毛发，将它轻轻放在枕边。他站起身，走到露台边缘，遥望大周皇都的方向。此时东方既白，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亮了这片大地。赫连未央已经种下奴印，姬无双已经归顺，这凡俗皇权已进入我手。苏杜晨伸出手，对着虚空狠狠一握。接下来就是借助一国之气运，彻底激活那枚青铜残片。万界战场，我苏杜晨来了。就在这时，一道金色的身影从灵池方向游了过来，洗白白的袄里裹着一条浴巾，怯生生地探出头。主人，狐狸精睡着了。他看了一眼沉睡的小狐狸，眼中闪过一丝窃喜。既然他睡了，那是不是轮到离儿服侍主人晨练了？苏杜晨看着这位恢复了活力的龙族公主，感受着晨风拂面的清爽，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晨练，好主意。今日我们不骑龙，试试龙吸水。晨光熹微，金色的阳光穿透薄雾，洒在听雨楼顶层的露台之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百花灵泉的清冽与某种不可言说的麝香味道。在那张宽大的云榻之侧，一场别开生面的晨练正在进行。苏杜晨慵懒地靠在床头，微微仰着头，闭目养神。他的呼吸略显粗重，双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指节因为某种极致的愉悦而微微泛白。而在他身前，那位平日里高傲不可一世的龙族公主敖里，此刻正展现出她身为坐骑最尽职尽责的一面。她并未完全化为人形，亦未完全保持龙形，
而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半融化状态。那一头璀璨的金发湿漉漉地披散在光洁的背上，额头那对粉色的龙角晶莹剔透，正随着他的动作微微颤动，散发出淡淡的微光。最神异的是，他的口腔内部构造似乎因为龙族的血脉天赋而发生了一些改变，能够通过吞吐灵气产生一种极强的吸附力与温热感，这便是龙族秘术龙息水的真谛。呼！敖离抬起头，那双金色的树瞳中水雾迷蒙，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的银丝。他那张绝美的小脸上满是讨好与痴迷，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主人，离儿的技术比那只死狐狸如何？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声音软糯沙哑，带着一丝龙族特有的磁性震颤。苏杜晨睁开眼，伸手捏了捏他那滚烫的龙角。各有千秋。苏杜晨给出了一个中肯的评价，狐狸胜在花样多，幻术能让人身临其境，而你胜在天赋异禀，这龙息水的力道与温度确实是独步天下。真的吗？敖离眼睛一亮，身后的金色龙尾兴奋地甩动着，拍打在玉石地面上啪啪作响。那以后每天早上，离儿都要帮主人吸，都要伺候主人。准了。苏杜晨笑了笑，起身下床。此时一直在旁边装睡的涂山妖终于装不下去了，那只雪白的小狐狸蹭的一下跳起来，化作人形，气鼓鼓地指着敖离：好你个奸诈的长虫，趁人家睡觉偷吃，不知羞！略。敖离得意地做了个鬼脸，谁让你睡得跟死猪一样？在主人身边，机会是留给勤奋的龙的。看着又要掐起来的一龙一狐，苏杜晨无奈地摇了摇头。好了，别闹了。苏杜晨走到落地窗前，负手而立，目光穿透层层云雾，望向听雨楼的大门方向。那里一股极其浓郁却又带着几分悲凉与决绝的紫金色黄道龙气正在缓缓逼近。客人到了。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离儿，妖儿，更衣。今日我们要迎接一位带着江山来投奔我的新朋友。听雨楼正门。今日的青云城格外安静，因为全城的百姓都被一股无形的黄威压得喘不过气来。一辆没有任何仪仗也没有任何护卫的黑色马车孤独地停在了那两尊巨大的麒麟石兽前，马车的车帘掀开，一位身着素衣头戴帷帽的女子缓缓走了下来。虽然她刻意收敛了气息，但那骨刻在骨子里的雍容华贵，以及那即使在落魄中依然挺直的脊梁，都在昭示着她的身份：大周女皇赫连未央。她没有戴玉玺，也没有戴百官，因为在昨晚那个荒唐而真实的梦境里，那个男人说过，我要的不是你的虚名，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以及你绝对的臣服。赫连未央站在台阶下，抬头看着那块金光闪闪的听雨楼牌匾，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屈辱、不甘，还是那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解脱与期待。大周赫连未央，求见苏楼主。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清冷，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哟，这不是陛下吗？一道充满戏谑与野性的声音从大门内传来。轰！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一个身着赤红色荆棘战甲，手持凤翅鎏金躺的高挑女子大步走了出来。她浑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煞气，脖子上那黑色的金属项圈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原本应该是保家卫国的女战神，此刻却像是一头被驯服的恶犬，正用一种审视猎物的目光看着昔日的君主。姬将军。赫连未央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子，瞳孔骤缩。这就是她大周的镇国女武神，那个曾经在金殿之上誓死效忠，说要为大周流干最后一滴血的姬无双。此刻的她衣着暴露，满身倒刺，眼神狂热而奴性，哪里还有半点将军的尊严？别叫我将军！姬无双冷冷打断，手中的长躺重重顿在地上，震起一片烟尘。我现在只是主人的一条看门狗，而你……姬无双上下打量着赫连未央，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也不再是什么女皇了。既然来了，就该懂听雨楼的规矩，把帷帽摘了。这里只有奴，没有君。赫连未央身子一晃，脸色惨白。曾几何时，姬无双见他都要行跪拜大礼，如今却敢如此对他说话。但当他摸到心口那颗正在发烫的奴印种子时，所有的愤怒都化作了无力。是。赫连未央颤抖着伸出手，摘下了帷帽，露出了一张虽未施粉黛却依旧威严绝美的脸庞，只是那双凤目中此刻写满了凄凉。请通报。进去吧，主人在顶层等你。姬无双侧过身，让出了一条路。在赫连未央经过他身边时，姬无双突然低声说了一句：陛下别觉得委屈，等你见到了主人，你会明白，做他的狗比做这老屎子的女皇要快乐得多。赫连未央浑身一震，不可置信地看了姬无双一眼，然后咬着牙迈步走进了那扇仿佛吞噬一切的深渊大门听雨楼顶层大殿。赫连未央一步步走上台阶，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上。
当他终于推开那扇雕花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大殿之内极尽奢华，苏度尘高坐在主位之上，一身白袍胜雪，宛如谪仙。而在他身侧围绕着4位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世尤物。身穿冰晶战甲，清冷如仙的陆清雪正在为他斟酒，身穿幻绫短裙，妖娆入骨的花弄影正在为他剥葡萄，身穿黑色束缚甲，英气逼人的江离正抱着剑侍立一旁，还有那个额头上长着龙角，浑身散发着让他灵魂战栗气息的金发女子，正像只小猫一样趴在苏度尘膝头，享受着他的抚摸。真龙，赫连未央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作为一国之君，他自然知道龙族意味着什么，那是大周皇朝图腾上的生物，是凡人需要顶礼膜拜的神。可现在这尊神竟然只是这个男人的宠物。这一刻，赫连未央心中最后的一丝身为女皇的骄傲彻底崩塌了，连真龙都跪了，他一个人间帝王又算得了什么？未央，你来了。苏度尘放下手中的酒杯，目光落在赫连未央身上，带着一丝仿佛看穿了他灵魂的笑意。昨晚的梦睡得可好？这句话就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赫连未央记忆的闸门。梦中那令人羞耻的画面，那被撕碎的龙袍，那一次次求饶的呻吟，如同潮水般涌来，让他的脸瞬间红透了，连耳根都滚烫。苏楼主。赫连未央想要行一个平背礼，但双膝却在奴印的控制下不受控制的发软。扑通，他跪下了，跪在了这个夺走了他一切的男人面前。大周赫连未央见过主人。这一跪代表着大周皇朝亡了，也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奴诞生了。很好，苏度尘满意的点了点头。过来。赫连未央不敢违抗，西行上前来到苏度尘脚边。苏度尘伸出手，并没有像对待敖离那样抚摸他，而是直接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既然来了，那就交出你的嫁妆吧。我不缺金银珠宝，也不缺城池土地，我要的是你身上背负的大周国运。放开你的心神，不要抵抗。赫连未央身子一颤，随即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滑落。是，主人。轰！苏度尘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全力运转，在赫连未央的头顶，一道肉眼可见的紫金色气柱冲天而起，那是汇聚了大周亿万子民信仰，传承了千年的黄道龙气。若是普通修士，哪怕沾染一丝这种因果极重的国运，都会被天道反噬，爆体而亡。但苏度尘不怕，他另一只手一翻，那枚悬浮的青铜古符出现在掌心，翅膀。这就是你要的最后一道主菜。嗡！青铜古符发出一声欢快的颤鸣，像是一头饿了万年的饕餮，猛地扑向那道紫金气柱。鲸吞！海量的国运被疯狂吞噬。随着国运的流失，赫连未央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形摇摇欲坠。那是与国运绑定的反噬。哼！苏度尘冷哼一声，分出一缕来自敖离的精纯真龙之气，反向渡入赫连未央体内。国运没了，我赐你龙运。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你是受命于我的奴隶。得到真龙之气的滋养，赫连未央原本苍白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甚至比之前更加娇艳。他体内的凡俗黄气被洗炼，转化为了一种更加高级的修仙资质。终于，当最后一缕紫金气柱被吞噬殆尽，那枚青铜古符彻底变了模样。原本的铜锈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体漆黑如墨，表面流转着血色纹路的古老令牌。令牌正面刻着一个狰狞的修罗鬼面，背面则是两个血淋淋的大字血域。咔嚓，令牌悬浮在半空，投射出一道漆黑的空间光门。光门那一头传来阵阵凄厉的鬼哭狼嚎，以及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煞气。万界战场第一层修罗血域开启。终于开了。苏度尘站起身，眼中燃烧着熊熊的野心之火。他能感觉到，在那光门的另一端，有着能够让他这具魔躯彻底大成的机缘——修罗族皇室的本源精血。主人，这就是万界战场。江离握紧了手中的重剑，感受到那股杀戮气息，体内的剑意蠢蠢欲动。没错。苏度尘目光扫过在场的众女，这下界太小，养不起你们这群真龙天凤，那里才是你们真正的舞台。清雪、江离、季无双，随我出征。敖离、涂山妖、红粉、未央留守青云城，我要把这听雨楼打造成诸天万界最强的大后方。是，主人。众女齐声应道，声震云霄。苏度尘走到那扇漆黑的光门前，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被他彻底征服的下界。夜神鹰，别急，等我从这血域中杀出来的时候，就是我登临仙界让你跪下唱征服的时候。苏度尘一步跨出，身影没入黑暗。而在那光门后的世界，
一位身披血色披风、手持双镰的修罗族女皇正坐在白骨王座上，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中的头骨。突然，她动作一顿，看向了虚空某处。新鲜的雄性气息，而且好强壮的味道。哥，看来又有新的玩具送上门了。空间是扭曲的，时间仿佛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当苏杜晨带着陆清雪、江离、姬无双三人跨过那道漆黑的光门时，一股令人作呕的眩晕感瞬间袭来，紧接着是一种如同从云端坠入深海般的沉重压迫感。呼！苏杜晨率先睁开双眼，双脚稳稳地踏在了坚实的地面上。入眼处是一片令人心悸的暗红，天空没有太阳，只有2轮巨大的弯月高悬，一轮呈现出诡异的深紫色，另一轮则是滴血般的猩红。在这双月的照耀下，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浸泡在陈年的血水中。大地是焦黑的，土壤中渗着暗红色的液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铁锈味与硫磺味。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并非岩石构成，而是一根根巨大的不知名生物的白骨堆砌而成，狰狞而恐怖。这就是万界战场第1层修罗血域，这里的重力是下界的10倍。身后姬无双踉跄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他那一身赤红色的荆棘战甲在这血色月光下显得格外妖异。作为专修肉身的武者，他对环境的适应力极强，甚至他体内的好战因子正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疯狂躁动。而且这里的灵气非常稀薄，充斥着暴虐的煞气。陆清雪秀眉微蹙，周身亮起一圈淡蓝色的冰晶护盾，将那股令人不适的燥热隔绝在外。他手中的古剑发出轻微的嗡鸣，似乎在警惕着四周的黑暗。煞气！苏杜沉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对于寻常修士来说足以乱心智的血煞之气吸入他的肺腑之中，却如同最醇厚的美酒，让他那沉寂已久的魔躯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不，这不是煞气。苏杜沉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眼中的黑白光芒隐隐泛红。这是养料。他伸出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抓，滋滋滋，空气中游离的血色能量瞬间汇聚，在他掌心化作一颗鲜红的血珠。苏杜沉一张口将其吞入腹中，轰！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轰然运转，那血珠瞬间化作滚滚热流，滋养着他的四肢百骸。仅仅这一口就抵得上他在下界苦修3日。果然是宝地。苏杜沉眼中的贪婪不再掩饰，这里的每一寸空气，每一滴水，甚至每一个活物，都是助我肉身成圣的丹药。走吧。苏杜沉负手而行，如同步入自家的后花园。去前面那座城。在视线的尽头，一座通体由黑曜石与白骨铸就的巨大城池，正像一头蛰伏的巨兽，静静地趴在荒原之上。荒原之上，杀机四伏。这里没有规则，只有弱肉强食。嘎嘎嘎！一阵刺耳的怪叫声从头顶传来，一大片乌云迅速逼近。仔细看去，那竟是一群一展超过2米、长着鬼脸的嗜血魔蝠。他们的獠牙锋利如刀，每一只都有着堪比筑基中期的气息。领头的一只蝠王更是达到了筑基大圆满。新鲜的血肉，来人，吃掉！女人带回去。这些魔物竟然通晓人言，眼中闪烁着淫邪与贪婪的红光，铺天盖地地向着4人俯冲，而下面对着足以让下界宗门灭门的恐怖兽潮，苏杜沉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太吵了。他淡淡吐出3个字：遵命。站在他左侧的江离瞬间动了，铮！一声剑鸣压过了漫天符叫。江离单手托着那把巨大的黑色重剑，双腿发力，整个人如同一枚黑色的炮弹冲天而起。大罗灭生，剑刃风暴。他在空中猛地旋转，手中的重剑化做了一轮黑色的死亡满月。噗噗噗噗！那漫天的魔符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像是撞上了绞肉机的豆腐，瞬间炸裂成漫天血雾。那只拥有筑基圆满实力的蝠王惊恐地想要逃窜，却被一道更快的红色身影拦住了去路。想跑？姬无双狞笑一声，他并没有用兵器，而是直接伸出双手，一把抓住了蝠王的双翼。撕拉！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那只巨大的蝠王竟然被他徒手撕成了2半。滚烫的魔血淋了姬无双一身，顺着他那荆棘战甲的缝隙流淌，刺激的他发出一声舒爽的呻吟。江离，你杀得太快了，都没给我留几个。姬无双扔掉手中的残尸，舔了舔嘴角的血迹，一脸意犹未尽。那是你太慢。江离冷冷回了一句，手中的重剑并未归鞘，依然保持着警戒。陆清雪则默默地挥动古剑，一股极寒之气扫过，将那些坠落的残肢断臂冻结，以免血腥味引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在苏杜沉看来，麻烦越多越好。不错。苏杜沉看着这支刚刚经历过下界战火洗礼，配合愈发默契的仙奴小队，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张开双臂，
体内的功法运转到极致。吞，呼，天空中那尚未消散的漫天血雾，受到一股无形力量的牵引，化作一条红色的长河，被苏杜晨一口气吸入了腹中。嗝，苏杜晨打了个饱嗝，身上的皮肤泛起一层淡淡的宝光，味道有点腥，不过勉强能入口。继续赶路。半个时辰后，四人终于来到了那座白骨巨城的城门之下。城门高大100丈，由2根不知是什么巨兽的腿骨搭建而成。城墙上挂满了干瘪的尸体，有人类的，也有各种奇形怪状生物的，在风中摇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城门上方刻着几个血淋淋的大字：罪恶之城。城门口2排身高超过3米，皮肤青灰，头生独角，手持狼牙棒的修罗族战士正在盘查。说是盘查，其实就是明抢。凡是想要入城的，不仅要缴纳大笔的血石，还要被搜身。若是遇到有些姿色的女性生物，更是会被直接拖到旁边的暗巷里。站住！当苏杜晨一行人走近时，那10几名修罗战士的眼睛瞬间直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极品的货色。苏杜晨的细皮嫩肉，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品食材，以及身后那3位清冷如冰的陆清雪，野性火辣的姬无双，英气逼人的江离，每一个都是足以让修罗族发狂的绝世尤物。好东西！领头的一名修罗队长拥有金丹初期及修罗族称为魔将的实力，他流着哈喇子，挥舞着狼牙棒走了过来，目光肆无忌惮地在3女身上游走。小子，想要进城？修罗队长指着苏杜晨狞笑道：男的留下1条胳膊当过路费，女的全部留下，给老子当泄火盆。周围的修罗战士纷纷哄笑起来，眼中满是淫邪的光芒。在修罗血域，人类是最底层的存在，通常只有作为食物和奴隶的份。面对这赤裸裸的羞辱，陆清雪3女的眼中瞬间杀机毕露。但苏杜晨没有下令，他们不敢动。苏杜晨看着那个比自己高出1倍的修罗队长，就像是在看一只对着巨龙狂吠的野狗。泄火盆！苏杜晨轻笑一声，语气平淡的听不出喜怒。我正好也缺个东西。什么？修罗队长一愣。我缺个夜壶。苏杜晨指了指修罗队长的脑袋，我看你的头骨形状不错，大小刚好。找死！修罗队长勃然大怒，在罪恶之城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给我把他剁成肉泥！他举起狼牙棒，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向苏杜晨的天灵盖。无双！苏杜晨动都没动，只是轻轻唤了一声。汪！一声不似人声，更像是猛兽出笼的咆哮声响起。一道红色的闪电瞬间撞入了修罗队长的怀里。那是姬无双，他甚至没有用兵器，而是直接用头狠狠地撞在了修罗队长的下巴上。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那身高3米的修罗队长竟然被姬无双这狂野的一撞，直接撞得倒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城墙上，扣都扣不下来。什么？周围的修罗战士傻眼了。这看起来娇滴滴的人类女人，力气怎么比他们修罗族还大？一个不留！苏杜晨冷漠地跨过地上的碎石，向城内走去。身后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江离重剑横扫，陆清雪冰封控制，姬无双贴身肉搏。短短时息，城门口多了10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而苏杜晨的衣角甚至没有沾染一粒灰尘。他站在城门洞里，看着前方繁华而混乱的街道，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罪恶之城，从今天起，这里改名了，叫听雨楼分舵。与此同时，罪恶之城最中央，一座悬浮在半空的巨大白骨宫殿内。大殿深处，一座由无数强者头骨堆砌而成的王座之上，一名身披猩红色披风，手持2把月刃镰刀的女子正慵懒地倚靠在王座上。她极美，但也极度危险。她的皮肤并非人类的白皙，而是一种呈现出淡淡灰色的冷艳质感。一头银色的长发一直垂落到脚踝，额头两侧生着一对弯曲向上的黑色魔角，上面刻满了血色的符文。她身上只穿着几片由不知名魔兽皮制成的甲胄，遮住了关键部位。大片灰白色的肌肤暴露在外，尤其是那平坦的小腹上有着一道妖异的红色纹身，一直延伸到双腿之间。她便是这座城的主人，也是这方圆万里内的霸主，修罗女皇叶罗。叶罗正在把玩着手中的一只头骨酒杯，突然动作一顿，她那一双呈现出深紫色的树瞳猛地看向城门的方向。好精纯的气血，好霸道的灵魂。她舔了舔猩红的嘴唇，露出一对尖锐的小虎牙，眼中闪过一丝久违的兴奋。在这枯燥的血域里，已经几百年没有闻到过这么诱人的味道了，那是来自异界的雄性。叶罗站起身，那双修长有力的大腿迈过王座下的累累白骨。来人！他的声音沙哑而磁性，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备驾，本皇要亲自去狩猎。若是那雄性长得顺眼，
今晚。叶罗看了一眼寝宫深处那张巨大的、足以容纳10人的血色大床，嘴角勾起一抹淫迷的笑意。本皇要拿它来配种。城门口，刚刚清理完垃圾的苏度晨突然脚步一顿，他抬起头看向城市中央那座悬浮的白骨宫殿，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发出一种遇到极品猎物时的渴望信号。哦，苏度晨摸了摸下巴，看来不用我去找了，猎物自己送上门了。配种。苏度晨仿佛感应到了对方的念头，眼中的黑白光芒大盛。想法不错，不过谁是公谁是母还得在床上打过才知道。罪恶之城，主干道，这里是整个修罗血域最繁华也最混乱的地方。街道两旁并非整齐的店铺，而是无数由巨大兽骨搭建而成的摊位。摊位上摆卖的不是灵石丹药，而是还在滴血的新鲜器官，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各族奴隶，以及各种散发着诡异气息的黑暗法器。苏度晨一行人的出现就像是一滴清水滴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引爆了整条街道。那是人类，好鲜嫩的肉体，那几个女人，天哪，简直是极品。无数贪婪、淫邪、嗜血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而来。若非刚才城门口那场瞬间的屠杀震慑住了部分宵小，恐怕现在早就有一群亡命之徒扑上来了。即使如此，那种被无数野兽盯着的感觉依然让人如芒在背。哼！姬无双冷哼一声，他那一身赤红色的荆棘战甲在昏暗的血月下格外刺眼，他并没有因为周围的目光而感到畏惧，反而像是一头巡视领地的母狮，浑身煞气外放。他手中的凤翅鎏金躺在地上拖行，划出一道深邃的火花痕迹。谁敢上前一步，死！简单粗暴的警告，配合他那先天武者特有的狂暴气血，让周围那些蠢蠢欲动的修罗族不得不按捺住心中的躁动。苏度晨走在最中间，神色闲适的，仿佛是在逛自家的后花园。他一边走一边随手从路边的一个摊位上拿起一颗还在跳动的红色果实，那是某种魔植的心脏，味道不错。苏度晨咬了一口，鲜红的汁液顺着嘴角流下，让他那张俊美无愁的脸庞增添了几分妖异的魔性。主人，前面有人挡路。江离突然停下脚步，手中的黑色重剑微微抬起，直指前方。只见原本拥挤的街道尽头，人群正如潮水般向两侧分开。一对身披重型黑甲，胯下骑着梦魇魔兽的骑士，迈着整齐而沉重的步伐，缓缓逼近。这并非普通的巡逻队，而是修罗女皇的亲卫军夜魔卫。每一名骑士都有着金丹初期的实力，为首的一名统领更是达到了金丹中期。奉女皇陛下之命。那名统领勒住缰绳，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苏度晨等人，声音冷漠如铁，宣异界雄性觐见。觐见。苏度晨咽下最后一口果肉，随手将果核弹飞。你是说让我去见那个想要配种的女人？统领眉头一皱，眼中杀机毕露。大胆，竟敢对女皇陛下不敬！陛下看上你，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若是伺候的好，陛下或许会留你一命，做个长期的面首。至于这几个女人，统领贪婪地扫过陆清雪三女，冲入军营，赏给兄弟们乐呵乐呵。吼！他胯下的梦魇魔兽也配合着发出兴奋的嘶吼。面首！军营！苏度晨笑了，他转头看向身侧的姬无双。无双，他说要把你送去军营，你觉得该如何？姬无双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红唇，眼中爆发出嗜血的光芒。回主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嘴撕烂。准了。得到命令的瞬间，姬无双动了。轰！他脚下的地面瞬间炸裂，整个人如同一枚红色的炮弹，无视了那名为首统领的金丹威压，直接撞入了他的怀中。找死！统领大怒，手中长枪就要刺出，但他低估了姬无双的速度，更低估了这个女疯子的打法。姬无双根本没有闪避长枪，而是用那只带着荆棘护臂的手一把抓住了锋利的枪尖。噗嗤！枪尖刺穿了他的手掌，鲜血飞溅。但这种疼痛反而彻底点燃了他体内的奴性与狂性。给老娘下来！姬无双怒吼一声，怪力爆发，竟然连人带马将那个金丹中期的统领硬生生从半空中拽了下来。砰！统领重重砸在地上，还没等他起身，姬无双已经骑在了他的身上。没有用兵器，而是用那双戴着荆棘手套的拳头，一拳接一拳地砸在那统领的脸上。配种是吧？砰！面首是吧？砰！还想睡老娘？砰砰砰！每一拳落下都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声音和飞溅的魔血。周围的修罗族人都看傻了，这还是那个以肉身强横著称的夜魔卫统领吗？竟然被一个人类女人按在地上暴揍，而且
这个女人看起来比修罗还要疯狂。就在姬无双准备一拳轰碎统领脑袋的时候，够了！一道慵懒、沙哑却带着无上威严的声音突然从天空中传来，紧接着一股恐怖的重力场瞬间笼罩全场。姬无双只觉得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挥出的拳头硬生生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寸进分毫。苏杜晨抬头望向天空，只见那2轮血月之下，一座由无数白骨雕琢而成的巨大王座正悬浮在半空。王座由4只长着翅膀的骷髅龙拉着，缓缓降临。而在那王座之上，坐着一个足以让天地失色的女人——修罗女皇叶罗。她并没有穿那种厚重的铠甲，而是身着几片极其节省布料的皮甲，大片灰白色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上面绘满了妖异的血色魔纹。她翘着2郎腿，一只手撑着下巴，那一双深紫色的树瞳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苏杜晨。小家伙，你的狗很凶吗？叶罗舔了舔嘴唇，声音中带着毫不掩饰的侵略性。不过本皇更喜欢凶一点的，只有凶一点的雄性在床上挣扎起来才更有味道。随着他的降临，周围所有的修罗族人齐齐跪倒在地，瑟瑟发抖，那是来自血脉深处的绝对压制。唯有苏杜晨依旧负手而立，甚至连腰杆都没有弯一下。他目光直视着叶罗，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再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的成色。腿不错，够长，够有力。苏杜晨淡淡点评道，腰也够细，那魔纹倒是有些别致的情趣，就是这皮肤的颜色稍微有些死气沉沉。不过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邪笑，指了指叶罗额头那对弯曲的黑色魔角，这对把手我很满意，骑起来的时候应该很顺手。死寂，整个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那些跪在地上的修罗族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人类在说什么？把手，骑起来。他竟然把高贵的魔角当成了骑乘时的把手。你说什么？叶罗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一股恐怖的杀气从他体内爆发，周围的空气瞬间凝结成冰渣。你把本皇当成坐骑？不。苏杜晨摇了摇头，不是坐骑，是母狗。轰！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炸药桶。找死！叶罗怒极反笑，身形瞬间从王座上消失。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了苏杜晨面前，那只长着锋利指甲的手爪带着撕裂虚空的恐怖力量直取苏杜晨的心脏。这一击快到了极致，甚至超越了时间的感知，连江离和陆清雪都没来得及反应。噗！利爪穿透肉体的声音响起，但倒下的并不是苏杜晨。只见苏杜晨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一只手，稳稳地扣住了叶罗的手腕。虽然叶罗的利爪距离他的胸口只有半寸，甚至划破了他的衣袍，刺入了他胸肌表皮几分，鲜血渗出，但他就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眼神依旧戏谑。力量不错，可惜心乱了。苏杜晨看着近在咫尺的叶罗，两人鼻尖几乎相触，他能闻到这个女皇身上那股独特的带着血腥与罂粟般诱惑的体香。你！叶罗瞳孔骤缩，他想要挣脱，却发现这个看似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人类力量竟然大得惊人，就像是一头披着人皮的太古凶兽，死死锁住了他的关节。而且最让他惊恐的是，随着两人肢体的接触，一股诡异的力量顺着那只手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那是阴阳造化奴仙经对修罗血脉的天然压制。这就是修罗皇族。苏杜晨另一只手抬起，并没有攻击他的要害，而是一把抓住了他额头那对黑色的魔角。叶罗浑身剧烈一颤，口中竟然发出了一声极其羞耻的类似于高潮般的尖叫。修罗魔角，那是修罗一族全身神经最密集也是最敏感的地方，那是绝对的禁区，只有最亲密的伴侣才能触碰。如今被苏杜晨这么粗暴地握住，那种电流般的酥麻感瞬间击穿了他的防御，他那一身恐怖的魔力竟然在这一刻出现了停滞。放手啊！叶罗双腿一软，竟然直接瘫软在苏杜晨怀里。那张原本冷艳高傲的脸庞瞬间布满了潮红，眼神变得迷离而涣散。刚才不是很嚣张吗？苏杜晨并没有放手，反而加大了手上的力道，轻轻摩挲着那魔角上的纹路。还要不要拿我配种了？混蛋，杀了你！叶罗还在嘴硬，但身体却诚实地颤抖着，甚至本能地向苏杜晨身上蹭去。这种身体背叛意志的感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和恐慌。看来还没学乖。苏杜晨眼神一冷，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看着我的眼睛！一声暴喝如同雷霆炸响，叶罗下意识地抬头，四目相对。他在苏杜晨的眼中看到了两轮缓缓旋转的黑白磨盘，那磨盘仿佛有着无穷的吸力，
要将他的灵魂生生吸进去阴阳造化，修罗炼狱。轰！叶罗的识海瞬间被攻破，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站在罪恶之城的广场上，而是来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之中。而在火海的中央，那个男人变得无比巨大，宛如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神，而他自己则变成了一只渺小的，脖子上拴着铁链的小母狗。不，我是女皇，我是修罗族的皇。他在精神世界里疯狂挣扎，想要变回原形。在这里，你什么都不是。巨大的魔神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按住了他的头颅。跪下，叫主人。随着魔神的声音落下，一股无法抗拒的规则之力降临。现实中，在所有修罗族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们那位至高无上、战无不胜的女皇陛下，此时正满脸潮红，双眼迷离，身体软得像一滩水一样挂在那个男人身上。然后，他的双膝缓缓弯曲，在那坚硬的石板地上，扑通，跪下了。他双手抱着苏杜晨的大腿，额头那对敏感的魔角死死抵在苏杜晨的小腹上，口中发出了梦一般的呢喃：主人，叶罗难受，求主人帮帮叶罗。轰隆！这一幕如同一道惊雷，劈碎了所有修罗族人的信仰。女皇跪了，而且还是以这种发情的姿态跪在一个人类面前求欢。这天塌了。苏杜晨看着脚下这个已经彻底沦陷的女皇，感受着体内那颗魔心正在疯狂跳动，吸收着来自叶罗身上的纯正修罗皇气。很好，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他一把抓住叶罗的一只魔角，像提着一只小猫一样将它提了起来。既然难受，那就回宫。本座这里正好有一根定海神针，专治各种不服和难受。苏杜晨目光扫过四周那些已经吓傻了的修罗族人。从今天起，这座城姓苏，谁赞成谁反对？没人敢说话，连女皇都变成了那样，谁还敢反对？江离、无双、奴在两女齐声应道，眼中满是狂热。清场，把王宫给我腾出来，今晚我要在那张传说中的白骨王座上。苏杜晨看了一眼怀里正在蹭来蹭去的叶罗，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弧度。好好教教这位女皇陛下，什么叫三从四德。是。随着苏杜晨抱着叶罗大步走向白骨王宫，修罗血域的天在这一刻彻底变了颜色。而这仅仅是苏杜晨征服万界的一步棋。在他的计划中，这位修罗女皇不仅仅是一个玩物，她将是他打造修罗魔军反攻上界的第一位统帅。白骨王宫寝殿深处，这里是整个罪恶之城的最高点，也是权力的核心。巨大的穹顶由无数不知名巨兽的肋骨交错搭建而成，缝隙间镶嵌着散发着悠悠红光的血魂石，将整座大殿映照得如同传说中的炼狱、阴森。而奢华大殿正中央，那张象征着修罗一族至高无上统治权的白骨王座，此刻正发生着一幕足以让历代修罗皇从坟墓里气得跳出来的荒唐景象。放开本皇！一阵压抑、破碎却又带着某种奇异韵律的喘息声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苏杜晨大马金刀地坐在那宽大的王座之上，这王座由万千强者的头骨堆砌，坐上去并不舒服，甚至有些硌人，但那种将众生踩在脚下的心理满足感，却是世间任何软塌都无法比拟的。而那位刚刚还在城门口不可一世的修罗女皇叶罗，此刻正以一种极其屈辱的姿态被迫坐在苏杜晨的怀里。她那双修长有力、覆盖着淡淡灰色魔纹的大腿被迫分跨在苏杜晨腰侧，她那一头银色的长发凌乱地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个光洁的后背。此时的她双手被苏杜晨用一条不知从哪变出来的黑色锁链反剪在身后，整个人呈反弓状，胸前那两团因为呼吸急促而剧烈起伏的软肉几乎要贴到苏杜晨的脸上。但最让他崩溃的是，苏杜晨的一只手正死死握住他左侧那根敏感至极的黑色魔角，像是在把玩一件精美的瓷器。这就是你的王座。苏杜晨另一只手端着那只用头骨打磨成的酒杯，抿了一口猩红如血的修罗醉，眼神戏谑地看着怀中满脸潮红的女皇。坐起来感觉也不怎么样嘛，有点硬也有点凉。不过苏杜晨放下酒杯，指尖顺着叶罗那颤抖的脊背滑下，最后在那富有弹性的臀肉上狠狠捏了一把，加上你这个肉垫倒是刚刚好。混蛋！叶罗咬着嘴唇，那双深紫色的树瞳中水雾弥漫，原本的杀气早已溃不成军，只剩下最后一丝身为皇者的倔强在苦苦支撑。本皇要杀了你，把你碎尸万段。杀我！苏杜晨眼神一冷，握着魔角的手猛地一紧，甚至输入了一丝阴阳造化奴仙经特有的霸道凌厉。滋滋，电流般的酥麻感瞬间击穿了叶罗的神经。啊！叶罗扬起修长的脖颈，发出了一声高亢的尖叫。那种感觉就像是灵魂被一只大手狠狠揉捏，
痛苦与极致的快感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嘴还挺硬。苏杜晨冷笑一声，看来还没认清自己的身份。既然这王座让你这么骄傲，那今天我就在这王座上，当着你们修罗族列祖列宗的面，彻底打断你的脊梁。话音落下，苏杜晨不再留手，他一把撕碎了叶罗身上那仅剩的几片皮甲。死了！灰白色的肌肤彻底暴露在空气中，那上面妖异的红色魔纹仿佛活了过来，随着他的颤抖而扭曲。这是一场关于征服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比任何厮杀都要惨烈。苏杜晨就像是一个暴君，在攻城略地。他不仅要占有这具完美的魔躯，更要将自己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这个女人的灵魂深处。看着我，苏杜晨命令道。叶罗被迫低下头，看着那双仿佛蕴含着无尽深渊的黑眸，告诉列祖列宗，现在坐在王座上的是谁？是。叶罗的理智在崩溃，体内的修罗黄血在沸腾，却不是为了反抗，而是为了迎合。那颗已经种下的奴印种子正在疯狂汲取着他的意志，生根发芽，开出妖艳的奴役之花。是，主人。终于，这2个字从他口中吐出。那一瞬间，叶罗感觉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碎了，那是他的皇者之心。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解脱，不用再背负整个种族的重担，不用再时刻保持着威严与冷血。他只需要做一只听话的母兽，只需要讨好眼前这个男人，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安全感。很好，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体内的魔心开始剧烈跳动。随着2人的欢好，此处省略1万字，一股磅礴浩瀚、带着太古洪荒气息的暗金色能量，顺着叶罗的元音疯狂涌入苏杜晨的体内。那是修罗一族最为精纯的黄级魔血。轰隆隆，苏杜晨的体内传来了雷鸣般的巨响，他的皮肤开始发生变化，原本如玉般的质地开始转变为一种更加深邃、坚韧的暗金色泽。一道道玄奥的魔纹在他胸口浮现，与叶罗身上的魔纹交相辉映。筑基期的肉身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如纸糊般破碎。肉身金丹，肉身金丹中期，肉身金丹后期，一直冲到了金丹大圆满的极致，那股恐怖的提升才缓缓停下。此时的苏杜晨单凭肉身力量便足以手撕元阴初期的修士，这便是阴阳造化奴仙经的恐怖之处，夺天地造化，掠万族本源。不知过了多久，大殿内的动静终于平息，叶罗像是一滩烂泥般瘫软在王座上，眼神涣散，嘴角挂着一丝痴傻的笑容。他那一对魔角此刻变得粉红透明，显然是被把玩过度了。苏杜晨神清气爽地站起身，随手扯过那条猩红色的女皇披风披在身上。他低头看着这个已经彻底被驯服的女皇，伸手在她脸颊上拍了拍。醒醒，该干活了。叶罗身子一颤，本能的想要爬起来跪好，却发现双腿根本使不上力。主人，他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鼻音，奴婢起不来，起不来也要起。苏杜晨眼神淡漠，没有丝毫怜香惜玉。外面那些苍蝇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白骨王宫之外，广场之上，此时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数万名修罗族战士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而在最前方站着3名气息恐怖的高大身影，他们分别是修罗族3大部落的首领：血府部落族长罗刹，修为金丹后期；魔影部落族长幽魂，修为金丹后期；以及最为好战的狂战部落族长霸天，修为半步元婴。这3人平日里对叶罗这个女皇就是面服心不服，如今听说女皇被一个异界的人类男子掳进王宫，甚至可能已经遇害，他们立刻带着各自的亲卫军逼宫而来，名义上是秦王救驾，实则是想趁机夺权。那个该死的人类怎么还没动静？脾气最暴躁的霸天挥舞着手中的巨型战锤，怒吼道：若是女皇有个3长2短，老子要把她剁成肉酱。嘿嘿，霸天兄，我看未必。阴恻恻的幽魂舔了舔嘴唇，我刚才可是感应到了王宫里传来的那种声音，咱们的女皇陛下恐怕正在快活呢。放肆！一直守在宫门口的江离冷喝一声，他手持重剑，羽击无双，陆清雪3人如门神般挡在大殿前。虽然面对数万大军和3位顶级强者，但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惧色。主人正在休息，擅闯者死！姬无双更是一步踏出，身上的荆棘战甲在血月下闪烁着寒光，先天武者的气血之力如狼烟般冲天而起。就凭你们3个异族女人！罗刹冷笑一声，手中血斧一挥，兄弟们，给我上！杀了他们，冲进去！这修罗族的王座也该换个人坐坐了。杀！数万修罗大军发出震天的咆哮，如黑色的潮水般涌向宫门。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轰！白骨王宫的大门
轰然洞开，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甚至带着一丝太古魔神气息的恐怖威压，如海啸般从殿内席卷而出。冲在最前面的数百名修罗战士，就像是被一柄无形的巨锤击中，瞬间喷血倒飞，骨断筋折，全场死寂。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大殿深处，只见在那幽深的黑暗中，两道身影缓缓走出。苏杜晨身披猩红色的女皇披风，赤裸着精壮的上身，露出那令人心悸的暗金色魔纹。他神色慵懒，仿佛刚刚睡醒的狮子，而在他身旁是被他单手搂在怀里的叶罗。此时的叶罗虽然重新穿上了一套黑色的纱裙，但那走路时微微颤抖的双腿，以及那眉宇间尚未褪去的春情，都昭示着刚才发生了什么。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女皇，此刻竟然像只小猫一样依偎在这个男人的怀里，甚至手里还牵着那个男人的衣角，一副唯唯诺诺的小媳妇模样。女皇陛下，霸天瞪大了牛眼，手中的战锤差点掉在地上。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被这个人类挟持了您说话？挟持？苏杜晨笑了，他松开搂着叶罗的手，拍了拍他的屁股。去，告诉你的臣民，我是谁。叶罗身子一颤，眼中的迷离瞬间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冰冷的杀意。只不过这杀意不是针对苏杜晨，而是针对下面的那3个族长。他深吸一口气，强忍着身体的不适，上前一步。大胆霸天，罗刹，幽魂。叶罗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皇者的威严犹在，甚至因为得到了苏杜晨的滋润，他的气息比之前更加深不可测。见到本皇的主人，还不下跪？轰！这一声主人彻底击碎了3大族长的幻想。主人，罗刹脸色铁青。叶罗，你疯了吗？你竟然认一个卑贱的人类为主，你丢尽了我们修罗族的脸。既然你自甘堕落，那今日我就替先皇清理门户。反了，都给我反了！3大族长对视一眼，眼中的野心不再掩饰。既然女皇废了，那这就是最好的夺位时机。杀了这对狗男女！3大族长同时抱起，金丹后期的恐怖实力全力爆发，化作3道流光，直取台阶上的2人。面对这必杀的局面，苏杜晨连手都没抬，他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身边的叶罗。叶罗，奴在。叶罗立刻躬身应道：家里不听话的狗该怎么处理？叶罗抬起头，那双紫色的树瞳瞬间变成了猩红色。杀无赦。话音未落，叶罗动了。轰！他在原地留下一个残影，真身已经出现在了半空中，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2把如满月般的猩红镰刀，那是修罗族的镇族皇器月下美人。罗刹，你的斧头太慢了。叶罗的声音如同鬼魅般在罗刹耳边响起。什么？罗刹大惊，刚想回防，却发现视野开始旋转。唰！一颗斗大的头颅冲天而起，一刀秒杀金丹后期。得到苏杜晨魔血反哺的叶罗，此刻的实力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元婴期。该死，这娘们怎么变这么强？剩下的幽魂和霸天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逃。想走？叶罗舔了舔镰刀上的鲜血，那模样妖冶而致命。主人的地盘，其实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修罗奥义，血月葬送。他手中的双镰猛地挥出，天空中的2轮血月仿佛受到了感召，投射下2道巨大的红色光柱，直接将幽魂和霸天笼罩在内。啊！2声惨叫过后，2大族长的身体直接在光柱中融化，连渣都没剩下。3息，仅仅3息时间，修罗族最强的3大叛逆尽数伏诛。广场之上，数万修罗大军看着天空中那个如同浴血魔神般的女皇，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勇气。哐当，第1把兵器落地，紧接着如多米诺骨牌般，所有的兵器都丢在了地上。女皇陛下万岁，主人万岁！数万人齐齐跪倒，头颅深深埋进尘土里。叶罗收起镰刀，从空中落下，他没有接受臣民的欢呼，而是第一时间跑回苏杜晨身边，再次跪下，抱着苏杜晨的腿，仰起头，眼中满是讨赏的期待。主人，叶罗做得好吗？苏杜晨伸手摸了摸他那对已经恢复黑色的魔角，马马虎虎，不过确实省了我不少力气。苏杜晨目光扫过广场上那些跪伏的修罗大军，这就是他要的，一支绝对忠诚、战力恐怖的炮灰军团。传令下去。苏杜晨的声音冷漠而宏大，整合全族兵力，打开宝库，把所有的血魂石都搬出来。本座要在这里筑一座接引祭坛。接引？叶罗一愣，接引谁？苏杜晨看向远方的虚空，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当然是我们的援军。我在下界养的那条龙和那只狐狸，估计已经等不及要来这新世界玩玩了。而且
苏杜晨从怀中掏出那枚已经变成黑色的修罗血域令，这第一层既然已经拿下，那通往第二层万妖魔窟的大门也该开了。听说那里有一只号称不死不灭的金翅大鹏鸟，正好我家里儿缺个半飞的僚机。修罗血域，罪恶之城。在那巨大的白骨王宫广场之上，此刻正伫立着一座高达1000丈的猩红色祭坛。这座祭坛由整整10万颗高阶血魂石堆砌而成，每一颗石头上都流淌着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祭坛四周，数万名修罗族战士如同最为虔诚的信徒匍匐在地，口中吟唱着古老而晦涩的咒语。而在祭坛的最顶端，苏杜晨身披猩红色的女皇披风，赤足踩在繁复的阵眼之上，狂风烈烈，吹得他长发飞舞，宛如一尊降临世间的血色神祗。在他身侧，修罗女皇叶罗正跪伏在地，双手高举着那枚代表着第一层界域掌控权的修罗血域令。此时的叶罗换上了一袭更加大胆的黑色蕾丝长裙，那是苏杜晨按照前世记忆让他找人定做的。长裙几乎是透明的，紧紧包裹着她那灰白色的性感娇躯，额头那对粉红色的魔角在血月的照耀下散发着妖异的光泽。主人，时辰已到。叶罗的声音沙哑而恭顺，带着一丝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期待与不安。他知道主人口中的援军要来了，这意味着他在这个男人身边的独宠地位即将迎来挑战。开始吧。苏杜晨淡淡点头，只见一滴暗金色的魔血逼出，滴落在令牌之上，以无之血贯通两界，阴阳造化，接引之门开。轰隆隆，随着他一声令下，整座罪恶之城剧烈震颤。头顶那2轮血月仿佛受到了某种牵引，投射下2道巨大的血色光柱，精准的轰击在祭坛之上，虚空破碎。一个直径超过1000米的巨大黑色漩涡在祭坛上空缓缓成型，漩涡深处隐约可见一片湛蓝的天空和熟悉的下界气息。吼！还没等众人看清漩涡对面的景象，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便如同9天惊雷，瞬间撕裂了修罗血域那压抑的空气。紧接着，一道璀璨夺目的金光从漩涡中蛮横地冲了出来，那是一条长达100丈、威严无双的5爪金龙。金龙浑身覆盖着坚不可摧的鳞片，每一片都闪烁着神圣的光辉，与这阴森的血域形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反差。在那宽阔的龙背之上，那套金色的马具安坐，熠熠生辉，彰显着他身为坐骑的尊贵身份。真龙！跪在地上的数万修罗战士吓得浑身发抖。作为黑暗生物，他们天生畏惧这种至阳至刚的神兽气息。主人，离儿来了！金龙冲出漩涡的瞬间，便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直扑祭坛上的苏杜晨。光芒散去，身穿金色鳞甲比基尼、四肢带着镣铐的敖离直接扑进了苏杜晨怀里。他那2条修长的美腿顺势盘在苏杜晨腰间，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在那张俊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呜，主人，离儿好想你。敖离一边蹭着一边撒娇，下界好无聊，没有主人骑的日子，离儿浑身骨头都痒了。嗨！苏杜晨拍了拍他那挺翘的臀部，示意他收敛点，先下来，后面还有人呢。哥哥喽，长虫姐姐真是猴急，也不怕闪了腰。一阵娇媚入骨的笑声紧随其后，粉色的香雾从漩涡中涌出，一只生着9条雪白尾巴的绝世妖狐脚踏莲花，优雅地走了出来。涂山腰身着一袭改良版的白色工装，领口开得极低，裙摆也是高开叉设计。他赤着足，每走一步，脚下便生出一朵粉色的幻莲。在他身后跟着2个同样绝色的女子，一个是身穿紫色镂空旗袍、风韵犹存的红粉夫人，另一个则是身披残破龙袍、气质高贵却又带着深深奴性的大周女皇赫连未央。妖儿、红粉、未央拜见主人。3女齐齐跪下，眼神狂热。都起来吧。苏杜晨心情大好，这下他的仙奴天团算是彻底到齐了。然而就在这其乐融融的时刻，一道冰冷刺骨的杀气突然从苏杜晨身后爆发。哪来的野丫头，竟敢如此不知礼数，直接挂在主人身上。叶罗站了起来，他那一双深紫色的树瞳死死盯着挂在苏杜晨身上的敖离，手中的空间戒指微闪，2把猩红色的月刃镰刀若隐若现。这是领地意识，也是作为修罗女皇的尊严。在他看来，苏杜晨征服了他，就是这血域的皇。而这个金头发的女人一来就喧宾夺主，简直没把他这个地头蛇放在眼里。敖离转过头，金色的树瞳瞬间眯起，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叶罗，灰白色的皮肤，奇怪的魔纹，还有那对看起来就很不正经的魔角。你是个什么东西？敖离从苏杜晨身上跳下来，龙威全开，金发狂舞。我是主人的专属坐骑，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你这灰皮女人也配管我？坐骑！叶罗冷笑一声，
手中的镰刀瞬间出鞘。我看是哪里来的野兽吧？这身打扮也不嫌丢人。你说谁是野兽？敖离炸毛了。他这身马具战甲可是主人亲自设计的，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荣耀。我看你才是野兽，长脚的灰皮怪，找死！叶罗大怒，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残影冲向敖离。怕你不成？敖离不甘示弱，双手瞬间融化，变成锋利的金色龙爪，迎了上去。轰！金光与红芒在祭坛上空狠狠碰撞，恐怖的气浪瞬间掀翻了周围的一圈修罗战士。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一旁的涂山妖非但没有劝架，反而兴奋地拍着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哎呀，叶罗姐姐小心，那条长虫力气可大了。离儿姐姐加油，抓花她的脸。红粉夫人和赫连未央则是瑟瑟发抖地躲在一边。这种神仙打架，他们这种凡人皇者和普通魔修根本插不上手。够了！就在两女准备动真格的时候，苏杜晨的声音冷冷响起，并没有很大的音量，却如同言出法随，瞬间定住了两人的动作。奴印发作。敖离和叶罗同时闷哼一声，只觉得灵魂深处传来一阵剧痛，那种力量被瞬间抽离的无力感让他们直接软倒在地。苏杜晨一步步走到两人中间，他并没有说话，只是用那种淡漠的眼神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那种眼神比任何责骂都让他们感到恐惧。主人！敖离眼眶红了，委屈的低下头。离儿错了，奴婢知罪。叶罗也慌了，连忙跪伏在地，魔脚贴着地面，瑟瑟发抖。苏杜晨伸出两只手，分别抓住了敖离的龙角和叶罗的魔角，然后用力一捏。两声截然不同的娇吟声响起。听着，苏杜晨凑近两人的耳边，声音低沉而危险。在我的后宫里，没有先来后到，只有谁更有用。想争宠，可以，但不是在这里打架。苏杜晨指了指身后那张宽大的白骨王座，今晚去那里打，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老大。听懂了吗？两女对视一眼，脸瞬间红透了。她们当然明白主人说的打是什么意思，那绝对是一场比现在还要惨烈100倍的肉搏战。听懂了。两女异口同声的回答，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而旖旎。涂山妖在一旁吐了吐舌头，心中暗道：主人果然是大魔头，这种惩罚明明是奖励嘛。处理完后宫纠纷，苏杜晨重新站直了身体，他从怀中掏出那枚已经完全变黑的修罗血域令。此时这枚令牌的背面多出了一个新的坐标点，叙旧到此为止。苏杜晨的目光穿透了血域的苍穹，看向了更加遥远的虚空。离儿在，既然来了，那就干活吧。苏杜晨翻身骑上敖离的龙背，坐在那熟悉的金色鞍座上，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再次回归。目标：万界战场第2层万妖魔窟。听说那里有一只号称速度诸天第一的金翅大鹏鸟。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你的半飞僚机该就位了。是，主人。敖离兴奋地咆哮一声，有了主人骑在背上，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妖，叶罗带着大军跟上，我们去狩猎那只大鸟。轰隆，苏杜晨手中的令牌爆发出一道黑光，直射苍穹。天空中那2轮血月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妖气混合着蛮荒的野性从裂缝中涌出。万妖魔窟开。与此同时，万妖魔窟深处一座直插云霄的金色神山之上，一名身披金羽大氅、面容阴鸷的青年正盘坐在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他的背后长着一对遮天蔽日的金色羽翼，每一根羽毛都如同利剑般锋利。突然他猛地睁开双眼，那一双金色的阴眸仿佛能看穿万里虚空。有一股真龙的气息正在逼近。青年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真龙，那可是大补之物啊！正好，本王刚刚突破妖王巅峰，正缺一副龙肝凤髓来当下酒菜。小的慢！青年站起身，双翼一震，卷起万丈狂风。有人来给本王送外卖了，把锅架起来。万界战场第2层万妖魔窟。如果说第1层修罗血域是死寂与杀戮的红色荒原，那么这第2层便是充满了野性与蛮荒的绿色深渊。这里的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苍青色，3颗巨大的太阳呈品字形悬挂在高空，散发着灼热的妖力。大地之上是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那些古树每一棵都高达1000丈，树冠如云盖，遮天蔽日。粗大的藤蔓像蟒蛇一样缠绕在山峦之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清香，以及那股子令人心惊肉跳的属于顶级掠食者的血腥味。刺了！苍穹之上，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如同天神的伤口般骤然撕裂，紧接着一股来自修罗血域的恐怖煞气混合着浩瀚的真龙之威，如同泥石流般倾泻而下，瞬间打破了这方世界的宁静。轰！金光乍现，敖离化作的百丈金龙驮着苏杜尘率先冲出了裂缝，在他身后，修罗女皇叶罗煽动着新凝聚出的血色光翼，率领着1000名最精锐的修罗魔将，如同一片黑红色的乌云紧随其后。在之后则是涂山妖、赫连未央等一众绝色仙奴。如此庞大的阵仗，甚至让下方的原始丛林都安静了一瞬。无数低阶妖兽瑟瑟发抖地钻进地洞，本能地感到了灭顶之灾的降临。这就是万妖魔窟。苏杜尘坐在金色的龙鞍之上，深吸了一口气，那浓郁的妖气入体，瞬间被阴阳造化奴仙经转化为一丝丝霸道的妖神之力，滋养着他那刚刚突破到金丹圆满的肉身。灵气浓度是修罗血域的3倍，是下界的10倍。苏杜尘眼中金芒闪烁，这里的妖兽若是抓来炼丹或者充当血食，效果极佳。主人，小心！就在这时，身下的敖离突然发出了一声警惕的低吼，浑身金色的龙鳞瞬间炸起，有东西过来了，而且这种气息让离儿很不舒服。话音未落，厉！一声穿金裂石的秦鸣声，仿佛利剑般刺破长空，震得在场所有修为低于筑基期的修士耳膜一血。紧接着，原本明亮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遮日，而是一对翅膀，一对一展超过3000丈，通体流转着金属光泽的金色羽翼，从云端垂落，遮住了那3颗妖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头体型庞大的难以想象的金翅大鹏鸟，如同一颗金色的流星，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直扑敖离而来。在妖族的血脉压制链中，金翅大鹏鸟天生便是以龙为食，哈哈哈哈！真龙，真的是真龙！一道猖狂至极的笑声在天地间回荡。本王刚想打牙祭，老天就送来了这么一条肥嫩的小母龙，这身段，这龙肉一定很有嚼劲。那大鹏鸟并未化形，而是保持着本体，那双锐利的鹰眸死死盯着敖离，眼中的贪婪几乎要化作实质。至于龙背上的苏杜尘和其他人，直接被他无视了。在他眼里，除了龙，其他都是配菜。大胆扁毛畜生！敖离大怒。身为龙族公主，她在下界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何曾被人当作食物看待？真龙吐息，焚天！他张口便是一道金色的龙炎，直冲云霄。然而，雕虫小技！金翅大鹏王金无极冷笑一声，他那巨大的双翼仅仅是微微一震，呼！一股金色的罡风凭空生成，竟然硬生生将那道龙炎吹散了。不仅如此，那罡风于是不减，化作无数锋刃，狠狠斩在离儿的龙鳞上。叮叮当当，火星四溅！虽然敖离身上穿着苏杜尘赐予的锁龙金马具战甲，挡住了大部分伤害，但那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发出一声痛呼，庞大的身躯在空中被掀翻了数百米。敖离！涂山妖惊呼一声，9条尾巴瞬间暴涨，想要帮忙。别动！一直稳如泰山的苏杜尘突然抬手制止了众人。他依旧坐在龙背上，哪怕刚才敖离被掀翻，他的身体也像是在龙背上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他抬头，目光穿过层层罡风，看向那头不可一世的金翅大鹏。金翅大鹏鸟，速度诸天第一，以龙为食。苏杜尘淡淡点评道，血脉确实不错，可惜脑子不太好使。金无极此刻终于注意到了龙背上的这个渺小的人类，他阴谋微眯，声音如雷霆炸响。卑贱的人族，你能驯服这条母龙，倒是有几分本事。不过，既然进了本王的地盘，就乖乖把龙献上来，本王或许可以收你做个铲屎的奴才。铲屎？苏杜尘笑了，他拍了拍身下的龙鳞，安抚住暴躁的离儿。未央。苏杜尘忽然喊了一个名字，奴在。一直默默跟在身后的赫连未央猛地抬起头，这位曾经的大周女皇，如今身穿一袭被苏杜尘撕去下摆，改为高开叉战裙的残破龙袍。她那原本威严的凤目中，此刻燃烧着一股想要在主人面前证明自己的熊熊烈火。作为新人，她太需要一场战绩来稳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了。这只大鸟嘴太臭。苏杜尘指了指天上的金无极，你是天子，口含天线，去给他掌嘴，让一个凡人女皇去掌嘴金丹巅峰的妖王，这简直是送死。但赫连未央没有丝毫犹豫，奴婢遵旨。轰！赫连未央一步踏出，他体内那被苏杜尘改造过的黄极金世路疯狂运转，原本紫金色的黄道龙气，此刻竟然化作了漆黑如墨的地奴魔气。大周国运，镇压！赫连未央手中多出了一方缺了一角的玉玺，他对着天空中的金无极狠狠一印砸下。嗡！天地色变，一座巨大的
由黑色气运凝聚而成的太古神山虚影凭空出现在金无极的头顶。那不是普通的山，那是承载了一个皇朝千年重量的神。什么东西？金无极只觉得浑身一沉，那引以为傲的速度竟然瞬间慢了3成。区区凡人皇气也想压本王？给我破！金无极怒笑一声，双爪探出，想要撕碎那座气运神山。但就在这时，既然是长嘴，怎么能少得了姐姐我呢？一道粉色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他的侧翼，是涂山妖。九尾天狐一族最擅长的除了媚术，还有空间穿梭。涂山妖此时已经完全妖化，9条巨大的狐尾如同一张天罗地网，瞬间缠住了金无极的一只翅膀。大梦3000，梦魇缠身。他紫眸中光芒爆闪，一股粉色的精神毒素顺着狐尾注入金无极体内。金无极那双原本锐利的阴谋突然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在他的视野里，眼前的这群敌人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只他最爱吃的龙，正围着他跳艳舞。好多的龙，好香！金无极流出了口水，动作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直。高手过招，一瞬即是永恒。就是现在，姬无双那狂野的身影踩着梨儿的龙角，借力冲天而起，武道杀拳崩天。他那一身荆棘战甲上的倒刺深深扎入肉里，刺激着气血爆发到极致，整个人如同一枚红色的核弹，重重地砸在了金无极那巨大的鸟喙之上。砰！一声巨响，金无极那坚硬如铁的鸟喙竟然被这一拳砸得歪到了一边，几颗带血的獠牙崩飞而出。嗷！剧痛让金无极瞬间清醒过来，他看着自己歪掉的嘴巴，感受着翅膀被束缚的屈辱，彻底暴走了。你们这群蝼蚁，竟敢伤本王玉体，本王要生吞了你们！轰！一股金色的火焰从他体内爆发，那是金翅大鹏一族的本命神通金鹏神火。这火焰至阳至刚，专克邪祟。涂山妖的狐尾被烫得发出滋滋声，惨叫一声，连忙松开。姬无双也被震飞出去，口吐鲜血。金丹巅峰妖王的暴怒一击，恐怖如斯。死吧，都给我死！金无极双翼展开，无数金色的羽毛化作漫天箭雨，无差别地覆盖了所有人。眼看众女就要受伤，玩够了吗？一直坐在龙背上看戏的苏杜晨终于站了起来，他那一头黑发在狂风中飞舞，眼中的黑白光芒已经完全被一种深邃的暗金色所取代。那是修罗黄血与阴阳造化奴仙经融合后的颜色梨儿。接住！苏杜晨轻轻一跺脚，敖离心领神会，龙躯猛地一扭，将苏杜晨像投石机一样抛向高空。苏杜晨的身影迎着漫天金雨不退反进，肉身神通，法天象地。轰！苏杜晨的身体在空中迎风暴涨，在吸收了修罗黄血和无数修士精血后，他的肉身早已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眨眼间，他竟然化作了一尊高达100丈的暗金巨人。虽然比起3000丈的金翅大鹏还是显得渺小，但那股气势却如同太古魔神复苏，镇压万古。叮叮当当，那些足以洞穿山岳的金色羽毛射在他身上，竟然只留下了一道道白印，连皮都没破。什么？这是什么怪物？金无极看着那个硬扛着自己大招冲过来的巨人，吓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人族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肉身？你也配叫王？苏杜晨那巨大的手掌如同抓小鸡一样，一把扣住了金无极那修长的脖颈。嘎！金无极的叫声戛然而止，他拼命扑腾着翅膀，想要挣脱。那双利爪疯狂地抓挠苏杜晨的手臂，火星四溅，却根本无法撼动分毫。速度第一！苏杜晨冷笑一声，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一只翅膀。我看你是逃跑第一吧，给我下来！轰！苏杜晨双臂发力，带着万钧之势，拽着这头庞然大物从万米高空急速坠落。这一幕如同流星撞地球，咚！一声让整个万妖魔窟都颤抖的巨响，大地被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方圆100里内的树木全部被冲击波夷为平地，尘土飞扬中，苏杜晨恢复了常人大小，一脚踩在金无极那巨大的鸟头上。此时的金翅大鹏王早已没了刚才的嚣张，他的一只翅膀被折断，耷拉在地上，浑身金羽凌乱，嘴里不断涌出金色的妖血。服不服？苏杜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我不服，我是妖王，我是金翅大鹏，我宁死不屈。金无极还在嘴硬，眼中的桀骜并未消散。宁死不屈？苏杜晨笑了，我就喜欢硬骨头。他从怀中掏出那枚已经变成黑色的御兽令。梨儿，过来。在。敖离化作人形，兴奋地跑了过来。他看着脚下这个刚才还想吃他的死鸟，眼中满是报复的快感。想不想尝尝烤鸡翅的味道？苏杜晨指了指金无极那只完好的翅膀。香。梨儿舔了舔嘴唇。那就撕下来，烤了。
苏杜晨淡淡道：“你们敢！”金无极惊恐的大叫：“呲了！”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离儿显化出龙爪，硬生生将金无极的一只翅膀撕了下来，鲜血喷涌如注。金无极痛得满地打滚。现在服了吗？苏杜晨再次问道。服了，我服了，别杀了，求求你们别杀了。金无极终于崩溃了。什么尊严，什么妖王，在绝对的暴力和疼痛面前，统统都是狗屁。晚了。苏杜晨摇了摇头，刚才给你机会当奴才，你不要，现在你只配当备用口粮。苏杜晨掌心之中那道最霸道的奴印轰然落下，直接印在了金无极的眉心。嗡！金无极的身体剧烈抽搐，眼中的桀骜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白的死寂语：顺从。金无极拜见主人。这头不可一世的金翅大鹏王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苏杜晨看都没看他一眼，随手将那只撕下来的巨大翅膀扔给一旁的红粉夫人。红粉，今晚加餐，红烧大鹏翅。是，主人。众女欢呼。而苏杜晨则是抬头看向了这万妖魔窟的更深处，在那里他感应到了一股极其特殊的波动，那不是妖气，也不是魔气，而是仙气。万妖魔窟里居然藏着仙。苏杜晨嘴角微扬，看来这万界战场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啊。走，去看看，说不定还能给我的奴隶军团再添一位真正的仙。万妖魔窟，金鹏神山脚下，原本应该是一片肃杀的战场，此刻却飘荡着一股令人食指大动的肉香。巨大的篝火堆旁，红粉夫人正卷起袖子，毫无形象地指挥着几名修罗魔将翻转着架在火上的那只巨大的金翅大鹏羽翼。这可是金丹巅峰妖王的翅膀，每一丝肌肉里都蕴含着精纯的风系法则与磅礴的血气。经过红粉夫人特制的百香灵料腌制，再用慢火炙烤，此时表皮已经变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那股香气简直能把人的魂儿都勾出来。好香啊！敖离早已化作人形，蹲在火堆旁，那一双金色的树瞳死死盯着烤翅，嘴角挂着晶莹的口水。在他旁边，涂山妖也不甘示弱，9条尾巴焦急地拍打着地面，手里还拿着一个精致的玉碗，随时准备开抢。而那个不仅丢了翅膀，还丢了尊严的金翅大鹏王金无极，此刻正化作一只只有1人高的秃毛鸟，瑟瑟发抖地蹲在角落里，看着自己的翅膀被烤，眼中满是屈辱的泪水，却连一声都不敢吭。因为那个恐怖的男人正坐在不远处的龙辇上，手里端着一杯酒，眼神淡漠地注视着这一切。好了，第一块最嫩的肉敬献主人。红粉夫人手持利刃，熟练地片下一块如黄金般透亮的腿肉，盛在玉盘中，恭敬地盛到苏杜晨面前。苏杜晨夹起一块肉放入口中，入口即化，灵气爆棚。不错。苏杜晨点了点头，随手将剩下的赏给了身边的众女。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去见那位邻居。得到主人的许可，离儿和妖儿瞬间扑了上去，哪里还有半点神兽和妖后的矜持，为了抢一块肉差点又打起来。苏杜晨看着这温馨而荒诞的一幕，目光却越过了人群，看向了万妖魔窟的最深处。那里有一片被浓雾笼罩的区域，在这充满暴虐妖气的世界里，唯独那里干净的有些过分。仙气，苏杜晨喃喃自语，而且这股气息里夹杂着一丝我很熟悉的味道。叶神鹰，这是你留下的后手，还是你抛弃的棋子？酒足饭饱，队伍再次启程。这一次苏杜晨并没有骑龙，因为离儿吃太撑了，正趴在辇车上揉肚子。拉车的任务光荣地交给了那位刚刚投降的金翅大鹏王金无极。虽然断了一只翅膀飞不起来，但这货跑起来也是快如闪电，穿过层层叠叠的黑色丛林，越过无数凶兽盘踞的沼泽。随着深入，周围的环境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原本漆黑扭曲的魔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株株通体晶莹、散发着柔和白光的玉树。地上的浮土变成了洁白的细沙，空气中的血腥味也被一种清冽的莲花香气所取代。好美！赫连未央掀开车帘，看着窗外的景色，眼中满是震撼。这种纯净的美，在下界是绝对看不到的，甚至连皇宫御花园都无法与之相比。美吗？苏杜晨冷笑一声，越美丽的东西往往越致命。这里不是仙境，是一座墓。话音刚落，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一片巨大的湖泊出现在众人眼前。湖水并非普通的水，而是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银色，仿佛液化的月光。湖面上没有一丝波纹，平滑如镜，倒映着天空中那3颗妖日，却将其染成了圣洁的银色。而在湖心有一座孤岛，岛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精致的阁楼，阁楼四周种满了白色的曼陀罗花。一位身着青色纱裙的女子
正背对着众人，坐在一棵巨大的桂树下抚琴，琴声悠扬，却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孤寂与哀伤。铮，随着苏度晨等人的闯入，琴声戛然而止。万年了，一道清冷、空灵，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声音从那孤岛上传来。这肮脏的魔窟里，终于来了几个像样的人吗？那个背影缓缓转过身，当看清他容貌的那一刻，就连跃进角色的苏度晨瞳孔都微微收缩了一下。她很美，但这种美与梨儿的野性、妖儿的妖媚、未央的威严都不同，那是一种极致的仙。肤如凝脂，眉如远山，她并未施粉黛，却胜过世间一切颜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气质，就像是一朵开在悬崖边的高岭之花，清冷孤傲，仿佛世间万物在她眼中都只是尘埃。但在这份仙气之下，苏度晨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死气，那是天人五衰的征兆。他的眉心处有一道触目惊心的黑色裂纹，像是精美的瓷器上的一道瑕疵，破坏了那份完美，却又增添了一种凄艳的破碎感。你是谁？江离上前一步，重剑横陈，警惕地护在苏度晨身前。他能感觉到这个女人虽然看上去柔弱，但体内蕴含的力量甚至比刚才那只大鹏鸟还要恐怖。我，青衣女子轻笑一声，那笑容中充满了自嘲。我是这囚笼里的鸟，是这墓地里的鬼。我是顾青衣。他缓缓站起身，赤足踩在白色的花瓣上。你们身上有下界的气息。顾青衣那双仿佛看透世事的眸子落在了苏度晨身上。凡人？不对。他眉头微蹙，似乎在苏度晨身上看到了什么让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没有灵根，没有修为，却拥有一具堪比魔神的肉身。还有，他的目光扫过苏度晨身后的众女，真龙、天狐、人皇。有趣。顾青衣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久违的光亮。能把这些心高气傲的种族调教成这副模样，看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凡人。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苏度晨推开江离，一步步走向湖边。他看着那个站在彼岸花丛中的仙子，就像是看着一只等待被采摘的果实。苏度晨。他淡淡吐出3个字。苏度晨。顾青衣咀嚼着这个名字，突然他的脸色变了，那双原本淡然的眸子中爆发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震惊、怨恨以及一丝狂喜。苏家的人，你是那个人的后代？轰！一股恐怖绝伦的仙灵之气从他体内爆发，瞬间掀起了100丈高的银色巨浪。叶神医那个贱人，他骗我，他说苏家早就死绝了。顾青衣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原本清冷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疯魔般的怨毒。天道好轮回，既然你是苏家的人，那正好，抓了你，我就能逼那个贱人现身，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唰！顾青衣身形一动，竟然直接跨越了数百丈的湖面，瞬间出现在苏度晨面前。他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抓向苏度晨的咽喉。那只手看起来柔弱无骨，但指尖却缭绕着足以撕裂空间的银色仙光。小心！众女大惊失色，想要救援却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女人的速度比金翅大鹏还要快，那是缩地成寸，真正的仙家手段。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苏度晨却笑了。他没有躲，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顾青衣，眼中没有丝毫恐惧，只有一种怜悯。你恨叶神鹰？苏度晨轻轻开口，这句话就像是一道定身咒。顾青衣的手指硬生生停在了苏度晨喉咙前1寸的地方，劲风割破了苏度晨的皮肤，鲜血流出，但顾青衣却僵住了。你说什么？他颤抖着问道，眼中的疯狂稍微褪去了一些，露出了原本的清明。苏度晨伸出手，无视了那致命的仙光，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我说你也恨他，对吗？苏度晨看着他的眼睛，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悄然运转，一股奇异的波动顺着接触的地方缓缓渗入顾青衣的体内。我能感觉到你体内的静止，那是锁仙咒，只有仙帝级别的人才能种下，把你关在这里万年，让你受尽天人五衰的折磨，却又不让你死。苏度晨的声音低沉而充满蛊惑力，就像是魔鬼在耳边的低语。那个女人对你可真狠啊！闭嘴，别说了。顾青衣像是被踩到了痛脚，猛地想要甩开苏度晨的手，但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体内的仙力在接触到这个男人灵力的瞬间竟然软了。那种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天敌，又像是遇到了解药。那困扰了他万年的锁仙咒在这一刻竟然出现了一丝松动。你到底是谁？顾青衣惊恐地看着苏度晨，你的力量为什么能克制仙帝静止？我是谁不重要。苏度晨猛地用力将他拉到自己面前，两人呼吸相闻。重要的是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想出去吗？你想报仇吗？你想恢复你昔日的荣光吗？苏杜晨每问一句，顾青衣的身体就颤抖一下。这3个问题直击他的灵魂。想，他做梦都想，哪怕是在这暗无天日的魔窟里苟延残喘，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复仇。你能帮我？顾青衣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但很快又暗淡下去。不可能的，那是先帝，你只是个凡人。凡人？苏杜晨笑了。凡人能不能帮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话音未落，苏杜晨突然低头吻上了顾青衣的嘴唇。顾青衣瞪大了眼睛，大脑一片空白。他被强吻了，被一个凡人强吻了。若是放在以前，谁敢亵渎他半点，早就被他灰飞烟灭了。但此刻，随着这个吻，一股霸道、温暖且充满了生机与掠夺意味的力量，顺着苏杜晨的舌尖强行冲入了他的体内。那是经过阴阳造化奴仙经转化的最为纯粹的生命本源。对于深受天人五衰折磨、本源枯竭的顾青衣来说，这就像是干涸的沙漠遇到了甘霖。他的身体本能地开始贪婪地吮吸这股力量，他的理智在告诉他推开这个男人，但他的身体却紧紧地贴了上去，甚至主动张开了嘴，迎合着他的入侵。好舒服。顾青衣的眼神开始迷离，眉心处那道黑色的裂纹在这股力量的滋润下，竟然开始缓缓愈合。而那原本坚不可摧的锁仙咒，也在苏杜晨霸道的奴印冲击下，开始土崩瓦解岸边。几女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天哪，主人连仙人都敢强吻！敖离咽了口唾沫，眼中满是崇拜。不愧是主人。涂山妖舔了舔嘴唇，这下好了，后宫又要多一位仙子姐姐了，以后我们的压力更大了呢。许久，唇分，顾青衣瘫软在苏杜晨怀里，脸颊绯红，气喘吁吁。她那一身清冷孤傲的气质此刻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被征服的小女人的娇羞。现在信了吗？苏杜晨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眉心已经淡化的裂纹。顾青衣抬起头，复杂的目光看着这个男人。他知道自己完了。刚刚那个吻不仅仅是传输力量，更是在他灵魂深处种下了一颗不可磨灭的种子。那是奴役。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反感，反而有一种找到了归宿的安心感。顾青衣，他缓缓跪了下去，在那白色的沙滩上向这个凡人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愿奉苏君为主，只求主人带我杀回仙界，手刃仇人。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一位真正的堕落仙子入手。放心。苏杜晨将他扶起，揽入怀中。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借你的仙体一用。苏杜晨看向湖心那座阁楼，眼中闪过一丝火热。这里的环境不错，我想试试在仙子居住的阁楼里和真正的仙子双修会是一种什么体验。顾青衣脸一红，声若蚊蝇。全凭主人做主。3日后，当苏杜晨神清气爽地从湖心岛走出时，他的修为再次暴涨。虽然依旧没有灵根，但他的肉身已经达到了金刚不坏的境界，距离传说中的肉身成圣只差最后一步。而顾青衣也换上了一身苏杜晨特意为他挑选的月光琉璃纱。这件纱裙薄如蝉翼，近乎透明，走动间如同月光流淌，将他那恢复了生机的完美仙躯展现得淋漓尽致。下一站，苏杜晨站在龙背上，意气风发。万界战场第3层，巨灵神国。这是一片充满了大的世界。当苏杜晨一行人穿过空间通道，降临此界时，即便是见多识广的修罗女皇叶罗，也不禁微微张开了红唇，眼中闪过一丝震撼。这里的一切都被放大了100倍。脚下的草地，每一根草叶都如同一棵参天大树，高达数十米，边缘锋利如锯齿。远处的一座座小土包，实际上是高耸入云的山岳。天空中漂浮的云朵厚重的如同铅块，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压迫感。重力是修罗血域的50倍，是下界的500倍。寻常的金丹修士若是在此，恐怕会被这恐怖的重力瞬间压碎内脏，化作一滩肉泥。唯有苏杜晨这只全部由怪物组成的仙奴远征军，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泰然自若，好浓郁的土系法则。敖离化作百丈金龙，在这片天地间却显得有些娇小。他载着苏杜晨有些不适地扭动了一下龙躯。主人，这里的空气好浑浊，全是沙尘的味道，离而不喜欢。那是神力的味道。坐在龙鞍上的苏杜晨此时正享受着新晋宠姬顾青衣的服侍。顾青衣身着那一袭薄如蝉翼的月光琉璃纱，跪坐在苏杜晨身后，那双甚至带着仙气的纤纤玉手正轻轻按揉着苏杜晨的太阳穴。他的动作轻柔优雅，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与这粗犷蛮荒的世界格格不入，却又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反差美。神力。顾青衣轻声开口，声音空灵。主人是说
这里真的有神！神！苏杜晨嗤笑一声，张口接住了涂山妖递来的一枚灵果。不过是一群得了一丝泰坦血脉的傻大个罢了，自诩为神，实则也就是力气大点的苦力。话音未落，轰隆，轰隆，轰隆，大地突然开始剧烈震颤，远处的地平线上扬起了漫天沙尘暴，一股狂暴、蛮横，仿佛要碾碎一切的气息，如同海啸般滚滚而来。那是什么东西？赫连未央站在龙背边缘，瞳孔骤缩。只见那沙尘暴中走出了10几尊身高超过500丈的恐怖巨人，他们的皮肤呈现出一种古铜色，仿佛由金属浇铸而成，上面刻满了粗犷的图腾纹路。他们仅仅是行走就引发了地震，每一步落下都会在大地上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般的脚印。这便是万界战场第3层的主宰巨灵族，这就是巨灵族。姬无双看着那些比城墙还要高出无数倍的脚掌，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凤翅流金糖。哪怕他已是先天武者，在这等庞然大物面前，依然感到了一丝来自生命层次的渺小感。虫子！领头的一名巨人停下了脚步，他的声音如同9天雷鸣，震得众人耳膜嗡嗡作响。他低下头，那双如同日月般巨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悬浮在半空中的敖离以及龙背上的苏杜晨等人。好漂亮的小虫子！那巨人咧嘴一笑，露出的牙齿每一颗都像是一座小山。金色的长虫，还有几个长得白白嫩嫩的小人儿。正好，梵音殿下最近想养几只宠物，把他们抓回去，献给殿下。随着他一声令下，身后的10几名巨人同时伸出了遮天蔽日的大手，向着敖离抓来。那场面就像是一群顽童在捕捉蜻蜓，但这顽童的力量却足以捏爆星辰。把我们当宠物！敖离大怒，龙族的高傲让他无法忍受这种羞辱。我看你们是活腻了。真龙吐息，轰！一道金色的龙炎喷薄而出，狠狠烧在一只伸过来的大手上。然而，滋滋，那足以融化金铁的龙炎烧在巨人的皮肤上，竟然只冒出了一缕黑烟，连皮都没破。咦，这小虫子还会喷火，有点意思。那巨人非但没生气，反而更兴奋了。抓活的，别捏死了！该死，皮太厚了。敖离有些慌了。别慌。一直安坐的苏杜晨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他缓缓站起身，身上的白袍无风自动。既然他们觉得大就是强，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只手遮天。苏杜晨抬起右手，对着那10几尊巨人轻轻往下一按，神通翻天印，轰隆隆，天空瞬间塌陷。一只由纯粹灵力与血气凝聚而成的足有万丈大小的暗金色手掌凭空出现在云端之上。这只手掌之大，覆盖了苍穹，掌纹清晰可见，每一道纹路都仿佛是一条山脉。与之相比，那10几尊500丈高的巨人瞬间变成了地上的蝼蚁。什么？巨人们抬起头，看着那只压下来的擎天巨手，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这是什么力量？跪下！苏杜晨一声低喝，巨掌轰然落下。不！巨人们发出绝望的咆哮，试图举起双手托天，但在苏杜晨如今金丹圆满堪比元婴肉身的恐怖力量面前，他们的抵抗就像是螳臂当车。砰砰砰砰，伴随着一连串骨骼碎裂的爆响，10几尊不可一世的巨灵族战士被这一巴掌硬生生地拍进了地底。大地龟裂，烟尘冲天。待烟尘散去，原本平整的大地上多出了一个巨大的五指掌印深坑。那些巨人像是被拍扁的蛤蟆一样镶嵌在坑底，虽然没死，但也一个个口吐白沫，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呼！苏杜晨收回手，神色淡然，仿佛只是拍死了一群苍蝇，力量控制的还行，没拍成肉泥。毕竟能当苦力，死了就可惜了。身后的众女看得目瞪口呆，尤其是顾青衣，她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满是震撼。这是纯粹的肉身神通，即便是在仙界，能将肉身修炼到这种地步的体修也是凤毛麟角。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就在这时，轰！远处的群山突然炸裂，一股比刚才那些巨人还要恐怖10倍、100倍的气息，如同火山爆发般冲天而起。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光柱直插云霄，在光柱之中，一个身影缓缓走出。那是一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女巨人。但她并不像之前的那些巨人那样粗犷丑陋，相反，她美得惊心动魄，充满了一种野性的神圣感。她身高约莫1000丈，通体肌肤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黄金色，仿佛是由最纯净的黄金雕琢而成。她身上穿着一套由不知名巨兽骨骼打磨而成的比基尼战甲，
露出了大片大片充满了力量感的肌肉线条。她一头火红色的长发如岩浆般披散在身后，眉心处有一枚闪烁着雷光的古老符文。巨灵神国长公主范音，是谁？竟敢伤我族人！范音的声音如洪钟大吕，震得空间都出现了裂纹。她一步跨出，瞬间跨越了数十里，来到了苏杜晨等人的面前。她低下头，那双如同2轮金色太阳般的巨大眼眸死死盯着龙背上的苏杜晨。那种体型上的极致差距让苏杜晨在他面前甚至不如一粒尘埃大，但苏杜晨却丝毫没有畏惧。他仰起头看着这个遮天蔽日的女巨人，眼中反而露出了一抹极其浓烈的兴趣。好大！苏杜晨由衷地赞叹道，不是指体型，而是指各种意义上的大。无论是那如山岳般的胸怀，还是那如天柱般的长腿，都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征服欲。把它变小了，应该很好玩。苏杜晨心中暗道。蝼蚁！范音看着这个渺小的人类竟然敢用那种猥琐的眼神打量自己，顿时大怒，竟敢直视本宫的神躯，给我死！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苏杜晨轻轻一捻，就像是碾死一只臭虫。主人小心！众女惊呼。苏杜晨却笑了，他脚尖一点龙背，身形如电，竟然直接冲向了范音按下来的那根手指。想碾死我，那就看看到底是谁的手指更硬。苏杜晨没有用任何神通，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但他这一拳动用了体内那颗青铜残片的一丝空间之力。嗡！苏杜晨的拳头虽小，但在接触到范音指尖的那一刻，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砰！一大一小，极不成比例的碰撞，结果却是啊！范音发出一声痛呼，那根巨大的手指竟然被苏杜晨这一拳打得向后弯折，巨大的反震力让他连退数步，踩碎了好几座大山。怎么可能？范音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红肿的手指，又看着悬浮在空中的那个渺小人类。蚂蚁竟然撼动了大象！蚂蚁！苏杜晨悬浮在他的视线平齐处，双手抱胸，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大个子，你是不是对力量有什么误解？大不代表强。不过苏杜晨上下打量着他那宏伟的身躯，你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竟然能抗住我的一拳而骨头不断。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做扛鼎力士的好苗子。扛鼎力士！范音虽然听不太懂，但也知道绝不是什么好话。混账！我是神族，是巨灵长公主，我要把你砸成肉酱！范音彻底暴走了，他双手虚空一抓，竟然硬生生从大地上拔起了一座高达1000丈的山峰，然后将这座山峰当作棍子，狠狠地朝苏杜晨砸来，移山填海。不过如此，看着那迎面砸来的大山，苏杜晨眼中的兴奋之色更浓了。好，够劲！既然你喜欢玩大的，那我就陪你玩玩。叶罗、梨儿、妖儿、未央、青衣！苏杜晨一声暴喝，在！舞女齐声应道。结阵！五行锁神阵！随着苏杜晨的命令，舞女瞬间分散开来，占据了范音周围的5个方位。金鳌梨、木图山妖、水陆清雪、火叶罗、土鹤莲、未央，5道光柱冲天而起，化作5条巨大的锁链，瞬间缠绕在了范音的手脚和脖子上。什么东西？范音动作一致，手中的山峰还没砸下去，就被锁链死死拉住。放开我！你们这些卑鄙的小虫子！他疯狂挣扎，恐怖的神力爆发，拉得舞女身形摇晃，阵法摇摇欲坠。不愧是巨灵神族，这力气确实大。苏杜晨看着正在角力的双方，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范音那巨大的头颅之上。他站在范音那宽阔的额头上，就像是站在一片金色的广场上。不过力气再大也怕钻心。苏杜晨手中多出了一枚漆黑如墨的长钉，那是他在万妖魔窟中炼制的，专门针对神魂的摄魂魔钉。下去吧！苏杜晨将魔钉狠狠刺入了范音眉心的那枚雷电符文之中。噗嗤！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巨灵神国。范音只觉得脑海中一阵剧痛，仿佛灵魂被撕裂。那原本狂暴的力量瞬间消散，巨大的身躯如同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地。轰隆隆！大地剧烈震颤，尘土飞扬。这位不可一世的巨灵长公主就这样被苏杜晨给放倒了。苏杜晨站在他的额头上，看着他那双因为痛苦而失去焦距的金色巨眼。现在，苏杜晨蹲下身，手掌按在他的眉心处，阴阳造化奴仙经全力运转，变小，变成我能抱得动的大小。随着奴印的植入和功法的压制，范音那庞大的身躯开始迅速缩小，1000丈、100丈、10丈，最后化作了一个身高1.9米左右，拥有着完美黄金比例身材的火辣御姐。她依旧穿着那套骨质比基尼，只是此刻
原本的威严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满脸的虚弱与尚未褪去的恐惧。苏杜晨一把拦住他那充满弹性的腰肢，将他抱在怀里。手感不错，很结实。苏杜晨捏了捏他的大腿肌肉，满意的点了点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搬运工了。名字吗？苏杜晨想了想，就叫范奴吧。范英虚弱的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个将他从云端打落尘埃的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屈辱，但更多的却是被奴印植入后的顺从。是。他低下头，声音颤抖。范奴，遵命。苏杜晨大笑一声，抱着这位新收服的女巨人飞回龙背。进城，把这巨灵神国的宝库给我搬空。巨灵神国皇城宝库。轰隆隆，大地在颤抖，仿佛有10000头太古蛮牛在奔腾。一座高达500丈、通体由星辰金晶铸造而成的巨大金字塔型宝库，此刻竟然离开了地面。它并非悬浮，而是被人扛了起来。在那巨大的金字塔底部，有一个相对于宝库来说渺小的如同蚂蚁般的身影，那是范英。此时的他身高被苏杜晨限制在了1.9米左右，虽然比起巨灵原身微不足道，但在人族女性中已是鹤立鸡群的亚马逊女战神体型。她依旧穿着那套修尺度爆表的骨质比基尼，浑身呈现出一种健康充满光泽的古铜色。此刻她双手托举着那座重达10000斤的宝库，双臂肌肉线条如雕塑般隆起，每一寸肌肤下都蕴含着足以崩碎星辰的神力。汗水顺着她那修长的天鹅颈滑落，汇聚在那深邃的事业线中，又顺着紧致的小腹流淌，让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尊涂满油脂的黄金神像。呵，范英发出一声低沉有力的娇喝。她赤足踩在大地上，每走一步，地面就会出现2个深深的脚印，蛛网般的裂缝向四周蔓延。主人，这个也要搬走吗？范奴微微喘息着，那双金色的眼眸看向坐在一旁监工的苏杜晨，眼神中既有对这恐怖重量的吃力，更多的是一种讨好与求虐的渴望。在奴印的扭曲下，这种极端的体力劳动竟然让他产生了一种正在被主人使用的充实感。苏杜晨坐在一把由纯金打造的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冰镇的灵果汁，身旁围绕着莺莺燕燕。当然，苏杜晨吸了一口果汁，目光肆无忌惮地欣赏着范奴那充满力量感的完美肉体。那种肌肉在重压下紧绷颤抖的画面，简直就是最顶级的暴力美学。这可是你们巨灵族攒了万年的家底，留下一颗钉子都是浪费。苏杜晨指了指不远处已经打开的空间通道，搬进去，动作快点，要是让我等急了，今晚就不给你饭吃。所谓的饭自然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苏杜晨那蕴含着造化之力的精血。对于现在的范奴来说，那是比任何神药都要美味的奖赏。是，奴婢遵命。听到不给饭吃，范奴顿时急了，他不知从哪涌出一股怪力，竟然扛着那座宝库狂奔起来。咚咚咚咚，那个画面极其震撼，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扛着一座金字塔在狂奔。这力气真是没谁了。一旁的姬无双看直了眼，作为同样走炼体路线的武者，他对范奴的力量最为敏感，也最为嫉妒。要是被这女人家一下腰，怕是要断吧。花弄影在一旁小声嘀咕，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坏笑。主人以后可有的受了。苏杜晨斜了他一眼，断？我的腰也是这傻大个能夹断的。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浑身骨骼发出一阵爆鸣。此时的他在吸收了巨灵神国溢散的土系神力后，肉身强度再次暴涨。现在的他就算站着不动，让范奴打一拳，估计疼的也是范奴。好了，小的们。苏杜晨看着已经被搬空的巨灵皇城，大手一挥，收工。这地方全是沙子，带得我不舒服。下一站。他从怀中掏出那枚黑色的令牌。此时令牌背面第3个光点已经点亮，指向了一个更加幽深诡异的坐标。万界战场第4层，幽冥鬼域。听说那里的女鬼身子最是阴凉，乃是盛夏消暑的极品。空间通道再次开启，这一次迎接众人的不再是高温与重力，而是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阴冷寒风。幽冥鬼域，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天空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只有一轮惨白的明月高悬，散发着凄厉的冷光。大地是一片漆黑的冻土，上面流淌着一条条发光的绿色河流，那是传说中的黄泉水。空气中飘荡着无数半透明的幽魂，它们没有神智，只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好冷。刚一落地，除了本身就修炼寒系功法的陆清雪和身为纯阴体质的顾青衣外，其余众女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那种冷不是物理层面的低温，而是直接作用于神魂的阴煞之气，好浓郁的极阴之力。苏杜晨却闭上眼睛，露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他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乃是天地间最顶级的双修功法，
最讲究阴阳调和。之前几层虽然也大补，但大多偏向阳刚。此刻这幽冥鬼域的极阴之气，对他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嗡！苏杜晨浑身毛孔舒张，竟然在体表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黑色漩涡，疯狂吞噬着周围的阴气。呼！他吐出一口浊气，那口气竟然在空中凝结成了一朵黑色的冰莲。这里的环境很适合双修。苏杜晨睁开眼，目光变得幽深而火热。梨儿，在。敖离化作人形，搓着手臂上的鸡皮疙瘩凑了过来。这里的龙好像不太一样。苏杜晨指了指远处那条巨大的黄泉河，只见浑浊的河水中翻滚着一条条只剩下骨架，眼眶里燃烧着鬼火的古龙。这是冥龙。梨儿嫌弃地皱了皱鼻子，都是些死掉的龙族怨念所化，没有肉，硬邦邦的，一点都不好吃。不好吃没关系，能骑就行。苏杜晨笑了笑，并没有去招惹那些古龙，他的目光看向了这片鬼域的最中心。那里有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通体由黑色玄冰打造而成的巨大宫殿，森罗鬼殿。从那座宫殿中，苏杜晨感应到了一股极其特殊的气息，那是一股极阴极寒却又充满了极度饥渴的气息，就像是一块在沙漠里暴晒了万年的干尸，正在疯狂渴望着水源。而苏杜晨就是那行走的水源。森罗鬼殿深处，这里没有王座，只有一口巨大的冒着森森寒气的寒冰玉床，床上躺着一个女子，她身着一袭黑色的凤袍，上面绣着金色的彼岸花纹。她的皮肤白得有些病态，甚至可以说接近透明，隐约能看到皮下青色的血管。她拥有一头长及脚踝的墨发，此时正如海藻般铺散在冰床上。她的五官极美，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气焰，尤其是眉心处那一枚黑色的火焰印记，更为她增添了几分鬼魅的神秘感。鬼族女帝颜清武，热，好热。此时的颜清武并没有展现出女帝的威严，反而像是一个正在忍受极刑的病人。她虽然躺在万年寒冰床上，周围更是有着无数厉鬼在为她扇风降温，但她依然满头大汗，那苍白的肌肤上竟然泛着诡异的潮红。她是传说中的旱魃魔躯，这是一种极为霸道的体质，虽然让她拥有了统御万鬼的能力，但同时也带给了她致命的诅咒，体内阳火郁结，每隔100年便会爆发一次焚心之劫。若不能找到至阳至刚之物中和，她便会被这股阳火由内而外烧成灰烬。而今天正是她大劫降临之日。陛下，撑住啊！床边几名鬼将焦急地跪在地上，我们已经去抓捕阳气重的生灵了，马上就回来。没用的。颜清武痛苦地抓着身下的冰床，指甲在坚硬的玄冰上抓出了深深的痕迹。普通的阳气根本压不住，除非是传说中的纯阳圣体，或者是真龙之血。就在他即将绝望，意识逐渐模糊之际，轰！一股如同烈日般耀眼、炽热且霸道无匹的纯阳气息突然闯入了他的感知范围。那股气息之强，甚至直接冲散了森罗鬼殿外围那终年不散的阴霾，就像是一颗太阳掉进了冰窖里。颜清武猛地睁开了双眼，那一双原本死寂的黑色鬼瞳，此刻竟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亮光。那是濒死之人看到了救命稻草的光芒，也是饿狼看到了鲜肉的光芒。好香！颜清武贪婪地嗅着空气中传来的味道，那味道中蕴含着浓郁的龙气、霸道的魔气，以及一种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至阳之气。这是天赐的药引。本地有救了！颜清武挣扎着从冰床上坐起。来人！他的声音虽然虚弱，却带着一种疯狂的急切。不管外面来的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也给本地绑回来。本地要生吃了他。鬼殿之外，苏杜晨正带着众女闲庭信步地走在那条铺满白骨的迎宾大道上，周围无数的厉鬼在暗处窥视，却慑于苏杜晨身上那股恐怖的阳气，根本不敢靠近，只能发出畏惧的嘶吼。主人，这里的鬼好像都很怕您呢。涂山腰缩在苏杜晨怀里，9条尾巴紧紧缠着他的腰，似乎这周围的阴冷让他很不舒服。怕！苏杜晨轻笑一声，身上的气血之力微微一荡，滋滋滋，周围方圆100米内的低阶厉鬼瞬间如同冰雪消融般惨叫着化为青烟。他们不是怕，是本能的知道我是他们的克星。就在这时，大胆狂徒，竟敢擅闯鬼地寝宫！一阵阴风刮过，数十名身披黑甲、手持哭丧棒的鬼将凭空出现，拦住了众人的去路。为首的一名鬼帅面容狰狞，青面獠牙。陛下有令，那个男的留下，其他人杀无赦。鬼帅指着苏杜晨，眼中闪烁着贪婪的绿光。他虽然不知道女帝为什么要这个人类，但他能感觉到这个人类身上的血肉极其美味。留下我！
苏杜晨停下脚步，目光穿过这群鬼将，看向了那座紧闭的黑色宫殿大门。他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正在疯狂示警，同时也传递出一种极其兴奋的信号。里面的那个女人很可，非常可，有意思。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看来这位女帝陛下是等不及要见我了。既然如此，那就别让美人久等了。范奴，苏杜晨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奴在。”身后，那个身高1.9米，浑身古铜色肌肉的女巨人走了出来。她手里提着一根刚刚从路边拔出来的足有大腿粗细的白骨巨棒。前面的路有点堵，苏杜晨淡淡道：“清扫一下。”是，主人。范奴眼中爆发出试战的金光。在巨灵神国被苏杜晨调教后，他现在急需发泄体内那无处安放的暴力因子。一群孤魂野鬼也敢挡主人的路，给老娘死开！轰！范奴一步踏出，地面炸裂，他手中的白骨巨棒横扫而出，带起一阵狂暴的飓风。那是纯粹的力量，不含一丝灵力，却足以粉碎真空。砰砰砰砰，那数十名鬼将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这根巨棒像打保龄球一样直接砸得魂飞魄散。连那个金丹后期的鬼帅也被一棒子砸进了地里，变成了肉饼。一力降10会，这就是巨灵族在近战中的恐怖统治力。操，太暴力了！苏杜晨摇了摇头，跨过地上的残骸，径直走向鬼殿大门。不过我喜欢。他伸出手按在那扇高达100丈的黑色大门上，开！轰隆隆，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气扑面而来。而在那寒气深处，一双燃烧着黑色火焰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走进来的苏杜晨，那眼神中没有杀意，只有无尽的饥渴与欲望。终于来了，我的要！森罗鬼殿核心寝宫。随着那扇沉重的玄冰大门轰然关闭，外界的一切喧嚣都被隔绝。偌大的寝宫内，此刻正充斥着一种极其矛盾的气息。明明四壁由万年玄冰打造，寒气逼人，连呼出的气都会瞬间结成冰渣，但在那空气中却又游离着一丝丝肉眼可见的呈现出灰白色的诡异火苗。那是旱魃失火。传说中旱魃一出，赤地千里。这种火不烧草木，专门焚烧生灵的精血与神魂。吼！一声非人非鬼的凄厉嘶吼，猛地从大殿中央的那张寒冰玉床上爆发。只见原本躺在那里的鬼族女帝颜清武，此刻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她那一身华贵的黑色凤袍早已被体内的尸火焚烧得破破烂烂，露出了大片呈现出半透明状的惨白肌肤。在她那原本光洁的背部，一对由森森白骨构成的骨翼扑哧一声刺破皮肉，伸展开来，上面燃烧着灰白色的烈焰。她那双原本凄艳的眸子，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赤红，没有瞳孔，只有无尽的疯狂与饥渴。阳气，给我阳气！看到苏杜晨进来的瞬间，颜清武就像是在沙漠中渴了10天的人看到了一汪清泉。轰！他身后的骨翼猛地一震，整个人化作一道灰白色的火线，带着足以融化晶石的高温，不顾一切地扑向苏杜晨。这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之前的金翅大鹏王。大胆疯婆子，敢伤主人！一直护在苏杜晨身侧的范奴反应最快，他怒喝一声，手中那根巨大的白骨大棒猛地挥出，试图将颜清武击飞。然而，咔嚓！那根足以砸碎城墙的白骨大棒，在接触到颜清武身体的一瞬间，竟然直接被那灰白色的尸火焚烧成了灰烬。紧接着，颜清武那燃烧着火焰的利爪狠狠地抓在了范奴那引以为傲的古铜色肌肉上。滋滋滋！啊！范奴发出一声痛呼，连连后退。他那坚不可摧的巨灵之躯竟然被抓出了5道深可见骨的焦痕，伤口处还燃烧着复古之躯般的尸火。一击重创巨灵，这便是处于暴走状态下的旱魃女帝，其实力恐怕已经无限接近元婴期。滚开！别挡着我吃药！颜清武一爪击退范奴，去势不减，那一双燃烧着火焰的手臂疯狂地抓向苏杜晨的肩膀，张开满是獠牙的嘴，想要直接咬破苏杜晨的喉咙吸血。主人小心！身后的离儿和妖儿大惊失色，想要救援已是不及。面对这扑面而来的死亡热浪，苏杜晨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不退反进，吃药。苏杜晨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既然是求药，就要有求药的态度。这么凶，可是要挨打的。嗡！苏杜晨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瞬间逆转，一股极寒极阴却又带着浩然正气的金光从他体内爆发而出。那是他之前在修罗血域和万妖魔窟积累的海量气血，此刻全部转化为镇压邪祟的镇狱之力。苏杜晨伸出一只手，那只手在瞬间变成了暗金色，上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龙鳞。啪！
在颜清武的利爪即将触碰到他的瞬间，苏杜晨的手掌后发先至，狠狠地抽在了颜清武的脸上。这一巴掌没有用任何技巧，只有纯粹的力量和镇压之力。砰！一声闷响，处于暴走状态的颜清武竟然被这一巴掌直接抽得凌空转了3圈，重重地砸回了那张寒冰玉床上。整座巨大的冰床都被砸出了无数裂纹。哦！颜清武被打懵了，他那疯狂的眼神中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但很快体内的失火再次占据了上风，剧痛反而更加刺激了他的凶性。吼！我要吃了你！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下一秒，一只沉重的战靴直接踩在了他那柔软平坦的小腹上。滋吱滋，苏杜晨的鞋底与他身上的失火接触，发出刺耳的声响，但他却纹丝不动，如同生了根一般。吃我！苏杜晨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眼神中满是戏谑。正好，我也饿了。你的这身旱魃失火，可是炼体的无上大药。说罢，苏杜晨缓缓蹲下身，他无视了周围那些足以烧死金丹修士的高温，一把掐住了颜清武纤细的脖子，将他死死按在冰床上。热吗？苏杜晨凑近他的耳边，轻声问道。颜清武此时虽然被压制，但体内的本能依然在疯狂叫嚣。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压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男人体内蕴含着何等磅礴、何等精纯的阳气，那就像是一座移动的火山，又像是一轮行走的大日。对于深受阴火焚身之苦的他来说，这就致命的诱惑。热，好热！颜清武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双手本能的想要去撕扯苏杜晨的衣服，想要让肌肤相贴，想要汲取那股清凉。给我，求求你，给我！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女帝的尊严，就像是一个瘾君子在祈求最后一口福寿膏。想要？苏杜晨眼神一冷，那就张嘴。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解药，而是先摧毁他的意志。在苏杜晨的威压下，颜清武下意识地张开了那张樱桃小口。苏杜晨并没有吻下去，而是伸出食指点在了他的眉心，那是旱魃魔纹所在，也是失火的源头。阴阳造化，吞火。轰！苏杜晨的手指瞬间变成了一个黑洞。颜清武体内那原本狂暴肆虐，几乎要将他烧成灰烬的灰白色失火，竟然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疯狂地顺着苏杜晨的手指涌出。啊！被抽取本源失火的痛苦不亚于抽筋扒皮。颜清武惨叫着，身体剧烈抽搐，背后的骨翼都在颤抖中缓缓收缩。但随着失火的流失，他眼中那疯狂的赤红色开始逐渐褪去，一丝清明重新回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与空虚，那是大病初愈后的空虚。好冷！失火退去，原本被压制的寒冰床寒气瞬间入侵，颜清武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刚才还是烈火焚身，现在却是如坠冰窟，这种极致的反差让他几乎崩溃。主人，救我！这一次他是清醒的，他看着眼前这个掌控着他生死的男人，本能地发出了求救。乖！苏杜晨收回手指，看着指尖那一缕跳动的灰白色火苗，满意的一口吞下。味道有点呛，不过够劲。他体内的魔心再次跳动，将这缕失火炼化，融入肉身。他的皮肤上隐隐多了一层灰白色的光泽，那是万法不侵的雏形。既然学会叫主人了，那就给你点甜头。苏杜晨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颜清武，终于俯下身。这一次他没有再折磨他，而是吻上了那张冰冷苍白的唇。颜清武瞪大了眼睛，一股暖流如同一轮温暖的太阳，顺着苏杜晨的唇舌缓缓渡入他的体内。那是最为精纯的纯阳之气，也是苏杜晨给予他的奴役。暖流流过四肢百骸，驱散了寒气，修复了经脉，那种感觉就像是春天来了，万物复苏。颜清武不自觉地抱紧了苏杜晨的脖子，贪婪地索取着。他的身体开始回暖，原本苍白的肌肤泛起了健康的红晕，背后的骨翼收回体内，重新化作了原本光洁的背脊。这就是活着的感觉吗？一滴清泪从他眼角滑落。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活在水深火热的折磨中，从未像此刻这般轻松安宁。而带给他这一切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叮，一声轻响，奴印成。在颜清武的灵魂深处，那原本代表着旱魃的凶戾魔魂，此刻已经温顺地匍匐在苏杜晨的神识烙印脚下。纯分。苏杜晨看着怀中这个已经彻底恢复理智且满眼柔情的女帝，嘴角微扬。感觉如何？我的药可还管用？颜清武脸颊羞红，他能感觉到那股纯阳之气还停留在他的小腹处，暖洋洋的，让他浑身酥软。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不顾衣衫不整，直接跪在冰床上，向苏杜晨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颜清武，多谢主人救命之恩，从今往后
轻舞愿做主人手中的剑，也是主人踏上的奴。很好。苏杜晨伸手将他扶起，顺手帮他理了理凌乱的发丝。既然病好了，那就该谈谈正事了。苏杜晨转身坐在那张寒冰玉床上，像是坐在自家的炕头。轻舞，这幽冥鬼域除了你之外，可还有其他强者？颜轻舞跪坐在苏杜晨身边，一边熟练地为他捏腿，一边柔声汇报道：回主人，这鬼域分为东西南北4方鬼域，妾身所在的森罗殿统领东方，其余3方分别由3位鬼王把持。西方的大力鬼王力大无穷，手下有一支恶鬼军团；南方的千面鬼王擅长幻术，行踪诡秘；北方的北阴狮王。说到这里，颜轻舞的眼中闪过一丝忌惮。那狮王乃是一具上古仙人的尸体通灵所化，肉身坚不可摧，甚至比妾身的旱魃之体还要强横几分，也是妾身这几百年来最大的死对头。上古仙尸，苏杜晨眼睛一亮，这可是好东西啊！若是能将其炼化，说不定能让他的修罗魔躯直接突破到元婴层次。主人是对那狮王感兴趣。颜轻舞也是个聪明人，立刻看出了苏杜晨的想法。没错，苏杜晨点了点头。不过在去收拾那个僵尸之前，我得先借你的地盘用。他从怀中掏出那枚已经点亮了3颗星的黑色令牌。这幽冥鬼域阴气极重，最适合用来养蛊。养蛊？颜轻舞不解，把你手下的那些孤魂野鬼，还有从前几层抓来的炮灰，全部集中起来。苏杜晨眼中闪过一丝冷酷的光芒。我要在这里练一支军队，一支由修罗、妖兽、亡灵组成的不死军团，而你就是这支军团的招魂师。颜轻舞闻言，眼中爆发出兴奋的光芒。他本就是玩弄灵魂的行家，这种事情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奴婢遵命，定不让主人失望。还有，苏杜晨突然想起了什么，看向一旁正在给自己包扎伤口的范奴。范奴，过来。范奴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委屈，但更多的是对刚才自己没能保护好主人的自责。主人，范奴没用，被那个疯女人抓伤了。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苏杜晨看着他手臂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口，虽然失火已经被拔除，但伤口依然狰狞。疼吗？苏杜晨问道。不疼。范奴咬着牙摇头，只要主人没事就好。苏杜晨叹了口气，伸出手按在他的伤口上，一股温和的木细灵力输入，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傻大个！苏杜晨拍了拍他的脑袋，以后打架动点脑子，别光知道用蛮力。这里是鬼域，到处都是魂体，你的物理攻击效果会打折扣。去找红粉，让他教你一套染血战法，把你的气血点燃，那时候你的拳头就能打鬼了。真的吗？范奴眼睛一亮，谢谢主人。看着这一幕，一旁的颜轻舞心中微微泛酸，但更多的是敬畏。这个男人看似冷酷无情，实则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护短得很。好了，苏杜晨站起身，目光看向北方，那是北阴狮王的地盘。大军休整3日，3日后发兵北方。我要把那具仙尸练成我的身外化身。是，众女齐声应道。而就在这时，苏杜晨怀中的那枚黑色令牌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原本漆黑的背面竟然浮现出了第5个光点。那个光点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而是纯粹的金色，并且伴随着一阵阵若有若无的剑鸣之声。苏杜晨神色微动，第5层的坐标出现了。这种气息，一旁的江离背后的重剑突然自动出鞘，发出兴奋的嗡鸣。主人，这是剑意。江离激动地说道，而且是无上仙剑的剑意。苏杜晨眯起眼睛，感受着那股穿越时空而来的锋锐之气。万界战场第5层藏仙剑种，看来这下一战是专门为江离和清雪准备的机缘啊。苏杜晨嘴角微扬，有意思，那就加快速度。幽冥鬼域极北之地，这里是生者的禁区，也是亡者的终点。不同于森罗鬼殿所在的东方那般阴冷潮湿，极北之地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原，但这冰并非水凝结而成，而是由浓郁到极致的湿气压缩固化而成的湿霜。天空是惨白色的，没有一丝风，死寂的令人窒息。然而今日，这片沉寂了万年的冻土却迎来了一场足以载入万界史册的浩大远征。轰隆隆，大地震颤，湿霜崩碎。地平线尽头，一支一眼望不到边的恐怖大军正如黑色的潮水般汹涌而来。走在最前方的是1000名身高3米、手持白骨巨盾的修罗重装步兵，他们浑身煞气缭绕，每一步落下都将冻土踏出深深的脚印。在他们身后是无数只双眼燃烧着鬼火的妖兽亡灵，有只圣骨架的猛犸巨象
有腐烂半边的双头魔狼，他们发出无声的咆哮，渴望着杀戮。而在大军的上空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幽魂厉鬼，他们尖笑着，如同乌云盖顶，遮蔽了惨白的天空。这便是苏度臣耗时3日，利用万界资源整合而成的听雨楼第一远征军。大军中央，一座有9条1000丈长的冥河古龙拉着的巨大黑色行宫正悬浮在离地100丈的空中。行宫露台之上，苏度臣一身玄色地袍，端坐在那张从修罗族抢来的白骨王座之上。在他身侧，刚被滋润过3天3夜的鬼族女帝颜清武正乖巧地跪在地上，为他包着一种名为冥河血仆的特产灵果。此时的颜清武容光焕发，原本苍白病态的肌肤如今透着健康的红晕，眉心那枚黑色的火焰印记愈发妖艳，那身破损的凤袍早已换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苏度臣随手设计的黑纱彼岸裙，裙摆层层叠叠如花瓣绽放，上半身却是极尽大胆的透视设计，仅用黑色的蕾丝遮住关键部位，大片雪腻的肌肤在黑纱下若隐若现，诱人至极。主人，前面就是尸魔岭了。颜清武将一颗剥好的葡萄送入苏度臣口中，指尖不经意地划过他的嘴唇，眼神拉丝，穿过这片山岭，便是北阴尸王的老巢藏仙谷。那个老僵尸虽然顽固，但他手里有一口养尸棺，据说里面葬着他前世的仙人肉身。若是主人能夺过来……说到这里，颜清武眼中闪过一丝讨好的光芒。不仅能炼化出一具强大的分身，那棺材本身也是一件极阴至宝，正好可以用来在那里面服侍主人。苏度臣咽下葡萄，伸手捏了捏颜清武那滑腻的脸蛋。你倒是会想，不过在棺材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苏度臣站起身，目光穿过层层湿气，望向遥远的北方。在那里，一股沉睡的带着腐朽却又神圣气息的力量正在苏醒。仙人尸体通灵。苏度臣眼中金芒一闪，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这具所谓的仙尸比起我这具魔改后的肉身究竟谁更硬。传令。苏度臣大手一挥，声音如雷霆般响彻3军，全军突击，踏平尸魔岭，活捉北阴王。吼！数十万亡灵大军齐声咆哮，声浪震碎了漫天尸霜。藏仙谷深处，这里没有宫殿，只有一座巨大的光秃秃的黑色石山。石山中央被掏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祭坛，祭坛之上竖立着一口青铜巨棺。那棺材比苏度臣之前见过的九尾狐水晶棺还要大上数倍，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仙界符文，虽然已经残破不堪，但依然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咔嚓咔嚓，伴随着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沉重的棺盖缓缓移开，一只干枯的皮肤呈现出青紫色的手抓住了棺沿，紧接着一个身穿破烂道袍、披头散发的高大身影缓缓坐了起来。北阴尸王玄冥，他曾是上界的一名真仙，陨落于万年前的那场浩劫，尸体坠落此界，历经万年阴气滋养，重新生出了灵智。虽然早已没了仙人的法力，但他那具肉身却在湿气的淬炼下变得坚不可摧，堪称下界第一印。是谁？玄冥缓缓睁开双眼，那一双眼睛里没有眼白，只有2团跳动的绿色鬼火。打扰本座沉眠。他感应到了那股正在逼近的如同烈日般灼热的气血之力。好像玄冥那僵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贪婪而狰狞的笑容，吃了这股血气，本座或许能重聚仙魂。轰！他猛地从棺中跳出，双脚落地的瞬间，整座石山都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小的们，开饭了！玄冥仰天长啸，顿时藏仙谷四周的地下伸出了无数只腐烂的手臂，数不清的僵尸大军破土而出，迎向了听雨楼的远征军。2军对垒，没有废话，直接就是最原始最惨烈的厮杀。杀！范弩手持一根崭新的由冥河玄铁打造的狼牙棒，一马当先。他那一身古铜色的肌肉在明月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每一棒挥出都能将数十头僵尸砸成肉泥。太弱了，太弱了，能不能来个能打的？范奴越杀越兴奋，那种纯粹的暴力宣泄让他体内的巨灵血脉沸腾。而在另一侧，姬无双身着荆棘战甲，如同一道红色的旋风，他手中的凤翅流经唐舞的密不透风，所过之处僵尸断肢横飞。一群死肉也敢挡主人的路！姬无双冷哼一声，身上气血爆发，竟然硬生生在尸群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眼看僵尸大军节节败退，吼！一声愤怒的狮吼从石山上爆发，一道青色的身影如炮弹般射出，直取冲在最前面的范奴。来得好！范奴不禁反喜，举起狼牙棒，迎着那道身影狠狠砸去。当一声足以震碎耳膜的金铁交鸣声响起，范奴只觉得虎口巨震，那根重达万斤的狼牙棒竟然差点脱手飞出。
他整个人更是被巨大的反震力震得连退10几步，每一步都踩碎了地面。而那个青色身影仅仅是在空中翻了个身，稳稳落地，正是北阴狮王玄冥。他那青紫色的皮肤上竟然连个白印都没留下，好硬的乌龟壳。范奴甩了甩发麻的手臂，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怪物的肉身强度竟然比他这个巨灵族还要强，巨灵族的血脉，可惜太稀薄了。玄冥发出一声沙哑的冷笑，他身形一闪，速度快若鬼魅，瞬间出现在范奴面前。那只枯瘦如柴的手掌带着撕裂虚空的湿气，直插范奴的心脏。不好！范奴想要躲避，却发现对方的气机已经锁定了他，根本躲不开。千钧一发之际，叮！一道寒光闪过，江离的黑色重剑横空出世，精准地挡住了这一招。但即便是有着剑心通明的江离，也被这一击震得气血翻涌，连人带剑向后滑行了数十米才停下。好强！江离脸色微变，大家一起上。嗖！陆清雪、花弄影、颜清武同时出手，冰封、幻术、失火3种截然不同的攻击同时轰向玄冥。然而万法不侵，玄冥低吼一声，身上突然亮起一层淡淡的青色湿光。所有的法术攻击打在那层湿光上，竟然全部被弹开或者消融，这就是仙师的恐怖之处吗？颜清武脸色难看，万法不侵，金刚不坏，除非用绝对的力量碾压，否则根本杀不死他。结，一群蝼蚁也想是仙。玄冥狂笑一声，双手一挥，2道湿气化作长龙，将众女逼退。他的目光越过众人，直接锁定了后方行宫上的苏杜晨。你就是那个拥有极品血气的人类？玄冥舔了舔嘴唇，眼中绿光大盛。只要吃了你，本座就能什么？苏杜晨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玄冥瞳孔骤缩，什么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掌已经按在了他的肩膀上。想吃我？苏杜晨站在玄冥身后，单手压着他的肩膀，就像是压着一座大山。你这副牙口，怕是还不够硬。轰！苏杜晨手臂发力，如今已经是肉身金丹圆满的他，力量何其恐怖。玄冥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袭来，双腿一软，竟然硬生生被压得跪在了地上，膝盖撞击地面，将那坚硬的湿霜岩层砸出了2个深坑。放肆！玄冥身为前世真仙，何曾受过如此屈辱？他疯狂咆哮，体内湿气爆发，想要震开苏杜晨，但苏杜晨的手却纹丝不动。前世是仙，今生是尸。苏杜晨看着玄冥那青紫色的皮肤，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这具肉身确实是极品材料，虽然没了仙灵之气，但这副骨架子倒是比什么法宝都好用。正好，我的魔功需要一具身外化身来承载多余的死气。苏杜晨另一只手抬起，掌心中那枚黑色的令牌正散发着幽幽乌光。玄冥，做个交易吧，我不杀你，我让你永生，只不过是以傀儡的身份。话音未落，苏杜晨的手掌猛地拍在玄冥的天灵盖上，阴阳造化，炼尸成圣。轰！一股黑白交织的火焰顺着苏杜晨的掌心疯狂涌入玄冥的体内。这不是普通的火，这是专门用来炼化死物、重塑灵智的造化之火。不，我是真仙，我是。玄冥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神智在火焰中迅速消融，他那原本青紫色的皮肤在火焰的淬炼下，竟然开始慢慢变成了暗金色，体内的湿气被净化，转化为了一种更加纯粹、更加高级的死灵魔气。一炷香后，惨叫声停止，原本面目狰狞的北阴狮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通体暗金、面容冷峻、双眼燃烧着金色魂火的高大傀儡。他静静地跪在苏杜晨面前，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竟然隐隐突破了金丹期的界限，达到了元婴初期的门槛。这就是苏杜晨的第一具身外化身天妖魔仙魁。起来吧。苏杜晨收回手，脸色微微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傀儡缓缓站起，动作不再僵硬，反而流畅如常人。他对着苏杜晨深深一拜，没有说话，因为他只是兵器，不需要语言。恭喜主人，贺喜主人。众女见状纷纷围了上来，眼中满是崇拜，连那种万年老僵尸都能炼化，主人的手段简直通神。还没完。苏杜晨摆了摆手，目光看向那口打开的青铜巨棺，那里面还有东西。他走到棺前，低头看去，只见棺材底部除了厚厚的尸油外，还放着一个古朴的剑匣，剑匣之上刻着2个古篆小字朱邪。就在苏杜晨目光处及剑匣的一瞬间，嗡，他怀中那枚黑色令牌再次剧烈震动起来，令牌背面的第5个光点光芒大盛，
竟然直接投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束，照在了那个剑匣之上。咔嚓，剑匣自动弹开，没有惊天动地的剑气爆发，也没有任何异响，里面只静静地躺着一把断剑。是的，断剑，剑身只剩下半截，锈迹斑斑，看起来就像是凡间的废铁。但一旁的江离和陆清雪在看到这把断剑的瞬间，脸色却变得煞白，手中的佩剑竟然不受控制地发出了悲鸣，仿佛在向这把断剑下跪磕头。这是……江离声音颤抖，仙剑的残骸。苏度晨伸手握住那把断剑，冰凉沉重，一股苍凉孤寂却又带着一种宁折不弯的傲意，顺着剑柄传入他的掌心。万界战场第5层，藏仙剑种。苏度晨喃喃自语，看来这把剑就是开启那一层的钥匙，也是那座剑种的守墓人。他将断剑收入令牌空间，转身看向众女，这幽冥鬼域的事已了，全军休整1日，明日我们去第5层，去见识一下那位传说中一剑斩断了万古岁月的剑仙女帝。说到这里，苏度晨看向江离和陆清雪，这次是你们的主场，若是表现得好，这把仙剑的传承就是你们的。两女闻言对视一眼，眼中都燃起了熊熊的战意。为了剑道，更为了主人的赏识，这一战他们势在必得。万界战场第5层，藏仙剑种。当空间通道的黑色漩涡缓缓消散，众人双脚踏上实地的那一刻，一股凛冽到足以割裂肌肤的寒风扑面而来。但这风中没有鬼气，没有血腥，只有一种东西，锐利。入目所及是一片灰白色的苍凉世界，天空是灰蒙蒙的铅色，云层极低，仿佛随时都会压下来。大地并非泥土，而是由无数把残破的断剑堆砌而成，有的剑早已锈迹斑斑，有的却依然寒光闪烁。它们密密麻麻地插在地上，如同杂草般蔓延至视线的尽头。这里没有树木，没有河流，只有剑。一座座由亿万柄断剑堆积而成的剑山连绵起伏，如同钢铁巨兽的脊梁，横卧在天地之间。空气中充斥着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剑气，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吐刀片。若非在场众人皆是修为高深之辈，恐怕早已被这空气搅碎了肺腑。好强的剑意！江离刚一落地，背后的黑色重剑便发出了一声兴奋至极的颤鸣，铮的一声自动出鞘半寸。他那一双英气逼人的眸子此刻亮得吓人。对于剑修来说，这里既是地狱也是天堂。这里的每一把剑，生前的主人至少都是金丹期以上的剑修。陆清雪同样神色凝重，她伸出纤纤玉手，轻轻触碰身旁一把插在地上仅剩半截的青铜古剑。嗡！指尖刚一触碰，那断剑竟发出一声悲鸣，随即化作一蓬铁粉消散。剑已死，意未消。苏度晨负手而立，一身玄色地袍在这灰白的世界中显得格外醒目。他并没有受到周围剑意的影响，反而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再次运转，只不过这一次他吞噬的不是灵气，而是这漫山遍野的金戈杀伐之气。呼！苏度晨吐出一口白气，那气流竟在空中凝成了一把小巧的器剑，飞出10丈远才消散。这地方有点意思。苏度晨睁开眼，目光看向这片剑冢的最深处，在那里有一座高达万丈、直插云霄的巨型剑山。那座山峰并非由碎剑堆积，而是一把巨大无比，仿佛能劈开星球的实质巨剑倒插在大地之上。在那巨剑的剑柄顶端，苏度晨感应到了一股孤独、绝望却又锋利到极致的气息。江离、清雪，苏度晨淡淡开口：“奴在。”两女齐齐上前，单膝跪地。这一层是属于你们的机缘。苏度晨指了指那座遥远的巨型剑山，看到那座山了吗？谁能先一步杀上去，谁就能得到那把诛邪断剑的剑魂认可。赢的人。苏度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今晚可以侍寝，不用排队。此言一出，两女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侍寝，而且是独享主人的恩宠，这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比什么绝世功法都要有吸引力。奴婢领命。江离和陆清雪对视一眼，眼中的火花噼里啪啦乱闪，那是属于竞争对手的战意。走！两女不再废话，身形化作2道流光，一黑一白，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向剑山。我们也跟上。苏度晨一挥手，身下的鳌梨化作金龙，载着众女腾空而起。然而，轰隆隆！就在众人刚刚深入剑冢百里之时，地面上那无数把沉寂了万年的断剑，突然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剧烈震颤起来。咔嚓，咔嚓，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数以万计的断剑自动汇聚，重组。眨眼间，10几尊高达100丈、通体由利剑组成的藏剑守卫挡住了众人的去路。这些守卫没有五官，
只有无数锋利的剑刃向外翻卷，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竟然每一尊都达到了金丹后期的水准。擅闯剑种者，杀无赦！一道冰冷机械的神念波动横扫全场。哼，一堆破铜烂铁也敢挡路！冲在最前面的江离冷哼一声，为了今晚的事情权，他现在可谓是火力全开。大罗灭生剑域，他手中的重剑猛地插入地面，轰！无数黑色的剑气从地底爆发，瞬间形成了一座剑气牢笼，将3尊藏剑守卫困在其中。碎！江离手腕一翻，剑气绞杀，那3尊看似坚不可摧的藏剑守卫瞬间被绞成漫天铁屑。另一边，陆清雪也不甘示弱，太阴真解，双冷九州。他身形如广寒仙子般在空中起舞，手中的古剑挥洒出一片片晶莹的雪花，每一片雪花落在藏剑守卫身上，都会瞬间冻结一片区域。短短3息，5尊藏剑守卫化做了巨大的冰雕，随后哗啦一声碎裂一地。好强！龙背上的范奴看得目瞪口呆，这2个女人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杀起人来比我还狠。那是自然。红粉夫人掩嘴轻笑，在主人身边，若是没点本事，可是连汤都喝不上的。一路过关斩将，无论是剑气风暴，还是由古剑组成的剑阵，都无法阻挡2位剑奴争宠的决心。终于，半个时辰后，众人来到了那座万丈高的巨型剑山脚下。这里是真正的禁区，这里的重力不再是压在肉身上，而是直接压在剑心之上。若非剑修或者像苏度尘这样肉身成圣的怪物，哪怕是元婴修士站在这里，神魂也会被那无处不在的剑意撕成碎片。呼呼！江离和陆清雪此时已经香汗淋漓，脸色苍白。越往上走，压力越大。当他们艰难地攀登到半山腰时，双腿已经开始打颤，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我不行了！陆清雪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手中的古剑都在悲鸣。他的太阴剑意虽然阴柔绵长，但在这种至刚至阳的霸道剑压下，显得有些后继乏力。江离虽然还在坚持，但那身黑曜石战甲也已经被无形的剑气割裂出了无数道痕迹，皮肤上满是细密的血口。到此为止吧。就在2女即将力竭之时，一只温暖的大手同时按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苏度尘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他身上没有任何灵力护盾，仅凭肉身就在这恐怖的剑压中闲庭信步。一股精纯的能量顺着他的手掌渡入2女体内，瞬间抚平了他们躁动的气血。做得不错。苏度尘看着2女，能走到这里已经证明了你们的价值，接下来的路我带你们走。说完，苏度尘身形一晃，双手分别搂住2女的腰肢。离儿，跟上！苏度尘脚尖一点，整个人如同一只大鹏，直接无视了那足以压碎山岳的剑压，向着山顶暴掠而去。藏剑锋绝顶！这里只有方圆100丈大小，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挡物。唯一的景色是在那峰顶的正中央，有一个古朴的石台，石台上插着一把剑，不，准确的说是一个人，一个身穿素白麻衣、长发如雪的女子。她盘膝坐在一把断裂的巨剑之上，四肢和脖颈都被粗大的锁链锁住，而那些锁链的另一端则深深地刺入她身下的巨剑之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她的双眼位置系着一条黑色的布带，布带上渗着早已干涸的暗红色血迹。她就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囚徒，孤独地坐在这万古长夜之中。剑仙女帝纳兰星宇来了。当苏度尘踏上峰顶的那一刻，那个仿佛已经化作石像的女子微微动了动手指，一道沙哑、干涩，仿佛2块生铁摩擦般的声音缓缓响起：3000年了，终于有人能活着走到本宫面前了吗？纳兰星宇并没有抬头，他虽然看不见，但他的心剑却比任何眼睛都要敏锐。凡人、真龙、天狐、僵尸，他似乎在感知着来人的气息，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乱七八糟，本宫等的事件不是一群杂耍的戏班子，滚！仅仅是一个字，轰！一股无形的剑气波纹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这股剑气之强竟然直接割裂了虚空，在峰顶周围形成了一道黑色的空间裂缝风暴。噗！哪怕是有苏度尘护着，江离和陆清雪依然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神色萎靡。这还是对方没动真格的情况下。好强！苏度尘眼中金芒爆闪，这个瞎眼女人的实力绝对是他在下界遇到的最强者，哪怕是之前的真龙敖里，在他面前恐怕也撑不过3剑。这是真正的半步化神，甚至在剑道造诣上已经触摸到了仙的门槛。纳兰星宇，苏度尘上前一步挡在了众女身前，他身上那件暗金战袍在剑气风暴中猎猎作响，却始终未曾破损分毫。自我封印，
画地为牢，甚至不惜刺瞎双目，只为修成无想星剑。可惜，苏度晨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你的路走歪了，歪了。”听到这两个字，原本淡漠的纳兰星宇身体猛地一颤，他缓缓抬起头，虽然隔着黑布，但苏度晨依然能感觉到那双空洞的眼眶正死死盯着自己。一个凡人也配论本宫的剑道？本宫以身祭剑，以魂养剑，3000年未曾下山一步。你懂什么叫剑？随着他的情绪波动，周围的剑气风暴变得更加狂暴。那插在地上的无数断剑都在这一刻齐声悲鸣，仿佛在附和他的愤怒。剑。苏度晨笑了，他伸出手，从怀中取出了那把从北阴狮王棺材里得到的诛邪断剑。我确实不懂什么高深的剑道，但我知道剑是用来杀人的，不是用来折磨自己的。你也配叫剑仙？我看你不过是一个被剑意困住的可怜虫罢了。你！纳兰星宇勃然大怒，找死！争！他身下的那把巨剑突然震动，无数道无形的剑气汇聚成一把通天彻地的透明巨剑，悬浮在他的头顶。万剑归宗，斩！纳兰星宇手指一点，那把透明巨剑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苏度晨当头斩下。这一剑足以劈开大陆。面对这必杀的一击，苏度晨没有躲，他只是举起了手中那把锈迹斑斑的诛邪断剑。老伙计，看你的了！嗡！就在透明巨剑即将斩落的瞬间，苏度晨手中的断剑突然爆发出了一道虽然微弱，但却纯粹到了极致的金色光芒。那光芒并不刺眼，却带着一种万剑之祖的无上威严。咔嚓！那把气势汹汹的透明巨剑在碰到这点金光的瞬间，竟然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瞬间崩碎，消散于无形。这是……纳兰星宇浑身一震，那张万年不变的冷漠脸庞上第一次露出了极度的震惊与渴望。他颤抖着伸出手，想要去触摸那道金光。诛邪？是诛邪剑意？不可能，诛邪仙剑早已在万年前的大战中粉碎。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苏度晨手持断剑，一步步走向石台。随着他的靠近，纳兰星宇身上的剑意竟然开始自动退避，仿佛臣子见到了君王。想知道？苏度晨走上了石台，站在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帝面前。他伸出手指，轻轻勾住了她眼上的黑色布带。那就睁开你的心眼，好好看看，看看我是谁，看看谁才是你真正的主人。话音落下，苏度晨猛地扯下了那条黑色布带。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空洞深邃，虽然没有眼球，但却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星空。啊！当布带滑落的那一刻，纳兰星宇仿佛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刺激。他看到了，在那把断剑之上缠绕着一股他追寻了3000年梦寐以求的仙道剑意，而这股剑意此刻正温顺地被眼前这个男人握在手中。剑主！纳兰星宇的身体开始颤抖，那是对于道的极致追求让他产生的本能反应。对于一个剑痴来说，谁掌握了至高剑道，谁就是他的神。给我，把他给我！他不顾一切的想要去抓那把剑，但苏度晨却将剑收了回去，想要。苏度晨看着这个披头散发、神情癫狂的瞎眼女帝，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这把剑，我只给我的剑奴用。纳兰星宇，告诉我。苏度晨一把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仰起头。你是想继续做这个可怜的瞎子女帝，守着这堆破铜烂铁老死，还是做我苏度晨的剑奴，随我剑斩苍穹？纳兰星宇愣住了。剑奴？她是高高在上的女帝，怎么能做奴？但是那把剑，那个境界，那是他毕生的追求啊！甚至为了这个追求，他不惜刺瞎双眼，不惜画地为牢。如今通往大道的钥匙就在眼前，尊严，那是什么东西？能让他见到大成吗？我……纳兰星宇的声音在颤抖，两行血泪从他空洞的眼眶中流下。他在挣扎，在权衡，最终对于剑道的执念战胜了一切。他缓缓松开了紧握的拳头，那原本挺直的脊梁在这一刻弯了下去。他在那冰冷的石台上向苏度晨行了一个标准的剑势礼。纳兰星宇，怨气地位，化身为奴，只求主人赐剑。轰！随着他这一拜，整个藏仙剑踵亿万柄断剑齐声轰鸣，仿佛在为一位新皇的诞生而欢呼，又仿佛在为一位旧皇的陨落而哀悼。苏度晨满意的笑了，他将手中的诛邪断剑轻轻放在了纳兰星宇的手中，同时另一只手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阴阳造化，重塑剑心，一股磅礴的生机与奴印同时灌入他的体内。从今天起，你不再是瞎子，你是我的星眼。随着力量的注入，
纳兰星宇那原本空洞的眼眶中竟然开始凝聚出2点金色的光芒，那是剑瞳。藏仙剑种，绝顶石台，狂风呼啸，卷起漫天铁锈般的尘埃。在这万古孤寂的剑山之巅，一场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双重重塑正在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纳兰星宇跪坐在冰冷的石台上，那一身素白的麻衣早已在刚才剑气风暴的激荡下变得破破烂烂，露出了大片因常年不见天日而显得苍白，却如羊脂玉般细腻的肌肤。他那一头如雪的白发随风狂舞，原本空洞渗血的双眼此刻紧闭着，2行金色的血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苏杜晨的手背上，滚烫如岩浆。忍住！苏杜晨站在他面前，一只手按在他的天灵盖上，另一只手紧握着那把生锈的朱邪断剑，剑尖直指苍穹。要想重见光明，就要先忍受黑暗被撕裂的痛苦。阴阳造化，剑魄归位。轰！苏杜晨体内的功法运转到极致，那把断剑中蕴含的万年仙道剑意被他强行抽取，顺着手臂，如同一条金色的长河，轰然灌入纳兰星宇的体内。啊！纳兰星宇仰起头，修长的脖颈绷紧成一道凄美的弧线，口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痛！太痛了！就像是有无数把细小的利剑在他的眼眶里搅动，在他的经脉里穿梭。原本已经枯竭的剑心，在这股霸道力量的冲击下，开始疯狂重组、涅槃。我是剑，我是剑！他在石海中疯狂呐喊，试图守住最后的一丝清明。不！苏杜晨冷漠而威严的声音在他脑海中炸响，如同一记当头棒喝。你不是剑，你是执剑人手中的鞘。若无鞘，剑气伤人亦伤己。今日我便做你的剑，填满你的鞘。轰隆！随着这句充满奇异却又暗合大道的真言落下，纳兰星宇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感觉到那股原本狂暴肆虐的金色剑意，在苏杜晨的引导下，竟然变得温顺起来，开始缓缓融入他的双眼，融入他的骨血。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瞬间取代了千年的空虚与孤独。开！苏杜晨一声低喝，纳兰星宇猛地睁开了双眼。那一瞬间，天地仿佛都失去了颜色。只见他的眼眶之中，不再是空洞的黑暗，也没有寻常人的眼球，取而代之的是2团缓缓旋转的、璀璨夺目的金色漩涡。在那漩涡的最深处，隐约可见一把竖立的小剑虚影，散发着令人不敢直视的锋芒。无上神通，通天剑瞳。我看见了。纳兰星宇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世界，在他的视野里，世界不再是模糊的黑白，而是由无数线条和能量构成的绚烂图景。他能看到风的轨迹，能看到灵气的流动，更能看到眼前这个男人体内那如深渊般恐怖的气血与魔力。太强了，简直就像是一尊行走的人形凶兽。看够了吗？苏杜晨收回手，神色淡然地看着他。此时的纳兰星宇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颓废与绝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凌厉与高贵。那双金色的剑瞳稍微流转，便能让周围的空间出现细微的裂痕。主人！纳兰星宇回过神来，看着眼前这个赐予他新生的男人，眼中的高傲瞬间化作了最卑微的虔诚。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扑倒在苏杜晨脚下，额头重重磕在石面上。纳兰星宇，叩谢主人再造之恩。从今往后，星宇这双眼睛只为主人而看，手中之剑只为主人而杀。苏杜晨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将他提了起来。看着那双妖异而美丽的金色剑瞳，苏杜晨嘴角微扬。很漂亮的眼睛，比起那瞎眼婆子的模样，现在顺眼多了。不过，苏杜晨的目光下移，落在他那破烂不堪的麻衣上，眉头微皱。这身衣服太丑了，既然成了我的剑奴，就该有个剑奴的样子。说罢，苏杜晨大手一挥，一套崭新的由万宝阁特制的流光剑羽衣凭空出现。这套衣服通体由银白色的天蚕丝织就，上面缀满了细小的剑形羽毛，款式类似于战裙，但更加贴身大胆。背部完全镂空，露出那光洁如玉的脊背，裙摆极短，仅能遮住大腿根部，而胸口处更是开了一道深 V， 将那深邃的事业线展露无遗。最特别的是，这套衣服自带一股锐利的剑气场，寻常人根本不敢靠近，只有真正的剑修才能驾驭。穿上！苏杜晨命令道。纳兰星宇看了一眼那羞耻度爆表的衣服，若是以前，他宁死不穿，但现在，是主人。他当着苏杜晨的面，毫不避讳地褪去了身上的麻衣，露出了那具虽然清瘦却完美无瑕的仙躯，然后一件件地穿上了那套象征着臣服与诱惑的剑羽衣。当他穿戴完毕，重新站立时，整个人宛如一把出鞘的绝世名剑，锋利冷艳，却又充满了禁忌的诱惑。不错，苏杜晨满意地点了点头。从今天起，你就是听雨楼的首席剑士。至于你的任务，
苏杜晨转过身，看向刚刚爬上山顶，正气喘吁吁、满脸震撼的江离和陆清雪。江离、清雪，过来！两女强忍着被那蓝星宇身上散发出的剑意压迫的不适，走到近前，单膝跪地，参见主人。恭喜主人收服剑仙。虽然嘴上说着恭喜，但两女眼中的失落却是掩盖不住的。她们拼尽全力想要登顶，结果还是晚了一步。而且，眼前这个女人的强大，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是境界上的绝对碾压，觉得不甘心。苏杜晨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不用不甘心，他是修了几千年的老怪物，你们才多大？星宇，奴在。纳兰星宇上前一步，以后他们两个交给你调教。苏杜晨指了指江离和陆清雪，你是磨刀石，他们是刀配，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磨得像你一样锋利。当然，若是磨断了，苏杜晨眼中寒光一闪，我就把你这双刚治好的眼睛再挖出来。纳兰星宇心中一凛，金色的剑瞳中闪过一丝敬畏。奴婢遵命，奴婢定会将毕生剑道感悟倾囊相授。他转过身看向江离和陆清雪，虽然在苏杜晨面前他是卑微的奴隶，但在这些后辈面前，他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剑仙女帝。你们两个根骨尚可，但剑意太杂。纳兰星宇冷冷点评道，一个杀气太重，容易迷失；一个寒气太盛，过刚易折。从今天起，每天挥剑10万次，少一次，本宫便用剑气削去你们一层皮。江离和陆清雪闻言，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这是剑仙亲自指点，这是天大的机缘啊！多谢首席赐教，多谢主人栽培。两女激动的磕头。苏杜晨看着这一幕，心中暗笑，这就是帝王心术，把最强的变成教官，既能安抚新人的情绪，又能提升老人的实力，还能让整个后宫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好了，叙旧到此为止。苏杜晨抬头看向天空，随着朱邪断剑被取走，这座藏仙剑种的规则之力正在迅速崩塌。天空中那厚重的千云开始消散，露出了一角更加深邃、更加浩瀚的星空。万界战场的前5层已经被我们打通了。苏杜晨从怀中掏出那枚已经完全被点亮的黑色令牌，此时令牌开始剧烈发烫，发出一阵阵渴望的颤鸣。它不再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坐标，而是指向了头顶。嗡！一道金色的光柱突然从令牌中射出，直插苍穹。天开了，在那无尽的高空之上，隐约出现了一座宏伟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大门户。那门户仿佛由星辰铸就，上面缭绕着肉眼可见的仙灵之气。在那门户之后，似乎有一个更加广阔、更加高级的世界正在向苏杜晨招手。那是……纳兰星宇抬头，金色的剑瞳剧烈收缩，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起来。灵界之门，主人，这令牌竟然能直接开启通往灵界的通道。此言一出，在场众女皆惊。灵界，那是所有下界修士梦寐以求的飞升之地，释化神器大能才有资格踏足的领域。而现在，这条路就这样赤裸裸地摆在他们面前。灵界吗？苏杜晨看着那座门户，眼神深邃。他能感觉到，在那门后有无数强大的气息正在沉睡，有真正的真龙，有古老的凤凰，有统御万疆的仙朝，也有当年背叛他的那些人的徒子徒孙。不急，苏杜晨突然收回了令牌，金光消散，那座门户也随之隐没。主人，为什么？纳兰星宇不解，明明一步就能登天，为何要停下？现在的我们还不够强。苏杜晨转过身，看着自己身后的这支队伍，一个半步化神的剑仙，一条半步化神的真龙，一只九尾天狐，一个旱魃女帝，一个巨灵战神，再加上一群金丹期的打手。这阵容在下界或许无敌，但到了灵界那帮老东西可不像下界这么好对付。若是就这样上去，最多也就是个二流势力。我要的不是去给别人当孙子。苏杜晨眼中燃烧着野心的火焰，我要的是君临天下，回青云城。苏杜晨大手一挥，带着众女踏上了归途。我要闭关，利用这5层战场的资源，把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堆到元婴期以上，尤其是你，离儿。苏杜晨看向远处飞来的金龙，我要助你化龙为神，觉醒真正的祖龙血脉，还有那具备阴尸王炼制的傀儡。等我出关之日，便是我们血洗灵界之时。时光飞逝，转眼便是半年。这半年里，下界修仙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个名为听雨楼的势力彻底统一了整个下界。无论是人族皇朝，还是妖族禁地，亦或是海外仙岛，全部插上了听雨楼的黑金旗帜。海量的资源如流水般汇聚到青云城。而在听雨楼的地下密室中，
苏度晨正盘膝坐在一座由极品灵石堆砌而成的阵法中央，他赤着上身，浑身暗金色的魔纹流转，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在他的周围悬浮着5件至宝：修罗黄血、万妖内丹、巨灵神骨、旱魃尸火、诛邪断剑。5行归一，万法熔炉。苏度晨双手结印，口中发出一声低喝，阴阳造化，凝，轰！5件至宝同时炸裂，化作5道洪流，疯狂涌入他的体内。咔嚓，咔嚓！苏度晨的身体开始发生惊人的蜕变，他的肉身正在打破金丹期的极限，向着传说中的元婴魔神体进化。而在他的识海深处，那个一直沉寂的元神小人，此刻也缓缓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左眼如日，右眼如月，眉心竖瞳，如魔似神的天地之眼。呼！苏度晨吐出一口浊气，整个密室的虚空都在这一口气下崩塌。他缓缓站起身，握了握拳头，空间在他掌心扭曲破碎。元婴初期，不是堪比化神初期的战力。苏度晨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终于可以动身了。叶神鹰，不知道这半年来，你的那把龙椅坐得还安稳吗？他一步踏出，瞬间消失在密室之中。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站在了听雨楼的最高处。在他身后，敖离、涂山妖、纳兰星宇、颜清武、范奴、姬无双、江离、陆清雪、红粉夫人、赫连未央、顾青衣，整整11位绝色仙奴，全部身着华丽的战甲，气息恐怖，整齐划一的跪伏在地。而在他们身后是10万名全副武装的听雨天兵。主人，大军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征。苏度晨看着这支足以横扫灵界的恐怖大军，大手一挥，手中的黑色令牌化作一道通天光柱，轰开了那扇通往灵界的大门。目标：灵界东海龙宫，出发。第一站，我要屠龙。灵界东海，这是一片比下界广阔1万倍的浩瀚水域，海水呈现出一种深邃的湛蓝色，每一滴水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水系灵气。海面之上，领导星罗棋布，仙禽异兽翱翔天际。今日的东海格外热闹。位于海底万丈深处的水晶龙宫张灯结彩，无数色彩斑斓的深海夜明珠将方圆千里的海底照耀得如同白昼。无数强大的水族妖王，各方海域的霸主，甚至连内陆的一些修仙宗门代表都齐聚于此，因为今日是东海龙王敖苍渊的3000岁寿诞。水晶宫大殿内歌舞升平，觥筹交错。身着九龙地袍，头戴紫金冠的敖苍渊端坐在宝座之上。他虽然面带微笑，接受着万仙朝拜，但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与暴力。半年前，他耗费巨大代价投影下界，结果看到爱女被人骑在身下的那一幕，至今仍是他心头的刺。父王，今日大喜，何必为了那个贱人烦心？坐在下手的一名青年端着酒杯，阴恻恻地说道。他头生独角，面容英质，乃是龙王的私生子，蛟龙一族的少主敖立。自从敖立失踪后，他便是最有希望继承大统的人选。哼！敖苍渊冷哼一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本王不是烦心，是恨，恨那个下界的蝼蚁。若是让本王抓到他，定要将他抽筋扒皮，镇压在海眼之下1万年。陛下息怒。一旁的龟城向连忙陪笑，下界那种蛮荒之地，灵气稀薄，那个凡人就算有些手段，也不可能飞升上来。那敖立公主既然自甘堕落，便当没生过这个女儿便是。没错，那种不知廉耻的女人，不配做我龙族公主。敖立附和道，眼中闪烁着幸灾乐祸的光芒。就在这时，轰隆隆，一声沉闷的巨响，仿佛天塌地陷一般，穿透了万丈海水，直接震动了整座水晶宫。紧接着，原本清澈的海水瞬间变得浑浊，无数细密的裂纹在水晶宫的防御大阵上蔓延。怎么回事？嫡媳，谁敢在龙王寿诞日撒野？殿内众妖大惊失色，纷纷祭出法宝。敖苍渊豁然起身，一股属于渡劫期大能的恐怖威压瞬间爆发，压得海水倒流。好大的胆子，敢来我东海闹事！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金光冲出海面，身后无数虾兵蟹将、水族妖王紧随其后。海面之上，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已经被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那是跨界而来的空间通道。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正如洪水猛兽般从黑洞中涌出。最先出现的是1000名身披黑色重甲、手持白骨巨盾的修罗魔军。他们一出现，那股浓烈的血煞之气便瞬间染红了方圆100里的海水，无数低阶海兽直接被吓得肝胆俱裂，翻起了白肚皮。紧接着是北阴狮王带领的亡灵军团，死气弥漫，将这片灵气盎然的海域变成了一片鬼域。这是魔修，还有鬼修。刚刚冲出海面的敖苍渊等人
看到这阵仗，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灵界何时出现了这么一支恐怖的军队？吼！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时，一声高亢、嘹亮、蕴含着至高无上血脉压制的龙吟从黑洞深处传来。这声龙吟一出，在场所有的水族，包括那些拥有龙族血脉的蛟龙、鱼龙，全部感觉膝盖一软，体内的妖力瞬间凝滞，本能的想要下跪膜拜这是真龙之音。敖苍渊瞳孔骤缩，难道是？下一刻，一道璀璨的金光如同初生的骄阳，蛮横地冲破了黑洞的束缚，降临在这片海域之上。那是一条体长超过300丈、通体金鳞闪耀、神俊非凡的五爪金龙。比起半年前，它的体型更加庞大，鳞片更加坚硬，龙威也更加深邃。那是一种经过化神期蜕变后的质变。敖离，真的是他！天哪！三公主回来了！下方的水族中爆发出阵阵惊呼。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他们的表情就凝固了。紧接着便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高贵的龙背之上，在那最神圣的龙脊之处，竟然安装着一套极其奢华却又充满了羞辱意味的金色马具安坐。金色的镣铐锁住了他的四肢，缰绳穿过他的龙角，延伸向后方。而在那安坐之上，端坐着一个身穿暗金龙袍、长发随意披散的年轻男子。他手里提着一根金色的龙鞭，怀里搂着一只绝美的九尾天狐，身侧还站着数位风华绝代的带剑侍女。那种姿态哪里像是面对强敌，分明就是带着小妾出门踏青的纨绔公子。孽障！敖苍渊看清这一幕的瞬间，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气得浑身发抖，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那是他的女儿，东海的明珠，现在竟然被人像骑马一样骑在胯下，而且还当着全天下水族的面，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敖离，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婢，你还有脸回来？敖离更是指着天空破口大骂，你把我们龙族的脸都丢尽了，赶紧滚下来子才谢罪。听到这声谩骂，原本盘旋在空中的金龙缓缓低下了头，那双巨大的金色树瞳中没有羞愧，没有躲闪，只有一种看着死人的淡漠，以及对背上之人的绝对忠诚。造蛇！龙背之上，苏度晨淡淡吐出2个字，他轻轻拍了拍身下的龙鳞，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抚摸爱宠。离儿，在。金龙口中发出了软糯的人声，那种声音不再是威严的公主，而是讨好的侍女。那是你那个私生子哥哥。苏度晨指了指下方的敖立，是的，主人，一个杂种而已。离儿回答的毫不犹豫，我不喜欢他的声音。苏度晨把玩着手中的龙鞭，还有，你那个父王似乎也不太欢迎我们回门啊。既然是回娘家，总得带点见面礼。去，把你那个哥哥的脑袋摘下来，给你父王祝寿。是，主人。敖离眼中爆发出兴奋的光芒，在苏度晨身边的这半年，他早已被洗脑成了彻底的奴隶。对于这些所谓的亲人，他不仅没有感情，反而充满了想要在主人面前证明自己比他们强，比他们更有用的变态胜负欲轰。金龙俯冲而下，300丈的庞大身躯裹挟着化神初期的恐怖动能，如同一颗金色的陨石砸向海面。不好，快拦住他！敖苍渊大惊失色，想要出手，但就在这时，铮一声剑鸣，站在苏度晨身侧的纳兰星宇出手了。这位曾经的剑种女帝，如今身着那套极尽诱惑的流光剑羽衣，她只是轻轻拔出了背后的诛邪断剑，对着虚空一划，画地为牢。嗡！一道看不见的剑气屏障瞬间成型，竟然硬生生将敖苍渊这位渡劫期大能挡在了1里之外。虽然只能挡住一瞬，但对敖离来说足够了。杂种，去死吧！敖离瞬间冲到了敖立面前。不，父王救我！敖立惊恐的尖叫。他不过是元婴后期的修为，面对如今已经突破化神且血脉返祖的敖离，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咔嚓！敖离那巨大的龙爪如同抓豆腐一般，轻易地捏碎了敖立的护体妖光，然后轻轻一拧，噗嗤，一颗斗大的蛟龙脑袋连带着脊椎骨被硬生生拔了出来，鲜血如雨，染红了大海。敖离抓着那颗死不瞑目的脑袋，重新飞回高空，将脑袋放在了苏度晨的脚边，像是一只叼回猎物的大猫，摇着尾巴求表扬。主人，离儿厉害吗？苏度晨笑了，他伸出脚踩在那颗蛟龙脑袋上，然后弯下腰，在敖离那巨大的龙角上亲了一口。真乖，今晚加餐，赏你龙肉吃。谢主人。敖离兴奋地发出一声龙吟，震慑全场。下方，敖苍渊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快疯了。儿子被杀，女儿认贼作父，还在那摇尾乞怜。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听令，结阵，万龙覆海大阵。
给我把这对狗男女轰成渣！敖苍渊彻底暴走，现出了本体，一条长达1000丈的青色巨龙。随着他的咆哮，整个东海都沸腾了，无数水柱冲天而起，化作万千条水龙，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着空中的苏度尘绞杀而去。面对这足以淹没天地的攻势，苏度尘却连站都没站起来，他依旧坐在龙鞍上，怀里搂着涂山妖，眼神淡漠地看着下方那条暴怒的老龙。老泥鳅，火气还是这么大。半年前我说过，我会回来拆了你的龙宫当马厩，看来你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苏度尘缓缓抬起右手，在他掌心之中，那枚黑色的令牌正散发着幽幽乌光。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全军听令！苏度尘的声音冷漠如冰。修罗军冲锋，亡灵军掩护，北阴狮王给我按住那条老泥鳅。至于我的美人们，苏度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群早已按捺不住战意的角色：仙奴身穿冰晶战甲的陆清雪，黑曜石束缚甲的江离，荆棘战甲的姬无双，紫藤旗袍的红粉夫人，月光纱裙的顾青衣，巨灵比基尼的范奴，每一个都是元婴期以上的强者。其中顾青衣和纳兰星宇更是恢复到了化神期，这是一支足以横扫灵界的后宫天团。去吧！苏度尘指了指下方的水晶宫，那是你们的新家，除了那条老泥鳅留着给我拉车，其他的杀光、抢光、烧光。是，主人。众女齐声交喝，声浪盖过了海啸。下一刻，无数道流光从天而降，如同末日审判的陨石雨，狠狠地砸向了东海龙宫。轰隆隆，大战爆发！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范奴化作1000丈巨灵，一脚踩碎了龙宫的大门。姬无双挥舞长躺，在虾兵蟹将中开启了无双割草模式。纳兰星宇一剑挥出，万剑归宗，将数百名妖王钉死在海底。涂山妖施展媚术，让大批水族临阵倒戈，自相残杀。而那具已经被练成傀儡的北阴狮王更是凶悍无比，直接冲上去抱住了现出原形的敖苍渊，两个庞然大物在海中疯狂撕咬搏杀。苏度尘坐在鳌骊背上，悬浮在战场中央，他手里端着一杯红粉夫人刚刚递上来的热酒，看着下方那绚丽的法术烟花和崩塌的水晶宫。离儿在，你看你家挺漂亮的，特别是烧起来的时候。鳌骊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家园变成废墟，看着族人被屠戮，眼中闪过一丝波动，但很快这丝波动就被奴印带来的绝对忠诚所掩盖。他回过头，用那双金色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苏度尘。只要主人喜欢，就算把整个东海都烧干了，离儿也愿意。苏度尘大笑一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好，既如此，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些吧。他将手中的酒杯扔向大海。天地之眼开！苏度尘眉心处那道树瞳猛地睁开，一道黑色的火焰光柱射入大海。那不是普通的火，那是能燃烧海水的灭世黑炎。东海沸腾了，灵界东海废墟，曾经辉煌万古的水晶龙宫，此刻已化作一片断壁残垣。海水被鲜血染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紫红色，无数虾兵蟹将的尸体随着暗流漂浮。那原本镇压海眼的定海神针被拔起，导致海底火山喷发，岩浆与海水交织，腾起漫天的白色蒸汽，将这片海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在这片末日般的景象中，唯有一处地方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威严与奢华，那就是悬浮在海面上空的黑色行宫。苏度尘一身玄衣，赤足踩在行宫岩伸出的白玉露台上，手里端着一杯刚从龙宫宝库中搜刮来的万年醉龙酿在他脚下，跪着一群平日里在灵界呼风唤雨的水族妖王。他们此刻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生怕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东海的底蕴。苏度尘晃了晃酒杯，语气中带着一丝意兴阑珊。除了这酒还算勉强入口，其他的一无是处。主人说的是。身旁涂山妖乖巧地为他捏着肩膀，那9条蓬松的狐尾在他身后交织成一张柔软的靠背。这群长冲平日里只会收集些亮晶晶的破石头，哪里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宝物。也就是主人来了，才让他们这破烂窝蓬荜生辉。你说是吧，离儿姐姐？涂山妖故意转过头看向露台下方，那里正在上演着一出足以让所有龙族先祖气的诈尸的父慈女孝大戏。只见曾经威震灵界的东海龙王敖苍渊，此刻已经被打回了原形，一条1000丈长的青色巨龙。只不过他现在的模样凄惨无比，浑身龙鳞被扒了大半，鲜血淋漓，四只龙爪被刻满符文的黑色锁链死死锁住，脖子上更是套着一个巨大的沉重的金属项圈。而负责给他套上这个项圈的正是他的亲生女儿敖骊。逆女，你这个逆女！敖苍渊虽然被天妖魔仙魁死死按在地上，
但口中依然发出虚弱而怨毒的咆哮。你竟敢如此羞辱为父！羞辱！敖离此时已经化作人形，依旧穿着那套金色的马具战甲。他站在巨大的青龙龙头面前，神色冷漠，眼神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亲情，只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与嫌弃。父王，您应该感到荣幸。敖离伸出手，用力拍了拍敖苍渊那硕大的鼻子。能给主人拉车，那是多少妖兽求都求不来的福分。你看那金翅大鹏王求着给主人当坐骑，主人还嫌他毛硬，只配做个后勤运输的大队长。您这身皮肉虽然老了点，但胜在骨架大，拉起车来肯定稳当。说着，敖离手中的金色长鞭猛地一甩，啪！这一鞭子狠狠抽在敖苍渊的龙鼻之上，打出了一道血痕。别乱动，配合点。要是弄坏了主人的新车架，我就把你这身龙筋抽出来给主人做腰带。敖苍渊气得龙血攻心，一口老血喷出几十丈远。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那个曾经骄傲矜持的三公主，如今竟然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疯狗，而且是一条只认苏度尘为主，六亲不认的疯狗。好了，离儿。露台上，苏度尘淡淡开口，别把他玩坏了。这老东西虽然废了点，但好歹是渡劫期的肉身，用来拉那座万妖行宫正好。听到主人的声音，敖离瞬间换了一副面孔，他转过身，对着苏度尘露出一个甜美至极的笑容，身后的龙尾讨好的摇摆着。是，主人。离儿已经检查过了，这老家伙的牙口还行，耐力也不错，只要再加上奴印的控制，保证比那几条冥河古龙好用多了。苏度尘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伸出手，隔空对着敖苍渊的眉心一点，阴阳造化，御龙诀。嗡！一道黑色的符文瞬间没入敖苍渊的识海。原本还在挣扎咆哮的龙王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怨毒与愤怒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呆滞，最后变成了空洞的顺从。奴役完成，堂堂东海龙王自此沦为苏度尘的专属车夫。把东西都装好。苏度尘站起身，目光投向西方的天际。东海已平，这里的资源也被我搜刮的差不多了，是时候去见见那个所谓的大罗仙朝了。灵界，中州大陆，这里是灵界最繁华、灵气最浓郁的核心地带。而在中州的最中央，矗立着一座悬浮在云端的宏伟仙城太上仙都，这便是统御灵界半壁江山的人族霸主大罗仙朝的皇都。此时，未央宫大殿之上，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数百名身穿仙袍、气息强大的文武百官分列两旁，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惊恐与不安，因为就在刚才，他们收到了东海传来的急报：东海龙宫灭了，龙王敖苍渊成了拉车的畜生，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只是一个刚刚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凡人。荒谬，简直是荒谬！一名须发皆白的太师颤抖着胡须，出列奏道：陛下，那苏度尘究竟是何方妖孽，竟然能在半日之内荡平东海？这等战力，恐怕早已超越了化神、直逼炼虚，甚至合体期啊！难道是上界下来的真仙转世？无论他是谁，他既然灭了东海，下一个目标定然是我们大罗仙朝。东海可是我们的盟友啊！众臣议论纷纷，惶恐的情绪在蔓延。够了！一道清冷如冰泉击石般的声音从那高高的地座上传来，声音不大，却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喧哗。整个大殿的温度在这声音响起的瞬间骤降至冰点。地座之上，一位身着雪白色地袍、头戴12流寒冰地冕的女子正端然而坐。她太美了，那种美是一种不带一丝烟火气的冷艳。她的肌肤胜雪，仿佛是由万年玄冰雕琢而成，一双凤目呈现出淡淡的冰蓝色，里面没有丝毫情感波动，仿佛是一尊高高在上的神像在俯视着尘世的蝼蚁。大罗女帝洛清寒，身负传说中的9天冰凤圣体，乃是灵界公认的第一强者，也是第一美人。东海覆灭，那是敖苍渊无能。洛清寒缓缓开口，声音中听不出一丝波澜。一条只知道享乐的老泥鳅被宰了也是天数。可是陛下，一名身穿金甲的将军焦急道：那苏度尘来势汹汹，据说他手下有一支由修罗、亡灵、妖兽组成的恐怖大军，更有数位实力恐怖的妖女助阵。若是让他杀入中州，我大罗仙朝危矣。妖女？洛清寒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嘲讽，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罢了。朕的大罗仙朝乃是受上界仙庭庇佑的正统，区区一个下界暴发户也配让你们如此惊慌？他缓缓站起身，随着他的动作，一股恐怖绝伦的寒气以他为中心爆发开来。大殿内的百官只觉得呼吸一滞，仿佛灵魂都要被冻结。合体期大圆满，这便是洛清寒的底气，只差一步，他便能渡劫飞升。传朕旨意。洛清寒目光冰冷地望向东方，
开启9天10地诛仙大阵，召集寒冰卫、烈火营、神机营3军集结。既然他想来送死，那朕就成全他。朕倒要看看，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城门上时，他那张嘴还能不能这么硬。就在这时，报！一名传令兵跌跌撞撞地冲进大殿，满脸是血。陛下，大事不好！那苏度臣的行宫已经到了。什么？众臣大惊失色。东海距离中州亿万里之遥，就算是乘坐最高级的传送阵也要数日，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轰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整个太上仙都剧烈震颤起来。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被一片巨大的阴影所覆盖。洛清寒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大殿之外。他抬头望去，只见苍穹之上，9条体型庞大的冥河古龙拉着一座巍峨如山的黑色行宫，蛮横地撞碎了太上仙都的防御结界。而在那行宫的最前方，负责开路的赫然是一条伤痕累累、脖子上套着项圈的青色巨龙——东海龙王敖苍渊。洛清寒，一道慵懒、磁性却带着无尽侵略性的男声从那行宫顶端的露台上传来。苏度臣坐在白骨王座上，怀里搂着刚被喂饱的敖离，手里把玩着一枚晶莹剔透的冰灵珠。他居高临下，隔着万丈虚空与洛清寒对视。听说你是这灵界第一美人。苏度臣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洛清寒身上扫视，那种眼神就像是在挑选一件满意的商品。不错，冰肌玉骨，气质冷艳，最适合用来拜火。我的后宫里正好缺一个管冷库的丫鬟，我看你很合适。你说什么？洛清寒眼中寒芒暴涨。身为女帝，她统御亿万生灵，何曾受过如此轻薄？找死！争！洛清寒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柄通体晶莹的冰剑，冰凤奥义，绝对零度。他一剑挥出，天地间所有的热量在这一瞬间被抽离，一道足以冻结时空的白色剑气逆流而上，直斩苏度臣的头颅。这一剑寒怒而发，即便是同为合体期的强者也不敢应接。然而面对这惊天一剑，苏度臣却连动都没动。青衣，他只是淡淡唤了一声奴在，一道青色的倩影如鬼魅般出现在苏度臣身前，正是那位来自万妖魔窟的堕落仙子顾青衣。此时的顾青衣经过苏度臣的滋润和仙药的调养，早已恢复了昔日的巅峰实力度阶期。他身穿月光琉璃纱，面容清冷，手中握着一把由苏度臣赐予的斩仙飞刀。区区凡间冰雪也敢在皓月面前争辉。顾青衣淡淡开口，声音中透着来自上位者的蔑视。他并没有用剑，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对着那道恐怖的白色剑气轻轻一点，碎！咔嚓！那道足以冰封万里的剑气在顾青衣的指尖前1寸处，如同玻璃般崩碎，化作漫天冰屑，纷纷扬扬洒落。什么？洛清寒瞳孔剧烈收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这怎么可能？他可是合体期大圆满，这一剑蕴含了天地法则，怎么会被人一指点碎？那个女人，那个青衣女人是谁？那种气息，仙人。洛清寒的声音在颤抖。你很有眼光。苏度臣笑了，他拍了拍身边的敖离，示意他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然后他站起身，一步步走到露台边缘。洛清寒，给你2个选择。苏度臣伸出2根手指。第一，打开城门，脱下你的龙袍，跪在地上爬过来，做我的第12位仙奴。第二，苏度臣指了指身后的仙奴天团，我让他们踏平你的仙兜，杀光你的臣民，把你抓起来，然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在你的龙椅上办了你。选吧。霸道，极致的霸道。整个太上仙都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天空中的那个男人，就像是在看一尊不可战胜的魔神。洛清寒紧握着手中的冰剑，指节发白，屈辱、愤怒、恐惧，各种情绪在他心中交织。但当他看到顾青衣那冷漠的眼神，以及那条拉车的东海龙王时，他知道大罗仙朝完了。洛清寒咬破了嘴唇，鲜血染红了苍白的唇瓣。我选太上仙都未央宫前，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质的铅块，沉重的让人窒息。数十万大罗仙朝的禁卫军、供奉、修士此刻都仰着头，死死盯着天空中那座遮天蔽日的黑色行宫，以及那个站在露台边缘如同审判神之般的男人。我选。洛清寒紧握着手中的冰剑，双肢哀伤，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甚至有鲜红的血液顺着剑柄滴落，在洁白的云台上绽放出凄艳的梅花。他抬起头，那双原本如同万年寒潭般平静的冰蓝色眼眸中，此刻燃烧着决绝的火焰。我选，让你死！这一声怒吼，不再是平日里那种高高在上的帝王威仪，
而是一个被逼入绝境的女人的歇斯底里。大罗所属，听朕号令！洛清寒猛地将手中的冰剑插入脚下的阵眼，燃烧寿元，祭献神魂，开启万仙绝灭大阵。轰隆隆，随着他的命令，整个太上仙都瞬间沸腾。那并不是形容词，而是物理意义上的沸腾。早已埋伏在城中各处的10万名死士，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引爆了自己的丹田。10万道血柱冲天而起，汇聚成一片猩红的血海，瞬间激活了这座护佑了大罗仙朝万年的终极杀阵。原本金碧辉煌的仙兜，此刻被一层厚重的血色结界所笼罩。无数道血色雷霆在结界上游走，每一道雷霆都蕴含着足以灭杀合体七修士的恐怖威能。就算是死，朕也要拉你垫背。洛清寒披头散发，原本雪白的地袍被阵法反噬的鲜血染红。他站在大阵中央，宛如一只浴血的凤凰，凄美而疯狂。垫背。高空之上，苏度尘看着下方那座血色大阵，眼中没有丝毫惊慌，甚至还带着一丝看戏的戏谑。这就是你的底牌，用10万条性命换一个跟我同归于尽的机会。苏度尘摇了摇头，语气中充满了怜悯与不屑。洛清寒，你太让我失望了。身为帝王，护不住子民也就罢了，竟然还让他们为你陪葬，这种肮脏的手段也配称之为仙朝。苏度尘缓缓抬起右手，在他身后一直沉默不语的天妖魔仙魁突然踏前一步。这具已经被苏度尘彻底炼化的仙尸傀儡，此刻浑身散发着暗金色的光芒。虽然没有了生前的灵智，但那股源自真仙肉身的恐怖威压，却比任何阵法都要来得实在。去！苏度尘淡淡吐出一个字：砸碎它。吼！天妖魔仙魁发出了一声沉闷的低吼，他并没有使用任何法术，只是简简单单的从万丈高空跳了下去，如同一颗暗金色的流星，带着毁天灭地的动能，狠狠地撞向那座血色大阵。砰！一声足以震碎百里内所有凡人耳膜的巨响爆发，只见那具傀儡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地砸在了大阵的最顶端。滋滋滋，血色雷霆疯狂轰击在傀儡身上，却只能在他暗金色的皮肤上留下浅浅的白印。万法不侵，金刚不坏，这就是真仙肉身的霸道。给我开！傀儡虽然不会说话，但苏度尘的神念早已入主其中。只见那傀儡双手抓住结界的光幕，双臂肌肉隆起，如同2条盘踞的怒龙撕拉。在无数大罗修士绝望的目光中，那座号称可以抵挡住劫气大能攻击的万仙绝灭大阵，竟然被这具傀儡像撕纸一样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血光崩碎，大阵瓦解。噗！阵法被破，作为阵眼的洛清寒首当其冲，他猛地喷出一口精血，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重重地摔在未央宫的白玉台阶上。不可能！洛清寒艰难地抬起头，看着那个从天而降落在他面前的暗金傀儡，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仅仅一击，举国之力不下的杀阵，竟然挡不住对方一具傀儡的一击，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没什么不可能的。一道慵懒的声音传来，9条冥河古龙拉着那座黑色行宫，缓缓降临在未央宫的广场上。苏度尘从龙辇上走下，脚踏虚空，一步步走到洛清寒面前。他身后跟着顾青衣、敖离、涂山妖等一众角色。我说过，我要办了你，那就一定会办了你。苏度尘居高临下的看着瘫软在地的洛清寒，此时的他狼狈到了极点。12流地棉早已跌落，一头青丝散乱地铺在地上。那身雪白的地袍因为刚才的战斗而多处破损，露出了大片被鲜血染红的肌肤，尤其是胸口位置衣襟大开，那一抹惊心动魄的血腻随着他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沾染着点点血霉，透着一种凄艳破碎的美感。你杀了我吧！洛清寒咬着牙死死盯着苏度尘，眼中的恨意若是能化作实质，苏度尘早已千疮百孔。杀你！苏度尘笑了，他蹲下身，伸出手轻轻挑起洛清寒那光洁如玉的下巴。杀了你，谁来给我的后宫降温？而且苏度尘的手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经过修长的天鹅颈，最终停留在他的小腹处，那里是他的丹田，也是冰凤本源的所在。你的身体很诚实，虽然你的嘴在说恨我，但你的本源却在渴望我。嗡！苏度尘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微微运转，释放出一丝纯阳之气。洛清寒身子猛地一颤，原本苍白的脸上瞬间涌上一抹诡异的潮红。他是9天冰凤圣体，这种体质虽然强大，但也有着致命的缺陷，极寒。若是没有修炼到大成期，彻底掌控寒气，他每时每刻都要忍受寒气噬骨的痛苦。而苏度尘身上的纯阳之气，对他来说就像是冻僵的人遇到了暖炉，那种源自本能的渴望根本无法压制。
不要！洛清寒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在不受控制的发软，甚至想要向那个男人靠近。啧，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女人。一旁的涂山妖掩嘴轻笑，明明身体已经湿得一塌糊涂了，嘴上还这么应主人，这种女人就该好好调教一下。说得对。苏杜晨站起身，目光扫过四周那些早已吓得跪伏在地的大罗百官，都抬起头来。苏杜晨的声音冷漠而威严，看看你们的女帝现在的样子。百官们颤颤巍巍地抬起头，当他们看到平日里那个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帝，此刻正衣衫不整地瘫软在一个男人脚边，满脸潮红，眼神迷离时，他们心中的信仰彻底崩塌了。陛下，有人痛哭失声，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看来大罗仙朝的气数已尽。苏杜晨不再理会那些蝼蚁，他一把抓住洛清寒的头发，将他像拖死狗一样拖向那张象征着皇权的龙椅。放开我，你这个魔鬼！洛清寒拼命挣扎，双手抓挠着苏杜晨的手臂，却根本无法撼动那堪比仙气的肉身。魔鬼！苏杜晨将他狠狠地甩在龙椅上，撕拉，伴随着一声裂帛脆响，洛清寒身上那件残破的地袍被苏杜晨彻底撕碎，一具完美无瑕却又散发着惊人寒气的娇躯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他的皮肤晶莹剔透，仿佛是由冰雪雕琢而成，但在那冰雪之下却隐隐有着淡蓝色的凤纹在流动。好冷，好美！苏杜晨伸手按在他的胸口，感受着那刺骨的寒意，以及那一颗正在剧烈跳动的心脏。这就是冰凤圣体吗？果然是世间极品鼎炉。苏杜晨眼中的黑白光芒大盛，奴印开始运转。洛清寒，看着我，今天我就在这张龙椅上，当着你这满朝文武的面，帮你这只骄傲的冰凤拔毛。不要，求求你，不要在这里！洛清寒终于崩溃了。比起死亡，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更让他无法接受。求饶！苏杜晨冷笑一声，身体欺压而上。晚了，刚才给过你机会，你自己选的，现在接受你的命运。轰！一股恐怖的寒流与热流在龙椅之上猛烈碰撞，那是9天寒气与纯阳魔气的交锋。啊！洛清寒仰起头，发出了一声凄厉却又带着某种异样韵律的高亢凤鸣。他的身体在剧烈颤抖，背后的虚空中，一只巨大的冰凤虚影浮现出来，试图反抗那条正在缠绕他的黑色魔龙。但在绝对的力量压制下，那只冰凤只坚持了不到3息，便发出了一声哀鸣，被魔龙一口吞下。现实中，洛清寒眼中的恨意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茫然与沉沦。奴印植入成功。寒，好寒！苏杜晨感受着从对方体内涌来的磅礴寒气，那股寒气顺着两人结合的地方冲入他的经脉，虽然冰冷刺骨，但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转化下，却变成了淬炼肉身的最佳燃料爽。苏杜晨低吼一声，暗金色的皮肤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白霜，随后又迅速融化。这一冷一热的淬炼让他的肉身强度再一次攀升，而对于洛清寒来说，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地狱与天堂的轮回。他的骄傲被撕碎，他的尊严被践踏，但在那种极致的屈辱中，他却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充实，那是他身为冰凤圣体毕生都在追求的阳气。主人！不知过了多久，大殿内的哭喊声早已停止，只剩下那些官员们粗重的呼吸声和不敢置信的眼神。龙椅之上，洛清寒像是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小鸟，蜷缩在苏杜晨怀里。他那双冰蓝色的眼眸中再无半点冷漠，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春水。孩儿，冷！他本能地往苏杜晨怀里钻，那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女帝的威风，分明就是一个刚刚承欢、渴望怜爱的小女人。乖！苏杜晨伸手扯过那件被撕碎的龙袍，随意地盖在他身上。冷就多报警点。他抬头看向下方那群早已呆若木鸡的大罗百官。看够了吗？苏杜晨淡淡开口。看够了就跪下。从今天起，大罗仙朝更名为听雨仙朝，而你们的女帝……苏杜晨拍了拍怀中家人的后背，以后就是我的专属冰枕，谁有意见？扑通扑通，大殿之内数百名官员齐齐跪倒，拜见主人，拜见新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忠诚那不过是个笑话。苏杜晨满意的笑了，他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的修为，以及怀中那聚集品冰凤之体带来的美妙触感。灵界已定。接下来，苏杜晨抬头看向大殿之外，看向那遥不可及的9天之上，那里有一座仙门，那里有一个叫叶神音的女人。叶神音，你看到了吗？你的下界已经改姓苏了，下一个就是你了。灵界与仙界交汇处，界壁虚空，轰隆，伴随着一声仿佛开天辟地般的巨响，
那阻隔了仙凡2界亿万年，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界壁筋膜，在这一刻如同脆弱的镜面般彻底崩碎，漫天金屑纷飞，宛如一场盛大的流星雨。在这流星雨中，一座巍峨狰狞的黑色行宫，裹挟着滔天的魔气与下界众生的信仰之力，强行撞入了这片高高在上的仙土。仙界九重天边缘，当苏杜晨的双脚踏上这片久违的土地，呼吸到那口虽然稀薄却带着熟悉鲜味的空气时，他的神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狂喜，反而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与急切。主人，我们到了。敖离化作人形，一身金甲红披风，兴奋地站在苏杜晨身侧，手中龙枪嗡鸣。这就是仙界吗？那些所谓的仙人在哪？离儿的大枪已经饥渴难耐了。我们是直接杀向那个夜神鹰的寝宫吗？身后的涂山妖、纳兰星宇、洛清寒等一众绝色仙奴也都一个个战意盎然，随时准备为了主人血洗这片仙土。不，苏杜晨缓缓摇了摇头，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极其罕见的柔情与愧疚。夜神鹰的账迟早要算，但在这之前，我要先去见一个人。见谁？众女一愣，苏杜晨抬起头，目光穿透了层层云雾，仿佛跨越了万水千山，看向了仙界的某个方向。一个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的女人。苏杜晨的声音低沉，却字字千钧。当年我被夜神鹰废去仙骨，断绝经脉，扔下凡间等死，全世界都背叛了我，只有她冒着被抽魂炼魄的风险，潜入仙庭禁地，道出了那本被列为万古禁忌的阴阳造化奴仙经，并强行打入我的识海。若无他那一搏，我苏杜晨如今只怕早已化作下界的一抔黄土，哪里还有机会站在这里与诸天神佛叫板。说到这里，苏杜晨的手指微微颤抖，他闭上眼，运转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这门功法是他与那个女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子宁，你在哪里？嗡！随着功法的运转，识海深处传来了一丝微弱到几乎快要断绝的感应，那感应中充满了虚弱、痛苦以及深深的绝望。感应的方位是瑶池仙境紫竹林。找到了。苏杜晨猛地睁开眼，一股恐怖到让周围虚空都开始崩塌的杀意瞬间从他体内爆发。他在受苦，谁敢动他，我要灭他九族。全速前进，目标瑶池仙界。瑶池仙境，这里本是仙界最美的地方，终年云雾缭绕，仙鹤起舞，瑞气千条。但在瑶池最偏僻的一角，有一片被强力阵法封锁的紫竹林。这里是囚笼。竹林深处，一座简陋的竹屋前，一位身穿淡紫色长裙的女子正虚弱地靠在竹椅上。她很美，美得清丽脱俗，宛如空谷幽兰。但此刻她的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到了极点。她的手腕和脚踝上都锁着刻满符文的锁仙链，这些锁链不仅禁锢了她的修为，更在每时每刻抽取着她的生命本源。前代瑶池圣女夏子宁。嗨，夏子宁轻咳2声，嘴角溢出一丝黑血。子宁师姐，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这时竹林外走来几个身穿瑶池弟子服饰的女仙，为首的一个女子长相艳丽，却神情刻薄，手里端着一碗散发着腥臭味的汤药。当年你可是我们瑶池最有希望继承王母衣钵的圣女啊，那是何等的风光，可你偏偏要为了那个姓苏的废人去偷盗禁术。现在好了，那苏杜晨估计早就死在下界的烂泥坑里了，而你却要在这里受着万毒噬心之苦。那艳丽女仙走到夏子宁面前，将那碗毒药递了过去。喝了吧，这是女帝陛下特意赏赐的化仙散，虽然不能让你立刻死，但能让你这一身仙骨慢慢融化，直到变成一滩血水，这也算是陛下对你的仁慈了。夏子宁看着那碗药，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抹淡淡的哀伤。他不会死的。夏子宁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相信他，他是天生的皇者，只要有一线生机，他就能卷土重来。哪怕我万劫不复，只要他能活着，就值得。活着。那艳丽女仙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夏子宁，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下界那种蛮荒之地，灵气稀薄，他一个废人，拿什么活？拿什么回来？别做梦了，赶紧喝。说着，他一把捏住夏子宁的下巴，就要强行灌药。啪！就在这时，碗被打翻了，但不是夏子宁打翻的，而是一股无形的恐怖的气劲，直接将那个药碗连同那只捏着夏子宁下巴的手一起震成了粉末。啊啊！艳丽女仙发出凄厉的惨叫，捂着光秃秃的手腕跌坐在地。谁？是谁敢在瑶池撒野？我！一个冷漠如冰却又蕴含着无尽怒火的声音从天际滚滚而来。轰隆！紫竹林上空那道足以困住金仙的封印大阵，就像是纸糊的一样，
被一只从天而降的巨大黑手硬生生撕成了碎片。漫天竹叶纷飞中，一道身披暗金魔袍，宛如魔神降世的身影缓缓落在竹屋之前。在他身后，12位绝色仙奴一字排开，恐怖的威压瞬间让在场的所有瑶池弟子跪伏在地，动弹不得。苏，夏子宁呆呆地看着那个背影，虽然气质变了，变得更加霸道，更加深不可测，但那个轮廓，那个气息，是梦吗？如果是梦，请让我永远不要醒来。子宁，苏度晨转过身，并没有理会那些蝼蚁，而是快步走到夏子宁面前，看着他那苍白的脸庞，看着他手脚上那深深嵌入皮肉的锁仙链，苏度晨的心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痛，这种痛比当年被叶神鹰踢骨还要痛。我来晚了。苏度晨单膝跪在他面前，伸出手想要触碰他的脸，却又怕弄疼了他。苏哥哥，夏子宁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苏度晨的脸颊，那种温热的触感告诉他，这不是梦，真的是你真的回来了。泪水决堤而出。是我。苏度晨握住他的手，放在唇边亲吻。我回来了，带着你给我的命，带着你给我的造化，杀回来了。从今天起，这世上再没有人能欺负你，谁动你一根汗毛，我就杀他全家。说到这里，苏度晨眼中的柔情瞬间化作了修罗般的杀意。他猛地转过头，看向那个断了手的艳丽女仙，以及周围那几个瑟瑟发抖的瑶池弟子。刚刚是用哪只手灌的药？苏度晨的声音很轻，却让那艳丽女仙感到灵魂都在冻结。饶命！我是奉女帝之命。女帝。苏度晨冷笑一声，就算是叶神鹰亲自来了，我也照杀不误。既然你这么喜欢喂药，红粉奴在。身后一身紫藤旗袍，风情万种的红粉夫人走了出来。她是完犊的祖宗，这里有没有什么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药？回主人，奴家这里有一味万虫钻心散，服下后会感觉有万千毒虫在啃食骨髓，持续749天才会断气。红粉夫人笑盈盈地说道。很好。苏度晨指了指那个艳丽女仙，赏给她，还有这里的所有看守，一人一份，让他们好好尝尝什么叫仁慈。是。不理会身后的惨叫声，苏度晨回过头看着夏子宁身上的锁仙链，忍着点，可能会有点疼。苏度晨伸出手抓住了那坚不可摧的锁链，咔嚓咔嚓，仅仅凭着肉身的力量，那号称飞仙地不可断的锁仙链竟然被他像扯面条一样硬生生的扯断了。起！苏度晨一把将虚弱的夏子宁横抱在怀里。我们走。去哪？夏子宁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感受着那久违的安全感，虚弱地问道。回家。苏度晨低头看着他，眼中满是宠溺。回我们的家。不过在那之前，苏度晨抱着他走出了紫竹林。此时瑶池的动静已经惊动了整个仙界，无数道强大的气息正在向这边赶来。我要先向整个仙界宣告一件事。苏度晨脚踏虚空，抱着夏子宁一步步走上苍穹。他身后的黑色行宫悬浮而起，12位仙奴如同12尊女战神拱卫在他身侧。苏度晨深吸一口气，运转全部修为，他的声音如同天雷滚滚，传遍了整个9重天，甚至穿透到了每一个仙域的角落。吾乃苏度晨，今日归来只办3件事：第一，接我的恩人夏子宁回家；第二，重立门户，听与仙庭当立；第三，苏度晨的目光看向那遥远的凌霄宝殿，仿佛与那位高高在上的叶神鹰隔空对视。叶神鹰，洗干净你的脖子，当初你怎么废的我，这一世我就怎么把你踩在脚下。轰！话音落下，整个仙界彻底沸腾。而在苏度晨怀里的夏子宁看着这个为了自己敢于向整个世界宣战的男人，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幸福到极致的笑容。他知道他赌对了，哪怕万劫不复，这一刻也值了。累了吗？苏度晨轻声问道。有点。那就睡吧。苏度晨将一股精纯无比的生命元气渡入他体内。等你醒来，这仙界就是我们的了。仙界，瑶池圣地主峰。苏度晨那如同天雷滚滚的宣战誓言还在9重天上空回荡，经久不息。整个瑶池圣地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无数身穿彩衣的瑶池女弟子惊慌失措地四处奔走，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们也是面色苍白，看着天空中那座散发着滔天魔威的黑色行宫，如同看着末日降临。放肆！简直是放肆！一声尖锐而愤怒的咆哮从瑶池最高的昆仑仙宫中传出，紧接着万道霞光冲天而起，强行撕裂了苏度晨带来的压迫感。只见一名看上去30许岁、
风韵犹存的美妇人在一众金仙强者的簇拥下，脚踏七彩祥云，气势汹汹地杀了出来。她头戴凤翅子金冠，身披绣着百鸟朝凤图的华贵仙袍，虽然长相极美，眉宇间却透着一股长期身居高位的刻薄与傲慢。瑶池之主王母姬瑶，一身修为已达仙王初期，乃是这9重天上有数的巨头之一，更是女帝叶神音最信任的心腹。苏杜晨，你好大的胆子！姬瑶凤目圆睁，死死盯着那个站在虚空中的男人，以及被他视若珍宝般抱在怀里的夏子宁。当看到紫竹林的封印被毁，看守弟子被杀，甚至连那化仙伞都被打翻时，他的肺都要气炸了。当年女帝陛下仁慈，留你一条狗命，你不在下界苟延残喘，竟然还敢上来送死，而且你竟敢劫走女帝陛下亲自关押的重犯，你这是在挑衅整个仙庭，挑衅女帝的无上威严。姬瑶手中的盘龙金杖重重一顿，一股浩瀚的仙王威压如海啸般向苏杜晨碾压而去。现在立刻跪下束手就擒，将夏子宁那个贱人交出来，本座或许还能让你死得痛快，否则呱噪！苏杜晨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怀里抱着昏迷的夏子宁，一只手轻轻捂住她的耳朵，仿佛怕这刺耳的叫骂声吵到了美人的好梦。姬瑶，好久不见，你还是这副仗势欺人的恶心嘴脸。苏杜晨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轻易穿透了姬瑶的威压，清晰地响彻在每个人耳边。当年子宁还是圣女时，你不过是个负责掌灯的卑贱侍女，若是没有子宁的提携，你能坐上这王母的宝座？结果子宁为了救我落难，你不仅不念旧情，反而落井下石，为了讨好叶神音，主动请缨折磨他。说到这里，苏杜晨抬起头，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黑白2色的光芒疯狂交织，化作了2团燃烧的魔火。这笔账我忍了1万年，今天咱们就好好算算。住口！被戳中痛处的姬瑶恼羞成怒，脸上的粉都抖落了几层。那是他夏子宁自甘堕落，竟然为了你这个废物背叛仙庭。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本座心狠手辣。众长老听令，步瑶池困仙阵，给我把这个魔头还有他身边那些不三不四的妖女统统绞杀。是。姬瑶身后36名修为达到真仙后期的瑶池长老齐声应和，他们手中的长剑同时出鞘，引动瑶池地下的灵脉，化作一张遮天蔽日的巨大光网，向着苏杜晨等人照了下来。这光网每一根丝线都由纯粹的仙灵之气凝聚，锋利无比，哪怕是金仙强者陷入其中，也要被搅成碎肉。不三不四的妖女，听到这个称呼，苏杜晨身后的纳兰星宇笑了，那是极度冰冷的笑。主人，这个老女人嘴太臭，我想撕了她。准。苏杜晨只回了一个字：争。一声清越激昂的剑鸣瞬间压过了漫天的喊杀声。纳兰星宇一步踏出，他身上的流光剑羽衣银光大盛，那双金色的通天剑瞳猛地睁大，2道实质般的金色剑光爆射而出。本宫在下界修剑3000载，领悟的不是仙法，是杀人技，半步化神亦可斩仙，何况如今本宫已是真仙。在飞升的过程中，经过仙灵之气的洗礼，纳兰星宇的修为早已水到渠成地突破到了真仙境，且因为底蕴深厚，战力远超同阶。万剑归宗，斩！纳兰星宇素手一挥，他背后的诛邪断剑轰然出鞘，一剑化万剑，无数道金色的剑气逆流而上，如同金色的暴雨，狠狠地撞击在那张巨大的光网之上。刺了！那号称可困金仙的瑶池困仙阵，在纳兰星宇这纯粹到了极致的攻伐剑意面前，竟然像破布一样被撕得粉碎。什么？那36名瑶池长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反噬的剑气击中。噗噗噗！一连串鲜血喷涌的声音响起，36名真仙长老齐齐倒飞而出，手中的仙剑尽断，胸口更是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一剑破阵，这怎么可能？姬瑶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悬浮在空中的白发银衣女子，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女人身上的气息明明只是初入真仙，为何剑意如此恐怖？那种剑意甚至让他这个仙王都感到了一丝心悸。你们瑶池就这点本事吗？那蓝星宇手持长剑，傲立虚空，宛如一尊不可战胜的女武神。若是既止于此，那今日瑶池当灭。狂妄！姬瑶彻底暴走。作为仙王强者，他有着自己的骄傲，被一个下界飞升上来的奴婢如此羞辱，他如何能忍？本座亲自送你们上路。轰！姬瑶浑身仙力燃烧，仙王领域的威压全面爆发。他手中的盘龙金杖化作一条万丈长的金色巨龙，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咆哮着冲向纳兰星宇。仙王一怒，天地变色。纳兰星宇毕竟只是真仙，面对这跨越了大境界的攻击，脸色微变，刚想拼死一战。退下！一只温暖的大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苏杜晨抱着夏子宁，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前。这种脏活不用你来。苏杜晨看着那条扑面而来的金色巨龙，眼中只有不屑。花里胡哨，他没有动用任何仙术，只是简单的抬腿一脚踢出。这一脚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着巨灵搬山镜的极致力量以及真龙之躯的恐怖爆发力。砰！一声沉闷的爆响，那条由仙王法力凝聚而成的金色巨龙，竟然被苏杜晨这一脚直接踢爆了龙头，金光炸裂，哀鸣声响彻云霄。噗！本命法宝受损，姬瑶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踉跄后退，满脸惊恐地看着那个仿佛闲庭信步般的男人。肉身破法，你的肉身难道已经达到了仙君级别？姬瑶的声音都在颤抖。在仙界，体修极其稀少且艰难，想要凭肉身硬抗仙王法术，至少要是高出一个大境界的体修才能做到。仙君，苏杜晨拍了拍裤腿上的并不存在的灰尘，你也太小看我这具被万界之宝堆出来的身体了。姬瑶，当年的你在我面前只能卑躬屈膝，现在的你依然如此。苏杜晨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直接出现在了姬瑶的面前，距离他不到3寸，太快了，快到连神识都捕捉不到。你，姬瑶刚想后退，却发现自己的脖子已经被一只如同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掐住。苏杜晨单手将这位高高在上的瑶池王母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提在了半空中。放开！姬瑶拼命挣扎，双手抓挠着苏杜晨的手臂，双腿乱蹬。他体内的仙力疯狂运转，想要反击，却震惊地发现苏杜晨的手指中似乎蕴含着某种封印之力，只要一用力，他体内的仙力就瞬间溃散。我不喜欢仰着头跟人说话。苏杜晨冷漠地看着他涨红的脸。现在我看清你了，眼角的皱纹多了，心也变得更黑了。苏杜晨，你敢杀我？姬瑶艰难地挤出几个字，女帝不会放过你。又拿夜神鹰来压我。苏杜晨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若是没有他，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你放心，我暂时不会杀你。苏杜晨的目光越过姬瑶，看向了他身后那座云雾缭绕的主峰，那里是瑶池的禁地，9天瑶池的所在。传说那池水乃是天地初开时的神水，有生死人、肉白骨、重塑仙躯的逆天功效。子宁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身体亏空太严重，普通的仙药救不了他，唯有这9天瑶池水能为他洗精伐髓，重铸根基。苏杜晨转过头，看着手里提着的姬瑶，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借你的洗澡水用用，你应该没意见吧？你无耻！姬瑶气得差点昏过去。9天瑶池那是何等神圣的地方，历代只有王母和圣女才有资格进入沐浴，这个魔头竟然说那是洗澡水，还要带着人强占，看来你是没意见。苏杜晨手上猛地用力，直接封住了姬瑶的哑穴和全身经脉，然后他像扔垃圾一样将这位尊贵的王母娘娘随手往后一抛，接着是身后的颜清武伸出一只缠绕着失火的手，稳稳地接住了姬瑶，然后熟练地掏出一根捆仙索，将姬瑶以此前捆绑夏子宁的方式来了个五花大绑。这种身份互换的羞辱让姬瑶羞愤欲绝，两眼一黑，直接气晕了过去。所有人听令！苏杜晨抱着夏子宁踏上了通往瑶池主峰的金光大道，他的声音响彻整个瑶池圣地。从今天起，瑶池封山，这里的所有资源、灵药、仙泉全部归听与仙庭所有，反抗者杀无赦，顺从者可留一命为奴。另外，苏杜晨顿了顿，回头看了一眼那些早已下破胆的瑶池弟子，把这大殿上的瑶池牌匾给我砸了，换上这块。苏杜晨大手一挥，一块由黑色魔晶铸造，上面刻着3个血淋淋大字的牌匾，轰的一声插在了山门之前。那3个字是子宁宫，这是我送给子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向夜神鹰宣战的第一座战利品。瑶池深处9天池畔，这里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作了液态，一池碧绿的仙水散发着令人迷醉的生命气息。苏杜晨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夏子宁放入池中，温热的池水包裹住他虚弱的娇躯，那原本苍白的脸色终于开始慢慢恢复了一丝红润。苏杜晨坐在池边，握着他的手，寸步不离。子宁，好好睡一觉，等你醒来，你会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而此时，在遥远的9重天之上，咔嚓，夜神鹰手中的玉杯被他捏得粉碎。他看着瑶池方向升起的那面属于苏杜晨的黑色旗帜，那张绝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凝重与杀机。好，很好，既然你想玩，那本帝就陪你玩到底。传阵法旨，召集4大天王、8大金刚、12星君，
兵发瑶池，瑶池禁地9天池。这是一方独立于仙界之外的小世界，四周环绕着亿万年的玄冰金壁，头顶是倒悬的浩瀚星河。池中之水并非凡水，而是由天地初开时的一缕先天太阴之精化作的琼浆，碧绿如玉，水面上飘荡着七彩的氤氲仙气，每一口呼吸都仿佛能洗涤灵魂深处的尘埃。然而此刻，这神圣的池水中却透着一股化不开的凄凉。苏度尘赤裸着上身，浸泡在温热的池水中，他那如花岗岩般精壮的肌肉线条上，每一寸都流淌着暗金色的神辉。而在他怀中，夏子宁正如一只受伤的小猫，紧闭双眼，气息奄奄。虽然池水正在滋养他的身体，但速度太慢了。那化仙伞的毒性早已深入骨髓，加上那早已断裂的经脉和破碎的丹田，就像是一个漏水的瓶子，灌入再多的生命精气，也会迅速流失。子宁，苏度尘的手指轻轻抚过他那布满伤痕的脊背，原本光洁如玉的肌肤上，此刻纵横交错着黑色的边痕和锁链勒出的腐烂伤口，每一道伤疤都是这万年来他替他受过的罪。该死，该死！苏度尘眼中的戾气几乎要将这池水煮沸，他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将那个鸡摇凌迟1万遍，将叶神鹰的神魂抽出来点天灯。似乎是感受到了苏度尘情绪的剧烈波动，怀中的家人发出一声痛苦的呢喃，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眸子暗淡无光，如同蒙尘的珍珠。苏哥哥，夏子宁看清了眼前的男人，嘴角勉强扯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别费力气了，我知道我的身体，我的仙根已断，神魂也快散了。他艰难地抬起手，想要推开苏度尘。现在的我又丑又脏，不配让你这样抱着。她是曾经风华绝代的瑶池圣女，是有着极重洁癖与骄傲的仙子。如今这副残破不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让她在心爱之人面前感到深深的自卑与绝望。闭嘴！苏度尘霸道地抓住了她的手，十指紧扣。在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你更干净，也没人比你更美。至于仙根断了，苏度尘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弧度，那是一种藐视天道的自信。那就重铸。神魂散了，那就重聚。子宁，你忘了当初你拼死偷给我的那部功法叫什么了吗？夏子宁一愣，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阴阳造化，没错，阴阳造化奴仙经。苏度尘眼中的黑白神光猛地大盛，在瞳孔深处化作了2条首尾相衔的阴阳鱼。世人只知他是奴役仙人的邪术，却不知他真正的核心在于造化2字。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他能掠夺，自然也能赐予。子宁，看着我。苏度尘捧起他的脸颊，额头抵着他的额头。我不许你死，阎王爷也不敢收你。今天我就用这一身修为为你逆天改命，忍着点，会很烫。话音未落，苏度尘猛地吻上了他冰冷的双唇。轰！下一刻，一股磅礴到无法形容的纯阳地气，如同一条咆哮的金龙，顺着2人相贴的双唇，蛮横地冲进了夏子宁那枯竭的体内。啊！夏子宁猛地瞪大了眼睛，身体剧烈颤抖。痛，好痛！那不仅仅是肉体的疼痛，更像是灵魂被烈火灼烧。那股霸道的纯阳之气正在疯狂地冲刷着他体内那些腐朽、坏死的经脉和血肉，就像是把一栋危楼彻底推倒，然后在废墟上强行重建。运转功法，别抵抗！苏度尘的神念在他识海中炸响。夏子宁本能的想要顺从，但那股力量太强了，强到他觉得自己下一秒就会爆炸。我不行。你可以。苏度尘的声音变得无比温柔，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想想我们曾经的约定，想想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子宁，我要你活着，我要你陪我一起君临天下。嗡！随着苏度尘心念一动，整个9天瑶池沸腾了，以2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碧绿的池水疯狂涌动，化作千丝万缕的生命精华，顺着毛孔钻入2人的体内。阴阳交汇，龙凤呈祥。在苏度尘的身后，一条巨大的黑色魔龙虚影浮现，仰天咆哮，散发着吞噬万物的霸道。而在夏子宁的身后，原本破碎不堪的本命法相，在苏度尘源源不断的阳气滋润下，竟然开始重组。那是一只紫色的凤凰，虽然虚弱，虽然稚嫩，但在那魔龙的缠绕与呵护下，它正在浴火重生。咔嚓咔嚓，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响起。夏子宁身上那些坏死的肌肤开始寸寸皲裂，随后如同老树皮一般脱落。在那死皮之下，新生的肌肤如同刚刚剥壳的鸡蛋，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紫晕流光。原本满头的白发，此刻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最终化作如瀑般的青丝，漂浮在水面上。
更惊人的是他的气息，从原本随时可能熄灭的炼气期开始疯狂暴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轰！一道紫色的光柱冲天而起，直接冲破了瑶池的禁制，照亮了9重天。渡劫期，真仙境！仅仅1炷香的时间，他不仅恢复了修为，甚至破而后立，直接跨越了曾经的瓶颈，触摸到了金仙的门槛。但这还不是结束，苏渡尘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运转到了极致，他将自己在下界吞噬的无数天材地宝，以及那颗从仙界巡查使身上夺来的真仙道果全部炼化，毫无保留地输送给夏子宁。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程，一旦失控，苏渡尘自己也会跌落境界，但他不在乎。对于这个女人，别说是修为，就算是命，他也舍得给。热，好热！随着体内毒素被彻底清除，随着新生力量的充盈，夏子宁的意识终于彻底清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与渴望，那是极阴之体对纯阳之体的本能吸引。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救自己而不惜耗费本源的男人，眼中的泪水早已干涸，只剩下浓烈到化不开的爱意。苏哥哥，夏子宁伸出藕臂，主动环住了苏渡尘的脖子。她不再是那个自卑的残废，她是新生的女王。还要给我更多。苏渡尘看着怀中那个面若桃花、眼神迷离却美得惊心动魄的女子，喉咙不由得有些发干。这才是当年的那个瑶池圣女，不，比当年更美，更媚，也更诱人。如你所愿。苏渡尘低吼一声，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焰。水花四溅，这片神圣的瑶池此刻变成了一片旖旎的战场。魔龙入海，紫凤啼鸣，整个9天池的水位竟然在2人疯狂的修炼中硬生生下降了3尺。瑶池之外，主峰广场，这里已经被听雨仙庭的人马彻底接管。那蓝星鱼手持长剑，盘坐在大殿顶端，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敖离、涂山妖等人则百无聊赖地守在瑶池入口处。涂山妖看着那冲天而起的紫色霞光，以及那不断传出的令人面红耳赤的龙吟凤鸣声，忍不住掩嘴轻笑，9条尾巴兴奋地摇摆着。看来主人这次真的很卖力呢，这动静怕是把整个瑶池的地脉都给翻过来了。哼！敖离有些吃味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那个女人运气真好，主人竟然为了她动用了本源之力。要知道，就算是跟我，主人也没这么拼命过。你懂什么？一旁的顾青衣淡淡开口，目光深邃地看着那片禁地。那是糟糠之妻，是在主人最落魄的时候唯一拉了他一把的人。这份情谊比天大。我们虽然也受主人宠爱，但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过他。听到这话，众女都沉默了，虽然心中有醋意，但更多的是敬佩。敢在女帝叶神鹰的眼皮子底下偷禁术救人，这份胆量和深情确实值得那个正宫的位置。就在这时，嗡！远处的天际突然传来了阵阵沉闷的战鼓声，那声音如同远古巨兽的心跳，每一下都震得人心头发颤。紧接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同时涌现出漫天的金云，金云之上，旌旗蔽日，天兵天将如潮水般涌来，4股恐怖到极点的仙军威压，瞬间锁定了整个瑶池圣地。那是纳兰星宇豁然起身，金色的瞳孔中剑意暴涨。4大天王，还有那是仙庭最精锐的朱魔卫。看来叶神鹰那个女人终于坐不住了。姬无双扛起巨大的方天画戟，脸上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狞笑。来得好，老娘刚才还没杀过瘾呢。姐妹们，列阵，誓死守护主人。是。所有仙奴齐齐爆发气势，挡在了瑶池入口之前。虽然面对的是千军万马，虽然对方有4位仙军压阵，但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因为他们的身后站着那个男人。9天池内，风雨间歇，苏渡尘靠在池边，怀里搂着那具如羊脂白玉般完美的娇躯。此刻的夏子宁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她的肌肤散发着淡淡的圣辉，眉心处多了一枚紫色的火焰印记，那是紫极仙体大成的标志。她的修为更是直接稳固在了金仙初期，这简直是修仙界的奇迹。感觉怎么样？苏渡尘轻轻梳理着她的长发，从未有过的好。夏子宁睁开眼，那双眸子此刻灿若星辰，透着一股新生的自信与威仪。他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力量，以及与苏渡尘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感应。谢谢你，苏哥哥。傻瓜，你我之间何须言谢？苏渡尘在他额头印下一吻，随后他抬起头，目光瞬间变得锐利如刀。他已经感应到了外面的动静，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好好温存啊。苏渡尘缓缓站起身，带起一片水花，他随手一招，那一袭黑色的九幽魔地袍自动披在身上。
怕吗？苏杜晨向夏子宁伸出手，夏子宁也站了起来，他玉手一挥，池水化作一件紫色的流云呢长裙穿在身上。他将手放在苏杜晨的手心，嘴角勾起一抹倾国倾城的笑，眼中却满是寒霜。有你在，我不怕。而且，夏子宁看向外面那漫天的天兵天将，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我也该让那些曾经欺辱过我的人知道，瑶池圣女回来了。苏杜晨大笑一声，笑声豪迈震天。好，那就让我们夫妻同心，杀他个天翻地覆。轰！两人携手化作一道黑紫交织的流光，冲天而起。瑶池圣地，苍穹之上，气氛肃杀到了极点。原本如同仙境般的瑶池上空，此刻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金色战云所覆盖，战鼓雷动，旌旗蔽日，整整10万名身披银甲、手持长戈的诸魔卫，如同一堵无法逾越的钢铁城墙，将整个瑶池围得水泄不通。每一名诸魔卫的修为都在化神期以上，10万人气息相连，凝聚出的杀伐之气，甚至让周围的虚空都出现了细密的裂纹。而在大军的最前方，4尊高达1000丈的金色法相巍然屹立，他们身披神铠，脑后悬浮着璀璨的仙轮，分别手持清风宝剑、混元珠伞、碧玉琵琶、紫金花狐雕。仙庭4大天王广目、增长、持国、多闻，这4人皆是仙军中期的顶级强者，是夜神鹰麾下镇守4方天门的得力干将。在仙界，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天条的威严，代表着不可违逆的意志。苏杜晨，居中的增长天王手持清风宝剑，怒目圆睁，声音如滚雷般炸响，震得下方瑶池的护山大阵嗡嗡作响。你这下界逆贼，不仅不思悔改，竟敢私闯仙界，屠戮仙官，霸占瑶池，甚至还要立什么听雨仙庭，你这是要造反吗？还不速速跪下受缚！女帝陛下有旨，若你肯自废修为，爬去凌霄殿谢罪，或许还能留你一缕残魂转世，否则定叫你神魂俱灭，永不超生。这一番话夹杂着仙君级别的音波攻击，若是普通真仙听了，恐怕当场就会道心崩溃，跪地求饶。然而在那瑶池主峰之上，紫宁宫前，那一排绝色倾城的女子却只是冷冷地看着这漫天神佛，眼中没有丝毫惧意，只有像看死人一样的嘲弄。吵死了！一道慵懒、磁性却透着无尽冰冷的声音缓缓从大殿内传出，紧接着，轰！一股黑紫交织的恐怖光柱猛地从大殿冲出，瞬间撕裂了4大天王联手布下的气场封锁。光芒散去，苏杜晨一身九幽魔地袍，负手而立，脚踏虚空，宛如一尊从远古走来的魔神。而在他身旁，夏子宁一袭紫云霓裳，高贵典雅，眉心的紫色火焰印记熠熠生辉，宛如9天玄女下凡。两人并肩而立，一魔一仙，一黑一紫，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和谐与霸道。刚才是哪条狗在叫？苏杜晨掏了掏耳朵，目光淡漠地扫过那4尊高高在上的法相。你放肆！增长天王气得浑身发抖。自从跟随夜神鹰建立仙庭以来，谁见了他不是毕恭毕敬，何曾受过这种羞辱？找死！持国天王是个暴脾气，他怀抱碧玉琵琶，猛地拨动琴弦，魔音贯耳，猎魂曲，铮铮铮，无形的音波化作千万把透明的利刃，带着足以撕裂灵魂的尖啸，铺天盖地地向苏杜晨袭来。这音波极为歹毒，专破修士识海，中招者往往会七窍流血，变成白痴。雕虫小技！苏杜晨动都没动，但他身边的夏子宁却在此刻向前迈了一步。既然是音律，那就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才叫真正的仙音。夏子宁素手轻扬，一只通体翠绿、散发着古老气息的玉箫出现在他手中。这是他在瑶池宝库中寻得的上古仙器碧海潮生箫。呜，箫声响起，没有杀伐之气，没有刺耳的尖啸，只有一个字：静。如深海般的静谧，如明月般的清冷，但这股静谧之中却蕴含着子级仙体独有的霸道法则。咔嚓咔嚓，那是音波碰撞的声音。只见那持国天王发出的千万道音刃，在遇到夏子宁的箫声后，竟然像是冰雪遇到了烈阳，瞬间消融崩碎。不仅如此，那箫声于是不减，化作一道实质般的紫色波纹，逆流而上，狠狠撞击在持国天王的琵琶上。砰！一声巨响，那件陪伴了持国天王数万年的上品仙器碧玉琵琶，竟然直接炸成了粉末。噗！本命法宝被毁，持国天王仰天喷出一口金色的鲜血，那1000丈高的法相瞬间萎靡，踉跄后退。什么？其余3大天王大惊失色，这就是那个废掉的瑶池圣女，她的修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这种程度？甚至隐隐有压制我等的趋势。惊讶吗？
苏杜晨搂住夏子宁的纤腰，看着四大天王的眼神充满了戏谑。我早说过，他是我的帝后，而你们……苏杜晨眼神骤冷，杀意爆发。不过是夜神阴阳的4条看门狗罢了。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我的万妖行宫还缺几个看大门的石狮子，我看把你们练成傀儡，摆在门口倒是不错。狂妄小儿！广目天王怒吼一声：“兄弟们，别跟他废话，这魔头有些邪门，一起上！”布4象诛仙阵。好，剩下3人也反应过来，单打独斗怕是要吃亏，必须联手。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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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道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青、红、白、黑4色光芒在空中交织，瞬间凝聚成一座巨大的阵盘，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压，朝着苏杜晨镇压而下。这阵法威力极大，一旦落下，整个瑶池主峰都会被夷为平地。保护主人！下方，纳兰星宇、敖离、姬无双等12位仙奴齐齐交喝，就要冲上来护主。不用！苏杜晨摆了摆手，示意众女退下。他抬起头，看着那缓缓压下的巨大阵盘，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狞笑。刚好突破肉身瓶颈，正愁没地方释手。你们这4个沙袋来的正是时候。苏杜晨微微下蹲，右拳缓缓收至腰间。这一刻，天地仿佛静止了，所有的声音、光线、灵气似乎都被这一拳所吸引，疯狂地汇聚在他的右臂之上。他的手臂瞬间膨胀了一圈，皮肤表面浮现出细密的暗金色龙鳞，每一片龙鳞上都燃烧着来自地狱的修罗魔火。巨灵搬山境，第9重，撼天，配合修罗灭世诀的杀伐之力，给我碎！苏杜晨猛地一拳轰出，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纯粹到了极致的力量，那是足以打穿星辰、粉碎虚空的肉身之力。轰隆隆，一声无法形容的巨响，瞬间传遍了整个9重天。只见一道暗金色的拳印，如同逆流而上的怒龙，狠狠地撞击在那4象诛仙阵的阵眼之上。咔嚓，仅仅僵持了不到1/10息。那座足以镇杀仙君后期的绝世大阵，就像是一块脆弱的玻璃，被苏杜晨这一拳硬生生地轰成了漫天碎片。阵法反噬，4大天王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他们的千丈法相瞬间崩碎，化作点点流光消散。4道狼狈的身影从空中跌落，每个人都鲜血淋漓，尤其是首当其冲的增长天王，他的半边身子都被这一拳的余波给打烂了，露出森森白骨。这不可能！增长天王躺在云端，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这是肉身成圣，你的力量怎么可能超越仙君巅峰？超越！苏杜晨一步步踏空而来，每走一步，脚下的虚空就崩塌一片。我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我在下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杀了多少人，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神仙又怎么会懂？苏杜晨走到增长天王面前，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咔嚓，胸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刚才你说让我爬去凌霄殿？苏杜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要！增长天王怕了，真的怕了。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饶命！苏帝尊饶命！我等也是奉命行事。晚了。苏杜晨面无表情，他伸出手，五指成爪，直接扣住了增长天王的天灵盖。阴阳造化奴仙经，吞天噬地。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增长天王那庞大的仙君本源、精血甚至神魂，顺着苏杜晨的手臂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短短3息，一位威震仙界的仙君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干尸，最后化作飞灰消散。味道一般。苏杜晨舔了舔嘴唇，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他转过头看向剩下那3个早已下瘫的天王。魔鬼，他是魔鬼！多闻天王尖叫一声，转身就要逃。跑得了吗？苏杜晨冷笑一声。红粉，放毒；颜清武，放火。是。早已按捺不住的红粉夫人和颜清武同时出手，漫天粉红色的毒雾与惨白色的尸火瞬间封锁了所有的退路。一炷香后，战斗结束了。不，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4大天王全灭，10万诸魔卫死伤过半，剩下的全部丢盔弃甲，跪地投降。瑶池广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那血不是红色的，而是散发着金光的鲜血。苏杜晨坐在一张由4大天王的兵器残骸熔炼而成的王座上，夏子宁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为他擦拭着手上并不存在的血迹。下方12位仙奴和3000亲卫整齐列队，每一个人的眼中都燃烧着狂热的崇拜主人。这些俘虏怎么处理？纳兰星宇指着那跪了一地的数万诸魔卫问道。苏杜晨扫了一眼那些瑟瑟发抖的仙兵，
我不养闲人，愿意归顺的种下奴印，编入炮灰营，以后冲锋陷阵用得着；不愿意的杀了，尸体拿去喂妖兽。是。处理完琐事，苏度晨缓缓站起身，他抬头看向凌霄宝殿的方向，那里依然云雾缭绕，看不真切，但他知道叶神鹰一定在看着这里。叶神鹰，礼物收到了吗？苏度晨的声音通过仙力加持，再一次响彻九重天。四大天王，我帮你杀了。不用谢，接下来我会一步步拔光你的羽翼，拆了你的仙庭，直到你孤家寡人跪在我面前为止。凌霄宝殿，哗啦，这一次叶神鹰不再是捏碎杯子那么简单，他面前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紫金龙案被他一掌拍成了粉末。大殿之下，数百名仙官跪伏在地，大气都不敢出，他们能感受到女帝身上那股机遇毁灭世界的怒火。四大天王，那是仙庭的中流砥柱啊，竟然就这么没了，而且是被当众虐杀。这不仅仅是损失战力的问题，这是在狠狠地打仙庭的脸，打女帝的脸。好一个苏度晨！叶神鹰站起身，胸口剧烈起伏，那双冰冷的凤目中终于不再是轻视，而是浓浓的杀机与一丝隐藏极深的忌惮。他发现自己终究还是低估了那个男人，那个曾经被他视作蝼蚁随意践踏的男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头责任而逝的恶龙。传阵法旨，叶神鹰的声音冷得如同万年玄冰。开启天庭宝库，请九天玄女、太白金星、二郎真君出关。另外，叶神鹰眼中闪过一丝狠辣，联系西方佛界，告诉那帮秃驴，他们不是一直想要东方的香火吗？只要帮朕灭了苏度晨，朕许他们半壁江山。瑶池圣地，紫宁宫前，硝烟未散，金色的鲜血染红了整座主峰。苏度晨刚刚下令打扫战场，将那四大天王的残躯挂在山门之上示众，天边的异象便再次降临。这一次不是战鼓雷动，也无喊杀震天，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悠扬宏大，仿佛能洗涤人心的梵音禅唱。嗡嘛那巴咪哦。随着这六字真言响彻天地，西方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片灿烂的金黄色，无数朵金色的莲花在虚空中绽放，每一朵莲花上都盘坐着一位身披袈裟、宝相庄严的罗汉，金光铺天盖地，带着一种令人昏昏欲睡，想要放下屠刀跪地皈依的诡异魔力。这种力量名为度化，实则是洗脑。好恶心的味道！苏度晨皱了皱眉，厌恶地挥了挥手，仿佛是闻到了什么腐烂的臭味。刚杀完一群看门狗，又来了一群假正经的秃驴。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夏子宁，此时的夏子宁正手持碧海潮生箫，眉头紧锁，那漫天的梵音正在不断冲击着他的识海，试图消磨他的战意。子宁，这就是叶神鹰找来的帮手？苏度晨冷笑道。为了对付我，他竟然不惜勾结西方佛界，想要把东方的香火气运拱手让人。这大罗天庭的主人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阿弥陀佛！一声浑厚如钟的佛号压过了漫天的梵音。只见那金色云层的中央缓缓裂开一条大道，一位身披大红锦兰袈裟，手持九环锡杖的老僧，脚踏九品金莲缓缓降临。他长眉垂肩，耳垂肥大，脑后悬浮着一轮刺眼的功德经轮，看起来慈眉善目，宛如活佛在世。西方佛界八大金刚之首无念尊者，修为仙君后期巅峰。在他身后跟着18位浑身涂满金粉、肌肉虬结的铜人罗汉，每一位都是仙君初期的体修强者。这阵容比刚才的四大天王还要恐怖数倍。苏施主，无念尊者双手合十，目光悲悯地看着苏度晨以及满地的尸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造下如此无边杀孽，业火缠身，早已堕入魔道。若不及时回头，死后必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贫僧奉女帝之命，特来度化于你。只要你自废魔功，随贫僧回西方极乐世界，在佛前诵经忏悔亿万年，或许还有洗清罪孽的一天。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仿佛真的是为了苏度晨好。苏度晨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仰天狂笑，笑声震碎了周围绽放的金莲，让那漫天的梵音都出现了一瞬间的停滞。度化我？老秃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算盘。苏度晨猛地止住笑声，眼神如刀，直刺无念尊者的伪善面具。叶神鹰许了你们什么好处？是东胜神州的3000里灵脉，还是这瑶池圣地的万年基业？满口慈悲为怀，心里全是生意。你们这群秃驴，比刚才那4个废物还要令人作呕。被戳穿心思的无念尊者脸上的慈悲之色微微一僵，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芒。苏施主，你魔根深种，已无药可救。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贫僧只能行怒目金刚之势，以雷霆手段除魔卫道了。布阵，18罗汉降魔大阵。吼！18位同人罗汉齐声怒吼，他们身上的金粉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彼此气息相连，瞬间化作一尊高达万丈的金身法像，挥舞着巨大的降魔杵，朝着苏度尘当头砸下。这18罗汉阵乃是佛界护教大阵，攻守兼备，即便是仙王强者被困其中，也要脱层皮来得好。苏度尘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战意高昂。子宁、吹箫，给这群秃驴送葬。好！夏子宁美眸微凝，将碧海潮生箫横于唇边。这一次，他吹奏的不再是清新静气的曲子，而是瑶池净谱九幽镇魂曲。箫声凄厉，如泣如诉，一道道紫色的音波化作无形的锁链，瞬间缠绕在那18罗汉的金身之上，疯狂地干扰着他们的神魂和配合。原本整齐划一的阵法，在箫声的干扰下，竟然出现了一丝迟滞。就是现在，苏度尘抓住这一瞬间的破绽，身形如电，冲天而起。他没有使用任何花哨的仙术，而是直接开启了魔化状态。修罗灭世诀，三头六臂。轰！苏度尘的身躯迎风暴涨，瞬间化作一尊3000丈高的暗黑魔神。他长出3颗头颅，分别代表着贪、嗔、痴3种极致的魔念，生出6条手臂，分别手持诛仙剑、开山斧、黑龙枪等6件神兵。佛门金身，我看是破铜烂铁。苏度尘的6条手臂同时挥动，带着粉碎真空的力量，狠狠地轰击在那18罗汉阵的薄弱节点上。当一声足以震碎百里虚空的金铁胶鸣声响起，那坚不可摧的罗汉金身竟然被苏度尘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大坑。噗噗！阵法受创，那18名罗汉同时喷出一口精血，气息瞬间萎靡。怎么可能？无念尊者脸色大变，此子的肉身竟然比我佛门的丈六金身还要坚硬，而且那箫声竟然能乱我佛心。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苏度尘已经冲破了罗汉阵的封锁，杀到了他的面前。老秃驴，轮到你了！苏度尘的一颗头颅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股漆黑如墨的修罗魔火。这火焰专烧功德，乃是佛门修士的克星。孽障，修得猖狂！无念尊者毕竟是半步仙王，虽惊不乱。他手中的9环锡杖猛地一顿，身后的功德金轮光芒大盛，化作一道金色的屏障，挡住了魔火的侵蚀。同时，他口吐真言：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巴麻空。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带着万字印从天而降，试图将苏度尘镇压在五指山下。如来神掌，这一掌蕴含着西方佛界的信仰之力，沉重的仿佛整个世界都压了下来。苏度尘感觉全身的骨骼都在咔咔作响。想压我？当年如来压住了孙猴子，是因为那猴子心中有佛，但我苏度尘猛地抬起头，眼中没有丝毫敬畏，只有无尽的桀骜与疯狂。心中无佛亦无法，我命由我不由天。轰！苏度尘体内的阴阳造化奴仙经逆向运转，他不再是那个被动挨打的魔头，而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天魔功，万法归虚。令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那只蕴含着浩瀚佛力的金色巨掌在接触到苏度尘身体的瞬间，并没有将它拍碎，反而像是泥牛入海，疯狂地被它吸收了。滋滋滋！苏度尘的身体像是一块干瘪的海绵，贪婪地吞噬着这股纯净到了极致的佛力。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转化下，原本克制魔气的佛力竟然被转化成了最为精纯的混沌之气，滋养着他的魔躯。佛魔一体，苏度尘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原本暗金色的皮肤上竟然浮现出了诡异的金色佛纹，那一半如魔神般狰狞，一半如佛陀般庄严的模样，让他看起来更加恐怖。多谢老秃驴的馈赠。苏度尘狞笑一声，借着这股刚刚吞噬的力量，反手一拳轰出。这一拳带着佛门的浩荡，也带着魔门的狠辣。砰！无念尊者面前的功德金轮就像是纸糊的一样，瞬间炸裂。不！无念尊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失去了功德金轮的护佑，他在苏度尘面前就像是一个被剥了壳的鸡蛋。苏度尘的一只大手无情地捏住了他的脖子。你刚才说要度化我。苏度尘将无念尊者提在半空，看着他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老脸。可惜我不信佛，我只信力量。咔嚓！苏度尘没有给他任何求饶的机会，直接捏碎了他的喉骨，顺势将他的元神从体内抽了出来。那是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小人，正满脸惊恐地看着苏度尘。魔头，佛祖不会放过你的。西方极乐世界亿万佛兵定会踏平这里，让他们来。苏度尘张开嘴，像吃糖豆一样将那无念尊者的元神扔进了嘴里。咕嘟！
随着元神被吞噬，一股庞大的记忆洪流涌入苏度晨的脑海，那是西方佛界的地图、功法以及宝库的位置。哥，苏度晨打了个饱嗝，身上的气息终于彻底稳固在了半步仙王的境界。随着首领的陨落，剩下的18罗汉彻底崩溃了。尊者死了！逃！快逃！这是魔鬼，真正的魔鬼！他们丢下手中的降魔杵，转身就要逃回西方，一个都别放过！苏度晨冷冷下令。是。早已在下方蓄势待发的敖离、纳兰星宇等人，如同虎入羊群，冲上了云霄。没有了战役的罗汉，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片刻之后，瑶池的天空下起了一场金色的血雨，18罗汉全军覆没，18颗珍贵的金身舍利被整齐地摆放在苏度晨面前。战斗结束，苏度晨解除了魔化状态，恢复了原本那副俊美邪魅的模样，只是那一身黑袍早已被佛血染成了暗金色。他走到夏子宁身边，看着他略显苍白的脸色，辛苦了。苏度晨温柔地擦去他额头的汗珠。这些舍利子，你拿去一半，佛门的阳刚之力正好可以稳固你的子级仙体。夏子宁乖巧地点了点头，收起了舍利子。他并不排斥这些东西，只要能变强，只要能帮到他，就算是磨到手段又如何？苏度晨转过身，看向西方，那里原本金色的天空已经暗淡下来，仿佛在为刚刚陨落的强者哀悼。但苏度晨知道这只是开始，杀了无念尊者，等于彻底打了西方佛界的脸。那位传说中的如来佛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过那又如何？夜神鹰，苏度晨的目光再次投向凌霄宝殿。你的盟友也不过如此，现在你的底牌还有什么？是妖族还是冥界？不管你叫谁来。苏度晨握紧了拳头，感受着体内那股因为吞噬了佛力而变得更加圆融、更加恐怖的力量。我都会将他们统统吃掉。与此同时，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这里佛光普照，万佛朝宗。但在大殿中央的那盏代表着无念尊者的本命魂灯突然啪的一声熄灭了。大殿内一片死寂，端坐在最高处莲台之上的那尊巨大金身如来佛祖缓缓睁开了双眼，那双眼中仿佛包含了宇宙生灭、因果轮回。但此刻那平静的眼波深处却泛起了一丝罕见的怒意。无念圆寂了。佛祖的声音宏大而威严，死于魔头苏度晨之手。下方数千菩萨罗汉齐齐变色。佛祖，此魔头不除，天理难容，请佛祖降下法旨，我等愿倾巢而出，荡平那魔窟。不急。佛祖微微抬手制止了众人的躁动，他那双慧眼仿佛看穿了时空，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魔头身上有古怪，他修的功法似乎跳出了三界五行，不在因果之中。观音尊者，弟子在。一位手持玉净瓶、脚踏莲花的白衣大士走了出来。你去一趟武装观，请镇元大仙出手。就说，佛祖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那魔头手里有他寻找了万年的地书线索。借刀杀人。观音尊者心中一凛，随即恭敬行礼。弟子领法旨。苏度晨并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向他逼近，但他也不在乎，因为此刻的他正在和夏子宁一起研究那本从无念尊者记忆中搜刮来的欢喜禅法。听说这佛门的双修之法别有一番风味。苏度晨看着面红耳赤的夏子宁，坏笑道：今晚咱们试试。瑶池圣地紫宁宫，夜色如墨，但紫宁宫内却是春意盎然，灯火通明。那盏从佛界无念尊者手中夺来的长明佛灯，此刻被当成了情趣烛火，散发着暧昧的暖黄光晕。那张宽大的紫金凤榻之上，两道身影正处于一种极其玄妙的修炼状态之中。苏度晨盘膝而坐，浑身魔气内敛，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淡淡的金色佛光与紫色仙气交织的奇异光辉。而在他对面，夏子宁衣衫半解，香汗淋漓，肌肤如染了胭脂般透着诱人的粉红。他双手抵在苏度晨的胸口，两人气息相连，灵力在彼此的经脉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周天循环。欢喜禅法，龙凤和鸣，这门被佛界视为禁忌，却又在私底下疯狂修炼的双修秘术，在苏度晨阴阳造化奴仙经的加持下，爆发出了恐怖的功效。呼！随着最后一个周天的运转结束，苏度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那浊气竟化作一支利剑，直接洞穿了10丈外的金柱。不愧是佛门秘术。苏度晨睁开眼，眸中金芒闪烁。仅仅一夜，不仅彻底炼化了无念尊者的残余神魂，还将我的境界稳固在了半步仙王的巅峰，甚至连那一直难以寸进的肉身都因为阴阳调和而变得更加柔韧。他低下头，
看着怀中慵懒如猫的夏子宁。经过一夜的滋润，他眉心的紫色火焰印记愈发鲜艳，一身修为更是如同坐火箭般，隐隐有了突破金仙中期的迹象。感觉如何？苏杜晨的手指轻轻划过他光洁的脊背。有些累，但很充实。夏子宁将脸埋在他的胸口，声音软糯，带着一丝羞涩后的余韵。这禅法虽然羞人，但只要是和你，我都愿意。傻瓜！苏杜晨宠溺地吻了吻他的发顶。这只是开始，等我踏平了这仙界，我会搜罗天下所有的顶义此法，助你登上女帝之位。就在两人温存之际，殿外突然传来那蓝星与略显急促的通报声：主人，护山大阵有异动，有一股极强的土系法则正在强行渗透瑶池地脉。土系法则？苏杜晨眉头微挑，眼中闪过一丝不悦。看来我不找麻烦，麻烦却总是来找我。刚打跑了和尚，这又是哪路神仙？他随手一挥，一件宽大的黑袍披在身上，同时也用劲被将夏子宁裹好。你先休息，我去就来。与此同时，仙界极东之地万寿山武庄观，这里是独立于仙庭之外的化外之地，也是号称地仙之祖镇元大仙的道场。山中灵气浓郁程度甚至还在瑶池之上，因为这里生长着一棵天地初开时诞生的灵根人参果树。此刻在那棵高达万丈、枝繁叶茂、挂着30颗状如婴孩果实的巨树下，一位身穿八卦道袍、长须飘飘的老道正脸色阴沉地听着面前一位白衣女子的诉说。老道正是镇元子，修为仙王巅峰，乃是这仙界真正的隐世巨头。而他对面那位手持玉净瓶的，正是从西方赶来的观音尊者。大仙，贫僧所言句句属实。观音尊者面带悲悯，语气诚恳。那苏杜晨不仅杀我佛门尊者，更是狂妄地宣称，他手中的功法乃是上古遗失的至宝地书残卷。他说，只要集齐地书，便能掌控大地胎魔，号令地仙。也正是因为有了地书的力量，他才能在下界迅速崛起，甚至拥有了吞噬万物的魔功。听到地书2字，镇元子那原本古井无波的眼中瞬间爆发出骇人的金光。地书！镇元子双手紧握，指节发白。万年前，他在一次虚空风暴中不慎遗失了半生至宝地书，导致修为卡在仙王巅峰，迟迟无法突破仙帝，这成了他无数个元会的心魔。那魔头当真有地书？镇元子死死盯着观音，千真万确。观音心中暗笑，脸上却是一脸笃定。若非依仗地书的厚德载物之力，他凭什么肉身硬抗罗汉阵？凭什么吞噬佛力而不爆体？大仙，此魔头如今就在瑶池，若是去晚了，被夜神鹰或者其他人捷足先登。哼！镇元子冷哼一声，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整个万寿山。属于本座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夜神鹰那个小丫头片子也不行。清风，明月，镇元子一声怒喝，弟子在。2名身穿青色道袍、背负长剑的年轻道人瞬间出现在树下。虽然看起来年轻，但这2人的修为竟然都达到了仙君初期。作为地仙之祖的亲传弟子，他们的实力远非普通仙官可比。你2人即刻前往瑶池，使我法旨，命那苏杜晨速速归还的书。若他敢说个不字，镇元子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便用乾坤袖将他拿了，带回武庄观。本座要亲自将他抽魂炼油。遵命。清风、明月领命，化作2道土黄色的流光，直奔瑶池而去。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观音尊者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苏杜晨，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死。瑶池圣地山门之外，气氛凝重的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原本正在打扫战场的炮灰，此刻全都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头顶的重力增加了整整1万倍。2名身穿青袍的道人脚踏虚空，神情傲慢地俯视着下方的紫宁宫。他们身上并没有散发多么狂暴的杀气，但那种与大地浑然一体的厚重感却让人感到一种窒息的绝望。苏杜晨何在？左边的清风道人冷冷开口，奉家师地仙之祖法旨，速速滚出来接旨。轰！随着这一声厉喝，周围的几座山峰竟然直接崩塌，化作尘埃。地仙之祖！大殿门口空间一阵扭曲，苏杜晨带着12位仙奴缓缓走出。他没有看来人，而是低头看了看被压得皲裂的白玉广场，眉头微皱。这是刚修好的地板。苏杜晨抬起头，目光冷冽，弄坏了要赔。赔！右边的明月道人像是听到了笑话，嗤笑道：无知小儿，死到临头还心疼地板。我乃武庄观明月，家师镇元大仙知晓你窃取了地书残卷，特命我等前来追讨。识相的立刻交出地书，并自废修为跟我们回去请罪，否则这瑶池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地书！苏杜晨愣了一下，随即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原来如此，佛界那群秃驴打不过我，就想引着老道士来杀我。说什么地书，不过是借口罢了。苏度尘笑了，笑得无比贪婪，无比邪恶。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黑白魔光流转。地书我虽然没有，但我听说武庄观有一棵树叫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在3000年才得熟，短头1万年方得吃。闻一闻，能活360岁，吃一个能活47000年。苏度尘看着清风明月，就像是看着2把打开宝库的钥匙。正好我家子宁刚重塑仙躯，还需要些顶级补品来稳固根基。那果子我要了，连树我也要了。你说什么？清风明月勃然大怒。人参果树那是镇元子的命根子，更是武庄观的禁忌。这魔头不仅不教的书，还敢觊觎神树，好个不知死活的狂徒！既然你找死，那就成全你。师弟，动手！袖里乾坤，轰！两人同时挥动宽大的道袍袖子，刹那间天昏地暗。那2只袖口仿佛化作了2个吞噬天地的黑洞，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而出。这吸力蕴含着空间法则与土系法则的完美融合，方圆100里内的一切山石、草木、灵气，甚至连光线都被疯狂地吸入那袖口之中。这是镇元子的成名绝技袖里乾坤。虽然这2个徒弟只能发挥出3成威力，但也足以生擒普通的仙君。雕虫小技。面对这吞天噬地的吸力，苏度尘身后的纳兰星宇等人已经站立不稳，就要被吸走，但苏度尘却稳如泰山，他甚至连脚步都没有挪动一下。玩空间法则，在我面前你们还太嫩了。苏度尘伸出一根手指，对着那2个巨大的黑洞袖口轻轻一点，阴阳造化奴仙经，乾坤逆乱。定嗡，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2个狂暴的黑洞在苏度尘这一指之下竟然瞬间静止了。紧接着一股更加恐怖的反噬之力从苏度尘指尖爆发，破！刺了！2声裂帛般的脆响，那号称可装天地的道袍袖子竟然直接炸成了漫天碎布片。噗噗！本命神通被破，清风明月2人惨叫一声，双臂变得血肉模糊，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这不可能！清风顾不得双臂的剧痛，满脸惊恐地看着苏度尘：你竟然能破了袖里乾坤！这可是准地级的神通。准地级！苏度尘一步跨出，瞬间出现在2人面前。他双手一伸，分别掐住了2人的脖子，将这2位高傲的武庄观高徒像踢死狗一样提了起来。神通是好神通，可惜用的人太废。而且，苏度尘凑近明月的脸，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谁告诉你们，我只会蛮力？这万界战场，我可是爬出来的。各种法则，我吃的比你们见的都多。你想干什么？明月吓得浑身颤抖，家师乃是地仙之祖，你若敢杀我们，上天入地也没人就得了你。杀你们！苏度尘摇了摇头，太浪费了，你们可是上好的路引啊！本来我还愁武庄观有护山大阵，找不到门路，现在好了，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劳烦2位带个路吧。说完，苏度尘眼中红光一闪，奴仙印中，2道诡异的血色符文强行钻入了清风明月的眉心，直冲识海。2人发出凄厉的惨叫，拼命想要抵抗，但在苏度尘那半步仙王的神魂压制下，他们的抵抗就像是婴儿般无力。片刻后，惨叫声停止，清风明月眼中的清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的、盲目的顺从。他们恭敬地跪在苏度尘面前，磕头如捣蒜：奴才清风明月参见主人。很好，苏度尘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转身看向身后已经看呆了的众女。子宁在。夏子宁裹着锦袍走出来，神色激动。收拾一下。苏度尘指了指西方，豪气冲天：我们去武庄观郊游，顺便把那棵树搬回来，给你当盆景。主人。一旁的顾青衣有些担忧地说道：镇元子乃是老牌仙王巅峰，甚至半只脚踏入了仙帝境，手中更有至宝防御，我们就这么去，会不会太冒险？冒险？苏度尘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笑意：富贵险中求，而且我也想看看这所谓的地仙之祖到底有多抗造。传我令，听雨仙庭，全员出动，目标万寿山、武庄观，寸草不留。遵命。凌霄宝殿。叶神鹰看着昊天镜中传来的画面，原本因为佛界失利而阴沉的脸突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好一个苏度尘，竟然真的敢去招惹那个老疯子。镇元子若是发起狂来，连朕都要忌惮3分。这一次
朕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传旨封锁瑶池与万寿山之间的所有退路，朕要让他有去无回。仙界极东，万寿山武庄观，这里本是仙界最为清静的福地洞天，松黄交翠，桃李争妍。那万丈高的山门之上，刻着一副令三界众生都要敬畏3分的对联：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然而今日，这股清静被彻底打破。轰隆隆，天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撕裂，一座巍峨狰狞的黑色魔宫裹挟着滔天的煞气，如同一颗灭世陨石悬停在了武庄观的护山大阵上方。那魔宫投下的巨大阴影将整个万寿山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那是什么东西？好恐怖的魔气！难道是魔界入侵了吗？武庄观内数百名负责洒扫炼丹的弟子惊慌失措地跑出大殿，仰望着头顶那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就在这时，2道流光从魔宫中飞出，径直落在了护山大阵的阵眼之前。正是清风、明月2人。此时的他们早已没了往日的傲气，眼神空洞而狂热，眉心处那一抹血色的奴印显得格外刺眼。来者何人？竟敢擅闯武庄观！守山的弟子刚要呵斥，却发现来人竟是大师兄和二师兄，不由得一愣。2位师兄，你们不是去瑶池？滚开！清风面无表情的一挥手，一股真仙之力直接将几名守山弟子震飞。随后，在所有武庄观弟子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清风和明月同时从怀中掏出宗门令牌，对着那坚不可摧的护山大阵雾土混天阵打出了一道解封法诀：奉主人之命，开阵迎驾。嗡！那足以抵挡仙君巅峰全力轰击的金色光幕，在这一刻像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竟然缓缓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大师兄疯了！那是护山大阵啊，怎么能对外人开启？孽徒，你们在干什么？一声震动苍穹的怒吼从武庄观最深处的乾坤殿中爆发而出，紧接着一股浩瀚如海的土黄色波纹席卷全场。一位鹤发童颜、手持拂尘、头戴紫金冠的老道瞬间出现在半空之中，他脚下踩着一本散发着大地玄黄之气的古朴书卷，正是传说中的地仙之宝地书，地仙之祖镇元子。此刻的他气得胡须乱颤，双眼通红。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得意的2个亲传弟子竟然带着外人来抄家。师父！清风抬起头，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不，你不是我们的师父，我们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清风转身对着那黑色魔宫跪伏在地，声音高亢：恭迎无主苏帝尊，恭迎无主。明月紧随其后。噗！镇元子只觉得胸口一闷，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欺师灭祖，这是赤裸裸的欺师灭祖啊！好，镇元子怒极反笑，手中的玉尘杵猛地一甩，1000万根银丝化作1000万条蛟龙，朝着叛徒绞杀而去。既然你们自甘堕落，那为师今日就清理门户。我的狗也是你能打的！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轻描淡写地从黑雾中探出，砰！那1000万条银丝蛟龙在这只大手面前就像是脆弱的蛛网，被瞬间拍散。苏度尘一身魔袍，搂着夏子宁，脚踏虚空，一步步从魔宫中走出。每一步落下，万寿山的地脉都要随之颤抖一下。镇元老道，初次见面。苏度尘居高临下地看着镇元子，嘴角挂着一抹邪魅狂狷的笑。你的2个徒弟很懂事，我很喜欢，所以我决定留他们一条命。苏度尘，镇元子死死盯着这个毁了他道心、抢了他徒弟的魔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你这魔头竟敢用邪术控制我徒儿，还要强频道的人参果树，你真当这仙界没人治得了你吗？治我！苏度尘不屑地笑了笑。叶神鹰不行，如来不行，你更不行。少废话！苏度尘指了指武庄观后院，那里隐约可见霞光万道，锐气千条。书就在那里，我是直接去搬，还是你把它打包好送给我？给你2个选择。数字狂妄！镇元子彻底暴走。作为从洪荒时期活到现在的活化石，他何曾受过这种如同打发叫花子般的羞辱？想要人参果树，除非你从本座的尸体上跨过去。天地同寿，地魔加身。轰！镇元子脚下的地书光芒大盛，只见那泛黄的书页哗啦啦翻动，无数道玄黄之气冲天而起，在他周身凝聚成了一件厚重的大地铠甲。只要他脚踩大地，便能源源不断地抽取地脉之力，防御力堪称3界第一，哪怕是仙帝亲临也休想轻易打破。袖里乾坤，吞天！镇元子大袖一挥，这一次是本尊施展。那袖口瞬间化作一方独立的小世界，巨大的吸力比之前清风明月施展的强了100倍不止。
周围的空间甚至开始坍塌，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漩涡，要将苏杜城连同那座魔宫一起吞噬进去。有点意思。面对这半步仙帝的全力一击，苏杜城眼中终于闪过一丝兴奋。子宁，退后！苏杜城松开怀中的家人，扭了扭脖子，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爆鸣声。既然是个乌龟壳，那就砸烂它！修罗灭世诀，魔神真身！吼！一声足以震碎苍穹的龙吟魔啸。苏杜城的身躯迎风暴涨，眨眼间便化作一尊高达万丈的暗金巨人。他浑身覆盖着狰狞的龙鳞，身后一条巨大的龙尾横扫虚空，直接将那袖里乾坤形成的犀利漩涡给抽爆了。力拔山吸气盖世，苏杜城没有使用任何法术，他只是抡起那只堪比山岳的拳头，对着镇元子那号称绝对防御的大地铠甲狠狠地砸了下去。当一声如同洪钟大吕般的巨响，让方圆万里的生灵都耳膜穿孔。恐怖的冲击波将武装观周围的几十座偏殿直接夷为平地。烟尘散去，苏杜城眉头微皱。这一拳下去，镇元子虽然被砸进了地里100丈深，但他周身那层玄黄色的地膜竟然只是微微凹陷，并没有破碎。深坑之中传来镇元子猖狂的笑声：“苏杜城，你杀不了我，我有地书护体，连通大地祖脉，只要大地不碎，本座便是不死之身，你能奈我何？”乌龟壳果然硬。苏杜城收回拳头，看着那层流转不息的玄黄之气，他确实感觉到所有的攻击力量都被导入了地下，被整条大地祖脉分摊了。既然打不烂，苏杜城的目光越过镇元子，看向了那后院之中那一株参天神树。人参果树乃是草木之灵，根系深扎大地，其实也是镇元子借力地脉的关键节点之一。那我就断了你的根。苏杜城猛地转身，竟然不再理会镇元子，大步流星地朝着人参果树走去。他那万丈魔躯几步便跨越了层层禁制，来到了那株神树面前。近距离看，这人参果树更是震撼。树干粗如山岳，枝叶遮天蔽日，那一颗颗挂在枝头的人参果如同熟睡的婴孩，散发着诱人的异香。你要干什么？还在坑里得意的镇元子看到这一幕，顿时魂飞魄散。住手！你敢动神树，本座与你不死不休！镇元子疯了似的想要冲过来阻拦，却被12位早已布下大阵的仙奴死死挡住。老东西，你的对手是我们。纳兰星宇一剑斩下，虽然伤不到地书防御，却成功阻挡了他一瞬。就在这一瞬，苏杜城已经弯下腰，那双足已托起星辰的巨大魔爪，一左一右死死地抱住了人参果树那粗壮无比的主干。这就是所谓的先天灵根。苏杜城眼中闪烁着贪婪与疯狂。给我起！轰隆隆隆！这一刻，整个东胜神州的大地都在哀鸣。苏杜城浑身青筋暴起，那一块块肌肉如同炸裂的岩石，暗金色的魔气与真龙之力被催动到了极致。巨灵般山境，倒拔天地。吱嘎吱嘎，人参果树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它那深扎在地底亿万丈，连接着整个仙界地脉的根系，正在被一股不可抗拒的暴力一根根强行扯断。大地崩裂，岩浆喷涌，武装观的地面如同海浪般翻滚，无数宫殿在这一刻彻底坍塌。不要啊！镇元子双目流血，发出了杜鹃啼血般的悲鸣。人参果树与他性命交修，根系每断一根，他的灵魂就像是被撕裂一次。切！苏杜城再次发出一声怒吼，脚下的大地轰然塌陷。不！随着最后一声沉闷的巨响，那一株生长了亿万年，号称从不挪窝的人参果树，竟然真的被苏杜城连根拔起了。漫天泥土飞扬，巨大的树根如同章鱼的触手般在空中挥舞，带起阵阵狂风。那原本生机勃勃的万寿山瞬间灵气枯竭，变成了一座死山。噗！随着神树离地，镇元子周身那层坚不可摧的地书防御瞬间暗淡无光，最后轰然破碎。他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瞬间苍老了10岁，气息从半步仙帝直接跌落到了仙君巅峰。爽！苏杜城抱着那株比他还要巨大的神树，就像是扛着一把绝世兵器。他转过身，看着已经瘫软在地的镇元子，咧嘴一笑：“镇元老道，多谢赠树。我看这树在你这破地方也是浪费，都快尝尝了，还是让我带回去，给我家媳妇当柴烧吧。”你！镇元子指着苏杜城，手指剧烈颤抖，眼中满是绝望与怨毒。苏杜城，你毁我根基，断我道途，此仇不报，我誓不为先。誓不为先。苏杜城冷笑一声：“那正好，做鬼去吧。”但他没有杀镇元子，因为他感觉到在遥远的天际又有几股极其强大的气息正在急速靠近。夜神鹰的援军到了，今天玩够了。苏杜城心念一动，
将那巨大的人参果树直接塞进了万妖行宫的独立空间内。那里有他在瑶池掠夺来的9天息壤和瑶池神水，足够养活这棵树。他缩小身形，落回到夏子宁身边，一把拦住他的腰：“走，回家种树去。”夏子宁看着那原本不可一世，如今却如丧家之犬般的镇元子，眼中没有丝毫怜悯。修仙界弱肉强食，若今日输的是苏度尘，恐怕下场比这还要惨10000倍。撤！随着苏度尘一声令下，12仙奴3000亲卫井然有序地退回黑色魔宫。轰！魔宫喷射出2道尾焰，直接撞碎虚空，扬长而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武装官和一位跪在废墟中仰天哭嚎的地仙之祖。万妖行宫内，这就是人参果。夏子宁好奇地看着刚刚种下还显得有些萎靡的神树，他伸手摘下一颗如同娃娃般的果子，那果子居然还冲他眨了眨眼，发出咿呀的声音。吃了吧。苏度尘宠溺地看着他，这东西补气血，正好弥补你重塑仙躯后的亏空。这太像小孩了，我有点下不去口。夏子宁有些犹豫。怕什么？苏度尘拿过果子，随手一捏，将其化作一团精纯的青色灵液，喂到他嘴边。现在只是能量了。夏子宁张开樱桃小口，将灵液吞下。轰！一股磅礴的生机瞬间在他体内炸开。他原本刚刚稳固的金仙初期境界再次松动，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势不可挡。金仙中期、金仙后期，直到金仙巅峰才缓缓停下，只差1步便可证到仙君。一颗果子抵得上万年苦修，好厉害！夏子宁感受着体内那恐怖的力量，又惊又喜。那是自然。苏度尘从身后抱住他，下巴抵在他的香肩上，看着那挂满果子的树。这里还有29颗，等你全部吃完，我也该把你推上那个位置了。什么位置？夏子宁回头，苏度尘伸手指向窗外，指向那遥远的9重天最高处，凌霄宝殿的龙椅。叶神英坐得太久了，该换个女主人了。夏子宁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眼中的柔情逐渐化作了坚定的野心。好，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去拿。不过在这之前，苏度尘话锋一转，手不老实地探入了他的衣襟。刚才那颗果子的阳气太足，你一个人炼化不了，需要我帮你疏导一下。坏蛋。与此同时，仙庭凌霄宝殿。你说什么？连人带树全被拔走了。叶神英听着探子的回报，整个人都懵了。他想过镇元子会败，也想过苏度尘会逃，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苏度尘竟然是个土匪，连地皮都刮干净的那种。镇元子呢？回女帝大仙他急火攻心，走火入魔，如今已经疯了，正在满世界追杀树妖泄愤。废物，都是废物。叶神英气得将桌上的玉玺都摔了。地仙之祖废了，佛界也退缩了，这苏度尘难道真的成了气候，无人能治了吗？就在这时，大殿外传来一道阴冷至极的声音：陛下莫慌，既然明的不行，那咱们就来阴的。叶神英猛地抬头，只见一个身穿黑袍，浑身笼罩在黑雾中看不清面容的神秘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大殿之中，他的气息竟然带着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味道。你是谁？叶神英警惕道。我是谁不重要，那神秘人桀桀怪笑，重要的是我能帮你杀了苏度尘，甚至让你吞噬他的功法，成就无上仙帝。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那个夏子宁。神秘人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他是亿万年难遇的紫极仙体，只要把他交给我献祭，这3件就是你的。叶神英看着这个危险的神秘人，沉默了良久，最终他那张绝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疯狂的决绝。好，成交。万妖行宫核心寝殿，人参果树散发着以目精气，将这座寝殿映照得生机盎然。苏度尘盘坐在树下，手中把玩着一枚晶莹剔透的人参果，神色却并不像之前那般轻松狂傲，反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夏子宁依偎在他身旁，刚刚炼化完果实药力的他，浑身肌肤流淌着淡淡的金辉，修为已然稳固在金仙巅峰。苏哥哥，怎么了？夏子宁敏锐地察觉到了苏度尘的情绪变化。那镇元子已被你气疯，佛界也暂时退避，如今整个仙界除了叶神医那个缩头乌龟，已无人是你对手，为何你看起来并不开心？苏度尘抬起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仿佛看穿了这寝殿的穹顶，看向了那片浩瀚无垠的星空深处。子宁，你觉得这仙界大吗？苏度尘突然问道。自然是大。夏子宁不假思索地回答。33重天，统辖亿万星辰，下辖3000大千世界，无数凡人穷极一生也走不出一隅，即便是仙君想要横渡仙界，也需耗费数百年光阴。是啊，
在世人眼中，仙界便是修行的终点，是长生的彼岸。苏杜晨冷笑一声，手中的人参果被他捏得粉碎，化作流光消散。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所谓的仙界不过是一个被遗弃的废墟，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养殖场呢？什么？夏子宁美眸圆睁，满脸不可置信。养殖场？这怎么可能？苏杜晨站起身，大手一挥，阴阳造化奴仙经运转，漆黑的魔气在半空中凝聚出一幅浩瀚繁复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星图。这幅星图并非苏杜晨原本所有，而是他在吞噬了无念尊者的元神，又结合了刚才接触地书残存气息后，从那本神秘功法深处解锁的传承记忆。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为何这部功法叫奴仙经，而不是灭仙经。苏杜晨指着星图最底层的一片暗淡星云，子宁，你看，这里是我们曾经所在的凡界，往上是你我飞升之前的灵界，再往上便是我们现在脚下的仙界。随着他的手指滑动，这3层世界被一个巨大的光圈笼罩，这3界统称为下元3界。苏杜晨的声音带着一丝嘲弄，对于这里面的生灵来说，修炼的极限便是仙地，一旦达到这个境界，就会发现前路已断，甚至会感应到一种名为飞升的召唤。那不是好事吗？夏子宁疑惑道，古籍记载，仙地飞升便是去往神界，得享永恒。永恒？呵！苏杜晨眼中闪过一丝暴戾的寒芒。狗屁的永恒！在下元3界之上，还有中元3界，以及更加至高无上的上元3界。随着他话音落下，空中的星图骤然扩张，在仙界之上，赫然出现了3个更加庞大、更加璀璨、法则更加严密的世界虚影。这中元3界分别为玄天界、苍古界、圣灵界。在那里的生灵眼中，我们这下元3界的所谓仙地，不过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或者是口感不错的补品。苏杜沉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森寒。所谓的飞升，不过是中元界的大能们为了收割下界成熟的稻果而设下的骗局。每隔一个纪元，他们就会打开通道，挑选最肥硕的猪羊带走。夏子宁听得浑身发冷，如坠冰窟。他一直以为自己重塑仙躯，登临绝顶就能掌控命运，却没想到在更高的维度面前，自己依然是蝼蚁。那这功法？夏子宁颤声问道。没错。苏杜晨眼中燃烧起2团黑色的火焰，那是名为野心的火种。这部阴阳造化奴仙经不属于下元，也不属于中元，甚至可能不属于上元3界。他的手指指向了星图的最顶端，那里凌驾于9大世界之上，有一片混沌迷蒙却散发着镇压万古气息的虚无之地。它来自传说中的地界，那是宇宙的源头，是万法的终极。这功法之所以能无视境界吞噬一切，因为它本身的格位就凌驾于这诸天万界的所有法则之上。苏杜沉猛地握紧拳头，空中的星图轰然破碎。所以子宁，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看着他，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夜神鹰、镇元子、如来，在这宏大的世界观面前，他们不过是一群争强腐肉的苍蝇。我要带你杀上去，杀穿这下元3界，捅破那中元天穹，直抵那传说中的地界。我要让这诸天神佛都变成我的奴隶。夏子宁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的狂妄不再是少年的义气，而是建立在洞悉真理之后的绝对霸道。这一刻，他心中的恐惧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一同疯狂的冲动。好！夏子宁握住他的手，眼神坚定。哪怕是地狱，我也陪你去闯。就在2人豪情万丈之时，轰！外界突然传来一声异响，这声音不大，不像是爆炸，倒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了。不是空间被撕裂，而是法则被撕裂了。苏杜晨脸色骤变，来了。说曹操，曹操道：我感应到了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恶臭味。瑶池上空，万妖行宫之外，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如同伤疤般的暗红色裂缝。裂缝之中并没有流出虚空乱流，而是渗出了一滴滴黑色的液体。每一滴液体落下，接触到仙界的灵气都会发出滋滋的腐蚀声，仿佛在燃烧这个世界本身。在那裂缝之下悬浮着2个人影，一个是面色苍白神情疯狂的夜神鹰，另一个则是一团根本看不清面容，仿佛由纯粹的影子构成的黑袍人。大人，就是那里。夜神鹰指着下方的万妖行宫，眼中满是怨毒与快意。那个苏杜晨就在里面，还有那个贱人夏子宁，这就是下元界的气运之子吗？黑袍人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仿佛2块生锈的铁片在剐蹭。他的气息很古怪，明明只有仙王初期的波动，但他周围的空间却在不断崩塌重组，仿佛仙界的法则根本无法承载他的存在。确实有点意思。黑袍人那双隐藏在兜帽下的眼睛
闪烁着贪婪的绿光。我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那一股地界遗物的味道。看来传言是真的，那个东西真的掉到了这个废弃的下水道里。黑袍人名为幽影，他并非仙界之人，而是来自中原三界玄天界的一名位面猎手。虽然在玄天界他只是个底层的小角色，但来到了这下元仙界，他就是降维打击的神。叶神音，你做得很好。幽影伸出一只干枯如鬼爪的手，拍了拍叶神音那高贵的脸颊，动作轻佻至极，完全没有把这位女帝放在眼里。等我拿到了那布功法，抓住了那个紫极仙体，我会带你去玄天界，给你找个好主人，当个洗脚婢女，也比在这破烂地方当什么女帝强10000倍。叶神音娇躯一颤，眼中闪过一丝屈辱，但他不敢反抗，因为他亲眼见过这个人的恐怖手段。多谢大人提携。好了，干活吧。幽影转过身看向下方的魔宫，他没有动手施法，而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画着诡异符文的灰皮纸符。下界的虫子们，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法则压制。去！灰皮纸符燃烧，吼！那个暗红色的空间裂缝瞬间撕裂100倍，一只足有半个瑶池大小的巨兽头颅从裂缝中硬生生地挤了出来。这巨兽长得像章鱼，却长满了数千只眼睛，每一只眼睛里都射出混乱癫狂的光束。中原界异兽，虚空污染者。这种生物不修灵气，只吞噬法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低维世界的剧毒。滋滋滋！随着这怪物的出现，万妖行宫引以为傲的防御大阵竟然像冰雪消融一般，还没接触就被污染成了黑色，随后彻底失效。哈哈！下方几名负责巡逻的仙奴亲卫，仅仅是被怪物的目光扫中，身体就瞬间发生了畸变，长出了无数肉瘤，神智瞬间崩溃，开始疯狂攻击同伴。这是什么怪物？纳兰星宇脸色惨白，手中的仙剑剧烈颤抖，他的剑气斩在怪物身上，竟然直接穿透了过去，仿佛两者根本不在一个维度。这就是高维打击吗？敖离化作黑龙真身，喷出龙息，却被怪物一口吞下，反而让怪物打了个饱嗝，气息更强了几分。绝望，一种无法理解、无法抵抗的绝望笼罩了所有人。就在这时，一声冷哼，如同惊雷炸破，一道黑光从魔宫深处冲天而起，直接挡在了那巨大的怪物面前。苏杜晨一身黑袍猎猎作响，长发飞舞，他看着眼前这只令人作呕的虚空污染者，又看了一眼上方那个高高在上的黑袍人，嘴角勾起一抹狞笑。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个来自玄天界的偷猎者，带着一只乱吃东西的畜生就敢来我的地盘撒野。听到玄天界3个字，上方的幽影身躯猛地一震。你怎么知道玄天界？下界的蝼蚁怎么可能知晓上界的隐秘？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苏杜晨没有废话，他缓缓伸出右手，掌心之中黑白二气疯狂旋转，竟然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微型的黑洞。面对这种来自高维度的法则生物，普通的仙术确实无效，因为下元法则、中元法则，这是铁律。但是苏杜晨修炼的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界功法，地界法则、中元法则。既然你喜欢吞噬法则，那我就让你吃个够。阴阳造化奴仙经，归元死界。嗡！苏杜晨手中的微型黑洞瞬间扩散，化作一个直径万丈的灰白色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所有的色彩、声音、生机全部被剥夺，那是纯粹的无。吼！那原本嚣张无比的虚空污染者突然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他发现自己身上那些来自中原界的高级法则，在这个灰白领域面前，竟然像是纸糊的一样，开始层层剥落、瓦解。他引以为傲的虚化能力失效了，他那坚不可摧的肉身开始像蜡烛一样融化。不，这不可能！上方的幽影吓得亡魂皆冒，声音都变了调。这是寂灭法则，这是只有上元界的大能才能掌握的至高法则。你一个下界土著，怎么可能掌握这种力量？我是土著！苏杜晨一步跨出，瞬间出现在怪物头顶，他一脚踩下，轰！那只庞大无比的虚空污染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被这一脚踩成了漫天虚无，连一丝渣子都没剩下。苏杜晨沐浴在漫天飘散的法则碎片中，抬头看向已经吓傻了的幽影和叶神音，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血迹。接下来的游戏，苏杜晨伸出手对着幽影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是猎人与猎物的角色互换。欢迎来到地狱，瑶池圣地，苍穹破碎之处，死一般的寂静。那只刚才还不可一世、视仙界法则如无物的虚空污染者，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团最原始的虚无粒子，消散在苏杜晨的脚下。苏杜晨悬浮在半空，周身缭绕着灰白色的归元死界领域。他那一头黑发无风自动，双眸深处仿佛有2个黑洞在缓缓旋转，
贪婪地捕捉着空气中残留的高维法则碎片，味同嚼蜡。苏度晨随手挥散了面前的尘埃，抬头看向头顶那唯一的活口，来自玄天界的位面猎手幽影。接下来该上主菜了。上方，幽影那原本笼罩在黑雾中的身躯，此刻竟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作为一名常年穿梭于诸天万界猎杀下界天才的猎手，他见过无数种恐惧的眼神，但今天他第一次在别人的眼中看到了那种看向食物的眼神，而那个食物竟是他自己。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幽影的声音尖锐而变调，仿佛喉咙里卡着玻璃碴。寂灭法则，那是上元界那些老不死的禁忌手段，你一个下界土著怎么可能掌控这种力量？这不符合天道逻辑。苏度晨一步跨出，空间在他脚下折叠，万米的距离缩地成寸，他瞬间出现在幽影面前，两者之间的距离甚至不到1尺。在这个世界，我的拳头就是逻辑。轰！苏度晨毫无花哨的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动用魔气，而是纯粹的肉身之力，外加那一丝刚刚领悟的地界威压。给我滚开！幽影毕竟是来自中元界的强者，反应极快，他双手结印，一面散发着幽绿色光芒的玄天幽冥盾瞬间成型。这盾牌上刻满了中元界的防御符文，足以抵挡下界先帝的全力一击。然而，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那面坚不可摧的幽冥盾在苏度晨的拳头面前，就像是一块酥脆的饼干，瞬间炸裂成漫天绿光，全是未减，狠狠地砸在了幽影的胸口。噗！幽影那原本虚幻如烟雾的身体，竟被这一拳硬生生地打出了实体。它像一颗黑色的流星，带着凄厉的惨叫，从万米高空坠落，狠狠地砸进了下方的瑶池主峰之中。轰隆隆，整座主峰被拦腰砸断，无数碎石崩飞。烟尘之中，一个深达1000丈的巨坑触目惊心。这就是所谓的中元界强者。苏度晨站在坑边，俯视着下方那个如死狗般蠕动的身影，眼中满是失望。除了法则高级一点，你的战斗意识，你的肉身强度，简直弱得可怜。坑底，幽影艰难地抬起头，他的黑袍已经破碎，露出了真容。那是一张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布满诡异纹路的脸，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常年不见天日的吸血鬼。你别得意。幽影眼中闪过一丝恶毒与疯狂。我是玄天界暗影楼的执事，我的魂灯在楼中供奉，你若敢杀我，暗影楼必会跨界而来，将你这破烂位面彻底炼化。威胁我？苏度晨笑了，他缓缓降落在坑底，一只脚踩在幽影的胸口，用力捻了捻。我这人最讨厌2件事，第一，别人抢我的东西，第二，别人威胁我的命。既然你身后还有什么暗影楼？苏度晨蹲下身，伸出手，五指成爪，直接扣住了幽影的天灵盖。那我就先把你吃了，看看那暗影楼到底是个什么货色，顺便记个录。阴阳造化奴仙经，搜魂掠夺。不要！幽影感受到了那股足以吞噬灵魂的恐怖吸力，终于崩溃了。饶命！大人饶命！我愿意臣服，我愿意做您的奴隶，我可以带您去中元界啊！求饶声戛然而止。苏度晨的手掌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幽影的仙魂、记忆、法则感悟，甚至是他体内那股来自中元界的本源之力，全部被强行抽出，化作一道道幽绿色的流光，顺着手臂涌入苏度晨的体内。这一过程极其残忍，也极其迅速。短短10息，这位来自中元界，原本打算视下界众生为蝼蚁的猎手，便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件破烂的黑袍，证明他曾经来过。呼！苏度晨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着这股庞大的高维能量入体，他体内的桎梏再次松动，原本半步仙王的境界，在这一刻水到渠成般的突破了。仙王初期，仙王中期，直到仙王中期巅峰，那股暴涨的气息才缓缓停歇。更重要的是，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一份详尽的星图，玄天界的坐标、势力分布、飞升通道的秘密，一切的一切，此刻都向他敞开了大门。原来如此。苏度晨睁开眼，眸中金光闪烁。所谓的飞升通道，竟然被这群强盗把持着。所有飞升者在进入通道的那一刻，就会被洗去记忆，成为他们的矿工或者炮灰。真是烂透了的世界。苏度晨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虚空，那里正漂浮着一道孤零零的倩影。叶神音，这位统御仙界数万年的女帝，此刻正呆呆地看着那个大坑，看着她最后的希望被苏度晨像吃点心一样吃掉了。她的世界观崩塌了，她的信仰粉碎了，她的骄傲被狠狠踩进了泥里。现在轮到你了。苏度晨一步步踏空而上，来到了叶神音面前。此时的瑶池
早已是一片废墟。下方的夏子宁、纳兰星宇等人静静地仰望着这一幕，谁也没有说话，因为这是属于苏杜晨和叶神英两个人的终局。哼，叶神英突然笑了，笑声凄厉，带着一种穷途末路的癫狂。他抬起头，那张绝美的脸庞上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只剩下扭曲的仇恨。苏杜晨，你赢了，你真的赢了，连上界使者都死在你手里，这下元三界确实没人能治得了你了。但是叶神英猛地后退一步，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枚散发着毁灭气息的九彩玉玺，那是仙庭的镇界之宝昊天玺。你想让我跪下，想让我像那些贱婢一样臣服于你？做梦！朕是仙庭女帝，是这九天之主，朕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拉着整个瑶池一起陪葬。爆！叶神英竟然直接引爆了昊天玺，同时也引爆了他体内那仙君巅峰的毕生修为。一位仙庭女帝的自爆，加上一件帝兵的自爆，这威力足以将方圆10万里化作虚无，甚至能撕裂仙界壁垒，引发时空风暴。疯子！下方的夏子宁脸色大变，不好，快开护盾！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自爆前兆，苏杜晨却只是摇了摇头，眼中带着一丝怜悯。若是之前的我，或许还会忌惮3分，但现在在我面前玩自爆，你太天真了。苏杜晨缓缓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之上一点灰白色的光芒亮起，那是刚刚吞噬幽影后彻底掌握的空间禁锢法则。定！嗡！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叶神因那狂暴膨胀的身体，那即将炸裂的昊天玺，甚至连周围沸腾的能量风暴，全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冻结，就像是一幅画，一幅名为毁灭前夕的画，被苏杜晨硬生生地按下了暂停键。怎么可能？叶神英虽然身体动弹不得，但神识还能波动。他看着苏杜晨那根手指，心中涌起了无尽的绝望。他连死都做不到吗？散！苏杜晨屈指一弹，噗，就像是戳破了一个气球。叶神英体内那狂暴的能量，竟然顺着苏杜晨指尖引导的方向，化作一道巨大的光柱，直冲天际，在九霄云外炸成了一朵绚丽的烟花。烟花散尽，叶神英瘫软在空中，一身修为被彻底抽空，连昊天玺也失去了光泽，变成了一块凡石，从空中坠落。苏杜晨伸手一招，如抓小鸡一般扣住了叶神英那白皙修长的脖颈。放开我！叶神英虚弱地挣扎着，曾经高高在上的女帝，如今连凡人女子都不如，死！太便宜你了！苏杜晨凑到她耳边，声音如恶魔低语：你不是喜欢高高在上吗？你不是喜欢把别人踩在脚下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女帝，你是我的战利品。苏杜晨手中红光一闪，一枚最为霸道的地奴印狠狠地烙印在叶神英的眉心，也就是那原本代表着帝王威仪的位置。啊！叶神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但身体却不受控制的颤抖，臣服。他的灵魂深处被刻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名字：苏杜晨。随着奴印成型，叶神英眼中的疯狂与仇恨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挣扎后的茫然与本能的敬畏。苏杜晨随手一甩，将叶神英扔向了下方的夏子宁。子宁，接住这份礼物，送给你了。夏子宁飞身接住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瑟瑟发抖的女人。她看着叶神英，叶神英也看着她，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一为新皇，一为旧帝。把她带下去。苏杜晨的声音响彻整个瑶池，所在万妖行宫的门口，让这仙界的众生都好好看看曾经的女帝如今是什么模样。是。众仙奴齐声应诺，声音震动九霄。苏杜晨转身负手而立，站在瑶池之巅，他目光扫过下方的万里河山，扫过那些正在跪拜投降的仙庭残部。随着叶神英被俘，随着幽影的死亡，这下元三界再无一人能阻挡他的脚步。大势已定。苏杜晨缓缓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这片天地。即日起，废大罗仙庭、力厅与地庭，无号九幽魔帝。夏子宁为子及帝后，凡三界众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轰隆隆，天道感应，降下无边祥瑞。虽然苏杜晨修的是魔道，但他此刻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此界天道，天道不得不承认这尊新皇的诞生。无数金色的气运金龙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涌入苏杜晨和夏子宁的体内。这一日，旧时代的帷幕被彻底撕碎，一个充满了血腥与征服的新时代正式降临。但苏杜晨并没有沉浸在这份喜悦中太久，他抬起头，目光再次看向那遥远的星空深处，看向那张星图中标记的中元界位置。玄天界暗影楼。苏杜晨舔了舔嘴唇，眼中燃起熊熊战火。别急，等我把这下界的资源整合完毕，
我就上去找你们好好聊聊。